婉熙抚着高高隆起的肚子，焦急地问着旁边的婢女：“郡王可有消息传回来？”郡王妃，郡王说了，秦国公府的事情他一定会尽力而为的，让郡王妃安心在家待产。眼底闪过一抹得意，哼，今日过了以后，你就不是郡王妃了，而我也将不再是奴才，我会成为这王府里的姨娘。想到这里，秀禾的脸上就满满的都是笑容。秀禾，青竹呢？为何这2日都没有看到青竹？莫婉熙疑惑地问道。他让青竹去打探消息，可是青竹却一直都没有回来，也不知道外公他们怎么样了，郡王有没有求得圣旨，是否救下了外公一家。青竹姐姐去帮忙了，今日大概就会回来了。也不知道秦国公府一家怎么样了，如今咱们郡王为了秦家四处奔走，可是辛苦了。是啊，辛苦夫君了。宋英杰是他的夫君，乃是宋亲王的庶长子。宋英杰能有今日名声煊赫的成就，跟穆婉熙有莫大的关系，而宋英杰能有今日的成就，跟他的娘家秦国公府有莫大的关系。秦家是武将世家，只得一子一女，儿子是好样的，战场上赫赫有名的大将，后继承秦国公的爵位。女儿也是才华绝艳，嫁给了当朝首相，在莫婉熙14岁疾病的时候被一场大火给烧死了。因此秦家待莫婉熙那是掏心掏肺的好。虽然秦家不看好宋英杰这个外孙女婿，可也因为疼爱外孙女儿，一一忍了。对了，秀禾，二妹妹在哪儿？最近可好？想到自家二妹妹，她就忍不住落泪。二妹妹也是个可怜的人，出嫁3年就死了丈夫，婆婆又是个强势的女人，骂她克死了她儿子。见妹妹日子不好过，穆婉熙就主动将庶妹接入了王府。秀禾的眼底闪过一抹恶毒的光芒。二小姐好得很，现在正在前厅跟郡王拜堂成亲呢，哪有时间理会你？你那郡王妃的位置就快坐不住了。二小姐最近很忙。是吗？都怪我拖累了二妹妹，若不是因为我怀孕，也不会劳累二妹妹替我处理事务。哼，真是个蠢到无可救药的女人。二小姐帮你处理事务可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她自己，只有这样她才能名正言顺的成为郡王妃。小姐，秀禾，好像是青竹回来了。秀禾脸色一变，这个青竹这个时候怎么会回来？莫要坏了二小姐的大事才好。秀禾急匆匆地赶出去，想要在莫婉熙见到青竹之前将青竹关起来。只是他们都小瞧了青竹。青竹虽然是个女子，却是力大无比，将2个拦路的婆子推倒在地，直往房间里冲去。拦住他！秀禾厉声喝道。只是青竹一心要往里面冲，这2个人又怎么能拦得住他？莫婉熙疑惑地走了出来。你们这是做什么？郡王妃，不好了，出事了！皇上下旨，近日处置国公府的犯人，老国公一门全部斩首，连刚出生的婴儿都不放过。青竹双目泛红，想要将国公府的情况告诉莫婉熙，可莫婉熙扶着肚子，脸色惨白，竟然在激动之下动了胎气。郡王妃，郡王妃，你怎么样了？你说外祖父他们怎么了？满门抄斩。青竹不忍心开口，本来他早就要回来报信的，只是二小姐将他抓起来关进了柴房，他好不容易才跑出来。莫婉熙肚子一痛，身下就见了红。青竹一看，脸色瞬间刷白。快来人！
人，叫产婆，郡王妃要生了。秀禾一时之间也愣住了，只是青竹并没有理会他，小心翼翼地抱起穆婉熙放在了床上。秀禾一时之间也愣住了，郡王妃，你千万不要有事，你一定要生下小公子。二小姐是不好惹的，勾引了郡王，要取而代之。若是不能生下小公子，穆婉熙的地位堪忧。去叫产婆和大夫！青竹怒吼一声，秀禾眉毛一蹙，刚想要怒骂，却忍住了，转身出了门。青竹，去叫郡王。穆婉熙疼得面无血色，她不相信，郡王明明说过会救外祖一家的，却为何成了这样？郡王妃，你一定要保重自己，先把小公子平安生下来。青竹泪流满面，郡王不理会他，因为此刻郡王正在前厅跟二小姐拜堂成亲，可是他却不能告诉郡王妃，不然郡王妃受了刺激，说不定就是一尸两命。产婆呢？产婆怎么还没有来？青竹瞪向一旁站着的绿茵，快去叫产婆！绿茵跟翠芙对视一眼，却是默契的没有行动。穆婉熙早已疼得没有了理智，青竹打算自己去叫产婆的时候，却看到秀禾端着一碗药走了进来，身后跟宋英杰和穆雪柔。郡王，你答应过我的。宋英杰面无表情地抚开穆婉熙的手，穆雪柔笑盈盈地上前：大姐姐，你怎么样了？大姐姐，郡王他从头到尾就不喜欢你，郡王他喜欢的一直都是妹妹我，只是郡王需要你外祖家的支持。如今新皇登基，郡王位极人臣，得偿所愿，你也该功成身退了。英杰，这不是真的。姐姐，你不知道吧？秦国公府就是英杰带人抄的家，秦家通敌叛国的证据也是英杰找出来的呢。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大姐姐，你信不信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碗药你必须喝下去。你想干什么？不准你们碰我家王妃！郡王，二小姐，郡王妃帮了你们那么多，你们怎么能如此狠心呢？贱婢，滚开！宋英杰微微蹙眉，抬脚踹向青竹。青竹一个女子，哪里经得起宋英杰这一踹？青竹直接被踹飞，撞在了桌角上，头破血流，直接动不了了。青竹，姐姐，你是自己喝呢，还是妹妹我叫人喂你喝？英杰，这也是你的孩子。宋英杰微微蹙眉，伸手将穆婉熙的下巴拧脱就，将药给他灌下去。是，郡王。秀禾端着药，绿茵跟翠芙一左一右的按住穆婉熙，不让她挣扎。郡王妃，你可别怪我，要怪就怪你自己太蠢。秀禾残忍的将药一滴不剩的灌进穆婉熙的口中。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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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婉熙愤怒地吼道，疼痛加剧，她感觉到肚子里的孩子正在一点一点地流逝。你真的以为我是因为喜欢你才娶你吗？哼，我不过是为了得到你秦家的帮助罢了。如今我已得偿所愿。你还不知道吧？秦国公府因为通敌叛国被满门抄斩了，连刚出生的孩子都斩首了。不，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不信？别不相信，
你可知，举报你外祖父通敌叛国的，可是你尊敬的丞相爹。宋英杰，你们不得好死！哼，来人，将这贱人扔出去喂狗。等等，夫君，不如将姐姐交给我吧，我们姐妹有很多贴己的话要说呢。好，交给你了。为什么？为什么？从小到大，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因为你夺走了属于我的东西，嫡女的位置，郡王妃的位置。如果不是因为你外公，我娘才是我爹心爱的女子。你娘横刀夺爱，夺走了我娘正室夫人的位置，而你又夺走了我嫡女的位置，所以你们母女拥有的一切，我都要夺走。不对，我们不是同一个娘亲吗？同一个娘亲？你别做梦了，你娘在你疾病礼上就被人杀死了，你居然愚蠢的认贼作母，真是够蠢的。穆婉熙不敢置信的盯着穆柔雪，脑海中瞬间涌现无数的画面。她的娘亲在大火中挣扎惨叫，苏姨娘母亲在大火外狰狞的旁观。这一刻，她那些失去的记忆竟然恢复了。他们好狠的心啊！娘亲怀孕5月，他们竟然狠心将她烧死。你们，我娘的死，对，你娘的死就是我们动的手脚。你被捉奸在床，是我跟英杰一起动的手脚。你大概不知道吧，在你嫁给英杰之前，我就已经跟英杰好上了，还曾跟他有个孩子。若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杀了那个孩子。这是你欠我的，所以我也要杀了你的孩子。穆雪柔！穆婉熙愤怒地瞪着穆雪柔，咬牙切齿的模样，恨不得将她撕碎。穆雪柔微微眯着眼，突然拔下头上的金簪，狠狠地刺进了穆婉熙的眼眶。穆婉熙恨不得死了算了。我不喜欢你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穆雪柔看着痛苦挣扎的穆婉熙，得意洋洋地开口：哼，别着急，你还有一只眼睛。你可知道我想这般对你多久了？若不是你还有用，你以为我会允许你活到现在吗？宋英杰，苏萍，穆雪柔，我就算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的！穆婉熙满腔的恨意，死不瞑目。她与人为善，没有想到竟然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一滴血泪和血而落。她发誓，若有来生，她再也不做那等良善之人。她一定要将这些迫害她的人碎尸万段。小姐，你怎么了？青竹抓过穆婉熙的手一看，一个血点儿冒了出来，原来是扎了手了。穆婉熙不敢置信地看着身边站着的青竹，慌乱地伸手摸了摸自己的眼睛，眼睛还在，再摸摸肚子，平坦无比。拉着青竹仔细地看了又看，青竹也没事，眼泪不期而然地落了下来。小姐，你怎么哭了？可是很疼，青竹给您吹吹，吹吹就不疼了。
青竹轻柔地替莫婉熙吹着伤口，认真的模样看得莫婉熙心中一暖。在她众叛亲离的时候，只有青竹不离不弃；在她众叛亲离的时候，只有青竹不离不弃。青竹，你放心，我再也不会让人迫害你了。目光不经意间落到篮子的刺绣上，莫婉熙吃惊地将刺绣拿起来看，这不是她14岁疾病前给自己绣的百花争鸣吗？但是这幅刺绣要展示的不是花，而是蝴蝶。莫婉熙刺绣的手艺极好，擅长多面绣，能在一幅图画上绣出好几幅图。她记得，她的命运就是从这幅刺绣开始改变的。在她的疾病礼上，原本应该光彩万丈的刺绣，却突然变得污浊不堪，还无端端的着火。而娘亲也死在这场大火之中，而她因此记忆受损，在所有人的欺骗下，认贼作母。如此说来，老天爷可怜她，让她重回14岁疾病之前，让她亲手来报自己的仇。穆婉熙猛地爆发出强烈的恨意。哼，穆雪柔、苏萍、宋英杰，我回来了。穆婉熙狰狞的模样吓了青竹一跳，可仔细看时，自家小姐又恢复到安安静静的样子，温婉柔美，仿佛刚才的那一瞬间是她的错觉一般。莫婉熙嘴角扬起一抹诡异的笑容，将刺绣轻轻地放下，伸手握住了青竹的手。青竹，你放心，我不会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有小姐在，没有人会伤害我的。青竹骄傲地开口，却忽略了莫婉熙话语中的再字。我家小姐可是大名鼎鼎的丞相府嫡女小姐。莫婉熙看着青竹骄傲的样子，没有开口，而是拿起了刺绣。若是她记得不错的话，她的好妹妹恐怕就要来看她了。大姐姐，门外传出来穆雪柔愉悦的声音。莫婉熙脸上闪过一抹刻骨的恨意，随即隐去。大姐姐，你看妹妹为你寻了什么好东西啊？穆雪柔举着手中的东西，得意洋洋地开口。你可要好好奖励奖励我。柔儿，慢点，别摔着了。穆婉熙转过身的一瞬间，大姐姐，你快看看，这丝线可是我跟姨娘花了好多心思寻来的，你再在灯下看看。穆雪柔的眼底闪过一抹算计，穆婉熙微微一愣，这么明显的算计，她当初居然没有看出来，她到底是有多眼瞎呀？大姐姐。穆雪柔被穆婉熙的眼神看得有些发怵，总觉得穆婉熙看她的眼神很可怕。啊，什么好东西啊？我看看。穆婉熙收回自己的情绪，接过穆雪柔递过来的丝线，在灯下一看，那丝线在烛光下竟然会变色，明明是很普通的颜色，竟然变得五彩斑斓，煞是漂亮。哼，看来事情一点都没有改变啊。前生他也是给自己送来了这种丝线，而这丝线毁了他的一切。这丝线好漂亮啊，柔儿，你是从哪里找来的？我真是太喜欢了，柔儿，谢谢你。不用谢，不用谢，只要大姐姐你喜欢就好。毕竟还有7天，大姐姐就要疾病了，而柔儿要明年才能疾病呢。柔儿希望大姐姐能在疾病礼上大放光彩，得到所有人的青睐。穆婉熙的眼底闪过一抹嘲讽。哼，大放光彩，确实是大放光彩，我的好妹妹。多谢妹妹，大姐姐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的。姐姐，你赶紧刺绣吧，
姐姐的绣功，就算是宫中的绣女都比不上，到时候一定能让所有人都惊艳的。穆雪柔看着穆婉熙爱不释手地抚摸着那会变色的丝线，嘴角扬起一抹恶毒的笑容。哼，穆婉熙，当了14年的嫡女，你也该当够了。穆婉熙原本正在看着丝线，却突然转了过来，将穆雪柔眼中的恶毒全部都看在了眼里。穆雪柔吓得一低头，掩饰自己的心虚。大姐姐，姨娘该找我了，我先回去了。去吧。穆婉熙点点头，目送着穆雪柔离开，嘴角的笑容逐渐扩大，最后竟变成阴冷的鬼笑。哼，穆雪柔、素萍，你们欠我的，我必定会10倍100倍的还给你们。小姐，你说什么？青竹，我有些累了，想休息了，你也去休息吧。是，小姐。穆婉熙安静地坐在桌边，看着篮子中的刺绣与丝线，嘲讽地笑了笑。哼，既然你们送了我这么大的一份礼，我怎么着也得回敬你们一份大礼才是。妹妹，姨娘，希望你们会喜欢我送你们的礼物。第二天天一亮，穆婉熙就一个人悄悄地出了府。身为相府的嫡女，她拥有自由出入相府的权利。请问锦娘在吗？穆婉熙戴着斗篷，轻声问道。姑娘是要请锦娘刺绣吗？不是。穆婉熙将一块手帕递给了掌柜的，他是一个商人，自然明白这里面的价值。姑娘请稍等。穆婉熙点点头，安静地坐在店中喝茶。锦娘是霓裳阁的绣娘，她身为一个顶级绣娘，自然会对这种绣法很感兴趣。掌柜的很快就出来了，不过跟着出来的还有一名女子。女子很年轻，跟穆婉熙想象中的一点都不像。姑娘，这帕子是你绣的？穆婉熙点点头，是我所绣。锦娘微微一笑，姑娘，不如入内一谈吧。谢谢。内阁中，锦娘给穆婉熙倒了一杯茶。穆婉熙喝了一口，宁波碧烟，拢翠欲滴。不愧是碧烟翠，好茶。没想到姑娘还是一个爱茶之人啊。谈不上爱茶，只不过有幸喝过罢了。小女子此次前来，是有事想请教锦娘姑姑。你是东巡最出色的绣娘，必定见过很多奇珍绣线，不知可见过这个？锦娘接过穆婉熙递过来的绣线，翻来覆去地看了看，随即命人取来油灯，对着油灯一看，眼底闪过一抹了然。啊，这叫鸳鸯线，在油灯下会焕发出奇异的色彩，极为的难得，只可惜被毁了。怎么说？这丝线啊，被人泡了药水，虽然在油灯下看起来依旧光彩，但是不出7日，再次在油灯下看，便会显得污秽不堪。姑娘从何买来这等劣质的丝线？那人分明就是想害人呐！我自是知道他想害我，但是我又不得不用这丝线。锦娘姑娘，可否帮帮我？可以，作为报酬，以后在你能力范围之内，你要为我做一件事情。穆婉熙迟疑了一下，随即点头。成交。明日你再来这里取丝线吧。谢谢你。掌柜的，替我送送这位姑娘。锦娘让人将穆婉熙送出去。待到穆婉熙离去之后，一抹身影出现在房中。主子。哼，锦娘，这碧烟翠乃是西域商人进贡的贡茶，普天之下只有2个人有，一个是当今皇上，一个是我。他居然说他喝过，
有意思。主子不是应该说这多面绣更有意思吗？锦娘挥了挥手中的绣帕，男人接过去，看着上面的荷花，看的角度不同，上面荷花绽开的姿态一一不同，煞是神奇。锦娘，她的绣工你觉得如何？锦娘自愧不如。给你3天时间，本王要知道关于她的一切。是。小姐，你可算是回来了。相爷先前派人来过了，说是让您回来之后立刻去前厅见他。我爹？莫婉熙微微蹙眉，她差点就忘了他还有个爹。若不是他的爹，他的一生何至于那般凄惨？他又何至于被苏姨娘跟穆雪柔联手欺骗，然后被压榨掉最后一点价值之后，命丧黄泉？青竹不明所以地看着穆婉熙，他总觉得小姐在说到相爷的时候，整个人显得很是诡异，似乎是在嘲讽，可是又不像。小姐，小姐，你怎么还在这里？相爷在前厅等着你呢。说完，秀禾伸手就要去拉穆婉熙，穆婉熙面色一凝，伸手狠狠地给了秀禾一个耳光。放肆！你居然敢打我！来人，将这以下犯上的剑笔拖下去，重则30大板。小姐饶命！小姐饶命！奴婢只是担心小姐去得晚了，相爷怪罪，所以情急之下才会这般试探。小姐，请饶恕我。穆婉熙冷冷地看着秀禾，想到秀禾、绿英和翠芙联合穆雪柔迫害她的事情，心中的恨意怎么都止不住。还愣着做什么？还不拖下去？家丁犹疑地看着穆婉熙。穆婉熙这个大小姐向来柔弱好欺，而且一直都很喜欢秀禾这个丫头，怎么会突然要打秀禾呢？怎么，相府的奴才一个个都敢欺主了不成？要不要本小姐禀明爹爹，将你们全部发了卖出去？众人心里一跳，不由得多看了穆婉熙一眼。他们总觉得这大小姐变了，变得有些可怕。小姐，绿茵一进来就看到秀禾要挨打，赶紧跪下。小姐，不知道秀禾犯了什么错，竟惹得小姐生气了。穆婉熙凉凉地看了一眼绿茵，那一眼却看得绿茵止不住的发抖。那是怎样的眼神？冰冷的没有丝毫的感情，仿佛是看死人的眼神。绿茵所有求情的话全部都哽在了喉间，不敢再开口。还不快拖下去！怎么，你们也想奴打欺主吗？小的们不敢。绿茵，你快帮帮我，帮我求情啊！绿茵。绿茵乖巧地站在穆婉熙的身后。秀禾，你惹小姐生气，应该跟小姐求情。我只是小姐的一个奴婢，什么都听小姐的。答。穆婉熙不待秀禾求情，就下令道：“家丁也不管了，主子吩咐，他们只需要听主子的就行了。虽然大小姐不怎么得宠，和她娘好歹也是相府里的主母，他们是相府的嫡女小姐。小姐饶命，奴婢知道错了。求小姐饶命，奴婢知道错了，奴婢再也不敢了。”穆婉熙冷眼看着30大板打完，秀禾昏死过去，这才让人将他扔去了柴房，带着青竹往前厅而去。当年他爹是工部侍郎，工部掌管各项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等政令，那可是巨肥的肥差。嫡女出嫁，嫁的还是皇上最宠的小儿子，嫁妆少了，温家脸上也不好看。虽说不受宠，温家倒也不敢在嫁妆上苛待他。一个臭名远扬、恬不知耻的死胖子，他凭什么坐拥这么丰厚的嫁妆？咱们老爷可是清正廉洁，清廉有什么用？
那成串的珍珠、玛瑙、玳瑁、珊瑚珠，甚至还有1人高的珊瑚树，价值连城。莫说6年前，就是现在，也让宋诗雨看花了眼。这些东西凭什么要给他？温家已经抛弃了他，王爷也冷落他，关了6年，总不至于说翻身就翻身。王爷只说了1样都不能少，数量对就行了。你暗示管家，叫他主动一点。这次我们可不能冲在前头。当日傍晚，大大小小的香笼就抬进了梧桐院，整个院子堆得水泄不通。爹爹，女儿还有7日就疾病了，明日女儿想去看看外祖父跟外祖母，不知爹爹意下如何？外祖母跟外祖父年纪大了，娘亲有孕在身，无法在2位老人跟前伺候，女儿希望能替娘亲在外祖父他们面前略表孝心，还请爹爹成全。穆丞相腾的一下站起来，却发觉自己的做法太过突兀，又缓缓地坐了下来。你真的要去看你的外祖父？是，女儿多年不见外祖父，应该去看看他们了。穆婉熙笑着开口，表情真诚而恳切。穆相爷眼底闪过一抹幽光。我早就告诉你娘，让她多回去看看秦国公跟国公夫人。你能代替她去看看他们，也是极好的。准备一些礼物。这样吧，你明日也带上柔儿吧。柔儿极少出府，你就带她出去长长见识。是啊，樊熙，你带上柔儿一起去秦国公府吧，有什么事情柔儿也可以帮衬着些。苏姨娘跟着开口，秦国公府的地位可不低，若是柔儿能讨得秦国公的喜爱，那么柔儿也多了一个后盾。苏姨娘抚摸着自己已经明显怀了的肚子，眼底闪过一抹异光。相府多年没增添人口了，可偏偏是秦月雅怀上了。穆婉熙微微一笑，是爹爹。穆丞相见穆婉熙愿意带着穆雪柔去国公府，顿时所有的怒火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也不是什么都不计较了，却也不再好揪着他出府的事情。婉熙，以后不要随意出门，外面人心险恶，你不谙世事，小心被人欺负了去。是，爹爹，女儿知道了。好了，下去准备你的吉吉礼吧。你是我相府的嫡长女，可不能丢了相府的脸面。女儿遵命，女儿告退。去吧。待到穆婉熙离开之后，苏姨娘坐到穆丞相的身边。相爷，你有没有觉得婉熙这个丫头跟以往有点不一样？穆丞相点了点头。是不一样了，胆子变大了。他身后是国公府，虽然拿不准国公府的态度，但是明日柔儿跟着去了，就知道国公府对穆婉熙是什么态度了。若是国公府认她这个外孙女，那么她就还有用，就是我穆博远的好女儿。反之，若是没用的话，那就不要怪他这个爹无情了。放心吧，相爷，臣妾有分寸的。苏姨娘笑着说道，眼底闪过一抹阴冷。她自然是要好好利用穆婉熙的，等到雪柔取代了她的位置，到时候再慢慢的收拾她。毕竟穆婉熙有个京城第一才女的娘，将她教得太好，也教得太失败。有才有什么用？空有才华没有脑子，也不过是他柔儿的垫脚石。另外就是秦月雅肚子里的那块肉，怎么着也得弄掉。
夫人，相府里的下人私下里都叫苏姨娘夫人，谁让苏姨娘掌握着府中的钟馗呢？什么事情？秀禾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被大小姐命人打了，如今关在柴房里呢。穆婉熙打了秀禾，她不是最喜欢那个丫头吗？好像是秀禾奴大欺主，被大小姐厌恶了，所以给打了一顿。要不要救她？先不要管她，你们可要替我好好的看好了那个贱丫头。等到本郡王妃坐上相爷夫人的位置，就是他们母女的死期。苏姨娘阴冷的一笑，哼，穆婉熙那个死丫头的吉吉里一定要大办，最好让全京城的权贵都来参加，到时候丢了穆婉熙的脸，我看看谁还敢要她。而老爷也有理由将本夫人扶为正妻了。是，夫人。穆婉熙回到自己的院子时，绿茵立即恭敬地迎了上来。大小姐，您可回来了，可是累了，奴婢给您泡了参茶。赏你了。小姐，奴婢怎么敢喝小姐的参茶？苏姨娘要是知道了，会扒了奴婢的皮的。这参茶是本小姐赏你的，只要你对本小姐忠心耿耿，本小姐自然是不会亏待你的。若是你有了二心，你家小姐什么都能容忍，就是容不下背叛，你可明白？绿茵吓得脸色惨白，她总觉得大小姐哪里不一样了。她现在总算是明白了，大小姐这是在敲打她。秀禾今日挨打，定然是大小姐知道她投靠了二小姐，才会如此对待她。奴婢一定会对小姐忠心耿耿。说完，绿茵端起茶一口饮尽，脸上的苍白依旧没有任何的改变。莫婉熙只是淡淡的笑了笑。下去吧。谢谢小姐。等等，小姐还有何吩咐？绿茵吓得又跪在了地上，莫婉熙将她扶起来。听说你有个弟弟。小姐，奴婢的弟弟还小。绿茵吓得直颤抖。让他来相府做个打杂的吧，相信你弟弟也跟你一样聪明。行了，下去吧，秀禾就交给你照顾了。是，小姐。青竹有些疑惑地看着自家小姐。小姐，秀禾跟绿茵可是做错什么事情了？傻丫头，你可是我的大丫鬟，这院子中的丫鬟都归你管，该罚的罚，该赏的赏，拿出你大丫鬟的气势来。若是别人欺负你，给本小姐狠狠地打回去，有事你家小姐我顶着。青竹傻傻的点头。是，小姐，奴婢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去准备一下，明日随我去秦国公府。穆婉熙带着人去秦国公府的事情传到丞相夫人的耳中，丞相夫人脸色一白。嬷嬷，希儿怎么会突然要到秦国公府啊？林嬷嬷眉头紧蹙。夫人，只怕是大小姐受了人撺掇。哎呀，这可怎么是好？我跟国公断绝关系，就是为了避免穆博远利用国公府。我没想到穆博远竟然那般无耻地利用希儿。嬷嬷，我该怎么办呢？穆夫人焦急地问道。她不想自己出嫁了还要连累娘家的人，更何况当年是她自己执意下嫁，才会落得这般下场。穆博远利用了她的感情，她也不愿意自己的家人再被他利用。夫人，不如你就跟大小姐挑明了说吧，我看大小姐也不是不明事理的人，若是您跟大小姐说清楚，她定然会明白您的良苦用心的。唉，也只能如此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希儿也被他利用。林嬷嬷看着穆夫人焦急的模样，摇了摇头。自从小姐出生了，夫人好不容易怀上，
若是生下了嫡长子，那么这丞相夫人的位置十拿九稳。这个时候，夫人不应该跟国公府断绝关系，相反，应该借助国公府的力量，保证小少爷生下来。可是他也明白，夫人是听不进去劝的。第二日一早，穆婉熙就带着青竹出了门，刚到门口就看到盛装打扮的穆雪柔，再看看她一身素雅的装扮，都快被穆雪柔给压下去了。穆婉熙将眼底的算计掩藏好。二妹妹，大姐姐，爹爹让我陪大姐姐去外祖家。大姐姐，我还从来没有去过外祖家，外祖家是不是很严厉啊？穆雪柔一上马车就拉着穆婉熙叽叽喳喳地问个不停，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秦家是她的外祖呢。穆婉熙也是修养极好，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就那么静静地看着穆雪柔，也不答话，只是那么一小会儿，或许不会有什么。可是穆婉熙一直盯着穆雪柔看，却让穆雪柔觉得浑身都不自在。对了，大姐姐，听说你将秀禾那个丫头给打了，她犯了什么错吗？以下犯上，很严重的罪吗？要把她打得半死不活？穆雪柔装出一副天真懵懂的样子。历来官家最忌讳的就是奴才以下犯上，若是不严惩，人家还以为相府的主子都是好欺负的，连个奴才都可以爬到主子头上撒野，也只有那些小门小户没有规矩的人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样的奴才是该打。大姐姐，你还没有告诉我国公府的事情呢。大姐姐，国公府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比咱们相府还要豪华？大姐姐，外祖父和外祖母是不是很慈祥的人？大姐姐，轩表哥是不是很好相处？面对穆雪柔的问话，穆婉熙都是报以浅浅一笑，穆雪柔也不在意，自顾自的兴奋不减，不停的掀开帘子往外看，对着外面热闹的街道兴奋的说个不停。大小姐，二小姐，国公府到了。穆婉熙应了一声，青竹赶紧掀开帘子，扶穆婉熙下来，哪知穆雪柔直接挤开穆婉熙，蹦跳下马车。穆婉熙也不在意，只是从容地从马车上下来。因为昨日就递了拜帖，今日一早就有人守在国公府的门口。希儿，穆婉熙看着贵气十足的贵妇人，乃是如今国公府的国公夫人冯淑颖，她舅舅的发妻，眼眶一热，唤道：舅母。好孩子，你可总算是舍得来看我们了，别在门口杵着了，快进来吧，爹跟娘一直念叨着你呢。舅母。希儿，这是我的庶妹苏姨娘的女儿，因为没有过门，所以爹爹让希儿带她出来走走。舅母，我跟大姐姐最要好，大姐姐最喜欢我了，所以才带我过来。舅母，来，我扶着你，您小心一些。冯淑莹甩开穆婉熙的手。客气了，你还是叫我国公夫人吧。大姐姐，你等等我呀！你这庶妹妹可不是个省油的灯。走，大舅母带你去见外公外婆。希儿这丫头还从来没有主动来过国公府，今日主动来国公府看他们，两个老人家倒是都激动得紧。爹娘，你们别急，淑英已经去接了，一会儿就能看到了。是啊，别急。还不知道是谁急呢。老国公尴尬地笑了笑。爹娘，快看看谁来了。不孝外孙女穆婉熙给外公外婆请安，给舅舅
舅母，请安。好孩子，快起来，快起来！你这孩子，只要来看我们就好。对，多来看看我们2个老人家就行。外公外婆，娘亲有孕在身，身子笨重，不宜外出，所以不能回来看你们，希望你们见谅。为什么娘亲不让她回到国公府，也不带她回国公府？即使是到了国公府，也会很快的回相府。经历了前世那些事情，她总算是明白了，娘亲是以自己的方式保护着国公府，而她却害了国公府。傻孩子，我们怎么会不知道他的难处？你娘亲她可好？雪柔给外公外婆、舅舅舅母请安。你是谁家的孩子？这般没有教养，随意打断别人说话。我，外公外婆，你们别生气，这是我的庶妹，苏姨娘的女儿，不懂礼数，你们见谅。我说是哪里来的野妮子，感情是姨娘生的下贱东西，难怪如此没有礼数，放肆！果然是姨娘生的，真是不知礼数。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岂是你可以随意撒野的地方？穆雪柔何时受过这样的侮辱？捂着嘴就跑了出去，再也顾不上苏姨娘叮嘱她的话，逃也似的离开了国公府。外公外婆，娘一直很想你们，她不是不想回来看你们，而是不能回来看你们，请二老见谅。傻孩子啊，我们都知道，她是我的女儿，我的心头肉，她想的什么，我们还能不知道吗？哼，莫博远那狼心狗肺的东西，当初早说了他不是个好东西，偏偏月牙不相信我们。希儿丫头是个有主见的，我们就听她的话。既然她说了不要去，那就不去了。不过到时候还是得让人过去才行。轩儿这2日就要归来了，不如就让轩哥去吧，他们年轻人在一起也有话说。好，就这么定了。穆雪柔哭着离开国公府的时候，将相府的马车带走了。等到莫婉熙要回府时，相府的马车都不见来接莫婉熙。果然是个下贱东西，难怪如此上不得台面。秦国公夫人啐了一口，随即吩咐管家准备马车送莫婉熙回相府。希儿啊，在相府受了委屈，就尽管回来。我们秦家虽然不是什么豪门大族，可也养活得起你们母女。要是谁敢欺负你们母女，秦国公府第一个不同意。谢谢舅母，希儿知道了。管家，你亲自送表小姐回相府。秦国公犹不放心的吩咐。是，老爷。秦国公夫人看着马车远去，眉头紧蹙。她这个大侄女，只怕在穆国府过得并不如意。淑影，怎么了？夫君，我担心希儿这丫头，这丫头真是让人心疼啊。后院的事情我们不便插手，那丫头就劳你多费心了。小妹就这么一个女儿，可小妹又是个隐忍的人，只怕受了委屈也不会开口。夫君放心，我会多加照看的。穆雪柔哭着回到相府，苏姨娘见了，顿时咬碎了一口银牙。雪柔，是不是婉熙欺负你了？姨娘，她姐姐她好过分，竟然说我是姨娘生的下贱东西，上不得台面。放肆！吃人的目光瞪向秦月雅，看看你教的好女儿，竟然说自己的亲妹妹是一下贱东西，她当她是什么东西？相爷，希儿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话。
母亲，您这意思是说我污蔑大姐姐吗？我知道，我娘亲只是一个姨娘，可我也是爹爹的女儿。大姐姐，她怎么能说我是个下贱东西？若是我是个下贱东西，那爹爹成了什么？秦月雅气得心肺都疼了，手抚着肚子，生怕自己被这群人气得给动了胎气。真是丢了我相府的脸面，那个孽女！回来我定要好好的处罚她。你倒是说说，你大姐姐为何要这样对你？爹爹，事情是这样的，大姐姐见不得舅母对我好，就冷嘲热讽，还撺掇外祖母对我也冷嘲热讽的。柔儿向来尊敬大姐姐，也不知道大姐姐为何要这般对我。穆雪柔，秦国公府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你的外祖母是蒋夫人，至于你的舅舅，那也是苏夫人，而我爹娘跟嫂子绝对不会喜欢一个庶女，你这般污蔑嫡女姐姐，是何居心啊？哼，你教的好女儿，还敢！相爷，大小姐回来了。送大小姐回来的是国公府的管家，让大小姐来见我。是。给爹爹娘亲请安。穆婉熙一进来就先请安，然后看着穆雪柔拍了拍胸口，松了一口气。二妹妹，还好你回来了。当我出来的时候，听说你一个人走了，我可担心了。你也真是的，外祖母她说话向来都是那般严厉的样子，尤其不喜欢晚辈在她面前哭哭啼啼的，觉得不吉利。你在外祖母面前哭，舅母是担心你影响了外祖母的心情，所以话说得重了些，你不要放在心上。老国公跟老国公夫人可好？回爹爹，外祖父跟外祖母的身体硬朗，挺好的。外祖母还问起了父亲。哦，老夫人问什么了？问了爹爹的身体，很是关心爹爹最近的情况。娘亲，外祖母也念叨你的很，让你好好养胎，不要担心他们。是我不孝，以后啊，你就多去国公府走走，陪陪你外祖父他们。是，女儿知道了。希儿，你身为大姐姐，要多照顾妹妹些。你们是亲姐妹，姐妹同心，其利断金。穆丞相也不好说穆婉熙什么，毕竟是穆雪柔做的不对，更何况穆婉熙深得国公府的宠爱，他自然是不能将这个女儿给得罪了。爹啊！穆雪柔不依了，她受了这么大的委屈，爹连一句重话都没有说穆婉熙，凭什么？柔儿，以后要听你姐姐的话，以后多跟你大姐姐多去秦国公府走走。穆雪柔想要说些什么，却被苏姨娘给阻止了。柔儿，还不快谢谢你大姐姐！谢谢大姐姐。二妹妹客气了，二妹妹不用担心，我舅母并不是存心说你的，只是国公府规矩森严，不喜庶子顺女，国公府的男子也不允许纳妾，总说妾是乱嫁的根本原因。妹妹，你可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哪里，是柔儿不知礼数。婉熙，你的及笄的日子就要到了，东西可都准备齐全了。爹爹，女儿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到时候定然不会让爹爹丢脸的。离你及笄的日子也快了，你这些日子就不要出门了，安心的在家里准备及笄的事情。你母亲身子笨重，相关事宜就让苏姨娘去准备吧。爹爹，姨娘如今已有5个月的身子了，跟母亲一样身子笨重，会不会累着姨娘？要不让邱姨娘帮帮苏姨娘？不会，姨娘又不需要自己去做些什么，只需要吩咐下去就行了。姨娘，如今你可是双身子的人，累着尚未出生的弟弟可就不好了。爹，不若让邱姨娘帮苏姨娘处理府中的事务吧，等到邱姨娘生了之后再还给苏姨娘。不用了，我可以。平儿，婉熙说的对，
你也是双身子，劳累不得，可别伤了肚子中的孩子。这样吧，就让秋姨娘协助你吧。是，相爷。劳苏姨娘操心了。莫婉兮笑得纯善。应该的。苏姨娘笑得大方得体，天知道，她都快把自己的手心掐破了。三姨娘秋玲疑惑地看着传话的丫头，似乎没有听明白。你再说一遍，我没有听错吧？三姨娘，相爷让您协助苏姨娘准备大小姐及笄的相关事宜。如今苏姨娘身子笨重，所以请三姨娘协助她。传话的丫头是苏姨娘的贴身大丫鬟紫渊。苏姨娘之所以让她来传话，就是想卖秋姨娘一个好。我知道了，替我谢谢苏姨娘，奴婢一定转告韦家姨娘。紫渊转身离去，待到紫渊的身影消失不见，秋姨娘这才冷笑一声：“哼，白芷，姨娘，去查查怎么回事。苏萍那个女人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染指家中的权利，以怀孕为借口分权给我，定然是有原因的。奴婢现在就去查。”白芷出去之后，秋姨娘就去看穆雪瑶。姨娘，我家瑶儿真是越来越出色了。你大姐姐即将及笄，你可准备好礼物了？准备了。女儿准备为自己画一幅画，虽然不值钱，可也是一番心意。穆雪瑶举手投足间带着说不出的风情，明明只有12岁，可穆雪瑶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说不出来的魅惑。若不是她年龄还小，不知道的人都以为她要出自风尘了。瑶儿，在这相府，若是夫人能生下嫡子，那么她的地位将无人可以撼动，而大小姐也将有依靠。关键是看夫人生下的儿子，还是苏姨娘生下的儿子。不过，苏姨娘若是跟夫人同时生下儿子，那么苏姨娘也赢不了夫人。毕竟夫人的身后可是国公府。女儿明白，姨娘是要女儿教好大姐姐。你大姐姐虽然蠢笨，但还是没有人敢动她，是因为她背后有秦国府撑腰。咱们母女背后无人，自然是需要找靠山的。姨娘，说吧，怎么回事？是大小姐。白芷将在前厅发生的事情仔仔细细地说给秋姨娘听。到底是怎么回事？说清楚。姨娘，大小姐回了一趟国公府，二小姐本来是跟着去的，可是没多久就哭着回来了。你是说大小姐收拾了二小姐？奴婢只知道二小姐哭着告状回来，相爷不但没有处罚大小姐，相反，在大小姐的建议上，让姨娘您帮着处理府中的事务。白芷，去准备礼物，我们去见见大小姐。是，姨娘。见过大小姐，见过大姐姐。苏姨娘不必多礼。姨娘，三妹妹，请坐。莫婉兮让人奉上热茶，也不是什么好茶，希望姨娘不要嫌弃。大小姐哪里的话，大小姐这茶都不是什么好茶了，那我们喝的茶就是粗茶，入不了口了。瑶儿知道你要及笄了，想亲手做些东西送给大小姐，可是不知道大小姐喜欢什么，她脸皮子薄，不好意思来问，我就陪着她来了。大姐姐，我知道大姐姐的刺绣很出色，所以就不献丑了。妹妹也就只有画能拿得出手，不知道大姐姐喜欢什么样的，山水还是人物？大姐姐，我的画不值钱，大姐姐不会嫌弃吧？三妹妹有心了，我不会嫌弃的。那大姐姐喜欢山水还是人物？山水吧。莫婉兮淡笑开口，随即又低头摆弄手中的刺绣。大小姐的手艺真是越来越好了，这刺绣也越发的传神了，看得让人好生羡慕啊。是啊，
大姐姐的刺绣简直就是神了，只怕霓裳阁的锦娘都比不上了。对于她这3位妹妹，穆婉熙还是记得的，虽然对她爱理不理，但是极少害她。每一次见到她都只是不屑。不过这般高傲的她，上辈子被苏姨娘送给了薄青侯做小妾，姨娘跟3妹妹过奖了。婉熙的急急在急，我娘又不爱管着府中的杂事，加上身子笨重，只能辛苦苏姨娘操劳了。可如今苏姨娘也是身怀有孕，府中事务要多劳累邱姨娘多操心了。邱姨娘看如此淡然自若的穆婉熙，总觉得穆婉熙哪里变得不一样了。不辛苦，能为夫人分忧是我们这些做姨娘的荣幸，希望夫人这一次能生个小公子。是啊，希望娘可以生个弟弟。爹爹如今膝下无子，若是娘亲能够生下弟弟，爹爹就安心了。不过姨娘要是生了弟弟，爹爹也会很开心的。邱姨娘见穆婉熙如此说，知道自己今天是打探不到任何消息了，便也不多留。大小姐，我们出来的时间不短了，就不打扰大小姐了。我就不留你们了。大姐姐，我有时间可以过来找大姐姐玩吗？穆雪瑶紧张地问道。见穆婉熙点头，立马喜笑颜开。大姐姐再见。再见。邱姨娘一走，穆婉熙扫了一眼一直拿着扫帚在门口扫地的秀禾，眼底闪过一抹冷光。看来还是学不乖，既然如此，就不要怪我了。大小姐，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娘，穆婉熙那般侮辱我们，我们不能饶了她。她今日让我没有脸面，我要让她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做人。哼，穆婉熙那个贱人！苏姨娘将一个花瓶砸在地上。哎呦，姨娘，小心肚子啊！哼，秦月雅，你要是安分一点，我还能让你多活一段时间。可惜你太不安分了，还有你那该死的女儿。姨娘，女儿咽不下这口气，你都不知道莫婉熙有多嚣张。她竟然联合秦国公府的人骂我是下贱的东西。娘，你一定要替我出这个恶气。别急，她蹦跶不了多久了。原本没打算要她的命，既然她找死，就别怪我心狠手辣。柔儿，你先回去吧。放心，等过了穆婉熙及笄的日子，她就再也蹦跶不起来。到时候你想怎么折辱她都可以。谢谢姨娘，我就知道姨娘不会让我吃亏的。姨娘啊，不是老奴说你，你如今是双身子的人，这般动作若是落入有心人的眼中，只怕又要惹来麻烦了。嬷嬷，我只是生气，那个小贱蹄子竟敢夺我的权，他以为他是谁啊？姨娘，她再怎么蹦跶，也不过是个女子，总要嫁出去的。她马上就要及笄了，及笄后就要说亲，最多2年就要嫁出去了。更何况我们不是有计划了吗？我只是生气，秦月雅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好运气，竟然有了。若是让她生了儿子，哪里还有我们母女的活路？姨娘啊，你魔障了，你如今不也怀着呢吗？可我这是个假肚子，不过是用药怀的假肚子，等到生产的时候那就露馅儿了。姨娘，谁知道你这肚子是假肚子呀？到时候生产的人我们安排，我们说生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哼，郭嬷嬷，我明白了，只是秦月雅肚子里也有一个，若是她也生下儿子，就算我也生了个儿子，也无法撼动她的地位。姨娘啊，你又犯傻了，大小姐的及笄礼不是要到了吗？嬷嬷，秦月雅的院子防备森严，我们安插不进去人，吃食也是他们自己小厨房准备的，想要动她很难。但是姨娘莫要忘了，她也是有弱点的。你是说
穆婉熙？姨娘聪明，夫人她就算怀上了，可谁能确定这孩子生得下来？谁又能确定这孩子能长大呢？儿在相府，若是说有谁是她的弱点，非大小姐莫属了。反正算计一个是算计，算计两个也是算计，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你是要我借穆婉熙吉吉里杀了夫人？错了，姨娘，是大小姐克死了生母跟未出生的小少爷。哼，嬷嬷，多亏你在我身边，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姨娘啊，你这是当局者迷，夫人活一天，二小姐就永远都是庶女，永远都没有出头的日子。就算是为了二小姐，咱们也不能心慈手软。哼，我不会心慈手软的。这边苏姨娘算计着怎么害死穆夫人跟穆婉熙，而穆婉熙那边却是在想办法培养自己的心腹。青竹，我们院子里的人卖身契在哪儿？小姐，在夫人手中。你去我娘那儿，将院子里所有人的卖身契拿过来，就告诉我娘，我自有主张，让她不必忧心，好好养胎。是啊，大小姐。穆夫人得知青竹的来意，有些意外，不过却什么都没问。林嬷嬷，去将大小姐院子里人的卖身契都拿过来。是啊，夫人，这是大小姐院子里所有人的卖身契，青竹，你可要收好了。嬷嬷请放心，青竹知道了。青竹，夫人可还有什么吩咐？小姐最近在做什么？小姐在家刺绣，离及笄的日子快了，小姐的绣屏还没有绣好。夫人，小姐已经不是那个任人欺负的小姐了。青竹笑着开口，随即行礼离去。他家小姐的变化他看在眼中，他相信他家小姐不会任人欺负的。霓裳阁，锦娘将查到的消息递给男子。主子，你要的消息。男子仔细地翻看了一下，眉头越皱越紧。你确信你查到的这个人是穆婉熙？是的，主子，整个帝都的人都知道，穆婉熙不过是个傻姑娘，还蠢得无可救药。你信？自然是不信的。若是那样的女子真是傻蠢到无可救药，怎么可能会来找我？不过我们查到的消息跟她现在的状况差不多。所以呢？她是一个合适的女子，身后有秦国公府，手握兵权，不过是不是配得上还有待考究。本王不需要靠女人。主子，穆小姐的及笄礼在初期。5天后。是的，5天后，而5天后必定是一场好戏。丞相府的关系太复杂，丞相夫人是秦国公府的大小姐，二姨娘是苏贵妃的妹妹，四姨娘是户部尚书的庶美。国公府不会允许穆丞相有平妻，虽说枕边风厉害，可穆丞相终究需要靠秦家。若是没有国公府这些年的扶持，他根本就坐不上首相的位置。这盘棋的唯一出路在穆婉熙，只是不知道穆婉熙能不能走出这个局。依属下看，只怕穆姑娘已经入局了。哼，穆雪柔，明日若是看到我这副刺绣，是否会笑得很开心呢？小姐，你绣完了吗？天啊，好漂亮！我家小姐就是厉害，绣的东西就是漂亮。我看啊，宫中那些绣娘见了你的刺绣，都要自愧不如了呢。你这丫头，就知道打趣你家小姐。大姐姐。穆雪柔的声音响起，穆婉熙的眼底闪过一抹恨意，却掩藏得极好。柔儿，你怎么过来了？柔儿来看看姐姐的刺绣完成了没有。穆雪柔看到穆婉熙完成的刺绣，眼底闪过一抹嫉妒。大姐姐，你用了我给你的丝线了吗？自然是用了，那可是你跟姨娘的心意，我都绣在里面了。太好了，大姐姐，你明日一定会大放光彩的，爹爹一定会以你为骄傲的。
大姐姐，等柔儿及笄，你也要为柔儿绣一副这么漂亮的绣屏作为礼物。我会的。那好，那我就等着明日大姐姐的表现了。对了，这是妹妹送给姐姐的及笄礼，希望姐姐喜欢。谢谢，我很喜欢。姐姐喜欢就好。好了，时间不早了，我回去休息了。去吧。大小姐，二小姐真关心您啊。秀禾羡慕的开口，有什么好东西都想着您呢。哼，这几个叛徒，他这些日子没有理会他们，可不代表他就忘记了他们的背叛，还有他们跟穆雪柔狼狈为奸迫害他的事情。小姐，夫人来看你了。娘，你这还怀着身孕呢，这么晚了怎么还过来？夜晚的路气重，小心着凉，你可要注意身体。希儿，明日就是你的及笄礼了，你可准备好了？娘，你放心吧，女儿都已经准备好了。我的希儿是最优秀的。娘，女儿自然是最优秀的，也不想想女儿是谁生的。你呀，真是经不得夸。娘，女儿说的可是实话。娘，这一辈子，女儿一定会好好的保护你，不会让你再被奸人所害。希儿啊，明日在你的及笄礼上，你不要太出风头了，不然素姨娘，都怪娘不好，拖累了你。娘，你说的什么话？若不是娘，女儿能有这般优秀吗？娘，弟弟听话吗？可有闹腾你？倒是听话，也很少闹腾，可比你听话多了。弟弟这么听话，等他生下来，我一定会很疼他的。娘，等你生了弟弟，我们一家人回去看看外公外婆，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改日再说吧，娘有些累了。随即在林嬷嬷的搀扶下离去。穆婉熙看着穆夫人单薄的背影，眼底闪过一抹心疼。娘，您放心吧，女儿一定会保护好你，保护好秦国公府的。素姨娘，穆雪柔，我的还击开始了，你们可要好好的接招。这一日，相府张灯结彩，不为别的，只因为相府嫡女穆婉熙的及笄礼。一大早，穆夫人不顾自己笨重的身子，早早就来到穆婉熙的院子，监督侍女为穆婉熙穿衣打扮。苏姨娘带着穆雪柔过来的时候，穆婉熙已经穿着打扮完毕，一身天蓝色的琉璃裙很好的展示了她玲珑的身段。哎呀，大小姐今日可真美呀，跟天仙下凡似的，看得我都不敢认了。要是我家柔儿能有大小姐的一半，我就心满意足了。就是，大姐姐今日可真漂亮，这裙子也好漂亮。二妹妹及笄的时候，定然会更漂亮的。哼，现在就让你高兴一下，等一下，我看你们母女还笑得出来。夫人，吉时就要到了，该请小姐去前厅了，别让客人等席了。太好了，小姐过了今天就长大了。前厅此刻热闹非凡，穆相爷迎接着来来往往的客人，听着别人恭维，心里也很是满足。秦国公府到。穆丞相，世子爷，祖父命我前来参加表妹的及笄礼，不知我姑姑可好？月牙她很好，世子请坐。穆婉熙出来的时候，顿时就吸引住了无数人的眼光。哎呦，穆小姐可真漂亮，谁家要娶了她呀，可就有福气了。可不就是嘛，真是个水灵灵的人儿。大表哥，锦城哥哥，表妹今日啊，真是光彩动人，看得表哥都不敢认了。世子啊，今日是婉熙的及笄礼，自然是最美的。轩表哥，锦城哥哥，轩表哥，你也来参加大姐姐的及笄礼吗？穆二小姐，本世子只有一个表妹，喏，在那里站着呢，请不要乱攀关系。轩表哥，世子见谅，柔儿她不懂事。秦轩看了一眼江锦城，
直接忽视苏姨娘母女，气得苏姨娘几乎撕碎了手中的锦帕。哼，秦国公府了不起吗？等过了今日，我看你们还怎么得意。霓裳阁锦娘到。穆小姐，锦娘姑娘，锦娘前来送礼，希望穆小姐不要嫌弃，多谢锦娘姑娘。锦娘得体一笑，干脆地走上台，双手奉上。穆夫人，为穆小姐簪发吧。伸手拿过上面的琉璃红莲簪，替穆婉熙簪上，及笄礼就算是完成了。恭喜穆相爷有女长成。多谢多谢，相府6杯宝酒，还请众位不要嫌弃，请。多谢相爷，请。我们大小姐长得好，女红也做得好，今日做了一副绣屏展示才艺，还请各位夫人赏脸前往观赏。哦，大小姐的女红极好，但我们可要见识一下了。哼，现在尽管高兴吧，等会儿你们就高兴不起来了。莫婉熙在众多小姐夫人的期待下，展示出自己绣出的百花争艳图。天哪，穆小姐这是怎么做到的？简直就是巧夺天工啊！好神奇，为什么我换一个角度看到的就是另外一番景色？那蝴蝶就跟活物一样。众位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个亮点，这里面还另有玄机呢。什么意思啊？我们大小姐除了这刺绣手艺精湛，这里面可还带有玄机呢。哦，还有玄机。来人，准备油灯。莫婉熙拿着自己的刺绣，再次在油灯下展示出来。原本就活灵活现的刺绣，在油灯的照耀下，焕发出五彩的光芒。妙啊，真是绝妙啊！苏姨娘跟穆雪柔对视一眼，这是怎么回事啊？那丝线他们事先浸泡过药水，若是在油灯下看，就会变得脏污不堪，毁了这一副刺绣。为何这刺绣却没有颜色？是哪里出了错呢？他们找来这丝线，可不是给穆婉熙锦上添花的。姨娘，这是怎么回事啊？冷静一点，先看看怎么回事，我要去看看。穆雪柔冲到穆婉熙的身边，劈手夺过穆婉熙展示出来的刺绣，翻来覆去的看，依旧是光彩夺目，没有丝毫的脏污。汉妹妹，你做什么？啊！穆婉熙突然尖叫一声，随即传来东西摔碎的声音，不知是谁打翻了油灯，几十盏油灯同时燃烧起来，整个大厅一瞬间陷入了一片火海。天哪，着火了，快跑！着火了，救命啊！慌乱中不知道是谁叫了一声，那些夫人大小姐乱作一团，都往门口冲去。而莫婉熙早就在穆雪柔抢过刺绣的那一瞬间，悄悄地退到一边，带着夫人远离了油灯。等燃烧起来的时候，只有穆雪柔一个人在油灯中心，抓着莫婉熙的刺绣，一脸狰狞。着火了，着火了！救命啊！救命啊！呼救声不停地响起，夫人小姐乱作一团。苏姨娘在人流中寻找自己的女儿，而穆雪柔此刻正在火海中挣扎。姨娘，救我！救我！柔儿，柔儿，快来人啊！救救二小姐！苏姨娘咬咬牙，冲进了火海，将穆雪柔给拖了出来。老爷，我肚子好疼啊！老爷，咱们柔儿，你快让府里的医生给咱们柔儿看看。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送姨娘跟二小姐回去，让府医立刻过来。若是姨娘跟二小姐有个不适，唯他是问。是。下人七手八脚的将两人抬起，也有人急急忙忙的去叫府医。穆丞相也担心自己的女儿跟未出世的世子，想要跟过去看看，可这里这么多人都需要他来招呼，他哪里能走得掉？婉熙表妹在哪里？糟糕，大小姐似乎还在火海中。世子，别进去，火势太大，别进去，滚开！秦轩甩开穆相爷，就一头冲进了火海。
穆相爷一看，心都凉了半截。要是世子爷在相府出了什么事情，国公府非得灭了他这相府不可。混账东西，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救火！秦轩就抱着昏迷不醒的秦月雅出来了。快叫大夫！秦轩又冲进了火场。当所有人都觉得秦轩跟莫婉熙活不成的时候，秦轩抱着莫婉熙出来了。只是莫婉熙昏迷不醒，额头上有撞伤，鲜血淋漓，看着甚是可怖。秦世子，你没事吧？大夫呢？府医去给苏姨娘跟柔儿医治去了，先送月雅跟婉熙回去吧。秦安，世子，回国公府拿老公公的牌子，立刻进宫去请御医。是。王御医，你快给表妹看看，她伤得如何？世子啊，穆小姐可是脑袋受到重击。是的，我找到她的时候，她正好被压在横梁下，额头也磕破了。你可要好生用药，不能让她的额头留下伤疤。穆小姐脑部受到重击昏迷，身体并无大碍，额头上的伤也不是大事，只要用药妥当，不要沾水，就不会留下伤疤。但是脑袋会不会有问题，就不一定了。王御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个我也说不准。曾经有人因为脑部受到重创，清醒后有的失去记忆，有的瘫痪在床，有的变得痴痴呆呆，所以我也拿不准穆小姐的伤。我表妹不会有事的。是，不会有事，不会有事。我先替穆小姐包扎，然后再开一张药方，你让人照着药方去抓药，等穆小姐醒来后，我再帮她确诊。王御医，我表妹就拜托您了。老夫尽力而为。赵大夫，我女儿怎么样了？不会有事吧？苏姨娘，二小姐的伤势很严重，手上的肉全部被烧焦了，还伤到了指骨，疗伤非常困难。就算好了，也会留下狰狞的伤疤。另外，二小姐的手大抵是废了。我不管你怎么做，一定要医好我的女儿。赵全，求求你救救我的女儿，她不能就这样废了。苏姨娘，我才疏学浅，没有办法。不过，宫中的御医应该是可以的。府中似乎也来了宫中的御医，苏姨娘不如去求求他吧。我哪里敢去请御医啊？御医又岂是我这个姨娘能够请得来的？就算是相爷，也要先去求了皇上，才能请来御医，这可怎么办呢？苏姨娘，我来的时候听说秦世子命人去宫中请御医了，这个时候御医只怕已经到了。苏姨娘，只要你去锦兰院，就能将御医要过来。相爷，你可一定要救柔儿啊！柔儿怎么了？相爷，你快让御医去看看柔儿。柔儿的双手烧得很严重，若是不好好处理，会留下后患的。相爷，求求你，让御医去看看柔儿吧。我只有柔儿一个女儿，若是柔儿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御医，麻烦你去看看我的二女儿。我的二女儿在火中烧伤了手。穆相爷，你以为御医是谁都可以用的吗？小小一个庶女，妾生的下贱东西也配？秦世子请慎言。哼，穆相爷莫不是欺负我国公府无人了？如此欺压我国公府的小姐跟小小姐，我姑姑跟表妹重伤昏迷，你没有一句问候，却只关心你那妾生的女儿姐就罢了，却还要抢走本世子为我表妹请来的御医，罔顾她的性命。穆丞相莫不是要宠妾灭妻？一派胡言！相爷，柔儿还等着御医医治呢，耽搁不得。女子的手就跟脸一样重要，相爷。闭嘴！想要御医可以，自己去抢。至于本世子请来的御医，那就只能给我表妹跟我姑姑医治。相爷，这可怎么办呢？我的柔儿真是太可怜了，被大小姐牵连也就罢了，还不让御医给她医治。苏姨娘，穆雪柔是否被牵连，你心里最清楚。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现世报来得很快的。秦轩冷冷的开口，他向来温和，可是今日却被相府的人挑动了肝火。他真是无法想象，这10几年来莫婉熙是怎么过来的。金世子，我们两家是姻亲。哼！世子爷，奴婢求您了，求求您让依依去看看柔儿吧。柔儿也是婉熙的妹妹，她们姐妹一向要好。若是知道世子爷对柔儿见死不救，说不定会怪罪您的。苏姨娘，你的庶女伤到了哪里？世子，柔儿的一双手都伤了，府医没有办法，我只能来求世子。女孩子的手很重要，请世子让依依去看看柔儿吧。你的女儿不过是伤了手，相府的庶女多的是，可相府的嫡女只有一个。如今我表妹重伤昏迷，生死不明，你女儿不过是伤了手，就要叫走我表妹的大夫。怎么，相府的庶女身份跟皇子公主一样尊贵吗？世子见谅，苏姨娘只是爱女心切。依依刚才也说了，婉熙没有大碍，请世子高抬贵手，让王御医替小女看看。穆相爷，难不成我表妹不是你的女儿？世子说笑了，婉熙自然是我的女儿。我姑姑是你的发妻，身怀有孕，现在还昏迷不醒。我表妹是你的唯一嫡女，如今也昏迷不醒。你丝毫不关心我姑姑跟表妹，却对一个庶女关心不已，莫不是欺负我秦家没人？世子说笑了，本侯不是这个。若是相府容不下我姑姑跟表妹，相爷只管说一声。我秦家虽然不是什么百年世家，可是养2个人还是没有问题。我现在就带我姑姑跟表妹回秦家。来人，准备染轿跟马车。世子。婉熙，你醒醒，你快醒醒，救救你妹妹。婉熙，你醒过来呀。放肆！我的肚子好疼啊！相爷，救我！平儿，你怎么样？王御医，快给他看看。王御医，他怎么样？相爷不用担心，苏姨娘没事，孩子也很好。那就好，那就好。我先送你回去。相爷，柔儿的手单可不得，请王御医为柔儿诊治。柔儿怎么说也是相爷的女儿。相爷，奴婢求求您了，救救柔儿吧。王御医，麻烦你替我的2女儿看看。穆丞相直接下了命令，丝毫不看秦轩难看的脸色。好。王御医摇了摇头，跟着穆丞相离去了。正当秦轩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穆婉熙嘤咛一声，眉头紧蹙，似乎是很不舒服，不过却是缓缓地睁开了双眼，只是双眸中尽是茫然。表妹，你总算醒了。表妹，你怎么了？别怕，已经没事了。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你是谁？穆婉熙颤抖地开口，黑亮的眸子中满是不安。表妹，我是你轩表哥呀。秦轩急了，你娘是我弟的亲妹妹，是我的姑姑，我是你表哥。表哥，火，好大的火，我好害怕，我好害怕。表妹，别怕，别怕，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小姐，你怎么了？小姐，我是青竹啊，我是你的婢女青竹。小姐，你不要吓我。来人，快叫王御医，请去叫王御医。是，世子爷。相爷，莫二小姐这双手已经废了，伤得太严重，筋脉都被烧毁了。就算皮外伤好了，手也无法跟正常人一样，还有会留下可怖的伤疤。王御医，你是太医院的院手，医术高超，你一定会有办法的。柔儿的手不能废呀。相爷，我尽力吧。不过就算外表恢复了，莫二小姐的手也不能干活。王御医，你尽管医治，别担心，柔儿不会有事的。
木二小姐的手上的肉都被烧坏了，必须要把这些腐肉给刮了。但是刮肉之痛，就算是男子也没几个承受得了。相爷，您看。刮肉？不，我不要，我不要！爹，姨娘，我不要，我不要！王玉姨，刮肉之痛，柔儿一个女孩子如何承受得了？能用别的法子吗？相爷，素姨娘，必须刮掉木二小姐手上的腐肉，不然木二小姐的手就算神仙来了也医治不了。相爷，姨娘，国公府的前来了，说大小姐醒了，但是情况很不对，请王御医过去给大小姐看看。我女儿伤得这般严重，他居然要把御医叫走，他还嫌害我女儿害得不够吗？要不是他这个扫把星，我女儿怎么会被烧伤双手？他醒过来就说明已经没事了，还叫什么御医？他是不是非要害死柔儿才能善罢甘休？不予理会。王御医，你先替柔儿医治，婉熙既然醒了，想必是没有什么大碍。相爷可是决定了要刮肉疗伤。不要，爹，我不要疗伤刮肉，爹，我不要。穆丞相，木二小姐的手若是不刮肉疗伤，就彻底的废了。若是穆丞相下不了决定，下官就告辞了。治，柔儿，若是不想成为废物，就治。爹，我怕，我不要。丞相，麻烦叫几个人按住二小姐，刮肉疗伤很是疼痛，若是木二小姐挣扎，我不小心伤了她的指骨，那就得不偿失了。春花秋月，良辰美景，你们4个人按住二小姐。柔儿，我可怜的柔儿。相爷，我肚子好疼啊，我肚子好疼。我们的孩子会不会保不住了？不会的，不会的，平儿，你跟孩子都不会有事的。王御医，一定要替本相保住他们母子。苏姨娘很好，肚子中的孩子也没有滑胎的迹象，好的不能再好了。相爷还有什么吩咐吗？相爷，能不能让王御医留下来照看我1日，就1日，等孩子没事了就行了。王御医，你看。王御医，你快给婉熙远妹看看，她到底怎么了？世子啊，穆小姐只怕是失忆了。什么？失忆了？王御医，那怎么办？秦轩急了。世子啊，失忆是能恢复的，不过得看个人情况了。多长时间可以恢复？因人而异，短则3、5天，或者3、5个月，长则3、5年，或者永远都想不起来。不过好好休养，定然不会有事的。老夫先开些药让穆小姐吃，结果如何就要看天意了。多谢王御医。婉熙表妹，你先好好休息，我改日再来看你。大小姐，你没事吧？不要吓庆主。你是谁？大小姐，我是庆主，我是你的贴身丫鬟。我是谁啊？您是相府的大小姐，穆相爷是您的父亲，穆夫人是您的母亲。绣坊着火，您和夫人都受了伤，夫人身子怀有身孕，受了刺激已经晕过去了，而您则是失忆了。先前离开的是您的大哥秦国公府的世子秦世子，他没有骗您。我头疼。大小姐，您先好好休息，不要想太多，会想起来的。夜半，当所有人都熟睡的时候，穆婉熙起来了，趁着没有人注意，乔装打扮之后，悄悄地离开了穆相府。失忆是骗人的。穆婉熙去做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她出去的时间很短，很快就回来了，几乎没有人察觉到她做了什么。这位穆小姐有意思啊。确实有意思。殿下，
穆小姐在穆相府不受宠爱，加上穆夫人不问俗事，整家权力旁落，她能够安然活到这么大，除了秦家的原因，她自己定然也不是好欺负的。不然的话，就凭夫人做甩手掌柜这一点，就能明白，她不是任人欺负的懦弱小姐。本王自然知道，她是只狡猾的小狐狸，跟秦家的老狐狸都有的一拼。黑衣男子若有所思地开口：“问出来了，穆婉熙让他们办什么事情了吗？”“问出来了，说是让他们出去散播一点消息。穆府二小姐因为嫉妒大小姐，放火烧毁了大小姐的绣品，害得主母受伤，嫡女失忆。”“这可真是有意思。锦娘，不如你就帮她一把吧。本王很好奇她想要什么，希望她不会让我失望。”“殿下，皇上又催您的婚事了。”“锦娘，你话太多了。”“属下逾越了，请殿下恕罪。”“下去吧。”“是。”穆婉熙，有美一人，新娘婉熙，好名字。但愿你人跟你的名字一样出色，别让我早早没了乐子。本王可是难得的对一个人感兴趣。”第二日，整个帝都都在传，相府的庶二小姐因为嫉妒嫡姐在吉吉礼上大放光彩，竟然放火烧毁了嫡姐的绣品，害得身怀有孕的穆夫人昏迷不醒。穆大小姐重伤失忆，穆相爷竟然不管不顾地护着那庶二小姐。一时之间，帝都的风向都变了，众人都在议论着穆相爷宠妾灭妻，都在为穆夫人感到可惜。“小姐，你别怕，夫人对小姐是极好的。林嬷嬷说夫人已经醒过来了，只是身子虚弱，却挂念着小姐安慰。小姐应该去看看夫人。”“希儿，到娘身边来。”“娘。”“希儿，是娘没用。希儿，娘对不起你。娘清官，不要哭。希儿，你放心，娘无论如何都会治好你的。御医不是说了吗？失忆只是暂时的，大小姐或许很快就会恢复了。希儿，娘亲不哭了，希儿要听话，乖乖吃药，知道吗？”“希儿知道了。”“娘，你不是说要烧死穆婉熙吗？为什么受伤的却是我？穆婉熙却什么事都没有。娘，你告诉我，你不是说那丝线只要在油灯下就会变得脏污不堪，可是那刺绣却一点变化都没有，反而让穆婉熙大放光彩，却烧伤了我的手，承受那刮肉疗伤之痛，以后还有可能成为一个残废。穆婉熙却骗得了所有人的同情。柔儿，你放心，娘亲不会让你成为残废的。穆婉熙定然是发现那丝线动了手脚，所以才没有用那丝线。不过穆婉熙如今失忆了，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不过娘是绝对不会放过她的。娘，我要毁了穆婉熙，我要穆婉熙生不如死。柔儿，你放心吧，穆婉熙她逃不了的。当务之急，咱们先把伤养好。放心，娘就算是不要这张脸，求到贵妃娘娘面前，也会为你求来灵丹妙药的。老夫人回来的很突然，没有任何的征兆，没有任何通知，突然就回了相府。儿子给娘请安。你回来了就好，先坐下。给祖母请安。秋姨娘带着穆雪瑶进来请安了。本来这次集结礼她也该掺和的，但她知道苏姨娘不会让穆婉熙好过，干脆就装病甩给了苏姨娘。没想到还真的出事了。大姐姐，在你的集结礼上，我没有要烧毁你的绣品，是丫鬟不小心碰倒了油灯。大姐姐，你不会生我的气吧？二妹妹，我失忆了，什么都不记得，又怎么会生你的气呢？更何况你也受了伤，也算是遭了报应，我又怎么能再生你的气呢？大姐姐，
成天待在府中，我都觉得自己快发霉了，而我的手也快好了。大姐姐，不如你陪我出去玩玩吧？不行，你是不是还不肯原谅我？真的不是我做的，大姐姐，我求求你了，别生我的气了。大夫说我要多出去走走，手才能恢复得快。大姐姐，你就带我出去走走嘛。不行，二妹妹，不是大姐姐不同意，而是大姐姐不能带你出去，更何况爹爹也不会同意的。若是我私自带你外出，有个什么事情，爹爹会打死我的。你的手还没有好，要是磕着碰着了就不好了。等你的手完全好了再出去吧，爹爹不会同意的。大姐姐，是不是爹爹同意了，你就会陪我出去散心？莫婉熙肯定的点点头。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去跟爹爹说。大姐姐，你可不许耍赖。爹爹要是同意了，我们就一起出去散心。少爷，您拿着信发呆了半天，不看看二小姐给您回了什么吗？是啊，先看看她说了什么。柔儿妹妹答应出去踏青了，婉熙也会一起去。婉熙小姐也会去吗？婉熙失忆了，不记得我们了，到时候你可别乱来，吓着她。嘿，知道了，少爷。婉熙，你妹妹受了伤，你可要照顾你妹妹。好了，去吧，早些回来。大小姐、二小姐到了。柔儿妹妹，你们终于到了，我们可等你们许久了。江公子，西表妹，来，小心点。轩表哥，你这丫头啊，总算是记住我了。你刚醒过来的时候，可是把我当成洪水猛兽一样。锦城哥哥，你不若教教大姐姐骑马吧？婉熙，你想学骑马？是啊，我想学。不过，锦城你照顾柔儿吧，轩表哥可以教我的。行，我教西表妹学骑马去。柔儿看大姐姐骑马的样子，心痒痒的，所以也想试试。这马儿好高大，妹妹，我都有些害怕了。紫渊趁着众人不备，用藏在袖子里的银簪猛地刺向马臀。马儿吃痛，高高的扬起了蹄子。马儿发疯了！小姐，小心啊！青竹冲上去，将紫渊撞翻在地，露出他尚未来得及收回去的银簪。伸手去扶穆雪柔的江景城整个人都愣住了，看着紫渊手中带血的银簪。紫渊慌慌张张地将银簪收起来。希儿，抓紧绳子，不要放！小姐，小心啊！大姐姐，你可千万要小心啊！秦轩飞快地扑上去，两人一路滚下了斜坡。婉熙，秦轩，救命啊！江景城朝着斜坡下冲去，却听到身后传来求救声，转身就看到发狂的马儿冲向两人。二小姐！紫渊也凄厉的惨叫，谁也没有想到，发狂的马儿直接朝着两人冲撞了过去。紫渊直接被马儿踢飞出去，而穆雪柔则摔倒在地上。马儿疾驰而过，他只听见咔嚓一声，腿上传来剧烈的疼痛，凄厉的惨叫响彻了整个京郊。我的腿！秦轩，婉熙，你们怎么样？第二，希儿，你别吓表哥。小姐，小姐，还好，还好，还有气。秦轩，婉熙怎么样了？不知道，我先送她回去。我先送表妹回府，她交给你了。二小姐，你没事吧？倾城哥哥，我的腿好疼，我的手也好疼。倾城哥哥，我好害怕，我的腿不会有事吧？不会瘸吧？二小姐，你的腿骨断了，先不要动，我让人送你回相府。莫婉熙呢？莫婉熙在哪？是他害的我，是他害的我。婉熙坠马，受伤昏迷。莫婉熙是装的，他是装的，他还嫌害我害得不够，竟然还要弄断我的腿。景城哥哥，你要帮帮我，我不想变成瘸子。二小姐，我让人送你回相府，你好自为之吧。世子啊，婉熙这是怎么回事？出去一趟，怎么就这样了？柔儿呢？哼，穆丞相可真是养了个好女儿，身为庶女，谋害嫡亲，若是传出去，还不知道外面人怎么说相府呢。
世子，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好个庶女，让人赐婉熙做的马，让马儿发狂，将婉熙从马背上摔下来，你说什么意思？不可能，柔儿一向善良，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是吗？本世子跟江锦城亲眼所见，难不成还有假？穆丞相，婉熙是我秦国公府的表小姐，容不得一个小小的庶女欺负。若是穆丞相就这件事不能给本世子一个交代，本世子定要让我父亲狠狠参你一本。秦世子，哼！穆丞相，我秦国公府的小姐容不得人欺负。相爷，不好不好了！相爷，不好了！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你莫不是想被赶出相府了？相爷，二小姐出事了，户部侍郎家的江少爷将二小姐送回来了，二小姐的腿断了。什么？青竹，去打点水，给你家小姐擦擦脸，顺便把衣服换了。大夫说了，只是皮外伤，希儿很快就会醒。是，世子爷。爹，你要给女儿做主。穆婉熙她故意害我，她自己摔下马，却让马儿踩断了我的腿。爹，穆婉熙她好狠毒啊！相爷，二小姐的腿伤得很严重，需要将冒出来的骨头推回去，很是疼痛。建议相爷给二小姐找个擅长接骨的大夫。柔儿，我可怜的柔儿，你怎么就这么可怜呢？踩伤了手，又断了腿，真是不给咱们母子活路了呀！姨娘，大姐姐害我，大姐姐害我！相爷，你要为柔儿做主，大小姐怎么可以这么狠毒？她毁了柔儿的双手，又断了柔儿的腿。相爷，你要为我们母女做主啊！够了！穆丞相怒吼一声，吓得两个人都不敢哭了。赵大夫更是吓得一哆嗦，手一用力就将骨头给接歪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比我更清楚。我告诉过你们，苏姨娘，你现在在禁足，滚回你的香兰院。春花秋月，照顾好你家小姐。要是再出什么幺蛾子，本相就发卖你们。是相爷。相爷，柔儿的腿。相爷，你可不能不管柔儿，柔儿也是你的亲生女儿。相爷，穆管家，去给二小姐请个擅长接骨的大夫回来。是，相爷。林奕晨收到穆婉熙坠马受伤的消息时，将手中的笔折断了。穆雪柔想让穆婉熙变成瘸子，那就让穆雪柔彻底的成为一个瘸子吧。还愣着干什么？想本王请你吃饭吗？属下立刻去做。吴管家请了京城有名的接骨大夫陈大夫。这是哪个庸医干的？竟然将骨头接反了，这不是让病人伤上加伤吗？小姐，你醒了，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青竹，我睡了多久了？小姐睡了3个时辰，是世子送您回来的。二小姐被马踩断了腿，紫渊被马踢伤了肺腑，大夫说要好生将养才能活下来。可是做丫鬟的哪有时间将养？苏姨娘听了之后，直接将紫渊发卖出去了。你可知道发卖到哪里去了？知道，小姐醒来定然是不会放过她的。奴婢让我哥哥跟着呢，被苏姨娘卖到窑子里面去了。收拾一下，咱们出去见见紫渊。大小姐，你放过我吧，是苏姨娘跟二小姐要我这么做的。大小姐，我不是有意要害你的。紫渊，想必你也很清楚，你落得如今的地步是谁害的。如今你有2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就是继续回到窑子里去，伺候那些下里巴人。至于这第2条路嘛，乖乖的听我的话，告诉我想知道的，我救你出火坑，并送你出京。大小姐想知道什么？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如果没有价值，你依旧是要回到窑子里面去的。有一件事情对小姐一定有用。说苏姨娘没有怀孕。你说什么？莫婉熙吃惊地问道。大小姐，苏姨娘根本就没有怀孕，而是吃了一种秘药，呈现出了假怀孕的现象。
但是怀孕10月之后生下来的只有胎盘，不会有孩子。还有，苏姨娘跟院中的姨娘都下了绝子的药，本来她想给夫人下绝子药的，可是夫人的院子防备很严密，她无从下手。不过却对小姐动了手脚。小姐平日的饮食都偏寒凉，长期吃下去会导致宫寒，从而难以孕育子嗣。还有吗？没了，真的没了。以苏姨娘的性格，怕是极为不喜欢老夫人吧。对，还有老夫人。大小姐，苏姨娘要暗恨老夫人，她在老夫人的饮食上动了手脚，至于动了什么手脚，我不清楚。给她50两银子，让她离开京城，从此以后再也不准出现在京城。是，小姐。小姐，天色很晚了，您今日又受了伤，还是先回去吧。走吧，回相府。出什么事了？小姐。两人这才看清楚，老郭的脖子上有一个血洞。天哪！郡主，你立刻赶回国公府。小姐，我不能离开你的身边。听话，转身去秦国公府，我等着你带人来救我。走，小姐，快走！他们的目标是我，你速度去国公府求救。小姐，你等等我，我一定会带人来救你。追上去，别让人逃了。3名黑衣人紧追不舍。开门，快开门啊！我是相府大小姐穆婉熙的贴身婢女青竹，开门啊！我是相府小姐穆婉熙的婢女，请禀告老国公，我家小姐遇险被人追杀，请老国公派人去救我家小姐。来人，将人扶进去，我去禀告老爷子。当穆婉熙以为自己死定了的时候，却看到前面有光。救命啊！救命啊！殿下，似乎有人在求救，不用理会，走。穆婉熙抬起头来，看到前面的队伍，顿时就明白这是谁的车驾。瑞王林奕晨。穆婉熙迅速地爬起来跪下，拢了拢散乱的头发，大声道：臣女穆婉熙参见瑞王殿下。大胆，你竟然敢惊扰瑞王车驾！宁青，让他过来。臣女穆婉熙给瑞王殿下请安，臣女在回家途中遭遇歹徒追杀，能否烦请瑞王派人去相府转告一声，让相府的人来接臣女回家。求本王。啊，瑞王殿下。求本王。若是臣女拒绝呢？宁青，走。求王爷救臣女一命。宁青，来人，去丞相府告知一声，相府大小姐在瑞王府，让她前来接人。是。穆小姐。宁青拦腰抱住倒下去的穆婉熙，送进来。啊？是。宁青打了个冷战，将穆婉熙送进了马车中。爷，那些人还跟在后面。杀了，只留一个活口。是。世子爷，快，就在前面，我们就是在前面遇袭的。加快速度。小姐，小姐你在哪儿？世子爷带人来救你了。小姐。以此为中心点，向四路散开寻找，找到后以信号通知，另外查查有没有人从附近经过。是，世子。穆婉熙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不在相府。穆小姐，您醒了。这里是哪里？您在瑞王府，您伤得太重了，大夫才给您止血包扎，请您躺下不要乱动，不然伤口会裂开的。我睡了多久？2个时辰了。穆婉熙是这10几年来瑞王府的第一个女客人，还是王爷亲自抱回来的女客人。现在什么时辰了？已经是申时了，时间尚早，小姐可以再休息一会儿。没有吗？这位姐姐，相府可有派人来接我？没有吗？穆婉熙嘲讽地笑了笑。其实穆婉熙是真的冤枉穆丞相了。其实宁青手下的暗卫看到自家主子竟对女子感兴趣，悄悄将报告的小兵给拎了回来。你家王爷可在？我想见王爷。王爷在府中，不过现在在休息，只怕小姐见不了。姑娘，能否让你通报一下瑞王殿下，请他派几个人送我回相府。若是一夜未归，
家人定然担忧，与我的名声也不利，烦请姑娘禀报一声。穆小姐客气了，唤我红袖就好。小姐请稍等，奴婢先去通传一声，若是殿下愿意见小姐，自然好；若是不见，小姐不妨等到天亮，王府的马车送小姐回相府，那就请红袖姑娘通传一声吧。穆小姐请稍等。红袖离去之后，穆婉熙将自己梳妆打扮整齐。林奕晨此刻并未休息，穆婉熙醒过来的第一时间，他就知道了。殿下，可是他要见本王。殿下，穆小姐求见，想请殿下派人送她回相府。相府没有人过来接穆小姐，穆小姐看起来似乎早就预料到了。念青，殿下，怎么回事？请殿下恕罪。去报信的人被小五给拦下了，为何这个？宁青嘴角抽了抽，他总不能告诉殿下，那群死小子难得看到殿下对一个女人感兴趣，所以他们拦下报信的信使，为的就是让殿下多跟穆小姐相处一会儿。下去领罚。是。宁青哭丧着脸出去，一会儿几人就围了上来。老大，殿下怎么说？下去领罚，再伤了殿下的心思，我都救不了你们。啊！林奕晨看了一眼众人消失的地方，什么都没说，转身朝着穆婉熙所在的客房而去。瑞王殿下到。臣女穆婉熙见过瑞王殿下。平身。听说你要见本王。婉熙拜谢瑞王救命之恩，这个时间不应该再叨扰殿下，只是婉熙实属无奈。天快要亮了，婉熙若是一夜未归，家人定然十分担忧，传出去也会对婉熙的名誉有损，恳求殿下派人送婉熙回府。求本王。啊！穆婉熙差点摔倒在地，又是求，这瑞王殿下是怎么回事啊？难道开口求他就行了吗？昨晚也是求他救他，不求就扔下不管，这会儿要回相府也要求他，瑞王要不要这么幼稚啊？王爷，时辰不早了，婉熙该回相府了。求本王。婉熙愿意欠王爷一件事情，烦请王爷派人送婉熙回府。求本王，否则别想出瑞王府。瑞王殿下，您不觉得您这样做太过分了吗？穆婉熙气得面色发白，这瑞王林奕晨是小孩子吗？开口求他，闭口求他，求他大爷啊！你在心里骂本王？瑞王殿下说笑了，婉熙不敢。是不敢，而不是没有。殿下，您无权将婉熙拘禁在瑞王府。你说，本王要是将你囚禁在瑞王府，谁还敢来救你不成？殿下，若是不能去相府，能否让秦国公府的人来接我？你以为本王会怕秦国公府？本王求了圣上旨意，要了你，秦国公难不成还能从本王手中抢人？殿下，婉熙可有做什么让殿下不开心的事情？有，你不求本王？你大爷啊！求你，凭什么求你？王爷，莫要强人所难。本王就是喜欢强人所难。瑞王殿下，昨晚婉熙已经求过殿下了。昨晚你求了本王，所以本王救了你。今日想要本王送你回去，必须再次求本王。不求。这就对了，小小年纪，老是顶着一张假笑的脸，看着真累。什么？来人，悄悄送穆小姐回相府。本王的人不曾去相府报信，国公府的人本王也通知了，他们不会声张出去。本王让人悄悄送你回相府，就装作你不曾出府。多谢殿下。记住，这是你欠本王的。婉熙谨记。穆婉熙回到相府的时候，是端王府的暗卫带着她翻墙进来的。小姐，嘘。穆婉熙示意青竹晋升，赶紧梳妆打扮，天马上就要亮了，我们可还有一场硬仗要打。是，小姐。天刚亮，徐嬷嬷就来了。
原因就是有人告诉老夫人，穆婉熙彻夜不归。大小姐，徐嬷嬷，嬷嬷见谅，我身子虚软无力，不能去给祖母请安，还望祖母勿怪。昨日大小姐被秦世子送回来，伤了头。本来老夫人昨日就命奴婢过来探望大小姐，可又担心奴婢扰了大小姐的休养，所以直到今日才过来，让祖母担忧了。前几日二位妹妹过来，说是家里养伤太闷了，便求了父亲让我们出府游玩。我原本不想骑马的，可二妹妹说自己伤了手学不来，希望我能学，无奈就答应了。可哪知那马受了惊，被耍下了马背，晕了过去。昨晚醒过来一次，吃些东西又睡了，没给祖母报平安，是我思虑不周。大小姐昨日醒过，可知二小姐也受伤了。二妹妹受伤了？亲主，怎的不曾听你提起过？小姐恕罪，昨日小姐受伤，奴婢一心担心小姐，将二小姐受伤的事情给忘了。小姐，昨日小姐落马受伤昏迷，二小姐被发疯的马儿踩断了腿。什么？这可如何是好？本来是陪着二妹妹出去踏青，是因为妹妹说多出去走走对她的手伤恢复有好处的，没想到竟会出了这样的事情。二妹妹定然极为的伤心。亲主，快去娘亲那里求一些好药，给二妹妹送过去，可千万不要有什么事啊。徐嬷嬷对穆婉熙的表现很满意，但是她来的目的是因为有人说大小姐昨晚出去了，而且彻夜未归。大小姐，你这屋里头怎么就只有一个丫鬟伺候啊？我向来不喜欢拘着手下人，昨晚醒过来只有青竹在身边，今早醒过来还是青竹在身边。绿茵露了个面儿，可翠芙却一直不见踪影。秀禾又在祖母那里受了教，所以身边就只有青竹这个大丫鬟。翠竹在老夫人那里？什么？那丫头可是犯了事，让祖母生气了。徐嬷嬷，你替我给祖母求求情。翠芙不懂事，不是有意的。大小姐，翠芙不是犯了事，不是犯事了就好。大小姐，翠芙去老夫人那里说大小姐一夜未归。翠芙怎么可以这般抹黑大小姐？大小姐昨晚喝了药之后就睡了，怎么可能外出呢？看来我行事很是偏颇，不然自己院子里的大丫鬟何至于这般抹黑我？亲主，我要去祖母那里。小姐，可是你的身体……无碍的，一点小伤也应该去露个面，娘亲估计也要担心了。若不是我处事不周，御下不严，何至于会这样？来人，给大小姐备软轿。多谢徐嬷嬷。应该的，大小姐身子虚弱，尚未恢复，老夫人也不会怪罪大小姐的。上院此刻一片死寂，翠芙跪在地上不敢抬头。这次揭发了大小姐，苏姨娘说了会调她去香兰院做大丫鬟。老夫人都等了这么久了，怎么大小姐还没有到啊？四姨娘忍不住问道。老夫人，大小姐到了。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这丫头是大小姐的贴身婢女，说大小姐彻夜未归，大小姐也不知道做了什么。王姨娘，婉熙给祖母请安，让祖母担心了，请祖母见谅。翠芙，昨晚醒过来一直看不到你，倒没想到你跑到祖母这里来了。小姐，昨晚奴婢看到青竹陪着小姐外出，可奴婢在院门外等了一夜，都不见小姐回来。小姐去哪儿了？没事吧？奴婢也是着急了，才跑到老夫人这里来，请老夫人派人去找小姐的。你真是有心了。婉熙呀，这是怎么回事啊？祖母，婉熙在想，婉熙是不是平常苛待了这个丫头，以至于她要这般抹黑婉熙的名声？
要知道女儿家的名声何其重要，可这个丫头竟然要毁了孙女的名声。祖母，院中的丫鬟说，从昨晚就没有看到翠芙回来，她根本就不在院中，又怎么可能看到孙女外出一夜未归呢？就孙女这虚弱的身子，昨日又受了伤，别说是一夜未归，只怕是尚未出门就昏死过去了。孙女实在是不知这丫头到底是何意，要如此陷害我，请祖母明察，为孙女做主。老夫人，昨晚有人看到翠芙在亥时初悄悄去了二小姐的院子，而二小姐受了伤，没有见她。她在二小姐的院子外徘徊了近1个时辰，然后又有人见她悄悄去了苏姨娘的院子。大胆刁奴！老夫人，奴婢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大小姐昨晚真的一夜未归，老夫人，请您相信奴婢啊。翠芙，我向来待你不薄，你却要置我于死地，你真是太狠毒了。枉我将你们视为姐妹，你们却如此待我。徐嬷嬷，将这灭主的奴才拖出去杖毙。老夫人饶命，老夫人饶命啊！奴婢没有骗老夫人，老夫人饶命啊！翠芙一听到要将她杖毙，顿时吓得涕泗横流，甚至吓得失禁，一时间满屋子都是尿骚味儿。作孽呀，还不快将这肮脏的东西拖出去！大小姐，大小姐，您救救奴婢，奴婢知错了，奴婢以后再也不敢了。大小姐，求求您救救奴婢，不是奴婢要害你，是拖下去杖毙。浣溪呀，你这屋子中也没个得用的奴才。这样吧，祖母将方官给你吧，免得老是发生那些阿杂的事情。多谢祖母。祖母，不知道秀禾如今在哪儿，可容浣溪将秀禾带回去。徐嬷嬷，去将人带过来。是，老夫人。谢谢祖。莫浣溪的话还没说完，又晕了过去，这下弄得整个院子的人人仰马翻。夫人，莫要动了胎气。夫人，舅夫人跟世子爷过来了。嫂子，轩哥儿。姑姑，希儿表妹可好？这丫头命苦，现在都还没醒呢。小姑啊，你身怀有孕，不要哭，对眼睛不好。希儿那丫头是个有福气的，不会有事的。我送你回主院吧，这边有丫鬟伺候着，你大着个肚子，他们还要顾虑你。可是我不放心啊。好了好了，别担心了，希儿不会有事的。表妹如何了？回世子爷，小姐还未醒过来。你们都下去，金竹，你留下。是。还装？莫浣溪睁开眼睛，朝秦轩讨好的笑道：“轩表哥，你昨晚可把我们吓死了，祖父差点冲去瑞王府要人，你真是胆子大，瑞王府你也敢去？”秦轩满脸的后怕。莫浣溪嘟了嘟嘴：“没办法，那时候只有瑞王经过，只好跟瑞王求救了。落在瑞王手中还有生还的可能，落在他人手中那就死定了。”可瑞王是什么人？瑞王向来不近女色，想要靠近他的女人，哪个有好下场？死在瑞王手下的女人数都数不清楚，你怎么就这么大胆呢？瑞王府派人来说你在瑞王府，祖父当场就吓住了。轩表哥，瑞王殿下并不像传闻中说的那么可怕，传闻都是骗人的。瑞王13岁跟着祖父上战场，每次他手中的战俘全部斩杀，不留活口。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他杀人如麻的缘故。战场上，敌人听到瑞王的名字都吓得逃走，可不是没有原因的。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我不觉得瑞王这么做有什么不对。好吧，这没有什么不对。瑞王16岁那年，和氏郡主爬上瑞王的床，被瑞王直接分尸。17岁，皇上送他4个美人，那4个美人只是摸了他的衣袖，他就直接将人给丢进了军营。18岁，战败国将公主送给他，
那公主自己扒光了送上床，他直接叫人将那公主的皮活扒了下来。这也是为什么镜中女子对他避如蛇蝎的缘故。轩表哥，你别吓我，我还骂了瑞王呢，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你骂了瑞王？不止骂了，还睡了瑞王的床，吼了瑞王殿下。你以后离瑞王殿下远些，瑞王那么可怕的男人，你说你哪里来的胆子跟他作对啊？轩表哥，瑞王真的有那么可怕吗？他比传闻更可怕，这大抵跟他的身世有关。瑞王也是个可怜人。无论如何，他都救了我一命，我欠他一条命。轩表哥，你给我说说瑞王殿下的事情吧，有朝一日我还是要还他的救命之恩的。好吧，我知道一些瑞王殿下的事情，不过也是从祖父那里听到的。事情要从12年前说起。那时候瑞王殿下的母妃萧贵妃宠冠后宫，惹了不少人的恨。瑞王原本是父皇疼爱、母妃爱护的皇子，一夜之间母妃横死，父皇厌恶，还被赶出了自己居住的宫殿，独自一人在风雨交加的宫城外挣扎求活。轩表哥，不是瑞王殿下冷血残暴，而是现实逼着他冷血残暴，谁都不是生来就是坏人的，更何况我不认为瑞王殿下是坏人。相反，希儿很佩服瑞王殿下，没有父皇的宠爱、母亲的爱护、外族支持的情况下，他能走到今天，可见瑞王是个真男人。若是换了表哥，表哥绝对做不到这般好。希儿，瑞王他是真男人，真英雄，可是这样的男人也很危险，很可怕，他不适合你。轩表哥，你想到哪里去了？瑞王殿下是真英雄，也救了我的性命，可不代表婉惜就要嫁给瑞王殿下。你没有因为瑞王英雄救美爱上瑞王殿下。轩表哥，你多虑了。瑞王殿下救了我，我很感激，但是感激不代表就要以身相许。瑞王那样的男子，需要一个全心全意爱他、理解他，并且跟他并肩而行的女子才配得上。希儿自认为配不上。瑞王有那么好？我倒觉得我妹子配他绰绰有余。轩表哥，你这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你还笑？昨晚吓得我们一夜没睡好，今早一早就过来看你，你这小没良心的还笑。是，我错了。轩表哥，你原谅我吧，改日希儿一定登门道歉，亲自悔过，改过自新。行了，成语也不是你这样乱用的。以前你多乖，现在就是的捣蛋。以前操心你那么文静，被欺负了怎么办？现在操心你，惹事惹得太大，我们处理不了了怎么办？唉，真是愁。轩表哥，你皱着眉头的样子，就跟个小老头似的，丑死了。轩表哥笑着的样子最好看，喜儿最喜欢看到轩表哥笑了。哼，还嫌弃起表哥来了，看我怎么收拾你。轩表哥，帮我查一个人。何人？陆震，就是昨晚顾杀我的人。放心，这件事我一定会查清楚，不管那人是谁，顾公府都不会放过他。林奕晨看着送回来的消息，眼中有着复杂。穆婉惜，本王决定了，准你喜欢本王。下个月就是皇后娘娘的生辰了。前生皇后娘娘的生辰，因为她名声狼藉，不得众人喜爱，也就是在皇后娘娘的盛宴上遇到了那个负心的渣男，宋亲王的庶长子宋英杰。大小姐，四小姐来了。雪衣，见过大姐姐。四妹妹，快请起。今日怎么有空来景南院？早就来看大姐姐了，可姨娘说大姐姐需要静养，不让打扰，好不容易等大姐姐拉好了，才敢过来叨扰。有心了，你还有事吗？大姐姐，听说下个月就是皇后娘娘的寿辰了。下个月确实是皇后娘娘的寿辰，怎么了？有什么事情吗？大姐姐明知我说什么，何必明知故问呢？
我明知故问，四妹妹这话从何说起啊？大姐姐，你是相府唯一的嫡女，又是国公府的表小姐，拥有入宫参宴的权利，可我们没有啊。那又如何呢？如何？大姐姐不是应该为家中姐妹多考虑一些吗？多考虑一些？四妹妹，你凭什么要我为你多考虑？府外事情有父亲做主，府内的事情有祖母跟邱姨娘做主，我从何考虑？大姐姐若是不愿意帮忙的话，就直说，何必这个样子啊？不是不愿意，而是我帮不了。四妹妹，青竹，送客。哼，你以为谁想来啊？有劳徐嬷嬷过来，婉惜正准备去给祖母请安呢。青竹，带上我为祖母准备的礼物。是，小姐。给方官吧，方官，随我一起去见祖母吧。是，小姐。孙女给祖母请安。婉惜这几日瘦了，来到祖母身边来。祖母，昨日四妹妹去我那儿，说是皇后娘娘的生辰到了，身为姐姐的应该多为妹妹谋划。祖母，四妹妹如今不过才10岁，却说这等话，若是让外人知道了，还以为我们相府的姑娘迫不及待的想要嫁人了呢。四姑娘，祖母，孙女不是这个意思，孙女只是问问大姐姐对皇后的寿诞有什么建议而已，并不如大姐姐所说的这般。祖母，宫规严令，庶女不得入宫，除非有品阶的夫人小姐携带。四妹妹连入宫的机会都没有，我就算是有建议，说了也没用啊。穆婉惜，你在祖母的面前，四妹妹你无视尊卑，咆哮嫡姐，你眼中还有祖母吗？祖母，按照规矩，婉惜在皇后娘娘的寿宴上可以带一人入宫。祖母，婉惜想带三妹妹入宫，不知可否？好好好，你愿意带雪瑶入宫，是她的福气。多谢大姐姐。大姐姐，你怎么可以这般偏心，厚此薄彼？三妹妹是你的妹妹，我也是你的妹妹，你凭什么带三姐姐入宫，却不带我入宫？老夫人见谅，雪姨从来没有进过宫，只是想去见识一下罢了。这小孩子心细，望老夫人见谅，也请大小姐不要往心里去。雪姨说话向来都是这般直性子。姨娘，好了，还不快给你祖母跟你大姐姐赔罪？祖母，雪姨错了，大姐姐，请你原谅。婉惜呀，雪姨这孩子就是急性子，你也别跟她计较，姐妹之间要相互扶持。婉惜知道了。婉惜也只是想提醒一下四妹妹，宫中可不比在府中，在府中做错了事情，说错了话，家中长辈也就呵斥两句，若是在宫中犯了错，可是随时都会丢命的。对了，祖母，婉惜这几日得了一副头面，可是啊，婉惜福薄，衬不起，所以送过来给祖母。方官，快拿过来给我看看。婉惜呀，这金钗的工艺很是精湛，从哪里打的呀？祖母可知锦针阁？可是那达官贵族才能去的锦针阁？是的，就是锦针阁的。外祖母听闻我受伤，让人送过来的。我看呐，外祖母哪里是要送给我呀，根本就是借我的手送给祖母。她呀，就是拉不下面子。你这个丫头，还派遣起你外祖母来了，当心让她知道了，收拾你。只要祖母不说，我不说，外祖母是绝技不会知道的。祖母，您不会去外祖母的面前打孙女的小报告吧？孙女儿可不让。好好好，不打小报告。你这丫头啊，越发的皮了。那还不是因为祖母疼我？行了行了，你们就下去玩吧，我也累了。
你们这些年轻人呐，一起去玩吧。谢谢祖母，孙女儿告退。浣溪这丫头失忆后，性子倒是越发的活泼了，不似以往那般死气沉沉，没有一丝人气儿。大小姐这经历了生死，看开了，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大小姐是个有福之人呐，但愿如此吧。苏姨娘听完禀报，嘴角冷笑一声：“哼，皇后娘娘的寿宴，穆婉熙，你就先开心一会儿吧。你这个时候越开心，到时候你就越伤心。姨娘，难道就这么放过大小姐吗？放过？没那么容易。穆婉熙如今是天天去主院请汉，不让秦月雅出主院，也不让任何消息传递进去，防备的跟个铁桶似的。想对秦月雅的肚子出手，那么就只能从穆婉熙的身上下手。计策自然是有的，明日我就可以出小佛堂了，到时候定要唱一出好戏，该利用的还是要好好利用才是。大小姐，秦国公夫人来了。舅母来了，快请。希儿给舅母请安。你这孩子，你外祖母跟外祖父天天念叨你，你也不回来看看。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在相府受了委屈，就让人通知秦国公府。我倒要看看哪个敢欺负我们国公府的小姐。你们都下去吧，我跟舅母说两句贴己的话。希儿啊，前段时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上次轩哥说要单独问你，把我和你娘支开了，可又不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回去就在查什么。舅母别担心，因为血肉伤了腿，苏姨娘动了杀意，趁着我悄悄外出，派人刺杀我。而我让亲主去报信之后，遇到了瑞王殿下，被瑞王殿下所救。瑞王？你可知瑞王为人？舅母，无论瑞王的为人怎么样，他救了希儿是事实，希儿都要记他这个人情的。不过，舅母，我拜托的事情如何了？轩哥在你遇险之后，就想安排2个会武艺的丫鬟，秋儿跟冬儿都是国公府的家生子，忠心是不用说的，连轩哥都对他们赞不绝口，可以放心的使唤。以后你们2人定要好生照顾小姐。是，奴婢定然会好生照顾小姐的。下去吧。是，这是那2个丫头的卖身契，你收好了。若是有人为难他们，他们明面上就是我国公府的人。爹爹跟娘都说过了，让你不要怕，出了事情啊，有他们兜着。希儿记住了，希儿谢过舅母跟轩表哥。秦国公夫人离开的消息传到上院，穆老夫人气得脸色都青了。老夫人，国公夫人官居一品，若是他来拜见，还要老夫人你行礼，他只怕也是怕你尴尬，所以才没来。老夫人切莫往心里去啊。哼，我儿子也是当朝丞相，内阁首辅，身为晚辈，来看看我又如何？夫人怀孕，不便伺候相爷，你去相看一下，就这2日给老爷抬个妾吧。莫婉熙不知道老夫人是怎么打算的，但是她却很了解老夫人。当晚上得知穆丞相在书房的时候，就命秀禾给穆丞相送夜宵过去。相爷在吗？大小姐命奴婢来给相爷送香叶了。让他进来吧，进去吧。多谢大哥。小姐可好些了？小姐好多了，本来想亲自给老爷送过来的，只是今日又感染了风寒，怕过了病气给相爷，所以没来，还请相爷见谅。他有那个心就行了，让小姐好好养身体。是，相爷。秀禾的声音听起来婉转诱惑，今日又是故意打扮了的，灯光下竟也有几分妩媚动人。秀禾本来容貌生的就好，
这一用心打扮，顿时就多了3分颜色。穆相爷喉结滚动，这些日子府中糟心事太多，他也憋了许久。如今有个貌美如花的年轻女子在自己面前千娇百媚，他又不是个不经情事之人，当场就抱了秀禾滚到一块去了。老夫人，夫人，不好了！是不是苏姨娘？老夫人，苏姨娘动了胎气，如今在相爷的书房。你这个贱蹄子，竟然敢趁着我不在爬老爷的床！我打死你！我打死你！穆婉熙看了一眼良辰，只怕是苏姨娘想借着此事闹大，然后借由动了胎气将爬床的秀禾打死。吵什么？大清早的吵什么？老夫人一行人走了进来，就看到极为不堪的一幕：自己的宝贝儿子衣衫不整，而另一个丫鬟赤身裸体的被苏姨娘按在地上打。穆丞相只是在一旁看着，见老夫人进来，赶紧行礼：“儿子给娘请安，吵了娘，是儿子的不是。”伯远，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哎，这不是我院里的秀禾吗？秀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会在爹爹的书房里？大小姐，大小姐，娘为奴婢做主啊！奴婢昨晚奉大小姐的命来给相爷送宵夜，相爷他强行要了秀禾清白的身子，秀禾无法反抗，可苏姨娘一来不问缘由就殴打奴婢，请大小姐为奴婢做主。奴婢失了清白，若是……秀禾不停地抹眼泪，身上到处都是欢爱过后的痕迹，青青紫紫的，甚是吓人。秀禾就只能一死了。好了，秀禾，你别哭了，我相信爹爹一定会给你一个公道的，祖母定然也不会委屈了你。老夫人，相爷，这件事情你们一定要严惩，不然的话，家里的奴婢都学着贱蹄子的招数，纷纷往相爷的床上爬，这相府还不乱了套了？月牙，你是当家夫人，你怎么看？媳妇听娘的，更何况我如今身子重，又常年不打理府中事务，也无法照料相爷，也是苏姨娘疏忽了，掌管着府中钟馗，身怀又有孕，也不知道给相爷抬个谢。月牙，夫人，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妾身……既然相爷要了这个丫头，月牙也不反对，那就挑个日子，开了脸，抬进相爷的院子吧。老夫人，希儿啊，这秀禾祖母就带走了，过2日就从祖母的院子里抬出去，这样也免于你生育不好。至于你缺个丫鬟，改日祖母再送你一个。多谢祖母，只是祖母还是赶紧让大夫给苏姨娘看看吧。苏姨娘都有6个多月的身孕了，这跟秀禾厮打厮扯的，只怕是……看到面色红润的苏姨娘，眉头紧蹙，想到自己进来时苏姨娘抓着秀禾那利落的样子，根本就没有一点孕妇的样子。哎呦，我的肚子好疼啊！苏姨娘眸光一闪，就知道老夫人起疑了，赶紧装肚子疼。老爷，我的肚子好疼啊！我们的孩子，老爷啊！穆丞相虽然有些恼怒苏姨娘打他脸的事情，但是依旧很在乎他肚子里的孩子。见苏姨娘叫疼，立马抱起苏姨娘就往香兰园而去。都散了吧，别堆在这里了。月牙，你身子重，别让人给冲撞了。毕竟你肚子里怀着的可是相府的嫡子。是，母亲。祖母，你小心一些，别踩到石头了。你这丫头，你爹要了秀禾，你院中的大丫鬟。祖母，今日舅母送了2个丫鬟过来，说是外祖母派过来照顾我的。我正好要跟祖母说这件事情呢。
我院子里的大丫鬟刚好空出来2个，就让他们补上去了。这2个丫鬟，一个叫秋儿，一个叫冬儿，孙女看着是个伶俐的。若是用的不顺手，就告诉祖母，祖母再另外给你挑2个贴心的。谢谢祖母。啊，对了，祖母，前些日子孙女受了伤，外祖母让人送了一些补药过来，晚些也吃不了。看苏姨娘的脸色不太好，如今又动了胎气，婉惜可否借徐嬷嬷一用，让徐嬷嬷帮婉惜挑一些适合孕妇吃的东西给姨娘送过去。你有心了，苏嬷嬷，一会儿你帮帮大小姐。是，夫人。不过我看苏姨娘这胎肯定是个儿子，母亲跟苏姨娘几乎是同时怀孕，可母亲如今6个月了，身子虚弱的紧，别说是打人了，连走路都困难。可苏姨娘身子真好，完全不像一个身怀6甲之人。若不是她那圆圆的大肚子，只怕没人相信苏姨娘是身怀6甲呢。好啦，你这丫头，这段时间还是在家里好好休养吧。下个月皇后娘娘寿宴，你可得给咱们相府争气啊。孙女遵命。你说苏嫔会不会是用了什么阿扎的手段？查，一定要给我仔细的查。去找宫嬷嬷，后宫那些阿扎的手段她定然是知道的，更何况她本身就擅长药理，苏嫔最好是真的没问题。若是弄些阿扎的手段，老身定不饶她。奴婢这就去查。等等，不能让人起疑，你就去请宫嬷嬷，就说老身请她教教府中小姐宫中的规矩，以免府中小姐在皇后娘娘的寿宴上犯错。是，老夫人，奴婢这就去办。老夫人，方官从阴影中站出来。大小姐最近都做了一些什么？回老夫人，大小姐每日除了给夫人肚子里的孩子做衣服，就是看书，没做其他的事情。秦国公夫人来相府做什么？因为大小姐受伤的事情前来探望，不过他们说了什么，奴婢却是不知道的。2人将所有人都打发了出来。我知道了，你回去吧，好生照顾大小姐。是，老夫人。苏姨娘因为肚子闹腾的厉害，穆丞相当晚就被她留在了香兰园。夫人，相爷他不用理会，他喜欢在哪里都是他的自由，我就盼着希儿跟这个孩子能好好的就满足了。嬷嬷，你有没有觉得希儿变了，变得更懂事了？夫人，这是好事。大小姐毕竟是相府的嫡女小姐，身份尊贵，身上的担子也重，是时候该懂事了。夫人莫要担心，大小姐也不是缺心眼儿的人，她心里明白着呢。不过奴婢总觉得今天发生的事情不简单。希儿她有自己的想法，她已经长大了，只是我没想到相爷竟然如此行事，睡了自己女儿的大丫鬟，说出去他也不怕被人笑话。我还担心希儿被影响呢，奴婢就怕老夫人会为难大小姐，毕竟在老夫人的眼中可没什么亲情，有的不过是利用价值罢了。放心吧，我不会允许他们这般对待我的希儿。宫嬷嬷一来，老夫人就直接开门见山。嬷嬷，老身请嬷嬷前来，是因为怀疑家中姨娘用一些阿杂的手段争宠，而嬷嬷在宫中待了这么多年，想必对这些情况甚是了解，恳请嬷嬷帮帮我。穆老夫人，这是要动用当年的恩情了。不是，我知道嬷嬷你对宫中生存很有手段，想请嬷嬷调教一下我那些个不成才的孙女儿，顺便帮老身确认一件事情。嬷嬷请放心，嬷嬷只需要调教人就行了，老身是绝技不会为难嬷嬷的。是哪位小姐要入宫啊？我的大孙女儿穆婉熙。我明白了，
只是不知道穆老夫人可有给穆大小姐通气儿。若是穆大小姐不愿意学，这种东西要自愿才好。若是穆小姐不愿意学，只学了个皮毛，可能会误了她的性命。这……穆老夫人眉头紧蹙，我还不曾跟她说过，想来是不会拒绝的。不如这样吧，将大小姐叫过来。老夫人，大小姐过来请安了。老夫人与宫嬷嬷对视一眼，请大小姐进来。是。孙女给祖母请安。婉惜呀，这位就是宫嬷嬷，快来见过宫嬷嬷。婉惜见过宫嬷嬷。大小姐不必多礼。婉惜呀，你今天过来，正好祖母有件事情要问你。宫嬷嬷以前是太后身边的红人，近年才出宫颐养天年。我想让宫嬷嬷教你宫中礼仪，你可愿意学习？怎么，你不愿意？婉惜给嬷嬷请安，请嬷嬷不宁赐教。大小姐，跟着老身学习是件很辛苦的事情，大小姐可要考虑清楚了。婉惜想得很清楚，无论多辛苦，婉惜都可以。既然如此，大小姐就准备一下吧。皇后寿宴过后，老身就开始教大小姐宫中礼仪。郭嬷嬷听到宫嬷嬷进了幕府，就觉得有些不太对劲儿了。再一打听，得知这2天发生的事情，就暗道不妙，只怕夫人的举动已经惹得老夫人生疑了，请了这宫嬷嬷来对付姨娘。二小姐，奴婢先回香兰院一趟，小姐好生休养，千万不能下地行走，不然就不能参加下个月皇后娘娘的寿宴了。我知道了，你去吧，我不会下地走的。哎呦，姨娘哎，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打骂下人？奶娘，你不是在照顾柔儿吗？怎么回来了？是不是柔儿出事了？不是二小姐出事了，是你要出事了。我能出什么事情？宫嬷嬷入府了。宫嬷嬷？哪个宫嬷嬷？自然是我跟你提过的那个宫嬷嬷，这人毒辣得很，只要一探脉就能查出你用了药。趁着老夫人还没来得及行动，我们现在弄个意外，让孩子没了，免得被拆穿。嬷嬷不必担忧，她查不出来的。若是那么容易就被查出来，那就不叫密药了。老夫人找了个借口，将宫嬷嬷带去苏姨娘的院子，给苏姨娘探脉。事情和苏姨娘预料的一样，宫嬷嬷没有发现任何的不妥，或者说即使发现了也没有说出来。苏姨娘平安地度过了这一劫。苏姨娘命人送来布匹给府中的各位小姐做寿宴穿的衣服，在苏姨娘刻意的行为下，穆婉惜这边送的花色都是一些不起眼，甚至显得有些老气的颜色。其他小姐都挑了吗？二小姐挑了一匹桃红色跟一匹嫩黄色的，3小姐跟4小姐还没有选呢。金主，留下蓝色的那一匹就行了。是，小姐。穆婉惜拿过青竹手中的料子，这苏姨娘还真是不择手段，连这料子也得做手脚。用力一撕，那看起来很好的料子竟然就被撕破了。小姐，怎么会这样？哼，走吧，出府。穆婉惜一行人直奔霓裳阁而去。若是说哪里的衣服最漂亮，京城中就属霓裳阁了。苏姨娘今日送过来的布匹都是有问题的，虽然可能不是她动的手脚，但是说什么她也是不会穿的。刚到霓裳阁的门口，穆婉惜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宋英杰，这个无情又狠毒的男人，若是可以，他真的想将宋英杰扒皮吃肉，生饮其血。穆小姐。宋英杰主动上前打招呼：见过君王。穆小姐不必多礼，
我今日也不过是陪沈妹出来转转罢了。穆小姐，你怎么会出来？还真是少见呢。以往都是你那庶妹往外跑，倒是难得见到你。陈小姐，你好。哎，穆小姐，你居然认识我？岂能不认识？穆小姐，另外一名青衣女子缓缓行礼。穆婉熙回了一礼，不过叫的却是齐姐姐。穆小姐，为何你叫齐小姐、齐姐姐呢？陈小姐有所不知，齐姐姐是我轩表哥的未婚妻，也是我未来的嫂子，另外也年长于我，所以这一声姐姐是应当的。婉熙妹妹，你也是来看衣服的吗？是的。穆婉熙直接走到两人的中间，避开宋英姐。对于这个虚伪的男人，她现在还不想理会，等到他把穆家那对母女理清楚了，再来慢慢的收拾他。一起进去吧。好啊，听说穆小姐的绣工极好，正好，穆小姐，你可要替我把把关。陈小姐，别穆小姐穆小姐的叫了，你干脆叫我婉熙吧。好，你也别叫我陈小姐了，叫我嘉欣就好。宋英杰看着穆婉熙离去的背影，微微蹙眉。穆婉熙，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从霓裳阁离开之后，穆婉熙就回到了穆家。不过刚回到家，就有人送来礼物，直接送到了穆婉熙的院子里。穆婉熙看着送进来的东西，有些疑惑。这是？大小姐，是霓裳阁送来的。这么快？霓裳阁是什么意思？小姐，有信。穆婉熙打开一看，龙飞凤舞的字迹嚣张无比，不用想也知道是林奕晨那个混蛋王爷。穿这套衣服参加宫宴，不然有你好看。居然威胁我！小姐，谁威胁你啊？送东西来的暗卫看到穆婉熙没有将衣服扔出去，松了一大口气。而某个王爷听说穆婉熙差点将他送出去的衣服扔出去，脸色黑的就跟锅底儿似的。好在穆小姐是个识时务的，还是收下了王爷送的礼物。穆婉熙，宫中的宴会从来是宴无好宴，你会有求本王的时候。所谓明刀易躲，暗箭难防。你身为当朝首辅的女儿，背后又是手握重兵的秦国公府，只要是想争那个位置的人，都不会放过你。宫宴对于别人来说是天大的荣幸，对于你来说却是天大的灾难。皇后娘娘的寿宴，其实就是皇后娘娘想借此给太子殿下跟几位王子王爷挑选妃子而已。因此宫中盛宴，各家小姐都能以来参加为荣。宫里不比相府，你们在宫中一言一行必须小心谨慎，可知道？孙女知道了。四姐妹一一排开站。穆雪柔今天也是盛装打扮，宛若一朵娇艳的花朵，看得让人忍不住想要采摘。而穆婉熙一身衣服虽然不出彩，却自有风华，一举一动间恍若有流云闪现。老夫人的眸子中闪过一抹金光，水云锦，这可是皇宫贡品。迄今为止，能穿水云锦做衣服的，除了皇家，就只有秦国公府了。婉熙啊，入宫之后，你必须多加照看一下自家姐妹。祖母精力有限，只怕照看不来。可有准备好才艺？已经准备好了，祖母。准备好了就行。柔儿啊，进宫见了苏贵妃，可不要失了礼数。咱们相府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孙女明白。都准备好了，那就出发吧。宫门口永远都很热闹。快看，快看，是大皇子哎！四皇子也来了。哇塞，四皇子好英俊啊，大皇子好儒雅啊。哼，四皇子，
你欠我很多条性命呢。哇塞，王子来了，太子殿下来了。太子皇兄、大皇兄、四皇兄，咦，怎么不见三皇兄？兴许是有事来迟了吧？哎，我都好久没有看到三皇兄。你挡了本王的路。孤冷不带丝毫感情的声音响起，伴随着惨叫。众人终于回过神来，就看到一女子狼狈地躺在道路的一边，惊恐地看着缓缓走过的瑞王林奕晨。在经过穆婉熙的身边时，突然停了下来，抬起头来。穆婉熙一直低着头数蚂蚁，根本就没有听到林奕晨说什么。林奕晨迟迟不见穆婉熙抬起头来，修长的凤目危险地眯起。什么事啊？穆婉熙茫然地抬起头来，就看到了一张他超级想揍的脸。瑞王殿下，你掉什么东西了吗？林奕晨的眉头蹙得可以夹死苍蝇了。穆婉熙还一脸茫然地盯着他。瑞王殿下，臣女脸上有脏东西吗？您这般看着臣女。穆老夫人只觉得自己的心脏都快有些受不住了，真担心瑞王一怒之下，穆婉熙就跟先前被踹开的女子一样，落得一个凄惨的结局。很不失时宜的，有人闷笑出声。林奕晨危险地看向发笑的皇子。很好笑。对不起，三皇兄，我实在忍不住了。林奕晨没有理会五皇子，目光落在穆婉熙的身上。他没有穿他送的宫裙。想到这里，林奕晨就觉得怒火直烧。这个女人就是要跟他作对是吧？林奕晨藏在袖子下的手握紧了又松开，松开了又握紧，几次三番之后，才压下一拳揍飞穆婉熙的冲动，转身离去了。我腿软了，你扶我一下。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敢跟三皇兄对视的，我以为你不害怕呢。五皇子过奖了，臣女不是不怕，是吓得忘记怕了。吓得忘记怕了，有趣，有趣。五皇子道了两声有趣，就追着林奕晨的方向而去了。三皇兄，等等我啊，等等我。今日出宫还真是一波三折。皇宫门口，瑞王故意找茬，吓得穆婉熙出了一身的冷汗。进皇宫，宫女又传说苏贵妃要见他。你确信是苏贵妃要见我，而不是要见我的二妹妹？贵妃娘娘说了，要见穆婉熙小姐。穆小姐，请吧，别让贵妃娘娘久等了。祖母，贵妃娘娘召见，孙女必须得前去拜见，期间还望祖母照顾一下各位妹妹了。苏贵妃，你这个时候召见我，难不成这件事情也有你的份？穆婉熙随着小宫女朝着记忆中的甘宁宫而去。臣女穆婉熙见过贵妃娘娘。起来吧。谢贵妃娘娘。柔儿也来了。是的，贵妃娘娘，我妹妹被禁足了。没有，贵妃娘娘，听说你母亲已经快8个月了。是的，贵妃娘娘。两人之间一问一答，穆婉熙绝对不会多说一个字。苏贵妃越问越生气，刚想发脾气，就听宫女前来。寿宴即将开始了，贵妃娘娘应该过去了。走吧，一起过去。是，贵妃娘娘。回到宴会厅，穆婉熙直接回到穆老夫人的身边。大皇子儒雅，太子殿下尊贵，三皇子冷酷，四皇子英明，五皇子平易近人，让在场的众位小姐芳心暗许。大姐姐，这位姐姐弹琴弹得真好听，不过我还是更喜欢听大姐姐弹琴。穆雪瑶悄悄地跟穆婉熙低语，穆婉熙只是轻柔一笑，拍拍她的手，将前面的菜往她身前推了推。吃东西吧。哦，穆婉熙总是觉得有人盯着自己，敏感的抬头就看到宋英杰对她点头微笑。穆婉熙很自然地转开目光，当作没有看到他。他可是清晰地记得，
在皇后娘娘的寿宴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在她表演完之后，她那二妹妹会为她送上一杯加了药的酒，然后她因为不胜酒力去了偏殿休息，然后跟着同样不胜酒力的宋英杰睡在了一起，被苏贵妃引来皇后娘娘捉奸在床。终于轮到她表演了。莫婉熙一步一步地走向中央，那里摆放着民情，流觞。一曲流觞一杯酒，一场陷害一场愁。莫雪柔，你若放弃便罢了，你若是执迷不悟，我必要你们生不如死。莫婉熙的情意极佳，一曲结束，满场掌声。皇后娘娘很是满意的点了点头。是啊，谢皇后娘娘赏赐。皇后看得进退得宜的穆婉熙，眼底有着欢喜。若不是娶了穆婉熙会让皇上猜忌太子，她真是很乐意让穆婉熙做太子妃的。你娘当年是才华惊艳的才女，穆小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穆老夫人好福气啊！皇后娘娘过奖了。穆雪柔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倒了2杯酒，指甲不经意间进入其中一杯酒。穆雪柔以为自己的动作没人看见，却不知道她所有的动作都落入了穆婉熙的眼中，而穆婉熙等着的就是那杯加了料的酒。大姐姐，穆雪柔终于还是将那份加了料的酒端到了她的面前。笨女人，你可别上当！你要是连这么简单的阴谋都上当了，你简直就是蠢死了。林奕晨的眸子中闪过一抹隐怒。大姐姐，妹妹谨以这杯酒恭喜大姐姐。穆婉熙笑着点头，假意起身，却弄翻了桌案上的酒壶。酒壶里面的酒直接洒在穆雪柔的裙子上，污了一大片。啊！二妹妹，你没事吧？穆雪柔放下酒杯去看自己的裙子。穆婉熙趁穆雪柔不注意，直接将2人的酒杯换了个位置。穆雪柔看了脏污的裙摆，当即就想发火，可是想到自己的目的，又忍了下来。大姐姐，没事，一会儿去换就是了。大姐姐，来，我敬你。大姐姐，你的琴弹得可真是太棒了。谢谢二妹妹。莫文熙微微一笑，端着酒杯一饮而尽。哼，莫文熙，这下你死定了。大姐姐，我的衣服脏了，你陪我一起去换衣服吧。好吧，是我不小心弄湿了你的衣服，走吧，我陪你去。谢谢大姐姐。林奕晨原本以为穆婉熙会上当，虽然她的动作很隐秘很迅速，但是他依然也瞧见了。果然，他看上的女人又怎么会是蠢的呢？更衣室里，穆雪柔正在换衣服。哼，等到药效发作，穆婉熙真是便宜你了。他要让穆婉熙身败名裂，只是为何他的头这么的晕呢？咚的一声，重物落地的声音。穆婉熙的嘴角扬起一抹诡异的笑容，进入屏风后，看着倒在地上失去意识的穆雪柔，穆婉熙将里面的外套给脱了下来，给穆雪柔穿上，将穆雪柔扶到床上去了，让她背对着门口，给她盖上被子。好妹妹，好好享受你自己安排的一切吧。看到穆婉熙离席，宋英杰也很快找了个借口离去，悄悄地往女兵休息的偏殿而去。那里有人给他准备了这一场好戏，虽然用这样的手段有些下流，不过结果是好的就行了。做好这一切准备的穆婉熙快速的离去，只是他不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落入了某个跟着他离席的人的眼中。穆婉熙，看来你也不算笨。林奕晨看着他离去的方向，也准备回去，只是他有些好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知道谁是那个男人，又是谁的势力。苏贵妃早就在2人进入侧殿的时候，将周围的婢女都给撤走了，
为了方便宋英杰进出。穆婉兮，你的心不够狠，本王帮你一把吧。林奕晨看着宋英杰进入了偏殿，招来暗卫，在暗卫耳中轻声吩咐了什么。暗卫脸上的表情异常的古怪。宋英杰一进来就看到一名女子躺在床上，背对着他，看不到脸。不过他可以确信那是穆婉兮。穆婉兮身上衣服的色彩很是特别，满场的女子只有她一人穿这样的蓝色。穆婉兮，你虽然对我不屑一顾，可你还是要成为我的人了。哼！房间里充斥着一股甜腻的气息，暗卫非常怜悯地看了一眼房中的两人，可千万不要怪他，是他们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宋英杰如同一头饿狼一样扑向床上的人。穆雪柔，我的好妹妹，你可得感谢姐姐我，你那么喜欢宋英杰，姐姐我可是毫不犹豫的就送给你了。哼，宋英杰，你也是感激我的吧？毕竟穆雪柔才是你的真爱呢。穆婉兮跟穆雪柔迟迟未归，苏贵妃就找了个借口说吃得太饱，出去走走消消食儿。穆婉兮中了药，现在药效应该要过了，英杰向来会把握机会，这个时候过去正好。一行人刚刚行到偏殿附近，就听到奇怪的声音。皇后娘娘眉头紧蹙，已经是生了一子一女的她自然知道这是什么声音。是谁在偏殿？好像是穆家大小姐。苏贵妃缓缓地开口，她有些不胜酒力，去偏殿休息了。现在这是……皇后娘娘冷冷地看了一眼苏贵妃。穆大小姐身后是秦国公府，若是穆婉兮在宫中出了什么事情，那就是跟秦国公府交恶。砰的一声，门突然被踹开，宫外的众人看到眼前的一幕，倒吸了一口凉气，冷光灌进去。激战的两人打了一个激灵，瞬间清醒了。宋英杰想也不想就去抓自己的衣服，而女子则是将自己藏进被子中。皇后愣住了，她没想到真的有人敢这般大胆，在这偏殿之中行着龌龊的事情。而苏贵妃愣住的原因，明明说好只是做戏，这怎么假戏真做了？放肆！请皇后娘娘恕罪，微臣爱慕穆小姐已久，今日见穆小姐不舒服，这才赶来探望，只是想看看她，一时间情难自禁，请皇后娘娘成全我们。你们好大的胆子！皇后气得吐血。宋英杰是苏贵妃一派的人，如今做这等事情，分明就是想得到秦国公府的支持，让秦国公府支持四皇子。休想！出什么事情了？清丽的声音传了过来，众人转头看到是穆婉兮，愣了愣，又看向房中。穆婉兮在外面，那房中跟宋郡王苟合的人又是谁呢？穆婉兮，你怎么会在这里？苏贵妃看到穆婉兮站在外面，吃惊地问道。婉兮给皇后娘娘请安，给贵妃娘娘请安。臣女不胜酒力，去御花园走走，散散酒气。怎么了？婉兮呀，不是你就好。老夫人看到穆婉兮安然无恙，顿时松了一口气。穆婉兮，殿中只有你一人吗？不是的，当时我家二妹妹也跟我在一起，只不过她说她有些累了，没有陪我出去散步，所以在偏殿中休息。可是出了什么事了？来人，将床上的人拉出来。不要，不该是这样的，不该是这样的，不该是我，不是我！你这禽兽，你居然抢了我！这怎么跟预计的不一样呢？被抓奸的不应该是穆婉兮吗？为什么变成了他？穆家的庶女说郡王强了他，可是他们闯进来的时候，分明看到两人情投意合，酣战淋漓，真是不要脸。
你闭嘴！宋英杰也发现自己睡错了人。祖母，好像是二妹妹的声音。别去，免得脏了自己的眼睛。祖母，可是二妹妹的声音似乎有些不对。好了，说了跟你无关，就不要凑上去了。是，祖母。哼，苏了，你想要得到秦国公府的支持，可是天不从人愿。宋英杰睡的竟然是丞相府的庶女。大小姐，大小姐，我是宋英杰啊！大小姐，大小姐，请出来与我相见。我是宋英杰，英杰仰慕大小姐已久。放肆！皇后娘娘，英杰跟穆家大小姐两情相悦，请皇后娘娘成全我们。至于穆二小姐，英杰愿意纳她为妾。你跟穆家大小姐两情相悦？哼！皇后听到这话倒是笑了。来人，让穆家小姐进来。是，给皇后娘娘请安。大小姐，英杰对大小姐一见钟情，决定非大小姐不娶。停！郡王，你不是表白错人了？没有，婉惜，我是真心爱你的。宋郡王，你毁了我妹妹的清白，还要毁我的清誉，你莫不是仗着宋亲王府的权大，欺压我幕府无人吗？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你毁了我妹妹的清白，却又要求娶我，你敢再无耻一点吗？大小姐，自从上次霓裳阁一见，在下就对大小姐一见倾心，今日本想跟大小姐一表衷肠，可不知怎么回事，却跟……宋英杰停住了话头。英杰做下此等错事，自然也不会不认，我会纳她为妾。我才不要做你的妾，是你害的我，是你，对不对？二妹妹，你在说什么？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穆婉熙，你这个贱人，是你害的我，是你！姑姑，穆婉熙害我，是穆婉熙害我，你要为我做主啊，姑姑！穆婉熙，她说的是真的吗？皇后娘娘，臣女冤枉。酒席间，我不小心打翻了酒壶，弄湿了我二妹妹的衣裳，二妹妹便让我陪她去换衣服。原本我是不想的，可想到是因为我的原因才害得二妹妹湿了衣裳，便同意了。然后呢？然后你做了什么？当时二妹妹在屏风后面换衣服，而我因为不胜酒力，有些头晕，就想出去走走。我也问过二妹妹你，二妹妹你当时还说你不去，你有些累，就在偏殿等我回来。我没有，姑姑，你要为我做主啊，姑姑。好了，你们的事情你们自己去处理，本宫没心情处理你们的家务事。皇后娘娘，微臣对大小姐一片真心，请皇后娘娘为我们赐婚。放肆！你做出如此不知羞耻的事情，竟然还敢求本宫赐婚，你不嫌丢脸，本宫还怕丢脸，此事不可再提。皇后娘娘，怎么想本宫把你扔出去吗？苏贵妃纵然不甘心，可也只能就这般算了。所有人都陆陆续续的走了，只剩下穆雪柔一个人失魂落魄的坐在地上，不停的呢喃着什么。二妹妹，梳洗一下，我们回宴会厅吧。穆婉熙，是你害的我，是你害的，对不对？二妹妹，我知道你受了刺激，有些受不了，我不怪你，只是我们应该回去了。穆婉熙，你好狠毒啊！你怎么可以如此害我？二妹妹，我不怪你，你别坐在地上，地上凉，先起来吧。你走开，谁需要你假惺惺了？穆雪柔将穆婉熙推倒在地上，想要扑过去殴打穆婉熙，却忽然被人抓住了手。不要脸的下贱东西！去而复返的老夫人狠狠的一巴掌打在穆雪柔的脸上。出了这么一个下贱的东西，还真是家门不幸呢。祖母，不是，是穆婉熙害我。闭嘴！
你这个不要脸的下贱胚子，竟敢干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情！果然不该把你交给姨娘管教，看看都把你教成什么样子了。祖母，不是我。祖母，当务之急是请皇后娘娘下令，不要将此事传扬出去。二妹妹现在这种情况也不好再回去，这件事情宋亲王定然要给我们一个说法的。二妹妹清清白白的女儿身被宋郡王毁了，宋郡王必须负责到底。我们相府的姑娘可不是任由人欺负的。老夫人眼前一亮，一个庶女能做郡王妃，也能为相府带来不小的利益，当即脸色好看了许多。好，浣溪，你去求皇后娘娘做主，让宋郡王给相府一个说法。我先带着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回相府。是，祖母。哼，穆雪柔，被捉奸在床的感觉如何？被当众打脸的感觉如何？这只是开始，你曾经加诸在我身上的痛苦，我会10倍的奉还给你。在宴会厅一侧，莫婉熙却遇到了瑞王林奕晨。臣女见过瑞王殿下。林奕晨缓缓地靠近莫婉熙，用只有2人听得到的声音问道：可喜欢本王送你的礼物？礼物？莫婉熙眼珠子一转，就明白了。宋英杰跟穆雪柔能在偏殿进行全武行，是这位瑞王殿下的手笔。臣女不曾收到什么礼物，臣女应该回去了。臣女告退。开玩笑，承认这事儿就是他脑子进水了。林奕晨叫住穆婉熙：穆婉熙，咱们要不要打个赌？不赌。穆婉熙很干脆地拒绝。你怕输给本王，所以不敢赌。瑞王殿下怎么说，便是怎样吧。怎么？难道本王说错了？你不是怕输，不是认为你不是对手，所以不战而降？林奕晨嘲讽地开口。哼，没想到秦国公征战沙场，战功累累，他的外孙女竟然是个草包，连个本王打赌的勇气都没有。瑞王殿下，我是我外公是我外公，麻烦您让人家不要把我外公扯出来。胆小鬼，以后出去千万别说秦国公是你外公，平白的污了。闭嘴！穆婉熙怒吼，吓得某暗卫小心肝颤了颤。唉，还以为殿下要从此告别独身的日子，没想到又是个找死的。先去挖个坑，等下殿下把人杀了，他好直接埋。赌什么？就赌你会求本王。哼，那么瑞王殿下，你输定了。不过输给我也不可耻，谁让我有个征战沙场、战功赫赫又威名远扬的外公呢？暗卫听了话，这个女人绝对死定了，他得把坑挖得再深点埋她，就冲他敢这么跟主子呛声，就值得深埋。既然如此，咱们就赌吧，1年为期限，若是你输了，就答应本王一件事；若是你赢了，本王答应你一件事。没问题。如此甚好。哼！穆婉熙哼一声，转身就走，留下林奕晨独自站在原地，风中凌乱。这个臭丫头竟然哼他，不对，刚才这死丫头还叫他闭嘴。想到这里，瑞王的脸色就黑得不能再黑了。他果然是对穆婉熙太好了，得找个机会好好的教训教训他，跟本王说话要注意身份。穆婉熙回到宴会厅，镇定自若的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大姐姐，祖母呢？祖母身子不适，先回去了，我带你们回去。秦国公夫人一直在宴会厅，很快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担忧的目光看向穆婉熙。穆婉熙只是笑着摇头，示意自己没事。宋英杰也回了男子这边的宴会厅，他的脸色不是很好看。英杰，发生什么事啊？父亲，无事，只是我有些不胜酒力，去外面散散酒气而已。没事就好。可曾见到穆婉熙？
见到了。可曾见到穆婉熙？见到了。很好，为夫要你娶她为妻。孩儿知道了。宋英杰头疼无比，他也想娶穆婉熙，可偏偏今晚的事情，他已经得罪了穆婉熙，并且让穆婉熙有了防备。都怪那个该死的贱人，想要攀高枝。好，他就让他入府，到时候他一定会让他知道毁了他的计划的后果有多么的严重。穆婉熙回到相府之后，就将自己关在房门中，而苏姨娘就明白自己的计谋得逞了。穆婉熙，你想要做郡王妃，可没那么容易。就算最终阻挡不了，我也要你被宋亲王府厌弃。穆婉熙回到景南院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冬儿想办法将皇后娘娘寿宴上的事情宣传出去。小姐，奴婢今日听到一个消息。何事？相爷说，若是苏姨娘生下儿子，就要将苏姨娘扶为平妻了。这件事情，整个相府的人都知道了。那苏姨娘一定高兴坏了吧？小姐，为何听到这个消息，你不着急也不生气，反而还很高兴的样子啊？秋儿，我爹也说了，苏姨娘要能生下儿子才行。莫婉熙已经查过了，那药虽然能让人假怀孕，可也会让人从此失去生育的能力。苏姨娘这一招铤而走险，不可谓不狠。小姐，奴婢明白了，秋姨娘肚子里的可能不是男孩，是女孩，现在还没有生下来，不用担心。行了，休息去吧。是，小姐。一大早，穆丞相就派人叫穆婉熙去前院。穆丞相找他，是因为昨天听到苏姨娘的耳边风，想要给穆婉熙物色婆家。女儿给爹爹请安。起来吧。是这样的，你如今已经及笄了，你姨娘说应该给你物色婆家了。你婆姨挑了很多人，你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若是有你喜欢的，就把婚事定下来吧。婉熙，如何？可有你看中的？这些人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无论是家世背景都是极好的。爹，这上面的人都很好，只不过只怕人家未必会愿意娶我们穆家的女子。这是什么话？我丞相府的千金，他们还敢看不上不成？爹，若是没有发生昨晚的事情，也许穆家的女子有很多人愿意娶，毕竟爹爹是当朝丞相，位高权重，娶了穆家的女子就是跟爹爹交好，将来在仕途上也好走一些。可是爹爹，你有问过二妹妹昨天在皇后娘娘的寿宴上做了什么吗？穆婉熙，你又想说什么？放肆！苏姨娘，本小姐是相府正正当当的嫡小姐，你竟然敢咆哮本小姐！相爷，你看看，我只不过是为大小姐好，免得她落个苛待庶妹的下场，她竟然如此说我。相爷，姨娘，本小姐是否苛责庶妹，这件事情我们容后再说。我们还是先说说二妹妹在皇后娘娘寿宴上与人苟合的事情吧。你胡说，大小姐，我知道你不喜欢柔儿，可你也不能这般污蔑柔儿的清誉。若是传出去，柔儿还如何做人呢？大小姐，你不能这么狠毒啊！你这完全是逼柔儿去死。苏姨娘，这件事情很多人有目共睹，二妹妹跟宋亲王府的宋郡王苟合，被皇后娘娘当场撞破，当时祖母也在，红口白牙板上钉钉的事实，其实婉熙可以信口胡说的。你可知当时有多少夫人小姐在场？你可知二妹妹让丞相府蒙羞？不可能，你胡说，你是妒忌柔儿，你污蔑她，这不可能。我的柔儿还未及笄，怎么可能与男子苟合？你少污蔑她。哼，污蔑。爹爹，不若爹爹请祖母过来，顺便请祖母身边的宫嬷嬷过来。祖母是昨晚亲眼见证了所有事情的经过，而宫嬷嬷常年在宫中生活，则是能为二妹妹验身，是否属实一查便知。来人，去请老夫人跟二小姐过来，还有宫嬷嬷。是。宫嬷嬷，
请你随老身走一趟吧。祖母，请饶恕惋惜的僭越之礼，惋惜实在是被逼无奈。祖母只要看了这个，就明白了。老夫人看了一眼眼圈红红的莫惋惜，接过来一看，差点没气死他。这是什么？回祖母的话，这是苏姨娘给孙女物色的人家。放肆！苏萍，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一个姨娘在主母尚在的情况下，竟敢做主嫡女小姐的婚事，谁给你的胆子？老夫人恕罪。好了，娘，这件事是儿子让他做主的。你糊涂啊，博远！惋惜是相府唯一的嫡女，怎么可以嫁给这些纨绔败家子呢？娘，儿子也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人。那好，惋惜的婚事，你们谁都不准插手。是，娘。娘，惋惜这死丫头竟然说，柔儿在皇后娘娘的寿宴上与宋亲王府的宋郡王苟合，可有其事？这得问问你的好女儿做了什么。我赶到的时候，她跟宋家那小子已经跪在地上了。嬷嬷，麻烦你给她验身。不要，我不要验身，姨娘，救救我，我不要验身。相爷，柔儿，闭嘴！来人，将二小姐带下去验身。相爷，为了避免有人说老身污蔑，还请苏姨娘身边的郭嬷嬷跟我一起去验身吧。去。奴婢遵命，回禀相爷，二小姐已非清白之身。天啊，我的柔儿，是谁害了你？惋惜，爹问你，知道这件事的人很多。爹，当时有很多朝臣和夫人小姐在场，祖母也知道。后来我求了皇后娘娘，不要让这件事情传出去，可那些官宦人家定然是都知道了的。这知道的人多了，人多嘴杂，很可能，若是在这个时候，爹爹给女儿一亲，那人人怎么看我们相府？柔儿的事情先不提，你的婚事。爹爹，娘亲的身体不好，还有2个月就要临盆了。若是让母亲烦心太多，动了胎气对弟弟不好。爹爹，不若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再提吧。女儿才及笄，可以等的。博远，惋惜的婚事不能随便了事，这件事情交给我吧。过2天，惋惜就要跟着宫嬷嬷学习宫规礼仪了。请凭母亲做主。穆雪柔跟宋英杰的事情，只是用了1天的时间，就传遍了整个帝都。娘，你好些了没？穆夫人听说穆丞相跟苏姨娘想要将穆惋惜嫁给纨绔人渣，气得生病了。希儿，辛苦你了。娘，女儿不苦。娘，你放心，我定会保护好你跟弟弟的。将来，我一定会跟弟弟一起保护你。娘，弟弟他动了。他最近调皮得很，老是闹腾，不过还好，都不会弄疼我。这个孩子是个会心疼人的。弟弟别怕，姐姐一定会保护你的，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相信姐姐。娘，弟弟他很乖。他很乖，跟你小时候一样，都不爱闹腾我。娘，这几日你都没有休息好，你好好休息，我明日再过来。希儿啊，明日你就要跟着宫嬷嬷学习了吧？是的，娘。希儿，娘最后再问你一遍，你真的决定了吗？秦家的女儿不入宫，宫中的公主不嫁秦家，这是规矩。娘，女儿决定了，一定要跟着宫嬷嬷学习。好，你决定了就好，娘也不拦着你。跟着宫嬷嬷学习很辛苦，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也不用天天往我这边跑。放心吧，娘亲，
女儿会照顾好自己的。大小姐，您这是何苦呢？嬷嬷，我有我的坚持。娘亲和弟弟需要一个安稳的家，没有那些阿扎的手段，安稳平和的家。婉惜告辞。大小姐慢走。大小姐。方官跪在穆婉惜的面前。大小姐可知宫嬷嬷的身份？你想说什么？大小姐，老夫人只是让我禀报大小姐每日做了什么而已。方官，你是老夫人给我的，我自然会善待你，只是希望你能分清楚哪些是能说，哪些是不能说。方官明白。明白就下去吧。是，小姐。方官终于将大小姐变成了小姐，这也是他向穆婉惜投诚的方式。秋儿、冬儿，随我出府。穆婉惜差点忘了一件事情，前世他因为工业的事情都不敢出门，而唯一的一次出门就遇到了一个人，神偷冷于飞。前世冷于飞因为偷盗宫中秘宝被大内侍卫重伤，而恰好路过的他救了他一命。原本满心想着报答他的救命之恩，他却因为穆雪柔的挑拨离间，害得他命丧黄泉。想来他也是挺对不起冷玉飞的。而他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冷玉飞就是在今日夜闯皇宫。小姐，天色也晚，这个时候出府吗？是，现在出府。马车刚赶进永和路的黑暗小巷中，穆婉惜就闻到了淡淡的血腥味儿，脖子上传来冰凉的触感。冬儿和秋儿刚想要动，就被穆婉惜给阻止了。你受了伤，外面有人在抓你，若是你伤了我，你也逃不了。你倒是冷静啊。秋儿，给他包扎伤口。冬儿，清理车上的血腥味儿。你不怕我是坏人吗？你是不是坏人我不知道，但是今日我救了你，你这条命就是我的了。我的命？信不信我大喊一声，你的小命就交代了？如何？要不要答应我的要求？我要求不多，只需要你帮我3年，3年后我还你自由。成交。把这套衣服换上。你让我扮女人？你有别的办法躲过搜查吗？没有就给我乖乖穿上。女人这么凶，会没人要的。冷玉飞本来就生得柔美，这一装扮下来，绝对不会有人怀疑他是男人。这一模样，这一表情，十足十的一个美人胚子。回府。是，大小姐。很快就有人围住了马车。车上是何人？官爷，发生什么事情了？这是穆丞相的马车，马车中是我家小姐。宫中出了刺客，我们奉命缉拿刺客，还请穆小姐见谅，我们需要搜查您的马车。冬儿，让这位大哥搜查吧，宫中出了刺客，可是大事情，千万不能误了侍卫大哥的事情。穆婉惜在马车上坐着，身边有个女子在给她捶腿，一个在门口打着帘子，一个在煮茶。马车中没有任何可以藏人的地方，马车中还带着淡淡的清香，闻起来很好闻。穆小姐，得罪了。哪里的话，侍卫大哥也是奉命行事而已，身负皇命，不存在得罪一说。走吧。是，小姐。主子，不好了，不好了！主子，出事了，说林小姐她穆婉惜出事了。不是，说吧，什么事？穆小姐救了一个人。救了就救了呗。是皇城侍卫在满城缉拿的人。他胆子倒是大。不就是救了皇上要的人吗？没事儿，有事儿他也能够兜着。可那人是个男人。爷，您不在意，穆小姐把人带回她的房间了，我走的时候都没出来。穆婉惜带了个男人回去。是的，她带了一个男人回去，藏在她的屋里。一阵风过，坐在案桌前的林奕晨已经不见了踪影。宁青狠狠地赏了某暗卫一个暴力。你简直是蠢死了。怎么了？他做错了什么吗？难道老大的意思是他应该早早地把坑挖好，然后把那对狗男女一起活埋之后再回来禀报吗？多谢了，在下冷玉飞。
不用谢，我救你，你替我做事，谁也不欠谁，所以不用说谢。无情的丫头。我叫穆婉熙，已经及笄，不是丫头，你可以叫我的名字。行，小美人儿，说吧，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杀人放火、栽赃陷害、偷袭暗杀。小美人儿，你是在开玩笑吗？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像，尤其是你飘过来那小眼神儿，摆明了就是说我在玩你。你想错了，我不是逗你玩，而是说真的。我救你的目的嘛，就是看你适合做杀人放火、栽赃陷害的事，不然你以为我吃多了撑的，去救一个被皇上缉拿的人？年纪轻轻就装得跟个小老太婆似的，不好，不好。冷玉妃，瑞王殿下，您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怎么，本王不能来？婉熙，我累了，先睡了。小姐，带他去他的房间。我不介意让你从此一睡不醒。喂，我的房间在哪里啊？我现在受了重伤，没地方可去哦。冬儿，小姐，带他去他的房间。某暗卫则是在外面摩拳擦掌，爷要出手了，他得赶紧挖坑，就地掩埋，给爷戴绿帽子，爷绝对不会放过他的。这坑啊，得挖深一点，待会儿把奸夫一起埋了。瑞王殿下，深夜造访，可是有事？他是谁？要是穆婉熙敢说那个人是他的男人，他保证将那个男人给灭了。我的人？怎么？瑞王殿下还有意见不成？你这是什么态度？瑞王殿下，你夜闯我的香阁，难不成还要我好态度的跟您说？爷，您来了，奴家等您好久了。穆婉熙的声音很好听，加上她故意放柔声音，听起来简直让人觉得骨头都酥了。林奕晨却该死的觉得穆婉熙后面说的那句话竟让他有些期待，期待有朝一日穆婉熙会这般温柔地对他说你回来了，那种感觉让他觉得很是心动。咚的一声，窗外传来重物落地的声音，宁青从坑里爬起来，狠狠地踹了暗武一脚，让你丫的故意挖坑，害得他掉进坑里。刚才穆婉熙的话实在是太具冲击了，害得他一个没把持住就给坑掉了。只是刚爬到一半，就听到自家主子说：“很好，再说一遍。”咚的一声，爬到一半的宁青再次摔回到坑里。王爷，您该走了，我要休息了。穆婉熙，你想要做什么？只需要求本王，本王就可以帮你办到。求本王吧。你去死！穆婉熙抓起桌上的茶杯就朝林奕晨砸过去。我穆婉熙求爷爷告奶奶也不会求你的，你死心吧。林奕晨侧过头，躲过迎面而来的茶杯，姿态依旧高傲。你会求本王的。是，我会求你，我求你赶紧滚啊！林奕晨突然凑近穆婉熙，在穆婉熙的耳边轻声说道：“穆婉熙，你一定会求本王的。”却又在穆婉熙的巴掌落到他的脸上之前退开，破窗离去。去死！这女人好嚣张，竟然敢叫爷去死！我一定要埋了她。没事别吭声，要是爷不乐意，谁敢叫爷去死？你脑子里装的是屎吗？婉熙，有什么事情吗？你救了我，又给我包扎伤口，又借地方给我住，我自然是要感谢你啊。冷玉飞将手中抱着的箱子放在桌上，唰的打开。这是几个意思啊？喜欢不？这些都是我的收藏，放心，来路绝对没有问题，绝对不会给你添麻烦，用来感谢你救了我。冷玉飞一双眸子闪闪发亮，收了我的东西就要放我走？你是不是想着我收了你的珠宝之后，你就可以不用帮我办事了？哎，没有，就是想送给你，表达一下我对你的感激而已。真的不是用这箱珠宝来买你的自由身的？不是，
其实他是想跑路，但是想到自己既然答应了，就应该做到。更何况，他真的想知道，这么温婉善良的一个丫头，真的做得出来杀人放火、栽赃陷害这种事情吗？不是就好。冷玉飞，这些都是送给我的吗？啊，都是送给你的，喜欢吗？那我可以拿去送人吗？自然是可以的，既然我送给你了，怎么处理都是你自己的事情。多谢。莫婉熙在箱子里挑挑拣拣，突然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玉冠。这是什么？玉冠啊。我知道这是玉冠，关键是你送给我这个东西做什么？莫婉熙颇为头疼，这可是男人用的玉冠，若是被人知道他房间里藏着男人用的玉冠，到时候一个思乡受受的罪名都够他喝一壶的。不好意思，我只顾着装，没有看中的事实吧，只觉得应该很值钱，所以就……穆雪柔居然来了。大姐姐，二妹妹，好些日子不见，你可好？多谢大姐姐关心，妹妹我很好。我只是来替爹爹转告姐姐一声，妹妹的婚事已经定下来了，明年及笄之后，郡王就会迎娶我过门，长幼有序。爹爹的意思是，姐姐要先出嫁。二妹妹不用担心我的婚事，祖母会为我操心的。至于爹爹，想必祖母会跟爹爹商量的。对了，二妹妹定亲，姐姐还没有恭喜二妹妹呢。若二妹妹不介意，就去我那里挑一件东西，做给二妹妹贺礼吧。当真？自然是当真的。怎么样，可有喜欢的吗？穆雪柔正在纠结选什么的时候，却突然看到没有观音式的抽屉里面放着什么东西，伸手拉开，却没想到莫婉熙眼疾手快的将抽屉给推了回去。二妹妹，你还没有挑好吗？若是她没看错的话，那应该是一顶玉冠，一顶男子用的玉冠。莫婉熙跟人私相授受。大姐姐，我就选这个了，祖母不让我出来太久，我该回去了。那好，我就不留你了。大姐姐，我走了。姨娘，姨娘。柔儿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姨娘，我告诉你，莫婉熙跟人私相授受，你说的可是真的？真的，我亲眼所见。秦月呀，你想安安静静的把孩子生下来，没可能。我就不信，听到莫婉熙跟人私相授受，你还能龟缩在你的院子里不出来？这件事情我们得好好合计合计，这一次一定要让莫婉熙无法翻身。哼，莫婉熙，这下我看你还怎么巧言令色。来人，去看相爷下朝没有？若是相爷下朝了，就请相爷去上元。穆雪柔离开之后，莫婉熙就请冷玉飞找了一些男子的贴身东西，连带着那一顶男子的玉冠，全部放进穆雪柔的院子里。穆雪柔，你可不要怪我，要怪就怪你自己太狠毒了。大小姐，老夫人请您去一趟上元，苏姨娘跟二小姐都在上元。莫婉熙听了徐嬷嬷的提醒，悄悄地给徐嬷嬷一个荷包，里面装着金银颗子。大小姐最好是检查一下屋中有没有多出来什么东西。刚站稳，还没来得及行礼，一杯茶就冲着穆婉熙的脑袋而来。小姐，青竹挡在了穆婉熙的前面，茶杯砸在她的头上，鲜血瞬间流了下来。孽女，给我跪下！穆婉熙看着青竹流血的脑袋，眼中满满的心疼与错愕。不知女儿犯了什么错，弟弟连问都不问，就要毁了女儿的容貌。你做出那般不要脸的事情，还敢问你自己犯了什么错？女儿不知道犯了什么错，竟惹得爹爹这般生气，一副要打杀女儿的模样。爹爹，难道我不是你的女儿吗？环熙，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祖母，你也看到了，浣溪刚来，爹就要毁了孙女的容貌。容貌对女子来说是多么重要，不需要孙女说吧。浣溪连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爹爹就要让浣溪认罪，就算要定人死罪，也应该让人知道犯了什么罪吧。大姐姐，你就别装了，我亲眼看到，在你的梳妆柜里藏着男人的玉冠，你与男人私相授受，做了这么不要脸的事情，还有理了不成？穆虚柔，你莫要含血喷人！你以为我穆婉溪是你吗？在大庭广众之下与男人苟合，我再不要脸，也没有你不要脸。放肆！怎么，爹爹，妹妹怎么说，你就怎么信吗？二妹妹与人苟合，你没说什么；二妹妹污蔑我与人私相授受，爹爹你查都不查就直接定我的罪。难道二妹妹是你的女儿，我就不是了吗？浣溪，你怎么跟你爹说话的？祖母，您一向公正，爹爹他实在是偏心。浣溪是他的亲生嫡女儿，可您看看爹爹怎么对我的，都说拿贼拿赃，捉奸拿双，爹爹连证据都没有，就直接给浣溪定了死罪。孙女不服，求祖母给孙女做主。大小姐，相爷也是为了你好，不想把事情闹大而已。你还是赶紧认罪吧，到时候传出去可不好听。苏姨娘，这样的罪名能随便乱认吗？如今相府的主母尚在，尚有祖母跟父亲，你一个姨娘去逼迫嫡女认罪，莫不是认为相府没有人能治得了你？你胡说什么？我也是为了你好。苏姨娘是不是为了本小姐好？本小姐不知道，本小姐只知道，若是我认下这个罪名，就只能一死了。我想苏姨娘也背不起逼死相府嫡女的罪名吧。纵然你有苏贵妃撑腰，只怕我外祖父倾全府之力也能为我报仇。相爷，你看看，你看看，我不过是为了他好，说了几句而已，结果大小姐竟然污蔑奴婢，要逼死他。相爷，哼，你向来顽劣，不敬长辈，如今做出这种私相授受的事，还有脸诬赖别人？父亲，女儿要求报官，请金照应，还女儿一个清白。女儿还要告苏姨娘苏萍跟庶妹妹穆雪柔诬告陷害嫡女。既然你说你没有，那你可敢让人去搜查你的院子？怎么不敢？只搜我一个人的院子，我是绝技不会同意的。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这个嫡女品行不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才惹得父亲要搜我的院子。要搜，所有人的院子都要搜。好，来人，去搜，所有人的院子都搜一遍。等等，怎么，你后悔了？哼，不，而是为了避免有人说闲话，女儿请求青竹跟着搜查的人一起去搜查，同时也请祖母跟苏姨娘都派一个人随行搜查，免得有人说爹爹偏颇。好，徐嬷嬷、龚嬷嬷，你们也跟着。是，老夫人。娘，要不您先休息一会儿，等到搜查结果出来了，儿子再告诉你。不了，等着吧，也不能冤枉了这个丫头，反正也等了不少时间了。老夫人看了一眼倔强的穆婉溪，叹息一声：“唉，你先起来吧，也别跪着了。”谢祖母。搜查的人很快就回来了。搜完了。回老夫人，搜完了。结果如何？大小姐的屋中可有搜到男子的东西？回老夫人，在大小姐的房间里搜出一件尚未做完的男子锦袍。尚未做完的？拿来给我看看。是。哼，小小年纪不学好，竟然做。住口！博远，这布匹是我给婉溪的，你深沉在即，他想亲手给你做一套衣服，可是却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颜色，央求我来挑匹布，这是他给你做的衣服。
除了这衣服，还搜到什么？徐嬷嬷朝身后的婢女使了个眼色，那名侍女顿时上前。老夫人清楚地看到，那名侍女手中捧着不少东西，有男子贴身的亵裤，也有男子用的腰带、玉冠之类的。穆婉熙，你还有什么好说的？相爷，不是，女儿无话可说。大小姐，你先前认罪多好，现在被搜出来这些东西，脸上多难看啊！来人呐，将这孽女！相爷，这些东西不是从大小姐的院子里搜出来的。什么？不是从她的院子里搜出来的？那是从哪里搜出来的？苏姨娘的心里咯噔了一下。莫婉熙提出来所有人的院子都要搜，是设好了套等着他们钻进去的，是从二小姐的院子里搜出来的。胡说，你胡说，我怎么可能跟别人私相授受呢？这怎么可能呢？不应该是从莫婉熙的屋子里搜出来的吗？二小姐，这是我们所有人一起从你的房间里搜出来的，可不是嬷嬷我栽赃你。你胡说，这明明是莫婉熙的东西，你这老货竟敢污蔑我！爹，你快叫人把他打死，他竟敢污蔑女儿！相爷，柔儿只是一时失言，任谁被如此栽赃都会很生气的。生气了就可以杖毙我身边的人，看来我是真的老了。娘，您别生气，儿子会处理好这件事的。相爷，你要相信柔儿，柔儿是绝对不能做这样的事情的。是的，一定是他栽赃给柔儿的。相爷，你一定要为柔儿做主啊！苏姨娘，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至于他，娘，儿子想，不如这样吧，让柔儿在院子里思过，请宫嬷嬷代为管教，您看如何？哼，相爷，老身只答应教穆小姐一人，而穆小姐礼仪学好之后，老身就要离开相府了。宫嬷嬷，奴婢在，你就代替宫嬷嬷好好教导一下二小姐，身为一个女子应该做的事情。自己不要脸，还要往别人身上泼脏水。她不要脸，相府还要呢。大丫头啊，委屈你了。祖母已经还了孙女清白，孙女不委屈。莫婉熙一双水眸红红的，嘴上说着不委屈，可眼中闪烁的泪花，那是真正的委屈。不得已，老夫人只好肉疼地拿出一些好东西送给莫婉熙作为补偿。而误会了莫婉熙的穆丞相却是什么话都没说，甚至连一句歉意都没有，挑了几件东西出来送给了身边的几个大丫鬟，当然也没有落下封官。谢谢大小姐，老夫人只是问我大小姐最近接触了什么人，有没有什么异样，奴婢都如实说的。以后祖母若是问你我的行踪，你如实回答就好。方官就是老夫人放在他身边的眼睛，而这双眼睛必须有作用，不然老夫人定然会另外出招的。奴婢知道了，奴婢一定如实禀报老夫人。其实方官知道，因为老夫人打算用穆婉熙高嫁，也就是嫁给皇子，而她被送到穆婉熙身边的原因是做通房或者是姨娘的。下去吧。婉熙，我做的不错吧？很好，讲你的。穆婉熙拿起果盘中的苹果抛给了冷玉妃。我说穆婉熙，你是不是你爹的亲生女儿啊？他那么疼爱庶女，怎么却这么对待你这个嫡女呢？因为我背后有秦国公府。哼，也许应该给我这位父亲找点事情做了，免得他老是把目光放到内宅里。冷玉妃只觉得一阵冷风吹来，果然看起来越漂亮的女人就越危险。这句话果然没错。你不怕你爹发现了，更加讨厌你吗？难道我什么都不做，他就不讨厌我了吗？大概不会。不会不就得了，反正我做不做
他都一样的讨厌我，我为何不为我们母女多考虑一些？冷玉飞，穆雪柔与人私相授受的事情，我希望3日之内整个京城的人都会知道，最好是让宋城公府的人误会。这个没问题啊。东儿，去给秦国公府下个帖子，明日我要去秦国公府。是，小姐。大小姐，大姐姐。秋姨娘，三妹妹，你们怎么来了？穆婉熙的脸上始终带着温和的笑意，仿佛在上院没有受到任何的委屈，而是去上院领了赏赐一般。啊，先前老爷子命人搜查所有的院子，我们都被吓坏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瑶儿她有些担心你，便求我一同来看看大小姐了。多谢姨娘跟三妹妹的关心，我很好，弟弟搜院子也只是为了还我一个清白而已，吓得姨娘跟妹妹了，真是对不住了。莫婉熙不温不火地开口，对自己被怀疑这件事情丝毫不以为然。上辈子比这更难看的局面她都经历过了，这根本就不算什么。唉，也不知道大小姐怎么就这么倒霉。二小姐也是个不省事儿的，做出那么不要脸的事情，牵连相府的女儿名声不说，竟然还栽赃陷害你，真是太无法无天了。秋姨娘愤愤地开口，因为穆雪柔的事情，穆雪瑶跟穆雪衣都受到了影响。外人怎么说是外人的事情，嘴巴长在别人身上，我们也阻止不了。三妹妹，只要我们自己无愧于心就好。大小姐，你们姐妹好好说会子话，我就去忙了。也好。大姐姐，因着二姐姐的缘故，以前跟我交好的几个姐妹都疏远于我。大姐姐，我又没有做错什么，她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三妹妹，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朋友，但谁是你真正的朋友？向来是锦上添花，雪中送炭，而我们只有落难的时候才会知道谁是真正值得结交的朋友。那些因为你落难就远离或者落井下石的人，可以认识却不能深交，而在你落难的时候对你伸出援手的人才是值得结交的人。可是大姐姐，我们为什么要受到二妹妹的牵连？因为我们同是相府的女儿，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三妹妹，翻年你就13岁了，年后就及笄了。三妹妹以后可有什么打算？打算？听说你最近在苦练琴艺，我这里有一本琴谱，你拿回去好好琢磨琢磨吧。谢谢大姐姐。大姐姐，你可知四姨娘病了？四姨娘病了？不知，我昨日看到四妹妹，她气色很是不好，她现在性子越发的古怪了。我知道了，你也早些回去吧，免得秋姨娘担心。好的，大姐姐。大小姐，四小姐一直在我们的院子外面徘徊。她怎么会在我们的院子外面？不是说王姨娘病了吗？奴婢看四小姐的气色很差，秋姨娘跟王姨娘不怎么对付，而早晨相爷让人搜了院子，想必吓着了养病的王姨娘。去请她进来吧。是，小姐。四小姐，请。穆雪衣咬了咬唇，良久，一副慷慨赴死的模样，踏进了锦兰院。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要去送死呢，这般姿态，你怎么瘦成了这样？没吃饭吗？大姐姐，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跟你唱反调了。大姐姐，求求你，救救我姨娘，求求你，姨娘她吐血了。王姨娘吐血了？府医去看过了吗？府医看过了，也开了药，可姨娘吃了之后不见好，反而变得更严重了。大姐姐，我求求你，救救王姨娘，我以后做牛做马都报答你，求求你了，大姐姐。王姨娘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的。莫婉熙叹息一声，青竹，将小厨房炖着的参汤给四妹妹装一碗过来。是，小姐。冬儿，小姐，
去国公府找我表哥，请表哥为我请回春堂的秦大夫来府中一趟，喝点汤吧，暖暖胃。你应该还没有吃午饭吧？莫婉熙却是贴心的让人在小厨房给穆雪衣准备了吃食。三妹妹，回去之后将赵大夫开的药方收好，将熬成的药渣也收好。大姐姐，这些东西有用吗？若是你还能找到就有用，若是找不到了……莫婉熙叹息一声，大姐姐，药方在我身上，但是药渣得回去看看，我这就回去拿。哎，不着急，先把东西吃了，等秦大夫过来我们一起过去吧。轩听说莫婉熙请秦大夫去相府一趟，以为是莫婉熙出了什么事，急得立马就要进宫请御医。好在冬儿解释得快，说是相府中一位姨娘得了重病，小姐希望能请秦大夫去给瞧瞧，并不是莫婉熙生了病。原来不是希儿有事啊，那就好，那就好。姐，你亲自走一趟，去回春堂请秦大夫走一趟相府。是，少爷。哥，希儿生病了，你就这么担心吗？能不担心吗？那丫头最会逞强，到时候出事了，祖父跟祖母定然伤心，还会惹得父亲母亲跟着忧心。我能多照看一些就多照看一些。那丫头啊，实在是让人心疼。哎呀，我也许久没见过希儿，上一次见她应该是去年过年吧。她瑟缩在姑姑后面，只是打个照面就走了。放心吧，明日她会回国公府，到时候你就能见到她了。哼，这丫头古灵精怪着呢。听说她弹琴跟姑姑有的一拼，是真的吗？青出于蓝还胜于蓝。秦大夫到了，莫婉熙直接让人去了王姨娘的翠荷园。姨呀，你去哪儿了？姨娘，大姐姐来看你了。大姐姐请了回春堂的大夫来，姨娘，你不会有事了。大小姐。王姨娘想要行礼，莫婉熙按住她的肩膀，示意她不用起来。姨娘，你躺着吧，秦大夫，麻烦你了。我可以看看药方吗？穆小姐，这位姨娘只是风寒之症，照理说不应该病成这样。药方在这里，这药方是府中的府医所开，只是药渣不见了。秦大夫点点头，看了看药方，药方没有任何的问题，看来问题是出在药上面。药方没有任何问题，若是有药渣，或许能看出点什么。现在，大夫，我姨娘不会有事吧？还好发现的及时，不会伤及性命。我另外开一方药，到时候让人送过来。熬药的人一定要小心，最好是信得过的人，好好的将养着，能多活一段时间。只是这位姨娘服了绝子药，伤了根本，很难痊愈。大夫，这怎么可能？素萍，王姨娘气得又喷出了一口鲜血。王姨娘，你先不要想那么多，好好养好身体才是。若是你有个什么事情，四妹妹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姨娘，你不能抛下我。姨娘，你还有我，我还在你的身边。姨姨，你放心，姨娘不会那么容易就死，不会出了素萍的愿。姨娘，老爷，大小姐已经出发了。穆丞相只是静静的听着，没有发表任何的意见。爹，女儿给您送汤过来了。穆雪瑶的身影出现在门口，脸上是讨好的笑容。瑶儿，你怎么来了？女儿担心爹爹累着了，姨娘跟爹爹熬了参汤，我专门给爹爹送过来。我的瑶儿最乖了。舅母、大表哥、二表哥来了，快别在门口站着了，快进来。爹跟娘听说你要来啊，一早就叫人准备了你爱吃的糕点。最近府中事情太多了，没法子过来，外祖母跟外祖父恐怕是怨您了。
别说，你还真说对了。娘她老人家呀，是怨念的说你有好些日子没回来看她了。舅母，外祖母会不会骂我？我也是被逼无奈，可不是不回来看他们。瞧你这样子，娘她怎么舍得骂你呀？没有想到你还真怕娘骂你啊。自然是怕的，娘亲都怕被外祖母骂，我就更怕了。怎么样？秦轩用手肘捣了捣清明。我喜欢，喜欢就好。希儿啊，好些日子没回来了，相府最近一直不安稳，你没事吧？你那个庶妹真是个不要脸的东西，做出那等不要脸的事情，还连累你们。不过你放心，有我们在，谁也不能看轻了你。外祖母，您啊，就别担心了。穆雪柔是穆雪柔，我是我，她做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我也不受影响。若是因为穆雪柔的关系而不愿意娶我的人，说明此人根本就不爱我，我又何必为这样的人伤神呢？您说是吧？就你看得开，要是别人家的嫡女，估计早就吵着吊死家中的庶女了。哎，外祖母，我给你带了好东西。东儿搬进来一个箱子，咚的一声放在地上。希儿啊，这是……穆婉熙起身将箱子打开。我知道外祖母这段时间信佛，无意间得了这么一座观音，想来外祖母应该会喜欢。你这孩子有心了。外祖父的腿每到天气突变的时候就会很疼，这是给外祖父准备的。莫婉熙将一枚暖玉双手捧到老国公的面前，外公戴上之后就不会那么难受了。好孩子。希儿没有什么好东西送给舅母，前些日子得了一个小玩意儿，送给舅母把玩。莫婉熙从箱子里掏出一枚鸡蛋大小的夜明珠，塞到秦国公夫人的手中。哇，好大的夜明珠！表妹，这只有小玩意儿，那什么才能叫好东西啊？您表哥，夜明珠这东西要在适合人的手中才值钱呢，在我手中就是一枚弹珠，不值钱的。希儿还得了一副前朝大家洛枳的真迹，知道舅舅喜欢，所以特意拿了过来。果然是洛枳的真迹。希儿，你从哪里找到的？洛枳的真迹不都绝迹了吗？有心总是能找得到的。希儿不喜文字，这端砚在希儿手中也没用，送给轩表哥了。谢谢希儿。希儿，你偏心，大家都有礼物，我的呢？若是落下我可不依。秦明见大家都有礼物，可箱子已经空了，顿时满脸的失望。希儿，你偏心，你偏心！礼物，我的礼物呢？希儿，我也是你的表哥，希儿你怎么能落下我呢？希儿，明表哥好伤心，好伤心。青竹，小姐。青竹捧着一个盒子走了进来，秦明一见，眼睛瞬间就亮了。表妹，那是给我的吗？是的。打开一看，里面静静的躺着一把剑，一把甚是古朴的剑，外表看起来丝毫的不起眼。这是……老国公吃惊的站起来。祖父，这是希儿送给我的，你可不能抢。多，你这臭小子，我会抢你的东西吗？老国公瞪眼，他只是很惊讶罢了。莫婉熙也被老国公激动的样子给惊讶了一下。冷玉妃随便扔给他的，怎么很值钱吗？希儿，这剑你哪里来的？我想送一把剑给明表哥，我的一位好友知道了之后，就扔了这破烂似的剑给了我。当时我还因为这个把他骂了一顿呢。怎么，外祖父，这把剑很值钱吗？你们这些孩子真是暴殄天物哦！这可是名剑秋水，吹毛断发，杀人不见血。秋水，10大名剑中排名第8的秋水。
莫婉熙眨巴着眼睛问道。对。秦明一听，两只眼珠子都直了，唰地拔出剑鞘，随手一挥，就将身边的茶几劈成两半，连一点木屑都没有，好锋利的剑。好剑。废话，希儿，谢谢你啊，我就知道你不会忘了表哥的。没事没事，这破烂你喜欢就好。秋水剑在他眼中都成破烂了。希儿，秋水剑不是破烂，如果秋水剑都是破烂的，什么才是好剑？自然是龙吟凤羽了，排名第一第二的名剑。不过相对于我来说，我更喜欢凤羽。听说凤羽乃是女子佩剑，剑身轻巧短小，却是锋利无比，用来防身最适合不过了。你倒是想得美，那可是龙吟凤羽，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吗？不知道10大名剑都流落江湖了吗？这两把剑更是销声匿迹很多年了，哪里找得到？那可不一定，这秋水不就找到了吗？虽然是别人丢给我的破烂。秋水不是破烂，希儿，不带你这么欺负我的。好吧好吧，秋水不是破烂，行了吧？只要明表哥你喜欢，秋水那就是一把无往不利的宝剑。对，无往不利的宝剑，用来保护秦国公府的宝剑。没有人发觉穆婉熙的不对，秦老国公却是察觉了，直接将穆婉熙和秦国公叫去了书房。外祖父，舅舅，你们干嘛都这么看着我？说吧，你是不是惹祸了？没有。老国公显然不信。没有。自然是没有，不过很快就会闯祸了，需要外祖父跟舅舅的帮忙。外祖父，舅舅，母亲生产就在这个月了，为了保证母亲能够平安生产，我需要外祖父跟舅舅的帮忙。你说，母亲若是平安生下孩子，那么外祖父跟舅舅就什么都不用做。若是母亲或者是弟弟妹妹任何一方出了事情，我请求外祖父跟舅舅撤掉所有对相府对我爹的帮助，并且全力打压他。老国公和国公爷都有些吃惊地看着穆婉熙，不过两人很快就明白了，同时点头道：要做什么你放心去做，填通个窟窿，外祖父给你顶着。谢谢外公，希儿还有事要去求外祖母。外祖父，你跟舅舅慢聊。去吧，去吧。穆婉熙跟老国公夫人求了他身边最擅长接生的顾嬷嬷去了相府照顾穆夫人，同时还央求秦轩将秦大夫弄成穆婉熙的专用大夫。熙将顾嬷嬷送去主院之后，只是刚经过小花园，就遇到了在小花园散步的穆雪柔。若是穆雪柔倒也没什么，偏偏穆雪柔的身边还站着宋英杰。见过郡王。穆小姐不必多礼，我只是来看看柔儿而已。大姐姐，你又出府了吗？哼，身为相府的嫡女，经常出去抛头露面，也不怕损了相府的名声。二妹妹都绿了，相府的名声早就被二妹妹你败光了，也不差我这一星半点了。你，郡王，婉熙告退。宋英杰见穆婉熙要走，顿时急了，想也不想就凑身上前，挡住了穆婉熙的去路。穆小姐，我想你跟柔二小姐之间应该有些误会，不如这样，今日本郡王就做个见证人，你们姐妹二人冰释前嫌，您看如何？郡王误会了，我跟二妹妹没有任何的误会。穆小姐。宋英杰忍不住又一步上前，穆婉熙却好似受到了惊吓一般，连连后退。郡王请自重，婉熙跟郡王没有任何的关系，也请郡王不要靠近婉熙。婉熙不希望哪日又听到郡王在别人面前说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了。说完，穆婉熙头也不回的带人离去，只留下一个远去的背影。宋英杰呆呆地看着穆婉熙离去的背影。是了，他是因为宫中的事情厌恶他了。郡王，
穆雪柔想要夺回宋英杰的目光，宋英杰转过头来，却是一脸厌恶地看着他。贱人，你好自为之！若是再让本郡王知道你跟哪个野男人有关系，本郡王杀了你！是穆婉熙，穆婉熙跟你说什么了？哼，你不过是个低贱的淑女，竟然直呼婉熙的名字，真是不要脸！你是不是喜欢穆婉熙？你根本就是喜欢她！穆雪柔眼睁睁地看着宋英杰离去，一双眸子恨得可以滴出毒液来。穆婉熙，贱人，贱人！小姐，春花，你过来，我跟你说。穆雪柔在春花的耳边小声地说着什么，春花的脸色变了变，乖乖地跟着穆雪柔回了她的院子。然后过没多久，春花就悄悄地让人带了一封信去户部尚书府。大小姐，二小姐身边的春花让奴婢带了一封信去户部尚书府。守门的张婆子站在穆婉熙的屋里，禀报着穆雪柔的一举一动。金竹立刻拿出2两银子递给张婆子。张婆子接过去之后，笑得见牙不见眼。张婆子，要记住，你来大小姐这里是来问大小姐要不要出门的，你好给大小姐准备马车，知道吗？哎，知道，我是来找大小姐，问大小姐是不是需要马车而已。行了，你下去吧。小姐，这二小姐又想做什么？穆婉熙微微一笑，做什么？自然是想要找景城了。二小姐找江公子做什么？她如今都跟郡王定亲了，又私下找江公子，不怕被宋郡王发现解除婚约吗？哼，她自然不会那么傻，只怕她还以为景城心系于她，想要利用景城对付我吧。如今她被父亲拘在相府中，不能出去，想要设置什么圈套，自然只能找景城帮忙了。江公子会帮二小姐吗？我也不知道江景城会怎么做，不过若是这次他帮着穆雪柔算计了我，那么我们之间的友谊就算是到了头了。所以我想再相信他一次。江景城收到穆雪柔的信。少爷，拿过来，我倒要看看这个恶毒的女人想要做什么。哼！信拆开来，江景城从头看到尾。哼，写的真是情真意切啊！爹爹求子多年，如今母亲跟姨娘双双即将临盆，大姐姐这些日子愈发嚣张跋扈，仗着秦国公府的撑腰欺辱我们母女俩。若是母亲生下儿子，那么姨娘跟我在相府就再也没有容身之处了。柔儿一直心仪锦城表哥，奈何大姐姐不许我们二人在一起，多方迫害。为了我们的将来，务必请锦城哥哥助柔儿一臂之力，为柔儿求取一道咒符，以大姐姐的名义去求，诅咒父亲断子绝孙。锦城哥哥请放心，父亲是绝对不会伤害大姐姐的。大姐姐身后有国公府撑腰，最多挨一顿骂，但是我不一样，若是不这般做，姨娘只怕别想平安生下弟弟。锦城哥哥，柔儿求你了，这穆二小姐真是恶毒啊！哼，既然她都这么情真意切的恳求我，我自然是要帮一帮她的。少爷，你是要帮着穆二小姐陷害大小姐？世叔一听急了，少爷若是这次帮了二小姐，那他跟大小姐的情分就真的到了尽头了。哼，别人都厚颜无耻的求上门来了，自然是要帮帮的。穆雪柔收到江景城的回信，一个人在屋子里笑得鬼气森森。若不是众人知道穆雪柔的性格，只怕早就吓得躲着不敢出来了。穆婉熙得知穆雪柔的表现之后，冬儿让人去跟着江景城，看看他去做了什么。是，小姐。等等，小姐还有什么吩咐？这件事情不用你去。冷玉飞，小美人儿，你找我？穆婉熙的话音刚落下，房梁上就垂下来一个人影，掉在穆婉熙的面前。帮我查查江景城去做什么了。小美人儿，可有报酬？有，今晚我将我当二妹妹赏给你享用了。算了吧，那种女人谁看得上？还是不去怡红院找我的小桃红，比她好千百倍。行了，快点去，等你回来，晚上给你放假，
让你去找你的小桃红。你这无情的臭丫头，居然赶我！我一片痴心啊，都碎了一地。还不快点去！吓得冷玉飞眨眼就消失在穆婉熙的面前。小姐，冷公子的轻功可真好。躲在暗处的护卫快速的伸手入怀，拿出一个小本子，一支毛笔，用舌头舔了舔毛笔，在本子上写道：今日冷玉飞跟穆小姐表白了。想了想，某暗卫又觉得不对。昨日穆小姐去了秦国公府，说了一句喜欢凤羽剑，爷就从昨天晚上开始找凤羽剑，还说找不到凤羽剑就让他们兄弟别回去了。唉，穆小姐喜欢什么不好，偏偏喜欢凤羽剑。暗卫将纸张写了下来，卷成一卷，又从袖子里掏出一只鸽子，将信放了进去。王爷啊王爷，有人来抢你的女人了，咱们要不要上去砍死那个人呢？林奕晨收到暗卫的传信，一张脸青了黑，黑了紫，紫了又黑，最后一掌拍碎了新换的紫檀木桌子。来人，去把冷玉飞给本王抓来！林奕晨怒不可遏地吼道：死小贼，献殷勤也就算了，还敢跟他抢女人，不想活了。他要不收拾他，还以为他杀神的名字是叫着好玩的。王爷，您不怕误了穆小姐的事儿吗？回来。爷，还要抓冷玉飞吗？不抓了，去监视冷玉飞，看看他做什么了。他做的任何事情都必须禀报本王。是，主子。江景城去求了2道符咒，一道是平安符，一道是诅咒穆丞相的。少爷，您……世叔有些惊讶，他一路上心惊胆战，就怕自家少爷想不开，帮了穆雪柔。我虽然不能像齐那样直接保护婉熙，可我也能在其他方面帮助他。少爷，这符咒是……哼，将这符咒给穆雪柔送去，就说按他的要求做的。是，少爷。至于这平安符……唰的一声，手中握着的平安符就被人给抢了。冷玉飞瞟了一眼江景城，悠悠地问：给穆婉熙的？你是何人？想做什么？你是何人？想做什么？跟穆婉熙有仇的人。我警告你，你要是敢碰婉熙一根头发，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穆雪柔很讨厌穆婉熙，那么喜欢穆雪柔的你，听到我跟穆婉熙有仇，不是应该很高兴才对吗？喜欢穆雪柔那是以前，现在我绝不允许你伤害婉熙。若是你敢伤害婉熙，不只是我不会放过你，秦国公府也不会放过你。哼，你的话我记住了，我会如实告知穆婉熙的，也算是他没有相信错你。什么？江检察，你应该庆幸你已经想开了，没有帮着穆雪柔害穆婉熙，不然你现在已经成了死尸。你到底是何人？哼，我是何人，你不必知道，你只需要知道，穆婉熙是我要保护的人。若是你敢帮穆雪柔害她，可不要怪我不念你们多年的情谊。好在你没有让我失望。冷玉飞冷哼一声，扬长而去，刚刚转过脚，就被一把剑架在了脖子上。冷玉飞，睡王殿下，你这是做什么？冷玉飞见过林奕晨，一眼就认出来了，在某天晚上闯进穆婉熙房间的家伙，还把他给赶走了。以后穆婉熙的事情你不准插手。哼，恐怕我做不到啊。不是我不答应你，而是穆婉熙不会答应。穆婉熙只喜欢用我，她呀是绝对不会向殿下你求救的。瑞王殿下，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林奕晨看着冷玉飞一脸欠抽的模样，就觉得手痒痒，狠狠地赏了冷玉飞一拳头。你觉得本王会在意穆婉熙说什么吗？你在意？你不止在意，你还非常在意。今天你打我，你记住了，等我回去非得跟希儿。砰的一声，话还没说完，冷玉飞又挨了一拳。混蛋，不准打脸！再让本王听到你叫他希儿，本王割了你的舌头。冷玉飞回到穆家的时候都是蒙着脸的，坐在房梁上，将平安符扔给了穆婉熙。江锦城给你的，他按照穆雪儿的要求求了一道咒符，不过江锦城
将里面的生辰八字换成了穆雪柔的。若是所料不错，穆雪柔这2日就会让人放到你的院子里，你自己谨慎点。我最近有事不在。3天，我给你放3天假。3天后无论如何都要回来，娘亲随时都有可能生产，我需要你的帮忙。好，3天后我一定回来。冷玉飞打算走了，可是想到白白挨了一顿揍，太亏了，于是回过头来。莫婉熙，小心瑞王，这个人很阴险。我会小心的。冷玉飞顿时眉飞色舞。林奕晨啊，林奕晨，他不让他告状，还不能让他在穆婉熙的面前诋毁他吗？让他叫人揍他，看他以后还敢不敢了。暗舞就将冷玉飞在穆婉熙面前给冷奕晨上眼药的事情告诉了林奕晨。于是乎，准备养伤的冷玉飞伤上加伤，差点爬不起来。小人！冷玉飞对天怒吼，打脸什么的最可恨了。苏姨娘病了，加上怀孕后期情况就更恶劣了，很有可能早产，甚至1尸2病的时候，老夫人坐不住了，亲自去了香兰院。小姐，因为苏姨娘的病，相府都鸡飞狗跳了。真是的，夫人也怀着孩子呢，怎么也没见她这般折腾。小姐，何姨娘来了。何姨娘？莫婉熙似乎想不起何姨娘是谁，相府中什么时候多了一个何姨娘了？小姐，是秀禾。青竹赶紧提醒莫婉熙，我知道了，她这个时候来我锦兰院做什么？小姐，要见她吗？让她进来吧。怎么说，我和她也是主仆一场。是，小姐。秀禾虽然成了姨娘，可是在相府中日子并不好过。穆丞相又是个薄情寡恩的，宠了秀禾一段时间之后，就将她忘在脑后了。苏姨娘这段时间可没少折磨她。大小姐，何姨娘，许久不见，别来无恙。今天怎么有雅兴来我这锦兰院了？求大小姐救救我！大小姐，你一定要救救我，不然我就死定了！大小姐，何姨娘，你这是做什么？如今你也是相府的姨娘，也算是个主子，你这般跪在我院子里，让人瞧见了，还以为我欺负你了。大小姐，看在我们主仆一场的份上，大小姐，你救救我吧。秀禾，我们曾是主仆，可是你却是一个被主的奴才，难不成你以为我是以德报怨的人？大小姐，何姨娘，在这相府中，只有爹爹才是正正经经的主人，只有得到爹爹的庇佑，才能安枕无忧。苏姨娘怀着孩子又病得厉害，爹爹最近很辛苦。我相信你是个聪明人，定然知道该怎么做。秀禾眸子一亮，瞬间明白穆婉熙话中的意思。谢谢大小姐。何姨娘说什么呢？我可什么都没说。何姨娘还是赶紧回去吧，爹爹很快就要下朝回来了。绿茵看了一眼秀禾，离开锦兰院。绿茵，你在这里做什么？方官见绿茵脸色不好，有些疑惑地问道。我跟秀禾曾经是好姐妹，看到她回到锦兰院，所以出来看看。方官狐疑地看了一眼绿茵，总觉得绿茵有些奇怪，却也没有多说什么，还是向着穆婉熙禀报了绿茵的异常。我知道了，你下去吧。莫婉熙听过之后并没有什么异常，只是让方官下去。方官有些不解，自己院子里的丫鬟有问题，难道不应该去查一下吗？冬儿，去看看绿茵的弟弟是否还在相府，或者说跟什么人接触过。好的，小姐。小姐，是不是苏姨娘又想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了？鬼丫头，她不是想做伤天害理的事情，而是想害你家小姐跟你家夫人。什么？苏姨娘她敢？难不成你以为她最近装病，弄得相府鸡飞狗跳是为了什么？哼，秋儿，看着绿茵，瞧瞧她到底想做什么。另外，王姨娘如何了？想必应该好的差不多了。王姨娘伤了根本，虽然秦大夫为她尽力调养了，可是也只是多活一些日子罢了。秦大夫说了，王姨娘
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了。那四妹妹如何了？四小姐这段时间一直在王姨娘身前侍疾，不过三小姐却是经常往前院去，跟相爷处得极好。让她去吧，爬得越高，摔得就越惨。还有一件事，小姐，巧儿告诉我，二小姐的小日子有2个月没有来了。莫婉熙眸光一闪，瞬间便有了主意。真是天助我也！穆雪柔，这下我看你还怎么蹦跶。哼！前世穆雪柔也说过，她曾经怀过宋英杰的孩子，可是最后拿掉了。这一世依然为宋英杰怀上了孩子，可要让这个孩子好好的。小姐，奴婢不明白。你很快就会明白的，只有这个孩子好好的活着，对我们才有用。暗卫见了，赶紧飞鸽传书。爷，穆小姐又要害人了。穆婉熙在傍晚的时候故意带着人出了锦兰院，一直苦于找不到机会的绿茵，终于找到机会进到穆婉熙的房间，蹑手蹑脚的进去，又偷偷摸摸的出来。见没人发现，这才松了一口气，赶紧离去。房梁上，冷玉飞嘴里叼着一根草，翻身下来，将绿茵藏在穆婉熙枕头下的符咒拿了出来，躺在床上将符咒翻来覆去的看。哎，穆婉熙啊，穆婉熙，你说在你家里，怎么就有这么多想你死的人呢？某暗卫原本正在打瞌睡，听到冷玉飞的声音，睁眼一看，赶紧拿起纸笔。主人，那小子又回来了，还躺了穆小姐的床。丝毫不知道自己在暗卫心中多了一条死罪的冷玉飞，正在思考着该怎么做。穆婉熙回来了，见冷玉飞躺在他的床上，指尖夹着的是一道黄符，眉头跳了跳。绿茵放进来的。冷玉飞爬了起来。你还真是料事如神啊，我还没有说你就知道了。穆婉熙，你说相府的人怎么就那么蠢，一个两个都觉得你很好拿捏，都来拿你下手。哼，难道我看起来不是很好拿捏吗？穆婉熙笑得纯真，很无辜，让人一看就联想到小白兔，是挺好拿捏的。啊呸！冷玉飞啐了一口，要是面前的这个女人都好拿捏了，那这天下的女人就都没了脾气了。你想怎么做？自然是请你帮我把这个符咒放到穆雪柔的房间里了。哼，我那位姨娘可是说动了我爹去请了得道高僧，这场好戏他们要唱下去，我怎么着也得配合，是吧？冷玉飞咽了咽口水，突然觉得相府那位姨娘很可怜，挺着个大肚子，你说做的什么孽？你不去招惹这妖孽，说不定还能好好的生下孩子呢。可惜冷玉飞不知道，即便穆婉熙放过了苏姨娘，苏姨娘也生不下孩子，因为她从头到尾就没有怀孕。苏姨娘要得到高人，认为府中有脏东西冲撞了她肚子里的孩子，认为有脏东西克了相府的儿子。为了儿子，穆丞相拼了，穆老夫人也拼了，很快就请来了得道高人。穆夫人听说之后微微蹙眉，如今她就要生产，若是让这些人进来折腾，苏姨娘趁机动了一点手脚，那她和孩子就危险了。嬷嬷，夫人，希儿最近怎么样了？素萍这般闹腾，定然是不简单，你让希儿千万小心自己。林嬷嬷笑着点了点头。先前大小姐派人来说，苏姨娘这般闹腾是想对夫人不利，让夫人听到任何消息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动怒，她不会有事的。希儿她，夫人你放心吧，大小姐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单纯的大小姐了，大小姐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更何况
大小姐有秦国公府撑腰，相爷就算是再生气，也不能动大小姐的。可是嬷嬷，希儿年纪还小，她怎么可能是苏嫔那种恶毒的女人的对手？夫人，你嫁入相府这么多年，何曾见过苏姨娘吃亏？可你仔细想想最近发生的事情，夫人，你觉得这一切只是苏姨娘的不小心吗？嬷嬷，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啊，夫人，你只要安心待产就好。你看大小姐还专门去老太君的面前求了顾嬷嬷过来，又求了秦大夫每日过来就诊。你呀，就别操心那么多，大小姐已经长大了，她呀就差个弟弟给她撑腰了。是啊，希儿还差个弟弟给她撑腰，轻轻地抚摸着肚子。孩子，以后你可要好好的保护你姐姐。夫人这话说的，应该告诉小少爷，不用担心，他姐姐会保护他的。是的，我们会保护他的。所谓的高人很快就来了，莫婉熙身为相府嫡女，自然是要在场的。法事在香兰园做，老夫人跟着莫婉熙都在场，等着看是何方妖孽竟敢迫害他们的子嗣，给祖母爹爹请安。希儿，你来啦，来到祖母身边来。祖母，这位大师看着就像个高人，苏姨娘跟未出世的弟弟都会平安无事的。哈哈，还是你这孩子贴心呐。老夫人总觉得莫婉熙说的话有点不对，可是细想又没有哪里不对。老爷，都准备好了，大师问吉时快到了，能否开坛了？开吧。大师，可以开坛了。邱姨娘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练，越发的干练了。高人嘴里念念有词，突然睁开眼睛，目光看向某个方向。开！妖孽在西南方向。西南方向？那不是大姐姐住的方向吗？二妹妹这话说的对，我的院子就在西南方向。可是二妹妹别忘了，不只是我，祖母跟你的院子可都在西南方向。大师，可有破解之法？以贫道看来，只有依次去搜一搜西南方向的院子了。妖孽所在的院子里，定然能搜出邪祟之物，而苏姨娘母子不安，就是这邪祟之物作怪。这……穆丞相有些迟疑。有邪祟迫害我穆家子嗣，自然是要搜的，我的上院也不能例外。婉熙，你觉得呢？自然是要搜的，若是不搜，婉熙也不放心。毕竟娘亲也怀着孩子，而且即将临盆。好在娘亲的院子在东南院，不会惊扰到娘亲。弟弟，下令搜吧，相府的子嗣最重要。来人，去搜。是，老爷。穆雪柔看着镇定自若的穆婉熙，冷笑一声：“哼，弟弟是得好好搜搜，这次若是查出来，定然是要严惩的。”二妹妹说的是，相府乃是高门大户，总不能容忍那些阴私的小人迫害相府的子嗣吧？穆雪柔朝身边的春花使了个眼色，让春花去看看情况，若是情况不对，好提前想办法。春花点点头，悄悄地往院门外溜去。二妹妹，你的丫鬟要去哪儿啊？穆丞相跟穆老夫人都看向那名想要偷偷溜出院子的婢女。站住！你要去哪里？春花吓得回过神来，跪在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祖母，弟弟，女儿就是有些饿了，想让春花去为我拿些糕点过来而已。二妹妹，现在是敏感时期，道长正在捉妖，咱们还是不要乱走，免得让人以为咱们是心虚。穆婉熙，你什么意思啊？穆雪柔当场就怒了。二妹妹，我没什么意思，
只是想让你安心的道，爹爹跟祖母定然不会冤枉任何人的。莫婉熙讨好的看向穆老夫人和穆丞相。好了，等道长的结果。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这位得道高人带人搜出了2道符咒，而这2道符咒，一道是出自穆婉熙的锦南院，一道是出自穆雪柔的雪原。这是怎么回事？婉熙，你说。道长，请问哪道符咒是从我院子里搜出来的？这一道。管家将自己手中端着的那一枚递了过来。穆婉熙，我真是没想到你竟然如此的狠毒，竟然要诅咒我的姨娘跟弟弟。你是相府的嫡女，母亲如今也身怀有孕，即将生产，你为什么就容不下我姨娘跟弟弟？穆婉熙，我真是没想到你竟然这般狠毒，枉我平时如此疼爱你。祖母，爹爹，难道你们平时对婉熙的疼爱都是假的吗？你们都不看看我求的是什么，就给我定罪吗？祖母，爹爹，婉熙做了什么，竟然让你们这般不信任婉熙？穆丞相一把夺过符咒，撕开来，里面竟是一道平安符，祈求全家平安，祈求相府早日添丁的平安符，以及穆婉熙的生辰8字。穆老夫人看了，脸色很是不自在。婉熙啊，是祖母错怪你了，快起来，别哭了。是婉熙的错，婉熙若是早些告诉祖母跟爹爹，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只是不知道另外一道符咒求的是什么，想必二妹妹跟婉熙一样，希望娘亲跟姨娘能够早日为相府添丁。穆丞相迟疑了一下，拿过另外一道符咒撕开，看清楚里面写的是什么之后，几乎将眼珠子瞪出来，恶狠狠地瞪向穆雪柔。穆雪柔，爹爹，不是我，我没有诅咒爹爹跟母亲。孽女！穆丞相一巴掌扇在穆雪柔的脸上。爹，我没有。你竟然还敢狡辩，我打死你！爹，您不要动怒，动怒对身体不好。二妹妹究竟求了什么，竟让爹爹如此动怒？符咒飘落在地上，那赫然是一道诅咒穆丞相断子绝孙，诅咒穆夫人一尸两命，诅咒老夫人早登极乐，以及诅咒穆婉熙不得好死的恶毒诅咒。穆老夫人看了一眼，整个人只觉得眼前一黑，就要栽倒。祖母，您没事吧？您别吓婉熙。娘，你消消气，别为了这孽畜气坏了身子。孩子，祖母对不起你呀，别担心，祖母不会有事的。祖母就是有些累了，想回去休息一下。冬儿，小姐，快去国公府求了外祖父的牌子，请御医来。是，小姐。大小姐，您照看着相爷，老夫人有奴婢们照顾着，不会有事的。刚才爹错怪了你，你可怪爹。女儿不委屈，只要爹爹相信女儿就好。穆雪柔，爹，不是我，真的不是我真的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你要相信我。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狡辩？穆雪柔词穷了，她能说她知道这道符咒的内容，是因为这是她写来栽赃穆婉熙的吗？她不能。爹，不是女儿，真的不是女儿，女儿怎么会诅咒爹爹跟姨娘呢？爹爹跟姨娘那么疼爱女儿。畜生！穆丞相又给了穆雪柔一脚，踹得穆雪柔只觉得脊背都要断了，却不敢闪躲。枉我疼了你10几年，最后你居然是个养不家的白眼狼！
竟然这般回报我对你的好，你简直连畜生都不如。爹，不是我，不是我。穆婉熙，说，是不是你陷害我？你这个恶毒的贱人，是你害我，是你害我！二妹妹，我究竟是哪里对你不好？你要三番四次的陷害我，我吉吉李少也因为嫉妒我，烧了我的绣屏，害得娘亲昏迷，差点流产。我受伤，你说是我害你。外出踏青我不会骑马，你非要我骑马，还让紫渊惊了我的马，让我摔下马，差点没命。你也说是我害你。皇后娘娘寿宴上，你跟郡王苟合，被皇后娘娘撞破，你往我身上推，仍然说我害你。如今你诅咒父亲、祖母跟娘亲，还有我，还要说我害你，你真当我是没脾气吗？难道不是你害我？就是你害的我！穆雪柔状若疯狂，就是你害的我，就是你害的我！你为什么不去死？吉吉李少，你就应该去死！你那该死的娘也该去死！要是她死了，我娘就是正妻，我就是嫡女，你们为什么不去死？穆丞相听了这话，脸色气得铁青。来人，请家法，我今日就要打死这个孽女！相爷，不要啊！柔儿她只是受了刺激，相爷。装病的苏姨娘再也忍不住了，冲出来，跪在穆丞相的脚边。相爷，求求你看在孩子的份上，饶了柔儿这次吧。苏氏，你居然还为她求情！穆丞相的脸色黑得吓人。这孽女诅咒你肚子里的孩子去死，诅咒我断子绝孙，诅咒我们全家去死，这样恶毒的女儿我没有。相爷，求求你，若儿只是一时想岔了，她本性善良，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的。爹爹，我没有诅咒你，我没有，我只是恨不得夫人跟穆婉熙去死，可我没有诅咒你。孽女！穆丞相接过管家手中的鞭子，就抽向穆雪柔，噼里啪啦的声音听得人毛骨悚然。娘，救我！娘！穆雪柔被抽得满地打滚。相爷，不要啊！苏姨娘尖叫一声，抚着自己的肚子。我的肚子，我的肚子！丞相手一松，鞭子就脱手了。穆雪柔虽然可恨，可孩子……快去请大夫！相爷，柔儿！穆丞相将苏姨娘放在床上。闭嘴！今日谁也不准为她求情。这么恶毒的女儿，我定然是不会再要的。看好苏姨娘，若是她肚子里的孩子有个三长两短，你们都不用活了。相爷，求求你饶了柔儿吧。姨娘，您保住身子，为了小少爷，您一定要保住身子。郭嬷嬷推开那些上前的婢女，拦住了苏姨娘。姨娘，别担心，只要生下儿子，咱们就还有翻盘的机会。这个时候可不能惹恼了相爷，不然相爷去母留子，我们可就真的没活路了。苏姨娘一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听着穆雪柔撕心裂肺的求救声，却只能无能为力，双手死死地抓着床单。穆婉熙，我定要让你生不如死！穆雪柔被穆丞相生生地抽晕了过去。穆婉熙看着晕过去的穆雪柔，眉角微扬，看来冷玉妃找的果然是好药，害了这么一顿打，穆雪柔肚中的孩子都不见有滑胎的现象，还真是令人称奇呀。来人，将这孽女绑了。
陈塘。爹，不要！莫婉熙赶紧跪了下来。爹爹，二妹妹虽然不孝，虽然行为不当，可她怎么着也是您的女儿，血浓于水。而且爹爹身为一朝首辅，若是让人知道爹爹将自己的亲女儿陈塘，定然会影响到爹爹的名誉跟仕途。爹爹不能因为二妹妹毁了爹爹的名誉啊！穆丞相冷静下来，仔细一想，也对，他真是气糊涂了，怎么能因为一个孽女气坏了身子，毁了自己的名誉？可是不处罚他，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这孽女简直是无法无天，若是轻易的饶了她，她只怕会更加的变本加厉。是啊，大姐姐，二姐姐那么害你，你还帮着她说好话，我看呐，爹爹就应该重重的惩罚她。她连爹爹跟祖母都敢诅咒，若是不罚她，只怕其他人都有样学样了。穆雪瑶不赞同的开口：是啊，大小姐，先前二小姐还攀咬你呢，若不是相爷阴你，只怕现在被打的就是你了。邱姨娘也忍不住开口，先前她都被吓住了，这个时候才回过神来，这穆雪柔胆子也太大了。邱姨娘，三妹妹，纵然二妹妹有错，可也是爹爹的女儿。我没有这样的女儿。爹，女儿也是为了爹爹好，相府的名声本来就因为二妹妹一落千丈，若是再传出二妹妹诅咒祖母、诅咒父亲跟主母的话，相府的名声就要跌入谷底了。穆婉熙语重心长的开口，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不能闹大，只能私下处理。如何处理？穆丞相气得脑门子都疼了。穆婉熙不赞同的开口，爹爹忘了，二妹妹跟郡王主已经换过更帖，算是成国公府的人了。说是打死二妹妹，到时候去哪里找个人嫁去成国公府？穆雪瑶却是眼前一亮，穆雪柔死了，她是不是就能顶替穆雪柔嫁入成国公府，当郡王侧妃？穆丞相想了想，总算是按捺下杀死穆雪柔的心。可也不能继续容忍他做些上不得台面的龌龊事。这事若是让成国公府知道，只怕当天就得来退婚。爹爹只需将二妹妹关在院子里，不让她外出，也不让她去跟外人接触。另外，爹爹还得下令让府中的下人不得将今天的事情传出去，等到二妹妹及笄，让成国公府的人抬回去就行了。穆丞相想了想，赞同的点了点头。来人，将二小姐关进雪园，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她出来，也不准任何人进去看她。是，相爷。爹，女儿送您回去吧，祖母不会有事的，宫中的御医很快就会过来的。丞相府发生的事情虽然及时压了下去，但是还是瞒不了有心人。苏贵妃得知穆雪柔被软禁起来，苏姨娘也好不到哪里去的时候，恨得砸碎了一地的瓷器。废物，废物，都是废物！娘娘，别生气，我们还有机会。只要秦月雅生不成儿子，而苏姨娘生下儿子，那么他们就还有翻盘的机会。娘娘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笼住陛下的宠爱。嬷嬷，你说我该怎么做？轩儿需要相府的支持，需要兵权，可苏嫔那个没用的东西竟然一样都没抓住。娘娘别着急，相府还在掌控之中，只是奴婢觉得穆婉熙只怕是脱出掌控了。苏姨娘最近发生的事情似乎都跟穆婉熙有关，我怀疑穆婉熙怕是知道苏姨娘的打算，不情愿做傀儡了。废物！娘娘，你金尊玉贵，何必跟那等人计较？没能拉住穆婉熙，
没得到秦国公府的支持固然可惜，可我们毕竟有宋亲王府的支持。苏贵妃听了苏嬷嬷的话，总算是冷静了下来。是了，她还有陈国公府，只要穆婉熙还没有出嫁，那么就还有翻盘的机会。只要让穆婉熙嫁给他们的人，那么就不愁秦国公府不帮他们。嬷嬷，我觉得还是应该让英杰娶了穆婉熙，你觉得如何？苏嬷嬷想了想，这倒是一个好办法。可当初我们在皇宫之中的算计落空了，只怕穆婉熙已经开始防备我们，我们想要再次算计他，只怕不容易了。哼，本宫想要算计他，他就算是不受也得受着。娘娘的意思是，明日传穆婉熙进宫，就说本宫召见。苏贵妃眼底的恶毒蔓延。穆婉熙，你逃得了第一次，还能逃过第二次？林奕晨看了看手中的消息，瞬间捏成了碎末。好一个冷玉妃，好一个穆婉熙。爷，咱们现在是……本王出去走走。林奕晨咬牙切齿地开口，于是打算出去走走的某王爷就走到了相府，走到了相府的后院，走到了穆婉熙的院子。穆婉熙正在院子中看书，如今已经是9月底了，京中已经不热，在外面看书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某王爷想到自己煎熬的内心，再次看看穆婉熙那惬意自然的样子，就恨得牙痒痒。咳嗽2声，想要引起穆婉熙的注意。穆婉熙自然是听到了，不过却是不动声色地翻了一页，继续看。瑞王林奕晨再次咳嗽，穆婉熙依旧是不动声色，还端起了一旁的茶喝了一口，怡然自得的神情大大的刺激了瑞王殿下。穆婉熙，林奕晨愤怒：瑞王殿下，青天白日，您这是登堂入室呢，还是鸡鸣狗盗？瑞王林奕晨凤目微眯，危险地看着穆婉熙。最近胆儿肥了，是不是觉得找到男人依靠，就可以不把本王放在眼里了？王爷说笑了，婉熙的眼睛就这么一点大，放不下王爷这么大的一个人。林奕晨转眼间就蹦到了穆婉熙的身边，伸手扣住穆婉熙的下巴。穆婉熙，你在挑战本王的耐心。瑞王殿下，你光天化日之下偷偷潜入臣女的院子，意欲何为？哼，你说呢？总不至于看上臣女了吧？若是殿下看上臣女了，可以直接向臣女的父亲提示。以殿下的权势，想必父亲很乐意将臣女嫁给你。你喜欢那个小贼？肯定的语气。林奕晨想到这个可能，就觉得心里火烧火燎一般难受，非要得到穆婉熙的回答，不然他觉得心血难平。那是臣女自己的事情，与殿下无关。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小贼？林奕晨捏着穆婉熙下巴的手微微用力，穆婉熙的下巴顿时就红了。穆婉熙却只是蹙了蹙眉，静静地看着林奕晨，并不回答。哼，怎么，被本王说中了？所以你会在深夜专门出去救那个小贼，你才会事事依靠那个小贼，你才会让那个小贼躺你的床。林奕晨，你派人监视我，我做什么都是我的自由。瑞王殿下，你虽然身份高贵，可也不能管到我做什么吧？哼，本王管你什么？堂能相府嫡女千金，竟然喜欢一个小贼，还跟一个小贼厮混，传出去，只怕穆丞相当场就得打死你。我就是喜欢一个小贼又如何？他就算是个小贼又如何？他至少坦诚，他至少不会如你这般欺辱我，仗着自己的出身欺负我一个弱女子。你很得意是吧？哼，你不过是命好，生在皇室，若是没有了皇家子弟的身份，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林奕晨的话刺痛了他。穆丞相不在意他，这是事实，只要他有一点错处，就想办法弄死他。他好不容易让穆丞相对他改观，
他绝不允许有人破坏。林依晨显然也没想到，自己的一句话竟然让莫婉熙如此的愤怒，微红的眼眶死死地瞪着他，委屈的又不让眼泪落下来，气鼓鼓的样子让他竟觉得比温婉的假笑可爱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让你离那个小贼远点儿。纵然没有人发现你们的关系，但是难保不会被有心人发现。你应当更加小心才是。或者说，你想给自己创造机会，好求本王。不劳瑞王殿下关心，臣女的事情，臣女自会处理。瓜田李下，未免他人闲言碎语，损坏瑞王殿下的名誉，还请殿下赶紧离开。本王的名声已经很差了，不介意再多一笔。你不介意，我介意。怎么，你觉得你比本王还金尊玉贵？本王都不介意。想让本王走啊？求本王啊！莫婉熙刚压制下去的怒火瞬间又燃烧了起来。滚，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本小姐的面前。王爷不想走，那就留下来吧，正好我的婚事也没有着落。爹爹若是看到殿下在我的院子里，定然会不顾一切要殿下娶了我。殿下位高权重，长得又俊美无双，臣女觉得这笔买卖划算。莫婉熙，明天你会求我，你信不信？瑞王殿下说的话，臣女自然是信的。林奕晨噎了噎，有些气急，起身瞪了莫婉熙一眼，很快就飞檐走壁的离开了。莫婉熙这才松了一口气，这瑞王殿下到底是什么意思？穆丞相看着面前的小太监，似乎有些不敢相信。公公没有传错口谕吧？小太监虚假的笑了笑。相爷说笑了，奴才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假传贵妃娘娘的口谕呀。贵妃娘娘跟贵府大小姐有缘，很是喜欢穆大小姐，所以召穆大小姐进宫陪她说说话而已。穆丞相显然不信苏贵妃会喜欢穆婉熙就有鬼了。穆丞相塞了一小袋银子给小太监。公公，贵妃娘娘找小女到底是何事？相爷，奴才也不知道贵妃娘娘想要做什么，不过贵妃娘娘也请了宋亲王府的小姐跟几位大臣的小姐进宫。穆丞相听出苏贵妃不只是召见穆婉熙一个人，顿时松了一口气。来人，去请大小姐出来，苏贵妃召她进宫陪伴。莫婉熙听到下人来传话，心里咯噔了一下。小姐，要不去国公府求求吧？可这进宫的还有哪些人？宋亲王府的宋灵儿，齐大如的孙女儿齐玉燕，以及少阳公主。莫婉熙顿时松了一口气，只要不是她一个人进宫，那么就不需要太害怕。只要在宫中注意饮食酒水，那么就不会有事。亲主，更衣，女儿给爹爹请安。去宫中陪伴苏贵妃，一定要谨言慎行，不可开罪了贵妃。女儿谨记父亲的教诲。穆小姐，走吧，贵妃娘娘还等着呢。有劳公公了。莫婉熙得体的礼仪令小太监眼前一亮。唉，这美丽的小姐很快就要香消玉殒了。莫婉熙摸了摸头顶的金簪，那可是她保命的利器，上面涂了麻药，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救自己一命。小姐，冬儿有些担忧。无碍，若是我午时还没有回来，您立刻就去秦国公府找我外祖父，请外祖父进宫求见皇上。无论我出了什么事，一律归罪于苏贵妃，并且全力打压苏贵妃一族。冬儿点了点头。莫婉熙将另外一只银簪别在冬儿的头上，记得将银簪交给外祖父，外祖父会明白我的意思的。是，冬儿明白了。两人在马车中说着悄悄话。
小太监没有听清楚，但是让东儿去秦国公府求救的话，他却是听到了。想着不过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婢女，到时候命人拿下就行了。小太监看了一眼东儿，随即带着穆婉熙离去了。臣女参见贵妃娘娘。平身，不必多礼。穆小姐真是好大的架子啊，来拜见贵妃娘娘，竟然也敢姗姗来迟。宋灵儿还没有开口，邵阳郡主倒是先发难了。婉熙见过邵阳郡主。穆婉熙对于邵阳郡主的发难丝毫不在意，反而是温温柔柔的行了一礼。邵阳郡主冷哼一声，有意为难穆婉熙不叫平身，想要穆婉熙难堪。可穆婉熙行完礼，不待邵阳郡主开口，就直接站起了身子。大胆！郡主，这里是甘宁宫。贵妃娘娘，穆小姐如此无礼，不知道邵阳能否替贵妃娘娘教教穆小姐礼仪？邵阳郡主，贵妃娘娘都说了不必多礼了，你却是这般多礼，莫非不是要违抗贵妃娘娘的旨意？好了好了，婉熙你也坐吧，邵阳他就是这样的性子，你别放在心上。邵阳你也不要介意，婉熙她不喜欢这些规矩，大家就都随意一点。很快就有宫女奉上茶水。苏贵妃看着穆婉熙迟疑的模样，冷笑一声：穆婉熙，本宫要出手对付你，你觉得你今日逃得掉吗？婉熙呀，这是圣上赐给本宫的云山雾峰，清香可口，回味甘醇，你尝尝。多谢贵妃娘娘。穆婉熙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婉熙啊，你最近在家中做什么呢？闲来无事，做做刺绣，看看女子读的书籍罢了。穆婉熙开口，顿觉不妙，眼前的苏贵妃仿佛有两个晃来晃去。婉熙看的是什么书啊？说来听听，若是有趣，我们也看看。不过是看一些诗词。莫婉熙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没有机会找到答案，因为她整个人都已经晕了过去。婉熙，齐玉燕叫了一声，然后是七零八落的脚步声。莫婉熙只觉得自己被人扶起来放到了床上。莫婉熙感觉有人走到床前，狠狠地给了她一巴掌，亏得这一巴掌的痛觉让她有些清醒。贱人，敢跟本宫作对，本宫倒是要看看这次谁还能来救你。去请郡王过来。郡王？谁？宋英杰吗？不要。莫婉熙意识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之后，整个人都吓得微微颤抖。苏贵妃，这个仇我们是结下了。莫婉熙摸到藏在衣袖中的簪子，用簪子刺进了大腿。强劲的痛感总算是让莫婉熙清醒了过来，只是身子有些发软。睁开眼睛见房中没有人，顿时松了一大口气。他挣扎着爬起来，朝窗口挪过去。他必须逃走，若是不逃走，落在宋英杰的手上，他宁愿死。没有听到脚步声，莫婉熙松了一口气，打开窗户，却因为身体酸软，根本就没有力气爬出去。不过他接连在自己腿上刺了3、4下。痛感让他找回了一些气力，搬来凳子，脚踩在凳子上，想要爬出去，却因为身子无力，直接一头栽了出去。咚的一声，惊动了屋外的宫女。宫女立马进屋一看，不好了，人跑了，快把人抓回来，不然娘娘非杀了我们不可。莫婉熙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听到近在咫尺的声音，满心的慌乱，以为自己死定的时候，一只手突然抓住了他，带着他躲进了阴暗的角落。宫女慌乱地跑了进来，却没有找到莫婉熙的踪迹，一时间慌了，赶紧带人出去寻找。甘宁宫所有的宫女都动了起来，
自然也惊动了苏贵妃。苏贵妃气得直咬牙：“找，掘地3尺，也要将人给我找出来！”莫婉熙躲在死角里，整个人都在微微颤抖，似乎被吓住了，良久才镇定下来，看是谁救了他。这一看，吓得莫婉熙僵硬在了原地，不知如何是好。嘘！林奕晨捂住莫婉熙的嘴巴，让她别出声。这个死角的空间很有限，为了躲避搜查，两个人几乎是身子贴着身子挤在了一起。莫婉熙甚至能够感觉到林奕晨的呼吸喷在她的脸上。搜查的人走远了，林奕晨这才拿开捂着莫婉熙嘴的手。我说了，你今日会求我的，如何？被我说中了吧？林奕晨一手扶着墙，在莫婉熙的耳边轻语，热气打在莫婉熙的脖子上，瞬间激起了一层的鸡皮疙瘩。莫婉熙此时却是紧紧地抓着林奕晨胸前的衣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只要想到苏贵妃与宋英杰狼狈为奸，毁他清白，再次将他推入宋亲王府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深坑。林奕晨也发觉莫婉熙的不对劲儿，刚想开口询问什么，莫婉熙整个人就埋在林奕晨的怀里痛哭。林奕晨看着莫婉熙这般样子，顿时有些心疼。这个女人不是任何时候都面不改色笑不离面吗？怎么今天被苏贵妃这么一下，哭得跟个泪人似的，好似受了很多委屈一样。娘娘，莫婉熙人呢？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莫婉熙立刻就止住了哭声。这个声音太熟悉了，熟悉到她只要一听到就知道是谁。跑了，没有想到中了他的迷香，竟然还能跑掉，真是小看他了。跑了？你没有点迷香？点了，他也中招了，只是不知道怎么就跑了。那个小贱人还真是命大，竟然这样都能跑掉。难道是宫女奉茶的时候弄错了，给了他解药，所以他根本就没有中招？宋英杰显然不愿意相信莫婉熙在中了招之后还逃得掉。不会，我身边的人做事不会那么粗心。为了避免出错，我甚至让莫婉熙到最后，她的茶是单独泡的，没有解毒的功效。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找到莫婉熙，若是她中药的模样出现在不该出现的人的面前，那就糟了。现在去找也晚了，这个时候去找，被人知道了，不就是告诉人是你动的手脚吗？皇上现在年龄大了，最忌和臣子拉帮结派。莫婉熙身份特殊，被人知道我们拉帮结派，只怕会连累你。真是气死我了！莫婉熙那个小贱人，怎么每次都那么好的运气？英姐，难道我们就这么算了？宋英杰将苏贵妃搂入怀中。可不能这么算了，莫婉熙我势在必得，她背后的秦国公府，我也势在必得。不过你放心，我心里只有你，我对她没有感情，娶她不过是为了利用她而已。我自然是知道的。苏贵妃娇羞的开口，莫婉熙听得毛骨悚然。宋英杰竟然跟苏贵妃有一腿。前世他只知道宋英杰是苏贵妃一派的，虽然有时候宋英杰会无缘无故失踪，现在想来，宋英杰竟是跟苏贵妃偷情去了，好大的胆子啊！莫婉熙忍不住嘀咕，这宋英杰胆子实在是太大了，连皇帝的女人都敢碰。苏贵妃如今徐娘半老，儿子都跟宋英杰差不多大，竟然喜欢啃嫩草，这品味还真是让人不敢恭维。莫婉熙整个人不停地颤抖，林奕晨有些担忧。莫婉熙，走，带着他躲开周围搜查的人，悄悄地离去。废弃的冷宫中，莫婉熙猛地推开了林奕晨，
脸上的绯色越发的诱人。莫婉熙想也不想，直接拔下头上的金簪，拿在手中，对着林依晨：“不准过来！”莫婉熙，你发什么疯？看着莫婉熙越发绯红的脸色，就明白药效已经发作了，他需要他帮他解毒。不准过来！瑞王殿下，请你离我远一点！林依晨上前几步，擒住莫婉熙的手。莫婉熙，发疯也不看个时候！莫婉熙手中的金簪直接扎进了林依晨的肩膀，莫婉熙毫不犹豫地拔出簪子，直接往自己的脖子上扎去。林依晨迅速地抓住莫婉熙的手，可锋利的金簪依然划破了莫婉熙的肌肤。你做什么？怎么？你以为本王跟宋英杰一样卑鄙无耻吗？莫婉熙，别拿本王跟本王那几个没用的兄弟比。本王想要什么，都会凭自己的本事去拿。本王还没有无用到需要靠女人。林依晨说完，放开了莫婉熙。莫婉熙倚靠在墙壁，跌坐在地上，身体里的热度几乎要将她灼烧疯了。举起金簪，莫婉熙面不改色的扎进大腿。林依晨被莫婉熙狠辣的举动给惊住了。我带你去解毒，放心，不会碰你。本王虽然无耻，但还没有卑鄙到趁人之危。林依晨吐出一口浊气，干脆点了莫婉熙的睡穴，让莫婉熙睡了过去。莫婉熙再次醒过来的时候，人正浸泡在冰冷的潭水中。醒了，自己站得稳吗？莫婉熙这才发现自己在林依晨的怀中，想要退开，一头栽进水里。林依晨无奈的叹息一声，伸手将莫婉熙给捞了出来。你不会水？我要是会水，至于这般狼狈吗？这里的寒潭水有利于化解魅毒，只不过需要泡上3个时辰。你那个婢女，我已经让她回相府。莫婉熙点点头，我靠在岸边就不会沉下去了。那个，瑞王殿下，对不起，你肩膀上的伤如何了？死不了。那个，瑞王殿下，谢谢你救了我。怎么谢？谢可不是嘴上说是那么简单的。为了救你，本王还挨了你一簪子。林依晨拉开自己的衣襟，露出被莫婉熙刺伤的肩膀。看到没有，你刺的。瑞王殿下，婉熙并不是有意刺伤你的，而是殿下你……我什么我？我无意中救了你，还救错了。你用看敌人的龌龊心思想本王，还刺伤本王。不知道多少女人想要爬上本王的床，本王都不屑一顾。你居然以为本王想要趁人之危？你把本王想得这么无耻，你是在侮辱本王。再说了，就你那小身板，本王不感兴趣。对不起。对不起？你以为侮辱了本王，一句对不起就没事了？你以为刺伤了本王，一句对不起就可以了？那你想怎么样？不就是误会了他吗？犯得着一副欠他1800万的样子吗？好好好，是本王烂好心，不该看到孙云杰悄悄进了后宫之后，好奇过去看，更加不该看到从苏贵妃的窗子里翻出来的时候，救下你。想本王堂堂一国王爷，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竟然被人看成登徒子，这年头救人可不是好事。本王决定以后，要是看到哪个女人遭了难，本王不但不救，还要落井下石。殿下，你不一直都是这样吗？穆婉熙，瑞王殿下，对不起，我不该说实话的。林依晨就更生气了，恨不得按住莫婉熙的头，将她按下去淹死得了。莫小姐的药效什么时候才能过去？还有2个时辰。该死的，殿下不能碰寒潭水。宁青看了看面不改色的林依晨，眼底有着浓浓的担忧。可是这个时候，他又不能出去将林依晨打晕带走。可殿下已经泡了，还泡了1个时辰了。老大，爷是不是喜欢穆小姐？宁青被这句话问住了。爷喜欢穆婉熙？不可能。可是若是爷不喜欢穆婉熙，怎么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救穆婉熙？又如何会为了穆婉熙一而再的动怒？大概是吧。老大，那是不是说瑞王府终于要有女人了？谁知道呢？殿下的心思，谁能猜得透呢？
穆婉熙可配不上咱们殿下。其实我觉得也跟穆小姐挺配的，一样的阴险，一样的无耻，一样的腹黑，简直就像是天生的一对儿。你说谁阴险呢？你说谁无耻呢？你说谁腹黑呢？明清狠狠地赏了暗卫一个暴领，居然敢这样说自己的主子，简直是活腻歪了。穆婉熙，你还没有求本王。我为什么要求你？本王救了你。我求你救我了吗？你自己要救，我可没有求你。你想让我认输，门儿都没有。穆婉熙，若不是本王救你，你就死定了。你居然还敢如此的嚣张！你自己要救的，关我什么事啊？难道我哭着喊着求你救我了？瑞王殿下，做人要讲信用，只要我不求你，你就不算赢。不过我想你这一辈子是没机会赢了，因为我是绝对不会求你的。哼，你会救本王的。莫婉熙扶着岸边的石头，从寒潭中爬起来。瑞王殿下，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家了。林奕晨伸手就拦住了莫婉熙。不行，必须泡足2个时辰。我已经没事了。说了不行就是不行，下去。林奕晨丝毫不退步，莫婉熙咬咬牙，又哆嗦着下水。林奕晨，里面好冷。冷就对了，要是不冷，你就要为自己担心了。瑞王殿下，你脸色不怎么好看。你脸色比我更难看，泡足2个时辰，药效就彻底的过了。到时候你再回相府，以后苏贵妃召见你，能避就避，不能避的话，就去找皇后。我想，皇后应该很愿意有人帮助她对付苏贵妃。瑞王殿下，你有没有想过那个位置呢？没有，本王不想变成一个薄情寡义、不顾所爱之人生死的男人。瑞王殿下，小心四皇子。莫婉熙想了想，终究开口提醒了他。林奕晨有些疑惑地看向莫婉熙，莫婉熙却是转过头去，并不跟林奕晨对视。林奕晨沉默了片刻，便道：本王知道了，时间到了，本王送你回相府。瑞王殿下，今天谢谢你了。你没事吧？林奕晨依旧靠坐在车壁上，一动不动，隐藏在长袖下的手却是微微颤抖。本王好得很，你想做什么？直说。本王对你那个小身板不感兴趣，一马平川，你是女人吗？莫婉熙瞬间怒上心头，然后看了看自己略显平坦的胸口。瑞王殿下，我是不是女人，这是不争的事实。至于我的身材如何，那就不需要王爷你担心了。林奕晨的目光毫不掩饰地落在莫婉熙的胸口。莫婉熙，你不会以后都这么想吧？唰的一下，莫婉熙的脸瞬间红得像熟透的苹果。林奕晨，你下流！哼，你要是不梳着发髻，穿着女装，只怕都没有人会认为你是女人。莫婉熙气得脑子发昏，这个男人太会挑战人的耐性了，跟他说话简直就是自己找虐。主子，相府到了，下车。林奕晨的声音冷得没有任何的起伏，唯有宁清明白，自家的主子已经到了极限了，再不离开就要在莫婉熙的面前露馅儿了。莫婉熙快速地往外走，走到马车门口的时候，不放心地回头看了一眼林奕晨，他总觉得今日的林奕晨有些奇怪。哼，怎么舍不得本王了？若是你想自荐枕席给本王暖床，本王还是可以勉为其难的答应的。你……莫婉熙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林奕晨，只是他这一眼落在林奕晨的眼里，倒像是撒娇一样，顿时让林奕晨轻笑出声。莫婉熙直接闹了一个大红脸，转身快速地下了马车，匆匆地朝着大门口而去，却没有注意到车帘放下来的一瞬间，林奕晨直接倒了下去。莫婉熙摇摇头，甩去心中不好的感觉。他真是想过了，林奕晨那个人怎么会有事呢？
有事也只能是别人有事。主子，你怎么样？宁青扶起林逸晨。主子，为了个女人，何苦将自己弄成这般模样？你完全不用下水的。林逸晨虚弱地靠在宁青的身上，手中紧紧地握着一枚玉佩。若是穆婉熙见了，定然会知道这就是他丢失的玉佩，从宫夜后就不见了。宁青，你不懂。主子，你不会真的喜欢上穆小姐了吧？瑞王府多个她也不错。宁青身为林逸晨身边的老人，他这话一出口，他就明白自家主子确实是喜欢上穆婉熙了。主子，穆小姐会答应吗？她会答应的，她就算不答应，本王也会让她答应的。这天下除了本王，谁都不能娶她。瑞王府中灯火通明，林逸晨的院子里更是守卫森严，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宁青更是亲自守在门外。殿下这寒毒发作，这个时候可经不起任何的刺杀。房间中，林逸晨此刻正遭受着非人的折磨。寒毒一旦发作，能将一个人冻成冰块。臭小子，就知道给老子添乱！一个老头将林逸晨扒光扔进了药桶。你这般乱来，是不想活了吗？不，本王现在要活着。以前每次毒发，他都恨不得自己去死，不过每一次都用心中的恨意支撑过去了。而这一次，寒毒居然没有暴走，虽然危险，却也还能控制，也有些奇怪。怎么，最近遇上什么好事了？药老，本王有喜欢的女人了。林逸晨的一句话，惊得老头扎错了针，扎在另外一个穴道上。你有喜欢的女人了？你这样的混小子，哪个女人这么倒霉，被你看上了？药老，不对，应该是说，哪个女人眼光这么差，看中你了？瞧你病殃殃的身子，再想想你那臭脾气，真是眼瞎了。死老头！嘿嘿，看看，还不尊老爱幼。哎呦喂，哪家姑娘这么倒霉？我得提醒提醒她，别被你这副皮囊给骗了。药老捋着胡须，笑着道：药老，够了啊！好好好，我老头子也不逗你了。说说看，看上哪家的姑娘了？你这破身子，估计也就还能活个2、3年。赶紧娶个媳妇儿，留根香火也好。放心，本王会好好的活着的，长长久久的活着的。那女人那么会惹祸，若是没有本王撑腰怎么行？药老的眼睛亮闪闪的，不错不错，他得去看看到底是何方高人，竟然能让这臭小子燃起了求生的欲望。这么多年了，他用尽了办法，都无法让这小子自己想活去，也曾经想过给他弄个女人，生个孩子，有了牵挂，或许就会活下去。可那些女人，唉，想想都满是心酸泪，罪过呀罪过。不过现在这臭小子居然看上别的女人了，他得找个机会好好的笑笑他。穆婉熙平安回到相府的消息传出去，苏姨娘又打碎了不少的瓷器。姨娘，先不要着急，我们安排的人会起作用的。姨娘，你有没有发现大小姐似乎在针对我们？穆婉熙，她敢？她要是敢针对我，莫非让……姨娘，姨娘，你好生想想，本来符咒的事情是我们跟二小姐串通好，要栽赃给大小姐的，最后符咒里面的生辰八字就是二小姐的。你是说，是穆婉熙动了手脚？可是求福的是江景城，江景城喜欢柔儿，应该不会帮助穆婉熙的。姨娘，奴婢的意思是，
会不会是我们身边有大小姐的眼线，所以大小姐提前知道我们要迫害她的事情，提前将东西换成了陷害二小姐的东西。我们身边有穆婉熙的人，这怎么可能呢？查，好好查一查，我倒是要看看谁敢背叛我。查出来之后立刻打死，全家人都发卖出去。是，姨娘，奴婢知道了。姨娘，你说有没有可能是绿茵背叛了我们？绿茵？有可能。穆婉熙不可能收买我院子里的人，若是他收买了我院子里的人，我不可能不知道。应该是绿茵出了问题，否则的话，为何我们的人没有在穆婉熙的院子里搜到东西，反而是在二小姐的院子里搜到东西？一定是他有问题。哼，小贱蹄子！郭嬷嬷，去把绿茵那个弟弟发卖出去。好的，姨娘。那咱们还要不要对付这个绿茵？对付？不用我出手，告诉秀禾，让他把绿茵约去他的院子。绿茵背叛我的下场，你肯定早就知道了。绿茵从穆雪柔被囚禁开始，就一直胆战心惊，害怕自己做的事情被穆婉熙知道了。而穆婉熙对付秀禾跟翠芙的手段，让他很是害怕。可偏偏这个时候，他的弟弟失踪不见了，他就更害怕了。小姐，绿茵这几天一直躲在房间里不出来，不用去管他，自然会有人出手对付他，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小姐，你就这样放过了绿茵吗？自然是不能的，柱子不是在我们手中吗？小姐，你难道要利用柱子去对付绿茵吗？莫婉熙摇摇头，目光看向墙外。冷玉飞，怎么，美人儿，你终于想起小爷我了？冷玉飞从房梁上下来。可有查到苏姨娘找的孩子藏在哪儿吗？没有。没有？很难查吗？莫婉熙的笑容越发的灿烂。不是啊，林奕晨的人守在外面，我一出去就找我麻烦，我为了避免跟他冲突，这些天都没有出去。你打不过林奕晨？莫婉熙想了想，很是认真的问道。我是贼，贼擅长的是偷东西跟逃跑。冷玉飞真的是很不想承认自己打不过林奕晨，圣人曰打不过就跑才是好汉。林奕晨很厉害吗？我还没出手就被制服了，那是我让着他，怕得罪了他给你找麻烦而已。冷玉飞，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去雇一个打得过林奕晨的高手在身边呢？哎，还是别了，以林奕晨的身手，这天下打得过他的屈指可数。再说了，打得过他的高手都不是用金钱可以收买的。唉，难道我就得被他欺负得死死的？可不是嘛，你看啊，都是皇子，唯一封过的王爷，身份尊贵，手握兵权，你只是一个小小的相府嫡女，见到他还要下跪，不就是被他欺负得死死的？不只是你，就是你爹见了他都得夹着尾巴做人，你外祖父见了他都得忌惮三分，难不成你还想压过他？想压过林奕晨也不是不可以，那就是嫁给他，然后掌管他的王府。莫文熙的嘴角抽了抽，想了又想，没有可能，除非入宫成为皇帝老儿的皇后，才能有可能让他给他行礼。冷玉飞，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今天之内我一定要知道苏姨娘将那个孩子藏在什么地方。为了方便她生产的时候作假，她一定藏在附近，如果太远的话，生产的时候根本就来不及。你先从府中找。好。若是林依晨找你的麻烦，你就告诉他，他是高高在上的王爷，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相府嫡女，没有什么能力跟他较劲儿。他想做什么，让他直接冲着我来，我都接了。好，你放心，今天之内我一定给你想要的答案。注意安全，还有不要打草惊蛇。我办事儿你放心，只要瑞王不找麻烦，不会有事儿。小姐，世子爷传话过来，说是夫人灵性深查，可能需要加派人手，去把绿茵叫过来。
是。绿茵一直保持着沉默。珠子失踪了，你可知道珠子在我手中？穆婉熙再次蹦出一句话：大小姐。绿茵总算是变脸了，不敢置信地看着穆婉熙，仿佛不相信珠子会落在穆婉熙的手中。我从来都不信任你们，秀禾、翠芙还有你，我一个都不相信。大小姐，奴婢……别说你没有背叛我的这句话，这句话连你自己都骗不了。你虽然没有秀禾跟翠芙那么嚣张，但是背叛我却是不争的事实。大小姐，你想要奴婢做什么？我要你去给宋靖王传信，二妹妹身怀有孕，请她过来商量怎么办。穆雪柔，你可要好好感激我。绿茵抬起头来看着穆婉熙，大小姐，我可以问问大小姐想要做什么吗？我自然是要帮二妹妹一把。如今二妹妹失了父亲的宠爱，又被软禁在雪原中，我这个做姐姐的于心不忍，自然是要帮她一把的。你说是吧？奴婢遵命。绿茵出现在宋亲王府的时候，宋英杰一听，眸子一亮，以为是穆婉熙来找他，顿时心中一喜。难道是穆婉熙终于发现自己的好，想要和自己交好了？让他进来。宋英杰连自己都没有察觉，自己说话的语气都带着说不出来的愉悦。哟，大哥，发生什么喜事啊？你这么高兴？宋英豪阴阳怪气地问道。他才是宋亲王府的嫡子，凭什么郡王的身份由他来继承？不过是比他早出生几年而已。二弟，你回来了，我还有事，就不陪你玩了。宋英杰无畏地笑了笑，嫡子又如何？郡王的身份还不是由他继承？宋家的规矩从来都是立长不立嫡，怪就怪他自己生得太晚。宋英豪看着宋英杰离去的步子，想到某人给他送的消息，眼底闪过一抹冰冷的光芒。这个宋英杰姑且就让他开心一段时间，若是他废了，爹爹就算是再喜欢他，也不会要一个废物做宋亲王府的郡王。宋英杰直接叫人把绿茵带到他的院子里，虽然他现在没有正妻，也没有个侍妾，可是通房却是有好几个。参见郡王。偏身，可是你家小姐叫你来的？宋英杰开门见山地问道，一连2次都没能碰到穆婉熙，这让宋英杰燃起了斗志，反而对穆婉熙有一种势在必得的心态。绿茵点了点头，是的，小姐吩咐我务必见到郡王。宋英杰脸上扬起大大的笑容，他就说嘛，以他郡王的身份，再加上他的容貌身姿，穆婉熙怎么可能不动心？原来不是不动心，而是不想表现出来而已。宋英杰整理了一下衣衫，笑得更加自信了。说吧，你家小姐让你找本郡王什么事？宋英杰的心情很好，绿茵抬头看了一眼宋英杰，然后低下头来。事情是这样的，我家二小姐前些日子犯了错，被相爷给关起来了。二小姐想要见郡王，可是相爷不放她出府。宋英杰的脸色瞬间变得跟吃了苍蝇一样难看。他本以为是穆婉熙找他，却没想到竟是穆雪柔找他。穆雪柔叫你来找本郡王？宋英杰说话的语气瞬间就变了。这个丫头明明就是穆婉熙身边的丫鬟，怎么会听穆雪柔的呢？不是的，郡王，是我家小姐让我来的。绿茵再次重复道。宋英杰的脸色这才好看了一点。绿茵咬了咬牙，再次说道：小姐命奴婢请郡王去相府一聚，说是有要事相商，事关郡王。跟本郡王有关？宋英杰蹙了蹙眉，说清楚怎么回事。这个……
绿茵有些难以启齿。说。宋英杰本来就不是一个耐心很好的男人，见绿茵吞吞吐吐，顿时就怒了。是二小姐怀孕了，可是相爷不管，也不让她出来，所以二小姐来求了我家小姐，让我家小姐派人请郡王过去相商，如何处理？宋英杰被绿茵爆出来的消息惊得给愣住了。穆雪柔怀孕了，这怎么可能呢？穆雪柔尚未及笄，怎么可能怀孕？此话当真？宋英杰语调有些不稳地问道。当真，我家小姐说事关重大，关乎宋亲王府与相府的名声，想要请郡王过去相商一下如何处理这件事情。二小姐尚未及笄，若是传出怀孕的事情，相府的名声就臭了，还会连累到宋亲王府。可要是悄悄拿掉了这个孩子，这孩子毕竟是郡王的孩子，他们也无法做主。小姐只好让奴婢来请郡王前去商量。你先回去啊，告诉你家小姐，我会准时赴约的。奴婢告退。绿茵一走，宋英杰就摔了茶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穆雪柔那个蠢的，居然蠢到事后没有服用避孕的药，更加没有想到，穆雪柔没有及笄，却还能怀上孩子。郡王，这个孩子不能留。我当然知道这个孩子不能留，不但不能留，还必须早些处理了，不然的话，爹会对我更失望。属下去拿一贴药吧。去吧。莫婉熙一边让人去通知宋英杰，一边又故意将消息透露给方官。方官虽然跟莫婉熙投诚，可是卖身契却是在老夫人的手中握着的。知道这么大的事情，自然是不能隐瞒下来，当即找了个借口去了上院。大小姐怎么做的？大小姐让自己的婢女悄悄地去请了宋郡王。大小姐还做了什么事情？大小姐让人给二小姐送了不少的补品过去，还劝二小姐早早把孩子拿了，可是被二小姐臭骂了一顿。老夫人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她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穆雪柔，不只是因为穆雪柔是他们全心全意培养的人，更是因为苏贵妃答应了一定会让穆雪柔进宫。你回去吧，你来上院的事情不要让大小姐知道。奴婢明白。老夫人，大小姐这是想做什么？她怕是心软了，希望宋郡王能有个主意吧。唉，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心太软。在皇宫之中，最要不得的就是心软。他跟着宫嬷嬷学了那么长的时间，怎么就是没学会心狠呢？老夫人，大小姐也就是对自家人心软罢了，也就是说明大小姐是个重情之人啊。只是二小姐不识好歹，大小姐劝她拿掉孩子，那是为了她好。这个孩子留不得，我们相府丢不起这个人呐。周嬷嬷，你下去熬一贴药，给二小姐送过去吧。是，老夫人。莫婉熙去看穆雪柔的事情，怎么能躲得过苏姨娘的眼线？苏姨娘这些日子忙着跟穆婉熙斗法，完全没有发现穆雪柔怀孕了。乍然之下听到穆雪柔怀孕了，都给惊住了。嬷嬷，这个孩子不能留，你立刻让人去熬一贴堕胎药，务必让柔儿把孩子给落了。姨娘放心，我这就去。等等，你让厨房好了送过来，我亲自去看看他。苏姨娘很不放心，虽然穆雪柔失了穆丞相的欢心，可毕竟是她唯一的孩子，如今要狠心杀死自己的外孙，她虽然不忍，可也必须这么做。今天这是怎么了？老夫人让人熬药给二小姐，苏姨娘也让人熬药给二小姐，老爷也让人熬药给二小姐。二小姐是生病了吗？王妈妈，哟，小戴，你怎么来了？王妈妈，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小戴见四周没人，
悄悄地塞了一袋银子给王妈妈。麻烦王妈妈帮忙给二小姐熬一下药，我想偷偷懒，这几天身子不爽哩。不就是一副药吗？没事没事，我帮你熬了便是了。谢谢王妈妈。王妈妈看着摆在桌子上的4贴药，都是给二小姐的，分开熬实在是麻烦。王妈妈想了想，干脆4贴药混合在一起熬了。苏姨娘虽然有心去看穆雪柔，可是穆丞相却不让任何人进去看穆雪柔，而穆婉熙却是求得穆丞相的同意才去见的穆雪柔，还被穆雪柔赶了出来，这令穆丞相很是不满，干脆彻底将穆雪柔囚禁起来。他不会允许一个女儿毁了他的前途的。姨娘，我们还是回去吧。郭嬷嬷不放心地开口。这几日秦月雅随时都有可能生产，他们可不能出了纰漏，绝对不能让秦月雅先生下儿子，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安排，他们时间紧迫，只要将二小姐肚子里的孩子落下来就没事了。郭嬷嬷，我只是担心柔儿，担心她恨我。姨娘放心吧，二小姐会原谅你的，你也是为了她好。郭嬷嬷，我的意思是，柔儿只怕不甘心将孩子拿掉，不亲自跟他进去说，我不放心，我这就去求老爷，让老爷放我进去，我就只是看看柔儿，不做其他的事情。姨娘，郭嬷嬷有些为难，这个时候他们应当什么都不做，可是二小姐的事情又不能拖，姨娘又只有二小姐一个孩子，还是先处理二小姐的事情吧。姨娘，奴婢陪你走一趟吧。左叔叔，爹爹在吗？是大小姐啊，相爷在。大小姐找相爷有事吗？左叔叔，麻烦你替婉熙禀报一声，婉熙给爹爹送点心过来了。左杰点了点头，转身进了书房，很快就出来了，让穆婉熙进去。爹爹。婉熙怎么过来了？怕爹爹太辛苦了，给爹爹送些点心过来。娘亲说了，爹爹最喜爱榛子酥，女儿见厨房做了，就给爹爹送了一些过来。爹爹，快趁热尝尝。你呀，说的好像爹爹跟你一样馋嘴。爹，知道女儿嘴馋，你也不能说出来啊，多丢脸啊。好好好，爹不说你，不说你。穆丞相忍不住的开口。其实大女儿挺好的，相貌传承了她的母亲，秀外慧中，性格温和柔顺，才艺又出色，身后还有国公府的支持。得到国公府全心全意的支持，比得到苏贵妃的帮助好太多了。还是爹爹疼我。对了，爹爹，女儿过来的时候看到苏姨娘了。穆丞相的手顿了顿，随即像没事人一样咬了一口点心。这榛子酥还是一样的好吃。我觉得这是爹爹心情好，所以觉得这榛子酥一如既往的好吃。爹，娘分娩的日子就在最近了，女儿想请秦大夫来府中小住，以免发生什么紧急的情况。这个行倒是行，只是府中有赵大夫。爹，到时候若是跟苏姨娘一起发作，赵大夫一个人哪里忙得过来？所以再请一个大夫也无可厚非啊。好，那就让人请秦大夫在相府小住一段时间吧。爹，女儿还有一件事情想求爹爹，事关二妹妹。什么事？二妹妹犯了大错，我知道爹爹生气，可二妹妹毕竟是爹爹的女儿，打断骨头连着筋儿，我知道惩罚了二妹妹，爹爹也很心疼。爹，不如把二妹妹放出来吧。你别想，要是把那惹祸精放出来，还不晓得又要生什么害人的心思，还是让她在雪原思过比较好。爹，不让二妹妹出来也行，可您能通融通融，让人去看看她吗？女儿过来的时候，看到苏姨娘挺着个大肚子站在雪原的门口，二妹妹有错，
苏姨娘没有错呀，而且她怀孕快9个月了，一直站在雪院外面，就为了见二妹妹一面，多可怜啊！穆丞相有些疑惑地看向穆婉熙。婉熙，你想说什么？爹，穆婉熙摇着穆丞相的手臂。女儿希望爹能让苏姨娘去看看二妹妹。二妹妹是苏姨娘身上掉下来的肉，若是女儿犯了错被关起来，娘亲也一定会为女儿担心的。爹，你就体谅体谅苏姨娘吧，她毕竟还怀着弟弟呢，让她去见见二妹妹吧。还是你有心。也好。来人，相爷，让苏姨娘去见二小姐吧。是，相爷。爹，女儿那儿有一块上好的砚台，回头给爹爹送过来，爹爹用最合适了。你这丫头，婉熙，你可知当前的形势？爹爹问的是当今的局势吗？对于大皇子、太子、三皇子、四皇子以及五皇子，你什么看法？大太子为人宽厚，待人亲近。母妃是荣贤妃，身后有荣家做支撑。荣家别的没有，就是钱多。大皇子可以说是几个皇子中最富有的。太子殿下虽然排行第2，可是生母是皇后娘娘，名正言顺的储君，地位尊贵，身后有着陈国舅的支持，又有皇后娘娘保驾护航，实力很强。至于三皇子瑞王，不被皇上喜爱，又被众多皇子排挤，还是唯一一个被封王搬出皇宫的皇子。三皇子没有争出的资格。女儿倒是看法不同。穆婉熙不赞同地摇了摇头。爹爹，当今天下除了秦家，谁还能震慑沙场？婉熙，你是说瑞王殿下骁勇善战，手握兵权，虽不得帝王宠爱，确实实力强悍。几位皇子当中，若是谁得到瑞王殿下的支持，那么……穆婉熙接下来的话还没有说完，但是穆丞相已经明白穆婉熙的意思。你怎么看四皇子？四皇子的外祖跟外祖父一同是战场厮杀的老将，四皇子可以说是将门之后，而且四皇子这个人阳光开朗，颇得圣心，在朝中也有不少大臣的支持，德妃娘娘的家世也不低。穆婉熙笑得温婉，眼中却没有一丝笑意。他可是没有忘记，前世四皇子得到秦国公府的帮助，登上皇位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杀驴卸磨，污蔑秦国公府，通敌叛国，将秦国公府满门抄斩。看来婉熙很是看好四皇子呀。四皇子为人不错，文武双全，比之太子也不差。穆婉熙淡笑不语，对于穆丞相明显是四皇子一派的举动不做回答。他是绝对不会允许四皇子那个虚伪的小人坐上皇位的，秦国公府也绝对不会帮助四皇子。五皇子的生母是淑妃娘娘，淑妃娘娘家没有什么势力，但是五皇子颇得皇上的喜爱，又跟瑞王殿下交好，也不可小觑。穆婉熙转移了话题，不想过多的谈论四皇子。是啊，五皇子也不容小觑。他的母妃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美人，就因为生了她，直接一跃成为三品妃。母凭子贵，说的就是她了。穆丞相放下筷子，准备敲打一下穆婉熙。他打算将穆婉熙嫁给四皇子做侧妃，将来四皇子登位，再差也是个贵妃。相爷，出事了！能出什么事？大惊小怪的像什么样子？相爷，剧院出事了。二小姐服了药之后。左杰看了一眼站在穆丞相身边的穆婉熙，
迟疑着当着莫婉熙的面说出来好不好？毕竟大小姐才及笄，还未说人家。你吞吞吐吐的做什么？还不快说！相爷，不好了！相爷，二小姐雪崩了。苏姨娘要奴婢去请御医，可奴婢哪里请得来御医啊？三姨娘的话未说完，目光瞟向莫婉熙，大有祸水东引的意思。莫婉熙只是静静地看着三姨娘，看来她给三姨娘的帮助太多了。爹，不能请御医，不但不能请御医，这件事情还不能传出去。请了御医，二妹妹的事情就瞒不住了，一旦传出去，相府的名声就彻底的臭了，到时候还有谁愿意娶相府的女儿？爹，不能请御医。随后跟来的穆雪饶高声吼道：若是请了御医，女儿以后该怎么办呢？穆丞相一个头两个大，心里咒骂着穆雪柔会惹事，让她颜面尽失，还惹出这么多的麻烦。若不是看到他跟宋亲王有婚约，真是不想管他的死活了。婉熙，你先去请秦大夫过去看看，若是实在不行，那就算了。三姨娘跟穆雪瑶同时松了一口气，竟然祈祷着穆雪柔最好是死了，这样就不会再连累到他们了。莫婉熙温顺的点点头离去。对于自家父亲的无情跟冷酷，他早就领教过了。二妹妹，你可千万要挺过去。莫婉熙抬头看了看天，游戏这才刚刚开始，他怎么会允许穆雪柔这么轻易的死去？穆雪柔必须活着，他还要留着她跟宋英杰一起收拾。赵大夫，你一定要救救我女儿，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女儿。苏姨娘，我已经尽力了。二小姐服用了过量的藏红花，导致身体承受不住药力，而大出血，须得请御医。御医，赵大夫，你除了说请御医，你还会做什么？相府养你是吃白饭的吗？苏姨娘听到穆婉熙的声音就恨得牙痒痒，可是她知道，这个时候她只能求助于穆婉熙。婉熙，姨娘求求你，求求你救救二妹妹吧。苏姨娘，你月份大了，须得谨慎小心才是。莫婉熙让开身子，丝毫不接近苏姨娘。谁知道苏姨娘会不会一发狠，就来一个狠心放弃那个假肚子来栽赃自己呢？苏姨娘显然也没有想到莫婉熙会直接躲开她，于是狼狈地跪在地上，那高挺的肚子显得很是碍眼。郭嬷嬷赶紧将苏姨娘扶了起来。姨娘，你可要注意身子，二小姐如今成了这样，小少爷可不能再有事了。苏姨娘抓着郭嬷嬷的手，几乎能掐出血来。莫婉熙看了一眼面色惨白如鬼的穆雪柔，瞧见她眸子里的求生欲，嘴角扬起一抹淡淡的笑容，伸手握住穆雪柔的手。二妹妹，你放心，我不会让你死的。穆雪柔听了这话，本应该高兴才是，可是她却觉得浑身发冷，心血不停地流。她能感觉得到自己的生命力在消失，更加能感觉到从穆婉熙身上散发出来的冷意。穆婉熙恨她，恨不得让她生不如死。秦大夫，麻烦你了。秦大夫给穆雪柔检查了一遍。大小姐，二小姐的情况不容乐观，不过止血是没有问题。先止血吧。穆婉熙淡淡的开口，站在一旁静静的看着。穆雪柔，上辈子你跟宋英杰给我灌堕胎药的时候，你笑得可开心了。这一辈子你被至亲之人害成这样，你是否应该觉得报应不爽？秦大夫用了小半个时辰，终于将穆雪柔的血给止住了。穆雪柔也算是捡回来一条小命。她失血过多，伤了元气，我开一道药方，大小姐主人熬了给二小姐喝就行了。我让人去。良辰，你立刻去抓药，
亲自侯要，不准假以他人之手。是，姨娘。梁晨拿了药方，匆匆忙忙的出去了。莫婉熙看了一眼昏迷的穆雪柔，转身看向秦大夫：“秦大夫，我二妹妹没事吧？”性命保住了，不过二小姐年龄太小怀孕，堕胎又服用了过量的红花，伤了根本，以后恐怕无法再孕。你说什么？大夫，不可以，你一定要救救我的柔儿，她还小，怎么可以承受这样严重的后果？苏姨娘抓住秦大夫的衣摆：“秦大夫，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的柔儿，她还要做郡王妃的，不能生育。”苏姨娘，若不是用药过量，二小姐也不会这样。对于这些事情，你难道还能不明白吗？红花过量，轻者血崩伤神，重者不孕丧命，你却给自己的女儿下这么重的量，你这哪里是堕胎，你这是要她的命。秦大夫冷漠地看着苏姨娘，苏姨娘无力地松开秦大夫的衣摆，跪坐在地上。她害了柔儿，是她害了柔儿，若不是她的话，柔儿何至于落得这个下场？不，是莫婉熙。莫婉熙，是你害了我的柔儿。宋郡王的目标明明是你，我的柔儿是被你牵连的，你为什么不从了宋郡王，要害我的柔儿？苏姨娘，我真是不知道，你竟然知道宋郡王的目标是我。你为了自己的女儿，就要我从了宋郡王。我莫婉熙再差也是相府的嫡女，正经的主子。你一个比婢女身份高一点的姨娘，竟然意图迫害嫡女，莫不是想去家庙了？莫婉熙，柔儿再怎么说也是你的妹妹，你怎么能如此害她？害她的人是你。若不是你想悄悄打掉二妹妹肚子里的孩子，何至于让二妹妹失去做母亲的资格？你明知道宋郡王心怀不轨，却不提醒二妹妹，还怂恿二妹妹跟宋郡王在一起，你不配做一个母亲，你就是一个狠毒的女人，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放过。莫婉熙！苏姨娘狂怒，挣扎着想要跟莫婉熙拼命。姨娘，小心肚子，小心肚子。苏姨娘，看来是父亲对你的宠爱，把你宠得无法无天了。今日你不妨试着碰我一碰，对着这张脸来。你以为我不敢？苏姨娘扬起手就想抓花莫婉熙的脸。顾嬷嬷，你敢拦着我？姨娘，你要冷静啊！哼，苏姨娘，你要感激郭嬷嬷拦住了你。若是你划伤了我的脸，我这一脸伤痕去刑部控告你仗着怀孕欺压嫡女，毁嫡女容貌，你说刑部按照律法会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呢？你不是穆婉熙，你是谁？你不是穆婉熙，你不是。苏姨娘，我不是穆婉熙，难不成她是？姨娘还是别担心我了，你还是想想怎么跟二妹妹解释，以及怎么跟宋亲王府交代吧。宋亲王府是绝对不会要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做郡王妃的。是你动的手脚。错了，这件事情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动任何的手脚。姨娘若是不相信，大可以去查一查。你以为我跟你一样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吗？二妹妹，你可算是醒了，还好我那个秦大夫请得及时，不然你这小命可就保不住了。柔儿，你醒了，醒了就好，没事了就好。哎，姨娘，你真是太狠心了。再怎么说，二妹妹也是姨娘你的亲生女儿，你身上掉下来的肉，你怎么能这般害她呢？给二妹妹下那么重的药，大夫说了，二妹妹的命虽然捡了回来，可是以后却不能再有孩子了。苏姨娘几乎被气得发了疯，可是穆婉熙说完这些话，再也不看昏死过去的穆雪柔，转身优雅的缓慢的离去。穆婉熙，你不得好死！苏姨娘怒吼，
莫婉熙只是淡淡的笑了笑，哼，不得好死是吗？他已经不得好死了，也不怕再一次不得好死了。不过就算不得好死，他也不会放过苏姨娘母女以及宋英杰。小姐，冷公子到现在都没有回音，冷玉妃还没有回来。莫婉熙有些疑惑，以冷玉妃的本事，不应该到现在还没有回音，就算没有找到人，也应该报个信才是，怎么会没有任何的消息呢？秋儿，你亲自在相府中找找，我怀疑苏姨娘将人藏在相府之中。在相府中藏一个人很容易，但是要在相府藏一个婴儿却是不那么容易的。莫婉熙眉头紧蹙，冷玉妃必定是出了什么事情了。此刻的冷玉妃很憋屈，被人五花大绑的绑在地上，嘴里还塞着一只臭袜子，这自然是某位暗卫记仇弄的，为了报当初被冷玉妃欺负的仇。冷玉妃不停地挣扎，她还正在做事呢，他们要不要这么的无聊？要是莫婉熙知道她这么无聊，非要跟她拼命不可。让她说话。林奕晨头也不抬地开口，宁青将塞在冷玉妃嘴里的臭袜子一拿出来，冷玉妃就不停地呕吐。是我，穆婉熙让我帮她查事。看来本王说的话你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本王说过让你离穆婉熙远些。不可能，我跟穆婉熙之间有合约的，我帮她3年，她还我自由。我要是中途掉链子，这女人不会把卖身契还给我的。你只是因为这才帮她的，她救了我性命，要我替她做3年事情，3年后就放我自由。告诉本王，穆婉熙要你做什么，以后穆婉熙让你做任何事，你都必须告诉本王。不可能，睡王殿下，你不是我的主子，也不是我的雇主。我冷玉妃虽然只是一个贼，可是也有尊严跟底线的。要我出卖穆婉熙，不可能。本王不会伤害穆婉熙。那也不行。穆婉熙要做什么，由本王替她做，不需要你去做。本王的女人，依靠本王就好。冷玉妃被这句话给砸傻了。本王的女人？穆婉熙什么时候成了林奕晨的女人了？她怎么不知道？穆婉熙不是你的女人，她跟本王有了肌肤之亲，本王自然是要负责的。娶她为妻也是理所应当，她自然是本王的女人。更何况她的身子本王都看过了，还不叫本王的女人？你在说笑吗？你看本王像是说笑的样子吗？我看你就是心怀不轨，跟宋英杰一样，想要得到秦国公府的支持。本王不需要靠女人的赏位，如今你只需要告诉本王，你要不要跟本王合作，一起帮助本王的女人就行了。冷玉妃嘴角抽搐，那句本王的女人，该死的，让她非常的讨厌。我凭什么相信你啊？你不需要相信本王，你只需要跟本王合作，先帮穆婉熙度过眼前的难关，后面本王自会找穆婉熙合作。成交。很好，现在你可以告诉本王，穆婉熙要你做什么了？她要保护穆夫人，穆丞相的姨娘似乎想要对穆夫人动手，而苏姨娘假怀孕的目的，就是夺取他们母女俩在相府的地位。苏姨娘期间动了很多次手了，但是都被穆婉熙给阻挡了回去。为何不揭穿苏姨娘假怀孕的事情？没有证据啊！穆丞相又不喜欢穆夫人，连带着不喜欢穆婉熙。穆婉熙若是跑出来说苏姨娘假怀孕，意图谋害相府的子嗣，穆丞相肯定会认为穆婉熙是想要谋害苏姨娘肚子里的孩子。之所以等到这个时候动手，是想让穆丞相亲自去发现这一切。林奕晨点点头，说是穆婉熙的打算。穆夫人即将生产，苏姨娘定然会借着穆夫人生产的时候弄死穆夫人跟她生下来的孩子，然后自己生产，让产婆从外面找个男婴来替换。穆婉熙让我找到苏姨娘藏起来的孩子，她说苏姨娘不会让孩子离她太远，避免生产的时候来不及，一定会养在附近的，而且应该是个早产的孩子，这样即使养了10几天，也不会有人察觉到不对劲。年轻，
找到那个孩子。是。阿姨，属下在，让阿九去保护穆夫人。是。暗午有没有消息回来？有，相府二小姐堕胎导致大出血，无法再孕。穆小姐知道后很开心。还有呢？穆小姐让人给江家少爷送信了。可知道需要找他做什么？林奕晨的语气很冷。冷玉飞要不是无法动弹，肯定躲得远远的。这男人对穆婉熙的占有欲也太强了吧。找江家少爷帮忙，不过属下让人将信给截住了。林奕晨拆开信看了看，随即揉成了团。给他松绑。瑞王殿下，我是不是可以离开了？穆婉熙让我查的事情我还没有查到。等着。林奕晨不咸不淡地开口。宁清会告诉你人在哪里。我还要去准备一个地方，用于穆夫人生产。安儿，去准备。冷玉飞嘴角抽了抽。瑞王殿下，你把我要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我做什么呀？看着就好，告诉本王穆婉熙要做什么就好。本王是不是应该找几个经验丰富的产婆，再准备几个御医，随时备用的？有权就是任性。冷玉飞很想这么说，可是他不敢说出口。瑞王殿下就算是皇上都不会给个好脸色，除了穆婉熙，估计没有人敢跟他对着干。穆婉熙呀，穆婉熙，他可千万别怪他，不是他不给力，实在是瑞王殿下太强大了。瑞王殿下，我是不是可以走了？可以，只要你不怕回去后没有查到穆婉熙要的消息，你说他会怎么对待你呢？算了，还是等宁青把消息带回来再说。说是就这般回去了，穆婉熙定然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事关穆夫人母子的性命，他要是敢罔顾穆夫人母子的性命，穆婉熙一定会罔顾他的性命。殿下，素姨娘家的孩子藏在相府的竹园中，竹园偏远，没有住人，平时也没什么人去那边，所以素姨娘将人藏在那里面，也没人知道。藏在相府的？是的，3天前就已经带进了相府，是利用相府运菜的马车偷偷运进去的。另外，穆府二小姐血崩，原因是府中厨娘收到了4副堕胎药，为了省事，将4副药熬成1剂，所以穆二小姐才会血崩。另外，大夫诊治后说她无法再孕，相府没有发生其他事情了。事发前，穆小姐身边的婢女去了宋亲王府，约宋亲王今晚一见。宋英姐回了吗？回了，说是一定会准时赴约。宋亲王对穆小姐的心思不死，今晚说不定会动手。殿下，我们是否要阻拦2人见面？来人，本王用宋英姐今晚无法走出宋亲王府，出来就跟本王弄死她。是。冷玉飞终于在天黑前回到了相府，只是他有些不敢看穆婉熙的眼睛，生怕穆婉熙看出什么。人找到了，在相府的竹园中藏着。找到了就好。冷玉飞，你有没有什么药可以用来对付男人的？最好是让人生不如死。冷玉飞瞬间冷汗滴了下来，难道穆婉熙已经知道他将他卖给林奕晨了，所以要惩罚他？没有。哼，真是可惜。今晚宋英杰会来相府，我还想给他一点难忘的记忆呢。冷玉飞顿时松了一口气，还好，不是要惩罚他。不过宋英杰今晚是不会来相府了，除非他不要命了。想到某个打翻醋坛子的男人下的命令，冷玉飞不着痕迹地退后了几步，拉开了与穆婉熙的距离。得跟穆婉熙保持一个相对安全的距离，一个瑞王殿下能接受的距离，他可不想一出门就被人刺杀。冷玉飞，你……穆婉熙正想问冷玉飞怎么怪怪的，门突然被冬儿撞开。小姐，夫人发作了。穆婉熙腾的一下站起来。冬儿，迅速将母亲转移入暗室。秋儿，让秦大夫跟着产婆迅速过去。是，小姐。
龙一飞，你得保护我跟我娘，还有未出世的弟弟或者妹妹。你放心，有我在，他们不会有事。拜托你了。莫婉熙穿戴整齐，带着青竹朝着主院而去。主院，莫婉熙刚到，就听到穆夫人凄惨的叫声传来，手心里面全都是汗。林嬷嬷一直在屋内陪着穆夫人生产。夫人加油啊，您跟小少爷都会平安无事的。林嬷嬷将参片放进穆夫人的口中，让她含着。夫人，含一片参片，一会儿就有力气了。嬷嬷，我好疼穆夫人满头大汗。夫人，忍一忍。于婆子，夫人情况怎么样了？哎呀，宫口还未开，还有好些时候了。我刚摸了，孩子是顺着的，不会有问题的，就等宫口开了就可以了。女人生孩子都疼，夫人，你忍一忍就过去了，孩子生下来就好了。穆夫人痛得大叫，可是宫口一直不开，羊水却是破了。于婆子有些担心，没有办法，只能接生。羊水破了，孩子若是不快点生下来，就会被憋死的。大小姐，大夫人还没有生吗？邱姨娘扭着腰肢出现在主院。我已经让人去通知老爷了，可是苏姨娘肚子不舒服，所以老爷留在了香兰院陪着苏姨娘。哎呀，我说，夫人到现在还没有生，不会是难产了吧？邱姨娘捂着嘴。哎呀，大小姐，你看我这嘴巴真是不会说话。大小姐你不会说话就别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想必邱姨娘还不知道吧，王姨娘被人下了绝子药。邱姨娘眼睛一亮，王姨娘被人下了绝子药，那真是天助她了。她不用动手去收拾王姨娘了，到时候她得了苏姨娘的青睐，苏姨娘再生下儿子，她说不定也能生个儿子傍身。你是不是在想，王姨娘被人下了绝子药，真是太得你心了？大小姐哪里的话，我只是惊讶，什么人这么恶毒，竟然给王姨娘下绝子药？这种人定然是不得好死的。哼，当时本小姐也好奇，是谁给王姨娘下的绝子药，迫害父亲的子嗣，于是就去查了查。这一查就查到了赵大夫的头上。这赵大夫可真是该死，竟然敢谋害府中的姨娘。是啊，赵大夫确实该死。府中迄今为止没有男孩出生，说不定就跟他有关。而且本小姐得知王姨娘被下了药之后，也查了查其他人，发现无论是王姨娘还是新纳的何姨娘，都被人下了绝子药。大小姐什么意思啊？本小姐是什么意思？邱姨娘还不明白吗？就算姨娘生下来的不是弟弟，也没有人能动得了本小姐的地位。苏姨娘想要成为平妻，除非娘亲跟本小姐都死了，否则永远都没有那个可能。邱姨娘，你可得小心了，千万不要犯到本小姐的手中，否则本小姐可不能保证能好好的对姨娘跟三妹妹。邱姨娘吓得连连后退，一个不稳，直接坐在了地上。大小姐，好好管好你的女儿，别把堂堂相府的小姐教得跟个青楼妓子一样，平白让人看低了去。莫婉熙转过身去，不再理会邱姨娘。邱姨娘却是连滚带爬的逃出了主院。大小姐太可怕了，那样的大小姐她还是第一次看到，那么的冷酷，那么的无情，毫不犹豫的威胁她。若是今日夫人跟孩子有个三长两短，只怕莫婉熙第一个不会放过她。苏姨娘假借自己的肚子绊住了穆丞相，好给邱姨娘争取时间去弄死穆夫人跟那个孩子。可是她怎么也没想到，邱姨娘连人都没有看到，就被穆婉熙给吓了回去。废物，
没用的废物！苏姨娘咬牙切齿，好在秦月雅还没有生下来，她有的是时间，只要给相爷一杯下了药的东西，就可以让他睡到明天早上，到时候他再悄悄去弄死秦月雅跟那个小贱种，也不会有人知道。姨娘要怎么做？给老爷熬一碗他最喜欢的莲子羹。苏姨娘抚着自己的肚子，笑着说道：秦月雅，你最好是生不下来一尸两命，不然生下来之后，看我掐死你的小贱种，你会更痛苦的。苏姨娘一动，穆婉熙就知道了，只是她不动声色，一直守在穆夫人的主院，来的任何人都不准靠近产房。清主，过了多久了？穆婉熙看着天色问道。回小姐，已经2个时辰了。2个时辰了，还没有生下来吗？生孩子要这么久吗？听大夫说，以前生小姐的时候生了1夜才生下来。夫人不会有事的，小少爷也不会有事的，都会平安的，小姐。希望如此吧。莫婉熙哈了一口气，继续不动如山，而林奕晨也陪着莫婉熙一直站在外面。爷，您的身体不能着凉。本王不冷。那个姓苏的女人有动作了吗？苏姨娘给穆丞相下了药，穆丞相已经睡着了。2个时辰了，应该要生了吧？女人生孩子就跟走鬼门关一样，稍不留神就会一尸两命，急不来的。快生了。林奕晨固执地开口。是，快生了，快生了。宁静的话刚落下，就听到一声嘹亮的声音在屋中响起。林嬷嬷看着生下来的孩子，顿时喜笑颜开。老天爷保佑，是个少爷，夫人是个少爷。穆夫人一听是个儿子，顿时松了一口气，晕了过去。小姐，生了，夫人生了个小少爷，母子平安。嬷嬷，弟弟的小脸怎么皱巴巴的？刚出生的孩子就是这样的，过几天长开了就好了。林嬷嬷笑着开口。娘亲怎么样了？夫人竭力睡过去了。大小姐放心，夫人跟小少爷都很好。那就好。嬷嬷，接下来娘亲跟弟弟就交给你了。青竹，你去上院报喜，我亲自去通知父亲。是，小姐。冬儿，守在娘亲跟弟弟的身边。是，小姐。秋儿，跟我去请父亲。苏姨娘，我给你创造的机会来了，你会来吗？穆婉熙一离开主院，苏姨娘就带着人过来了，只是跟穆婉熙错开了。穆婉熙的步伐很稳健，也不急切。苏姨娘既然敢大摇大摆的来害娘亲，想必对父亲做了什么手脚，她得想办法才行。秋儿，你说一个人中了迷药昏迷不醒，用什么办法能让他快速醒过来呢？这还不简单，泼他一盆冷水，保证立马醒过来。那小姐，我交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去泼我爹一盆冷水。小姐，秋儿立马垮下脸来，奴婢可没有这个胆子去泼相爷冷水。那你还出这个馊主意？只是，小姐，苏姨娘有那个胆子给相爷下药吗？她若是没有那个胆子，就不会对府中所有的姨娘下手，也不会假怀孕争宠了。莫婉熙诡异一笑，哼，苏姨娘，今日我就要将你打入地狱，让你生不如死。小姐，若是苏姨娘给相爷下了药，我们要怎么办？除非迫不得已，我定然是不会采取极端的办法的。莫婉熙并不知道，她一离开主院，苏姨娘就已经出门过去了。秦月雅今晚生产，她怎么可能不关心呢？苏姨娘自然是怕穆婉熙前来把穆丞相吵醒，所以让人将院子守着，不准穆婉熙进去。只是苏姨娘算来算去，
却没算到莫婉熙身边竟然还有人帮忙。他离开没多久，一道身影鬼魅的飘进屋中，瞬间点了屋中婢女的睡穴。林奕晨的眉头紧皱，随即拿出一个瓷碗，放在穆丞相的鼻翼下晃了晃。睡得香甜的穆丞相眉头微蹙，似乎有些不悦。穆丞相打算继续睡，却听到院子外传来喧闹的声音。颖儿，是谁在外面吵？爹，娘亲生产了，生了个弟弟。大小姐，杏爷在休息，还请你们要吵了杏爷跟姨娘休息。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阻拦本小姐！莫不是以为苏姨娘当家，你们就可以不把本小姐放在眼中了？爹爹，国师惋惜，娘亲生了个弟弟。叫吧，就算你叫破喉咙，杏爷也听不到的。你们，苏姨娘就是这样教导你们手下的人的吗？竟然让你们如此的目无尊卑！你明知道娘亲生产了，却把爹爹拘在你房里，你是想害我爹，想害天下人，污蔑我爹爹宠妾灭妻，你们好狠毒啊！大小姐，你还是别叫了，在京城谁不知道，咱们相爷宠爱我们姨娘啊？谁不知道相爷不喜欢夫人，也不喜欢你呀？纵然你是嫡女，那又如何？相爷喜欢的是二小姐，若不是你背后的秦国功夫，相爷连看你一眼都嫌弃。你胡说，我爹才不是那样的人，我爹不是不喜欢我，只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而已。兄弟们，听到了吗？大小姐竟然说相爷喜欢她。告诉你吧，相爷只喜欢我们姨娘，在娶夫人之前就跟我们姨娘好了。住口！相爷，你们这群狗奴才，好大的胆子，竟然敢以下犯上！穆丞相气得面色铁青，当年是他自己去追的秦月雅，用了不少的手段，若是让人知道他在追秦月雅之前就跟苏姨娘有了首尾，他的名声就彻底的乱了。相爷饶命，奴才们只是乱说的。来人，将这些以下犯上的狗奴才全部拖出去，乱棍打死！爹，女儿恭喜爹爹，贺喜爹爹，娘亲生了个弟弟，母子平安。穆丞相原本正在气头上，可是听到穆婉熙说秦月雅生了个儿子时，顿时喜笑颜开。走，去看你弟弟。是，爹爹。来人，叫管家将这些贱奴全部发卖出去。本相喜得灵儿，今日就饶了你们的狗命。爹爹，苏姨娘怀着孩子这般吵闹，可有打扰到苏姨娘？爹爹，苏姨娘是不是生女儿的气了？穆丞相心里咯噔了一下，他刚刚醒过来就没有看到苏姨娘的踪影，眼皮子不停地跳，总觉得要出事，可又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不管他，先去看你娘跟弟弟，本相终于有后了。穆婉熙笑着点点头，带着穆丞相往主院而去。与此同时，苏姨娘带的人直接闯入主院，看着屋中睡得安静的孩子，嘴角扬起了一抹诡异的笑容。苏姨娘，你这是想干什么？苏姨娘伸手掐了掐婴儿床上孩子的脸蛋，长得可真漂亮，可惜呀，是个儿子。若是个女儿，我还可以让她活下来。苏姨娘，你敢？相爷若是知道了，定然不会放过你的。哼，相爷知道，相爷明早醒过来，只会知道夫人生下了一个死婴。你说，若是老夫人知道孩子生下来死了，会怎么对你们家夫人呢？你真是一个恶毒的女人！你怎么敢？那可是相爷的儿子，相爷唯一的儿子，嫡子啊！苏姨娘摸了摸自己的肚子。相爷的儿子由我来生，我当了夫人，自然我生的儿子就是嫡子了。至于夫人跟这个小贱种生的，自然是夫人不幸难产，一尸两命，
孩子生下来就死了。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敷衍相爷吗？大小姐已经去找相爷了。哼，那也要莫婉熙能见得着相爷。苏姨娘得意洋洋地抱起了床上的孩子，在林嬷嬷的面前晃了晃，孩子顿时不舒服地哭出声来。哼，哭吧，哭吧，等会儿你就哭不出来了。苏姨娘的手缓缓地握住孩子娇嫩的脖子，这么小的脖子，轻轻用力就能捏断吧？不要啊！苏萍，恶妇，你这恶妇！相爷，不是的，我只是……苏姨娘眼珠子咕噜噜地转，想要给自己找借口推脱。相爷，我只是听说姐姐生了，替相爷高兴而已。毒妇，博远，休了他这样的毒妇，我们相府要不起。不，我的肚子好疼啊！相爷，我要生了。穆丞相原本是要写休书，可是看到苏姨娘这般楚楚可怜的模样，顿时就心软了。让他生，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再把他赶出相府。老夫人气愤地吼道，她实在是没有想到苏姨娘胆子竟然这般大，竟然把手伸到她的院子里去了。若不是宫嬷嬷突然到访，她都不知道自己的吃食被人动了手脚。穆丞相迟疑，可是经不住苏姨娘那般痛苦的惨叫，当即抛下一切，抱起苏姨娘就走。老夫人气得直哆嗦，干脆眼不见为净。所有人都离开之后，莫婉熙的嘴角扬起了一抹不屑的笑容。床上一直躺着的女子就起来了，心惊胆战地看着莫婉熙手中的孩子。多谢小姐，多谢小姐。秋儿，给她100两银子，送她离开，将母亲跟弟弟移出来吧。现在母亲跟弟弟暂时安全了。是。穆夫人在苏姨娘来的时候就醒了，她真是没有想到苏姨娘竟然这么的狠毒。希儿，娘，你好好休息，女儿去看看那个苏姨娘能生个什么东西。希儿，苏萍她，娘，在相府，不是你不争就能平安无事的。你不爱爹爹，不想争那些，女儿明白。可是接下来你不能继续这样了，弟弟需要你的保护，相府也需要你来做主，你也不想女儿以后都依靠外祖家吧？希儿，是娘对不起你。娘，刚生了弟弟，别哭了，这是喜事，在月子里哭了对眼睛不好，咱们母女必须站起来，不能让别人欺负到我们头上。你放心，女儿就算拼了这条命，也会保护好你跟弟弟的。穆婉熙拍了拍穆夫人，带着人转身离去了。林嬷嬷，希儿实在是真的长大了，这份心计连我都自愧不如。夫人，大小姐是为了您跟小少爷，她的苦都咽下去了。若不是为了夫人跟小少爷，大小姐她何至于这般呢？是我拖累她了。夫人，咱们不能再跟以前一样了。嬷嬷，你放心，我怎么能忍心让希儿那么累？香兰院中，苏姨娘在屋子里不断地传来凄厉的叫声。房间中，苏姨娘假装要生产，实际上却是服下了解药，肚子已经慢慢地消了下来，只是服下解药的疼痛让她忍不住疼得喊出声来，倒也没有让人觉得有假。郭嬷嬷悄悄地出去了，准备去把早就准备的孩子抱过来，只是她一出门就被人给拦住了。郭嬷嬷，你这是要去哪儿？是你想干什么？不干什么，只是想请郭嬷嬷去喝杯茶。不，我不去。冬儿一掌击晕了郭嬷嬷。哼，去不去就不是你能做得了主的。
我家小姐要请你喝茶，你就必须得去。怎么这么久还不生？这都过去1个时辰了，怎么还不生？弟弟，娘亲生弟弟也生了2个多时辰，生孩子哪有那么快？娘亲生的时候听得希儿都害怕。婉惜，你姨娘并不是要害你弟弟，她只是高兴。你姨娘那么善良的一个人，绝对不会做那么恶毒的事情。更何况如今你姨娘在生死关头，婉惜，你原谅你姨娘可好？爹，女儿从何原谅姨娘？这件事情弟弟应该去跟娘亲和刚出生差点没命的弟弟说才是。本以为你是个识大体的，没想到竟然这般不懂事。弟弟教训的是，姨娘兴许不是故意的，弟弟若是不幸殒命，也是他福薄，做不来弟弟的儿子。苏姨娘此刻也是急得满头的大汗。良辰，你快去看看顾嬷嬷回来了没有？是，姨娘，奴婢现在就去。良辰赶紧往侧门出去，只是他刚刚出去，便觉得后脑勺一疼，顿时眼前一黑，便失去了知觉。弟弟，姨娘生了1夜还没有生出来，会不会听嬷嬷说，女人生孩子就跟进鬼门关一样，一不小心……闭嘴，少胡言乱语，你姨娘跟弟弟一定不会有事。穆婉兮怯怯地退后2步，两眼含着泪，甚是委屈。父亲，姨娘房间里很久都没有传出声音了，也没有人来报个信，要不还是进去看看吧，那些丫鬟婆子可能都被吓呆了。弟弟，姨娘跟弟弟不会有事情的，兴许是累了。不行，我得进去看看。穆丞相坚决地开口，随即大踏步过去，推开门，却发现门被从里面插上了，根本就推不开。怎么回事啊？孩子呢？孩子怎么还没有抱回来？郭嬷嬷，良辰美景去哪儿了？怎么还没有回来？姨娘别急，郭嬷嬷他们很快就回来了，很快的。赵大夫赶紧劝慰：相爷还在外面等着呢，再不把孩子抱过来，相爷进来就要被拆穿了。穆丞相推门的手僵在了原地，他简直无法相信自己听到的。良久，抬脚一脚将门给踹开了。孩子呢？孩子被郭嬷嬷抱出去了。郭嬷嬷抱出去了，本相一直守在外面，根本就没有看到郭嬷嬷出来。说，苏萍，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相爷，孩子没了。什么？怎么没了的？孩子生下来就死了，我把相爷看了伤心，便让郭嬷嬷悄悄抱出去处理了。相爷，我们的孩子福薄，没能活下来。穆丞相脸上阴晴不定，难道是他误会了？孩子真的死了？苏姨娘怕自己伤心，所以才会这般，心里不由得升起了一股子愧疚，赶紧走上前去，柔声安慰他。林奕晨看到这一幕，让人将那个抱着孩子的婆子放开。知道怎么说吗？知道。那去吧。穆丞相俯下身去安慰苏姨娘，突然间偏门打了开来，一个婆子抱着孩子走了进来。姨娘，孩子找来了。穆丞相傻眼地看着那个抱着孩子进来的婆子，愣在了原地。苏姨娘也吓得不轻，一时间连话都说不出来。那婆子似乎也很惊讶，想也不想，抱着孩子转身就逃。来人，抓住他！穆丞相怒吼，声音几乎可以将房顶掀起来。苏姨娘，这下看你怎么破这个局。不要抓我，我只是奉命行事。苏姨娘，救我！
这是怎么回事？说，不说本相将你千刀万剐。奴婢什么都不知道，是苏姨娘让我从外面找了个孩子来。住嘴！苏姨娘从床上一跃而起，扑到那婆子的身上，拔下头上的金簪就往那婆子身上扎，那发狠的模样大有刺死那婆子的姿态。杀人了！杀人了！救命啊！那婆子再也顾不得怀中的孩子，直接将孩子给扔了，四处躲藏。那孩子滚落到穆婉熙的身边，大抵是被摔得疼了，哇哇的哭叫起来。穆婉熙弯下腰将孩子抱起来，乖，别哭别哭，不疼不疼了。苏萍，你要做什么？你这个贱人，说，你是不是想要随便找个孩子来替代本相的孩子？说。穆丞相直接将苏姨娘推攘到地上，那婆子见状赶紧躲到穆丞相的身后。相爷，奴婢什么都没做，是苏姨娘让我从外面找个孩子养在府中，说是生产的时候用的。我带着这个孩子进府都快住了10来天了，就住在西南角的竹园里。闭嘴！你这个老货，再胡说，我撕了你的嘴！穆婉熙转头看向床上，床上有一些鲜血，苏姨娘却是穿戴整齐，身上什么血迹也没有。爹爹，姨娘毕竟刚刚生产，有什么事情慢慢说。姨娘，你快起来，你刚生完孩子，身体虚弱，可不能着凉了。林奕晨躲在暗处，嘴角好心情的扬起。这个穆婉熙还真是太可爱了，身子虚弱。就苏姨娘刚才跳起来打人的样子，哪有一分虚弱的模样？穆丞相也是被气得狠了，一脚踹向旁边的赵大夫。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说不清楚，本相要你全家的命。相爷，苏姨娘她做了什么？爹爹，秦大夫还在娘亲那里，不若请秦大夫过来看看吧。爹爹，您大概还不知道，前段时间王姨娘病得很重，赵大夫给她开了药，结果差点要了王姨娘的命。女儿请秦大夫给王姨娘看了，说是被人故意弄错了药，还有府中的姨娘全部都被人下了绝子药。什么贱人？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老爷，你不要听大小姐污蔑妾身，大小姐讨厌妾身已经不是1、2天的事了，你怎么能听信大小姐的片面之词就怀疑妾身呢？还有这婆子定然是大小姐找来诬陷妾身的，妾身明明生了个儿子，只是夭折了而已。爹爹，姨娘身子虚弱，还是让姨娘上床躺着吧，若是落下了病根儿就不好了。叫秦大夫过来。秦大夫很快就来了，跟着来的还有一位妇科圣手，这个人不用想也知道是林奕晨叫过来的。秦大夫，麻烦你给他看看。老爷，妾身的身子一向很好，再说了，赵大夫对我的身体情况更了解一点，不用秦大夫。查。秦大夫给苏姨娘把脉，左右两手都看了看，眉头紧蹙。秦大夫让开位置。张大夫，不若你来看看吧，这位姨娘的脉象很奇怪。相爷，老身需要给这位姨娘检查一下身体，才能确认。不，你这老货，你算什么东西，也敢要求看我的身子？来人，压住这贱人，让张大夫检查。不要，不要啊！相爷，我们夫妻10多载，你怎么能忍心让一个如此低贱的人侮辱妾身呢？相爷，相爷！穆丞相却是头也不回的踏出去了。看到穆婉熙抱着那个孩子还站在门口，劈手夺过穆婉熙怀中的孩子就往地上砸去。爹，你这是做什么？爹，你是当朝首辅，你难道想让人知道
您这个丞相心狠手辣，连一个刚出生的婴儿都不放过吗？穆丞相双目发红，但还有理智存在，干脆站在门外等待检查结果。很快，张大夫就出来了，说：“这位姨娘在10多年前因为生产伤了身子，不可能再孕了。可是她却怀孕了，是怎么回事？”老身刚刚检查过了，这位姨娘根本就没有怀孕，是吃了某种秘药显现出来的假象，而且这种药对母体的伤害极大。老身忘了，这位姨娘早就不能生了，所以吃了也没关系。吴管家，送大夫出去。是，老爷。相爷，妾身知错了，相爷，你饶了妾身吧，相爷。苏姨娘一路上不断的挣扎求饶，可是穆丞相脸上丝毫没有动容，有的只是满腔的恨意。来人，将赵大夫绑了，送去祠堂。另外去请祖母和几位姨娘也到祠堂来。是，大小姐。这孩子你是从哪里弄来的？回大小姐，这孩子是老奴从一个刚生产的穷苦人家里买来的，他家已经有4个孩子了，养不起，所以就卖给我了。你也跟我去一趟祠堂吧。如今苏姨娘是死定了，她必须找个活下去的大树。看这位小姐的气度，想来应该能保下她这条性命。老夫人，大小姐派人过来，请老夫人去祠堂，说是相爷有重要的事情。好，我倒要看看今日这毒妇怎么说。邱姨娘原本被穆婉熙恐吓之后，就如同惊弓之鸟，突然听到穆婉熙派人叫她去祠堂，吓得止不住的颤抖。可是大小姐叫我去祠堂，所谓何事？邱姨娘，大小姐有什么事情，怎么会告诉我们这些下人？您还是赶紧去吧，老夫人跟相爷都等着呢。邱姨娘脸色煞白，心里闪过不好的预感。她总觉得去祠堂不会有什么好事，但是昨晚她并没来得及下手，也没有留下什么证据。姨娘，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也不知道。不过既然大小姐让人请我们去祠堂，那就一起去吧。邱姨娘咬了咬牙，带着穆雪瑶出了门。这一刻她有些后悔了，不应该跟苏姨娘联手的。明明知道大小姐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大小姐了。相爷，这是怎么了？王姨娘站在穆婉熙的身边，看着跪在地上的苏姨娘，冷笑一声：“哼，苏姐姐的肚子没了，也不知道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相爷，听说夫人生了个小少爷，咱们相府总算是有后了。苏姨娘生的是个什么？怎么不见人传消息呢？”生？哼，就他也生得出来。相爷，这话怎么说呢？苏姐姐那么大的肚子，怎么就不能生了？难不成孩子夭折了？哎呀，苏姨娘，你别太伤心了，以后还可以再生的。王晴，你给我闭嘴！苏姨娘咆哮，穆丞相一脚将苏姨娘踹翻在地。该住嘴的是你，你这恶毒的女人！今日本相就要用家法处置了你这恶毒的女人。相爷，不要啊，相爷！看在我们10几年的感情上，相爷，您就饶了我吧。一日夫妻百日恩，咱们做了这么多年的夫妻。苏姨娘，我娘亲跟我爹才是夫妻，你只是一个姨娘。穆婉熙，姨娘，咆哮嫡女可是以下犯上啊。穆婉熙凉凉地看了一眼苏姨娘，她能这般好脾气地跟她说话，可不是认为她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相爷，郭嬷嬷跟良辰美景抓到了，带上来。是。郭嬷嬷被带进来的时候，就一脸大义凛然的样子。
当他醒过来，发现自己被关在柴房，就知道苏姨娘的事情暴露了。相爷，你饶过姨娘吧，姨娘是无辜的，这一切都是我做的，是我见姨娘一直想要个儿子，所以才会想着给姨娘下了假怀孕的药，姨娘根本不知情啊，相爷，姨娘是无辜的。是的，相爷，我是无辜的，我真的是无辜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苏姨娘急切地开口，郭嬷嬷将一切罪责都揽在她自己身上，她求之不得。良辰美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穆丞相怒不可遏地吼道：来人，将这俩贱婢拖出去，乱棍打死。我们说，相爷，奴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姨娘让奴婢去看看郭嬷嬷回来了没有，其他的事情奴婢不知道，相爷，你要相信奴婢啊。爹爹，不若让所有人将自己知道的都说一遍吧。女儿先说吧。女儿状告苏姨娘心思歹毒，谋害主母与嫡子，借用手中的权力，用食物相克，毒害祖母，借用赵大夫之手，给府中的姨娘下绝子药，谋害相府的子嗣。莫婉熙的话一说完，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甚至连苏姨娘都不敢置信地看着莫婉熙，不明白莫婉熙怎么可能会知道老夫人的事情。毒妇，你这毒妇竟然敢毒害我！穆丞相怎么也没有想到莫婉熙会爆出这样的黑幕来，苏姨娘竟然毒害自己的母亲，这怎么可能呢？不，这有什么不可能？这女人连假怀孕都做得出来，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相爷，老夫人，婢妾冤枉啊！婢妾没有谋害主母跟嫡子，也没有谋害老夫人，更加没有谋害府中的姨娘。爹，这是赵大夫的供词，这是赵大夫亲自招供的，女儿没有用心，爹也可以提审赵大夫，亲自来问。穆丞相接过来仔细地看了一遍，目光游移地看向莫婉熙。短短的时间内，他竟然让赵大夫招供了。祖母，这是一份清单，上面写着哪些食物会相生相克，吃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婉熙呀，这是从哪里来的？亏祖母，这是宫中出来的，宫里出来的。那么有那个能力的人就是苏贵妃，而苏贵妃跟苏嫔的关系，这其中的猫腻儿不用说都明白了。苏嫔，你还有什么可说的？相爷，奴婢没有做过，奴婢真的没有做过，是大小姐污蔑婢妾，婢妾是冤枉的。苏姨娘，你的意思是，你假怀孕欺骗父亲，是我污蔑你；你意图杀害我娘亲跟我弟弟，也是我污蔑你；你毒害祖母，也是我污蔑你了。你可知，没有证据，我岂会如此大胆地指控你？你假怀孕是我们所有人有目共睹的，甚至还买了一个孩子回来假装是你亲生的，混乱相府的血脉。你谋杀我娘亲跟弟弟，是我跟爹爹祖母亲眼所见。你毒害祖母，赵大夫跟厨娘都一一招认了。还有，你迫害府中的姨娘。爹爹，所有的人证物证俱全，请爹爹做主。请相爷为奴婢做主。王姨娘跟何姨娘同时跪下，两人都恨毒了苏姨娘。邱姨娘整个人都摇摇欲坠，不敢相信自己竟被下了绝子药，并不是莫婉熙恐吓她，苏姨娘是真的给她下了药。苏嫔，我杀了你！你这个毒妇，我要杀了你！杀了你！苏姨娘猝不及防下，被邱姨娘抓着撞了好几下，额头都肿了起来。不过苏姨娘能把持相府多年，也不是个没本事的，当时就跟这个泼妇一样，和邱姨娘扭打在一起。把他们两人给我拉开，请家法。贱人，毒妇，你不得好死！好啦，你是相府的姨娘，
怎么跟个下贱的人一样骂这些呢？博远，请家法。来人，上家法。穆丞相阴沉的开口，一双眸子瞪向苏姨娘。相爷，妾身也只是因为爱惨了你，不愿意跟别人分享，才会这般做的。相爷，你真的要这么狠心吗？那你害本相的孩子呢？妾身只希望相爷的儿子由妾身来生而已。哼，苏姨娘，可是你10几年前就不能生了，还不让别人生，你分明就是想让相爷断子绝孙呢。你不过是一个妾，嚣张跋扈到主母的头上，趁着主母生产之际倒行逆施，意图杀害主母跟嫡子。相爷，这么狠毒的女人，妾身看不若送官吧。王晴，你这个贱人，你嘚瑟什么？扳倒了我，你觉得你就能出头了吗？哼，苏姨娘，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坏吗？像你这样恶毒的女人，就应该扒光了拖出去游街，让天下人都看看你苏萍是怎样一个恶毒的妇人，毒害婆母，谋害主母，迫害嫡子嫡女，你就应该活活被烧死。你这个贱人，说我恶毒，你又好得到哪里去？若不是我生产的时候动手脚，我何至于伤了身子不能再生？你说我毒害你，你怎么不说你害我呢？若不是你，相爷的儿子早就生下来了。你得知我怀了孩子，想方设法让我落了胎，我又岂会让你好过？我只恨我当时下手不够狠，没能弄死你。给我打，往死里打，打！相爷，相爷，你饶了妾身吧，妾身也是因为爱你，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相爷，跟本相狠狠的打，这样恶毒的女人，打死都不为过。穆丞相一脸的阴狠，对于苏姨娘的惨叫求饶一点都不心动。相爷，看在我为你生儿育女的份上，看在我们多年感情的份上。闭嘴！你还嫌你害得我不够吗？给本相生儿育女，也不看看你生了个什么货色，丢尽了本相的脸，让本相成为笑谈。本相恨不得活剐了你们母女。苏姨娘躺在地上，进的气多，出的气少，只是依然愤恨地瞪着穆婉熙。在她看来，害她不能再生的王姨娘可以不死，占了她夫人的位置的秦月雅也可以不死，甚至连可恶的老夫人都可以不死。但是穆婉熙，她绝对不会放过。你这个贱人，你的母亲比你可真是差太多了。贱人，你以为你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你异想天开！我诅咒你，我诅咒你一辈子被男人背叛，一辈子都别想得到男人的宠爱。你爱上的男人最终都会抛弃你。苏姨娘，你的诅咒上辈子就应验了，这辈子的我可不怕你。我本来就是来索债的厉鬼，又岂会在意你诅咒的预言？哼！本王一定要拔了他的舌头。林奕晨掐断了手中的树杈，一双眸子怒火直烧。苏家，哼！苏姨娘以为她有苏家之称就可以有恃无恐吗？异想天开！毒妇！博远，你看看，你看看，当年我就不同意让他进门，你偏要抬进来。你如今看清楚了，这个女人毒害你的母亲不成，又谋害你的发妻跟嫡子，还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诅咒嫡女，真是十恶不赦呀！
祖母，别生气，为这样的人气坏了身子不值当。更何况，宫嬷嬷说了，祖母的身体必须要好好的调养，祖母可别浪费了孙女的一片孝心。宫嬷嬷，孙女发现苏姨娘利用饮食毒害祖母的时候，就去求了宫嬷嬷来府中陪伴祖母。老夫人激动地拍了拍穆婉熙的手，她说宫嬷嬷怎么会突然来相府，还跟她说食疗的事情，跟她说了那么多，感情都是这个丫头的功劳。宫嬷嬷不好请，你这丫头有心了。祖母，为了祖母的身体，就算是再难请，孙女也得请。博远，这个女人太恶毒了，相府留不得，这事也不能传出去，就让她病故吧。不，老夫人，你不能这么做。祖母，不能。希儿，这毒妇如此诅咒你，你为何还替她求情啊？祖母，孙女不是为了苏姨娘求情，而是为了二妹妹。二妹妹也是一个可怜的人，摊上这样的姨娘，被姨娘害得不能再生育，而且明年就要及笄了，及笄之后就要嫁去宋亲王府。老夫人是何等精明的人，穆婉熙这么一说，就明白穆婉熙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苏姨娘一死，穆雪柔就要守孝3年，3年后这桩婚事必然有所生变，所以苏姨娘非但不能死，还得好好的活着。可死罪难免，活罪难逃。来人，断了她的腿。什么？你这个死妖婆，老不死的，你怎么不去死？你居然要断我的腿，你不得好死！老夫人听苏姨娘咒她死，脸色顿时就更难看了。还愣着干什么？动手！侍卫看了一眼穆丞相，见穆丞相点头，当下走上前来，架住苏姨娘，直接用棍子狠狠地砸向苏姨娘的腿。不！希儿啊，扶祖母回去，别占了这晦气。孙女遵命。所有人都离开了，最后只剩下了邱姨娘跟穆雪瑶。穆雪瑶不敢靠近邱姨娘，因为邱姨娘此刻的样子实在是太吓人了。当她以为邱姨娘会冲上去打死苏姨娘的时候，邱姨娘却笑了。哼，苏萍，你强行给穆雪柔堕胎，害得她不能生育，她现在可是恨毒了你。你说，将你和穆雪柔关在一起，她会怎么感谢你呢？来人，将苏姨娘跟二小姐关在一起。臣女给瑞王殿下请安。请问瑞王殿下，闯入臣女的闺房，有何指教？来，忙碌了这么久，看了这么多场好戏，先喝杯茶解解渴。瑞王殿下，这里是相府。林奕晨当然知道这里是相府，他给自己倒了一杯茶，优雅地喝着。对本王的做法可还满意？多谢瑞王殿下仗义出手。穆婉熙开口就将林奕晨的帮助说成是仗义相助，既然是仗义相助，那还索求回报，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可惜穆婉熙低估了瑞王林奕晨无耻的程度。怎么，你就这么感谢本王的辛劳？本王可是跟你一样，一直忙到现在，昨晚一晚没有睡。瑞王殿下，我想你大概是弄错了。弄错了？难道我派去保护穆夫人的人跑去保护苏姨娘了？难道本王让宫嬷嬷来帮你的忙帮错了？难道本王为你搜集的罪证有问题？臣女很是感激瑞王殿下的帮助，臣女在此真诚地感谢殿下的仗义出手。本王还没有吃早饭。哦，那王爷赶紧回瑞王府吃早餐吧，臣女就不送了。穆婉熙，本王帮了你，你应该酬谢本王。瑞王殿下，
我叫你帮忙了吗？我求你帮忙了吗？那是你自己无聊要帮。谢可以，愁不行。我穷。林奕晨被穆婉熙这一席话给气笑了。什么叫谢可以，愁不行？人啊，吝啬到他这种程度，也算是奇葩了。你穷？你穷就没有妇人了？殿下，我真的很穷。你看我屋中的家具都很旧了，我都舍不得换。你当然舍不得换。林奕晨瞧瞧他那张床，老檀木打造的，价值不菲，看着虽然旧，可是值钱着呢。瑞王殿下，我很困，要休息了。不行，本王帮了你。我又没求你帮。那你现在可以求本王。林奕晨老神在在的开口，只要穆婉熙开口求他，他就输了。殿下，你给我滚！林奕晨喝进嘴里的茶一滴不剩的喷了出来，若不是穆婉熙让得快，就会喷得穆婉熙一身。王爷慢慢喝，没人跟你抢。感谢一下本王，让你很为难吗？穆婉熙，本王真的饿了。林奕晨很是无奈地看着穆婉熙，他是真的饿了，忙了一晚上，真心很饿。穆婉熙很想说饿了就赶紧回你的瑞王府去，可是到了嘴边就又变成了我让人送吃的进来吧。好。青竹的动作很快，吃的很快就送了上来。瑞王殿下，你不用吃这么快，我不会跟你抢的。养成习惯了，一时间难以改过来。某暗卫见自家主子跟穆婉熙坐在一起吃饭，下巴都快要掉到地上去了。主子竟然会为了穆家小姐放慢吃饭的速度。要知道，大夫给他建议了无数次，让他吃饭速度不要那么快，王爷都不理会。穆小姐只说了一句话，他就乖乖的慢慢吃饭了。穆小姐一定是主上的克星。小姐，宋郡王来了，要求见小姐，去告诉爹爹，郡王来访。宋英杰在进入相府的那一刻，穆丞相就知道了。他原以为宋英杰是来看穆雪柔的，可是没想到宋英杰竟然是来见穆婉熙的。宋郡王，丞相，叨扰了。郡王来相府所为何事？宋英杰张嘴想说是来看穆婉熙的，话要说出口就察觉到不对，立即改口道：听婉熙说二小姐病了，可二小姐跟本郡王有婚约，所以前来探望。柔儿是病了有些日子了，只是身子还有些虚弱，不方便见客。相爷无需担心，本郡王只是看一眼而已。若是相爷不放心，可让大小姐陪同前往。宋英杰不放过任何可以跟穆婉熙接触的机会。穆丞相眸光闪烁，穆雪柔没有了生育能力的事情，宋家还不知道。若是知道了，定然会毁约的。若是宋亲王要反悔，到时候也可以让婉熙顶替上去。来人，去请大小姐过来。宋英杰眼前一亮，低眉敛藏眼中的金光。他今日来主要是为了确信一个消息：穆雪柔因为堕胎过猛，导致伤了身子，再也无法生育。而宋亲王府的郡王妃绝对不能是一个不能生的，到时候他小以利诱，让穆婉熙顶替穆雪柔，此事就完美了。穆丞相，应接对大小姐。相爷，大小姐到了。女儿见过父亲，见过郡王。郡王，你可是折煞婉熙了。爹爹，不知道爹爹找女儿所为何事？婉熙啊，事情是这样的，郡王来相府看柔儿，可是爹爹很忙，柔儿又在后院，郡王一个人的话难免会迷路，所以让你来带郡王去看看柔儿。女儿知道了。二妹妹这些日子一直在念叨着郡王，郡王能来看二妹妹，二妹妹定然会很高兴的，病都会好得更快。冬儿，你快去通知二妹妹，一会儿郡王会过去探望她。
从穆婉熙进来之后，他的眼睛就一直盯着穆婉熙。几天不见，穆婉熙越发的漂亮了，漂亮的让人都移不开眼睛了。如此甚好，那么婉熙，你就替为父好好招待郡王。女儿遵命。穆婉熙目送着穆丞相离去的背影，眼底桑朗一片。明知道宋英杰不怀好意，可是他的好父亲依然让他们独处，其中深意不可谓不深。郡王，请。大小姐请。雪园内，穆雪柔不可置信地看着冬儿。你说什么？二小姐，我家小姐让我来通知你，宋郡王一会儿会过来看你，希望二小姐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你想要重新成为人上人，想要依靠宋郡王，若是你这般样子出现在宋郡王的面前，哼，贱婢，本小姐怎样由得你说吗？要知道，本小姐可是未来的郡王妃。是未来的郡王妃，你还是好好的打扮一下吧，宋郡王很快就要过来了。哼，本小姐的事情不需要你管，我必须离开相府，只有离开相府才能有活路。开年我就成年了，到时候加入宋亲王府，成为郡王妃，我看谁还敢给我脸色看。穆雪柔换了一身素白的衣服，她必须要表现出自己弱不禁风的一面，让宋郡王无法拒绝她。苏姨娘躺在床上，原本风韵犹存的她苍老得很快。柔儿，苏姨娘艰难地开口，她被生生打断的双腿，没有大夫，没有药物，没有关系，但她不能失去这个女儿。姨娘，我是未来的郡王妃，郡王来看我了。哼，姨娘，你不为女儿高兴吗？柔儿，郡王这个时候来看你，绝对不是。闭嘴！穆雪柔一耳光打在苏姨娘的脸上。是你害了我，如今你还想毁了我的幸福吗？我绝不允许！穆婉熙这个没安好心的。哼，穆婉熙没安好心又如何？我才是郡王名正言顺的未婚妻，郡王是喜欢我的。穆雪柔精心打扮一番之后便出去了。出去的时候就看到穆婉熙带着宋郡王进来。郡王，大姐姐。二妹妹，你身子可好些了？郡王听说你病了，就过来看你。你跟郡王可真是感情深厚，看得姐姐好生羡慕啊。多谢大姐姐关心，我已经好很多了。郡王，谢谢你来看我。柔儿，你病好了，我就安心了。本来前几日就来看你的，可我受了伤，这伤刚好就忍不住来看你了。我就知道郡王你心里是有我的。穆雪柔不顾穆婉熙在场，就靠在宋英杰的怀里。宋英杰的身子僵硬了一下，伸手抱住了穆雪柔。上辈子你们偷偷摸摸的也要在一起，这辈子我这个做姐姐的就成全你们，让你们光明正大的在一起。郡王，你陪二妹妹说些贴心的话吧，婉熙就先告退了。哪知宋英杰见穆婉熙要走，竟然想也不想的就推开穆雪柔。别走。郡王。婉熙，你也留下来好吗？穆婉熙这个贱人，害得他这般不说，竟然还要抢他的男人。想到这里，穆雪柔扬起手就要去打穆婉熙。穆雪柔的手挥了过来，尚未碰到穆婉熙，穆婉熙就应声倒下了。二妹妹，你为何要打我？穆雪柔。宋英杰瞬间就怒了，转身想也不想给了穆雪柔一耳光。你打我！宋英杰根本就不理会穆雪柔，赶紧把穆婉熙扶起来。婉熙，你没事吧？穆婉熙捂着脸摇了摇头。郡王，二妹妹不是故意的，你不要生她的气，她只是身体并未大好，并不是故意要打我的。哼，我看她就是故意的，小小年纪就如此心狠手辣，长大了还了得。
这样的品行，不会做我宋亲王府的郡王妃。郡王，不，我根本就没有打到他。郡王，你要相信我，是他冤枉我，真的是他冤枉我。二妹妹，你怎么能如此说我呢？你这个贱人，少在我面前装可怜。穆雪柔，你真是好教养啊，竟然如此骂长相嫡女。本郡王真是看错了你。郡王，不，你听我解释，我真的没有，我没有。郡王，二妹妹她不是故意的，是我不小心自己摔倒的。婉惜先告退了。婉惜，郡王，你不要相信穆婉惜，她就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贱人。我之所以落得如今这般，就是她陷害的。郡王，我才是你的未婚妻，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穆雪柔一边哭诉，一边用自己尚未发育完全的胸去蹭宋英杰的腿。宋英杰身子一僵，小腹就升起一股邪火。郡王，只有我才是真心爱你的。哦，你真心爱本郡王？郡王，柔儿是真心爱你的，为了你什么都可以做。这些日子柔儿都快想死郡王了。郡王，你可想柔儿？宋英杰的喉结蠕动了一下。小妖精，想本郡王了是吧？今日本郡王就好好的满足你，让你欲罢不能。说完，一个旋身，直接将穆雪柔按在了院子里的石桌上，伸手就扯断了穆雪柔的衣带。郡王，不要在外面。不要？你不是说你为了本郡王什么都愿意做吗？本郡王现在立刻马上就要你。穆婉惜哭着离开，可是一离开雪原就擦掉了脸上的眼泪，嘴角扬起了一抹诡异的笑容。穆雪柔，庄柔若不知你会，我也会。被人冤枉的滋味如何？是不是异常的销魂？穆婉惜一回到锦兰院，便将外衣脱了下来，丢给了秋儿。把衣服烧了。穆雪柔那边却是闹翻了天。宋英杰跟穆雪柔豪放的在院子中人肉大战，小厮在一旁围观，不知怎的惊动了穆丞相。穆丞相一怒之下，将宋英杰请出了相府。宋英杰被请出了相府，这不是什么大事，关键是穆雪柔跟宋英杰在院子里野合，被院子中的小厮从头看到尾，而宋英杰又是被穆丞相给打出丞相府的。于是府中发生的事情不到一日便传遍了整个帝都，穆雪柔的名声算是彻底的毁了。而回过神来的宋英杰定然也不会愿意娶一个名声败坏的女人为郡王妃的。穆婉惜听到这个消息很是高兴，可是没高兴多久，就听到宋亲王上门了。冷玉妃，去打听一下宋亲王来相府所为何事。没问题。前厅，穆丞相跟宋亲王两人沉默地喝茶，谁都没有要先开口的意思。相爷，本王这个时间叨扰，还请相爷不要见怪。对了，听说相爷喜得灵儿，本王在此恭喜了。喜散的时候，别忘了请本王喝一杯喜酒。终于还是宋亲王开了口。宋亲王客气了，小儿喜散的时候定然不会忘记王爷的，更何况你我身为同僚，何必如此见外。另外，王爷是为了郡王的事情而来，还请王爷放心，有关的人本相都会处理干净的，这件事绝对不会传到外人耳朵中。相爷想多了，本王来这里是替人传话的。可是那位？对，那位的意思是让小儿英杰迎娶相府大小姐穆婉惜。宋亲王开门见山地说道。
那位需要秦国公府的支持。穆丞相蹙眉，他原本是想留住穆婉熙的，让穆婉熙做皇妃。可是四皇子要穆婉熙做宋亲王的儿媳，这穆丞相迟疑了。丞相，殿下最讨厌两边倒的人。我儿英杰，难不成还配不上你的女儿？本相不是这个意思，只是郡王跟小女柔儿有婚约，又有了肌肤之气，只待明年小女及笄就进门。婉熙乃是府中嫡女小姐，怎么可能给人做妾？别说本相不答应，就是秦国公府也绝对不会答应的。不是做妾，是做郡王妃。宋亲王淡淡地看了他一眼。穆雪柔品德败坏，又不能生，我儿愿意纳她为妾，也是看在两家的交情上，再多就过分了。我儿只会娶穆婉熙为郡王妃，这件事本相需要考虑一下。宋亲王不悦地开口：穆丞相，这是殿下的命令，不是跟你商量。穆丞相脸色变了变。这件事总要经过秦国公府的同意，儿女婚事自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秦国公府身为外家，还没有干涉的权利。令公子喜丧之后，我会让人送聘礼上门。相爷，本王很希望咱们两家能结秦晋之好，我相信相爷不会有意见的。本王告辞。王爷慢走。穆婉熙听了冷玉妃的回禀，脸上的表情极为的精彩。老贼！你打算怎么办？宋亲王说，在我弟弟喜丧礼之后过来下聘吗？明日就是瑞哥的喜丧礼了，宋亲王倒是急切。是的，听宋亲王的意思是，喜丧后不出3天，他就会叫人过来下聘，似乎想早日将你娶过去。冷玉妃有些幸灾乐祸，只是不敢表示出来。哼，好，很好，非常好。冷玉妃，我需要你的帮助。来了，果然还是来了。但愿这次小气的王爷不会找他的麻烦。你说，要我做什么？我要你将宋亲王下聘的东西全部都换了，换成不值钱的破玩意儿。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得很好，你说是吧？小事一桩，别的我不敢保证，这种事我手到擒来。对了，上次瑞王怎么知道我想做什么？穆婉熙，林奕晨他不是人啊，你那什么表情？冷玉妃看了一眼穆婉熙，就知道他想歪了。我打不过他，被他抓了，然后不愿意受刑，就招供了。你就这么把我卖了？穆婉熙一副吞了苍蝇的模样，能不能有点骨气啊你？我堂堂道圣，怎么可能没有骨气？我那不是一个人忙不过来，而瑞王殿下就表示他能帮忙，且不会伤害你，我才告诉他的嘛。下次不准把我的事情告诉他，不然……穆婉熙挥舞着自己的拳头，你知道后果的。冷玉妃茫不然的点头。临出门，冷玉妃突然想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关于穆婉熙的终身大事。婉熙，你有没有想好要跟瑞王合作？暂时不想，我不想跟皇家的人沾上关系。哎，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身份除了皇家的，天下又有几个人敢娶你？当然，那些心怀叵测又不怕死的人除外。穆婉熙看着冷玉妃的背影，良久。若是可以，我愿意一辈子不嫁。穆婉熙的这句话，成功的镇住了冷玉妃跟前的暗火。暗火一听，穆婉熙想一辈子不嫁，那怎么可以呢？主子好不容易看上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却不嫁，不行不行，他得想办法给两人创造空间，让两人多接触接触。用老大的话来说，这叫……对了，叫日久生情。
正在乱想的暗武回过神来，冷玉飞已经消失不见了。暗叫一声不好，赶紧给宁青传信。宋亲王府，宋侧妃正在高高兴兴地点着嫁妆。英杰，你可得好好感谢你爹爹，若不是他亲自上门为你求娶穆小姐，这件事情只怕还成不了。母亲说的是，孩儿定然是要感谢父亲的。父亲向来关爱我们，母亲放心，父亲定然也会为弟弟谋取一门好亲事的。宋英杰得了便宜还卖乖，一席话差点让宋王妃破功。是啊，姐姐，英杰是长子，英杰的婚事定了，就轮到英豪了。宋侧妃话里话外的意思是，我儿子是长子，什么事情都是我儿子先，你儿子是嫡子又如何，不还是要排在我儿子的后面。宋王妃转过头来，一双眸子阴冷地盯着宋侧妃。你别高兴得太早，不过就是娶了邻家不受宠的女人而已，没有娘家支撑的女人能有什么本事？我还没见过哪家女人是靠着外祖家的。宋侧妃面色一正，顿时有些恼怒。哼，偏偏这位相府不受宠的大小姐极受秦国公夫妇的宠爱，我家英杰娶了她，定然能借助外祖家的力量青云直上。哼，只怕是想借着青云没借着，反而摔得头破血流吧。江婉儿，你什么意思啊？宋侧妃瞬间怒了，别人怕她，她可不怕。流苏，本妃只是告诉你，做人别太得意的好。想要娶穆婉熙，做梦！哼，贱人！啊，别生气，他是嫉妒而已。他倒是想让他儿子娶穆婉熙，可惜没有郡王的身份。他儿子想要娶穆婉熙，比登天还难。是了，娘何必跟他生气？他的儿子后生出来，我就是赢了。儿子，过来，咱们再看一遍礼的。给穆小姐下聘，可不能太寒碜。是，娘。宋亲王府欢喜一片，瑞王府就乌云密布了。宁青低着头，离林奕晨远远的。以前殿下只有一个表情，那就是没有表情。自从认识穆婉熙以后，殿下的表情实在是太丰富了，也太可怕了。这变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他的心脏都快要受不了了。宋亲王府还真是不死心，想要娶穆婉熙，哼，也要看他们有没有那个命娶穆婉熙进门。年轻，本王让你搜罗的宋家的罪证收集的怎么样了？林奕晨阴冷地吐出一句话来。宁青很是为难，宋亲王老奸巨猾，想要抓住他的证据，简直难于上青天。王爷，属下手上收集了不少宋亲王贪污受贿的证据，可是这些证据不足以让宋亲王府受创，最多也就是被皇上罚俸而已。皇上想收拢兵权已经很久了，你说本王给他送上一个机会，收回宋亲王府的兵权，他会不会感激本王呢？宁青咽了咽口水，殿下的表情要不要这么恐怖？殿下，想要宋亲王府交出兵权，简单的罪名可不行。宋亲王府不是想让穆婉熙做他儿媳妇吗？想要娶穆婉熙，聘礼自然是不能差了。宁青眼珠子一转，殿下，您的意思是？本王记得3年前国库被盗，丢失一批贡品。若是这批贡品出现在宋亲王府中，你说我那多疑又冷血的父皇会怎么想呢？光是在宋亲王府还不够，最好是有个身份贵重的人当场发现，捅到御前，那么宋家就算不死，也要元气大伤。哼，把冷玉妃抓来，
让他别坏事，在宋家的聘礼放入适当的贡品。是，王爷。另外，本王在那一天要去相府，想办法把太子也引去相府。本王要让太子做证人。穆丞相中年得子，这是一件大喜事。喜三这天，相府异常的热闹，大清早的就不断有宾客上门了。管家一早就站在门口迎接。穆丞相老来得子，儿子喜三，朝中大臣就算不看穆丞相的面子，也要看看秦国公府的面子，怎么着也是要来参加的。就算那些不便前来的朝臣，家中女眷都会前去贺喜。穆夫人偃旗息鼓了这么多年，一朝得子，简直是一鸣惊人。穆丞相看着前来道贺的朝臣，笑得合不拢嘴，早就将苏姨娘母女忘在脑后了。若不是看到苏家前来庆贺，穆丞相都想不起府中还有个苏姨娘。亲家，恭喜恭喜！苏大人小心地陪着不是。相府发生的事情虽然隐秘，但是苏家怎么可能不知道？但是毕竟是自家妹妹，有错在先。穆丞相语气很是不好，苏大人对于穆丞相甩的脸色也只能忍了。当初他因为这个妹夫得了不少的好处，可恨的是自己的妹妹竟然做出这么恶毒的事情，传出去，别说是他们，就算是宫中的苏贵妃都要受到牵连。主院里，老国公夫人看着孩子，笑得合不拢嘴。瞧瞧这孩子长得多漂亮呀！娘，你可别夸他了，这孩子经不起夸。孩子这么小，当然得多夸夸啦。老国公夫人伸手逗了逗瑞哥，这个孩子是个聪明的，来，这是外祖母给的。老国公夫人将一枚玉佩放在瑞哥的身边，国公夫人掩着嘴偷笑。娘，你看瑞哥笑了，果然是个聪明的。老国公夫人忍不住大笑。好好好，乖孙子，外婆的乖孙子。外祖母，看到弟弟你就忘记我了？祖母哪里敢忘了你这丫头呀？老国公夫人点了点穆婉熙的鼻子。多大的人啦，还吃弟弟的醋，羞羞羞！外祖母。莫婉熙拉着老国公夫人的衣袖，撒娇不已。行了行了，你这丫头闹得外祖母头都疼了。行行行，希儿不闹外祖母了，但是外祖母今日可得帮瑞哥添盆。莫婉熙得意的笑，眸子中的暖意是那么的明显。林嬷嬷走了进来，喜气洋洋的行礼。报太君，国公夫人、夫人、小姐，吉时到了，相爷让奶娘将孩子抱出去。抱出去吧，收生婆婆也等着了。吉时到，请小公子喜三。收生婆婆对着香案拜了3拜之后，从奶娘的手中接过孩子，便开始了喜三添盆。等到添盆完毕，收生婆婆拿起了棒槌，往盆里一搅，口中念念有词儿：一脚两脚连3脚，哥哥领着弟弟跑，7婶8婶歪毛淘气儿，稀里呼噜都来了。先洗头做王侯，后洗腰，一倍倒比一倍高，洗洗蛋做知县，洗洗沟做知州，3梳子2笼子，长大带个红顶子，左描眉右打鬓，找个媳妇儿准4寸，刷刷牙漱漱口，跟人说话免丢丑。随后穆婉熙的眸子中瞬间染上了泪光。秦轩不经意地转过头来，
就看到穆婉熙含泪的模样。希儿，没事吧？穆婉熙赶紧擦了擦眼睛。轩表哥，希儿没事，就是看到瑞儿喜散，高兴而已。穆家有后，我跟娘亲以后在穆家也有个依靠了。傻丫头，我们都是你跟瑞哥儿的依靠。谢谢你，轩表哥。自家人还说谢。轩表哥，我见过齐姐姐了，是个很好的姑娘。你跟齐姐姐成亲的时间定了吗？秦轩的眸色暗淡了一点。定在明年的5月。尹表哥呢？最近回家了吗？他呀，去营里忙着呢，回家的时间少，连小表弟的天三礼都是让我帮忙准备的。我看啊，尹表哥是被舅母逼的，躲到军营里去了吧？是啊，娘她很着急。还好轩表哥的亲事定下来了，若是轩表哥的亲事还没定下来，舅母才是要真正着急了。不过尹表哥倒是不用着急。希儿想找个什么样的夫君？秦轩突兀地问道。莫婉熙却是沉默了，良久都没有回答。当秦轩都以为莫婉熙不会回答他的时候，莫婉熙说了话：一生一世，一双人。简简单单的7个字，却是极为的难求。会有的，希儿，会有这样一个人的。谢谢你，轩表哥。莫婉熙转过头来，苦笑。这是他的奢望，他的身份注定不能拥有这样的人生。喜三礼后的第3天，宋亲王府如约下聘来了。下聘的队伍抬着68台聘礼，浩浩荡荡的走在朱雀街上，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这是哪一家要娶媳妇儿了？这么大的排场，68台聘礼，定然不是普通人家吧？有人羡慕地问道。不知道吧？这是宋亲王府的人，回首之人是宋亲王府的宋郡王。听说今日是去相府下聘。去相府下聘？幸福二小姐尚未及笄，怎么就这么仓促的忙着下聘啊？有人摸了摸脑袋，似乎很是疑惑。瞧你那副唇样，听说宋郡王要娶的是相府的大小姐穆婉熙，而不是二小姐穆雪柔。什么？可是前段时间不是说宋郡王跟相府的庶女二小姐苟合，被人捉奸在床？宋家为了息事宁人，所以许了穆家二小姐郡王妃的位置吗？怎么又变成大小姐了？听说那穆家二小姐身子亏损的厉害，不能生。宋英杰睡了相府的庶女，又想娶相府的嫡女，哪有那么容易？若是只是宋亲王的一厢情愿还好，就怕穆丞相也是同意的。林奕晨悠悠地开口，话中的意思很是明显。穆丞相是宋亲王一派的，太子可要好好的防备。太子的脸色变了变，看着井然有序抬进相府的聘礼，眸子中森然的冷光。三弟，你可有办法？太子说笑了，本王能有什么办法？不过本王倒是对宋家的聘礼很好奇，一个异姓亲王的儿子娶妻，竟然下了68台聘礼，宋亲王府真有钱。太子眸光闪烁了一下，是啊，就算是他要迎娶太子妃，也只是98台聘礼的点制。林奕晨却是一直心不在焉，这几天他都在想一句话，一句暗卫传给他的话，只有7个字：一生一世一双人。莫婉熙的想法无异于异想天开。三弟，你在想什么呢？本宫叫你几遍了，你都不回答。在想一种动物。什么动物值得你想得出神？雪狼王。怎么突然想到雪狼王了？本王有一年在雪山上遇到了一只受伤的雪狼王，他挣扎求活，求生欲一望即下，本王被他的坚韧所感，救了他的性命。
可是在他回到狼窝发现母狼死了的时候，竟然一头撞死在母狼身边。本王有些想不通，他在受伤的时候那么拼命的想活下来，可是在看到母狼死了的时候，怎么就放弃了求生欲一往？三弟，你大概不知道吧，雪狼虽然凶残，却也是极为高贵的动物。雪狼若是结成了夫妻，那么便是同生共死。说是母狼死了，它也会跟着死去。若是有幼崽，它则是会将幼崽养大，然后死在母狼坟前。普通的雪狼尚且如此重情，更何况雪狼王呢？太子不甚在意的开口，林奕晨却是一震，嘴角扬起了一抹弧度。虽然不明白林奕晨为何而笑，但是太子知道，林奕晨笑了，就代表他的心情很好，而有些人可能就要倒霉了。太子殿下，有没有兴趣陪本王走一趟相府？本王要去归还一件东西。乐意之至。太子也想看看宋家到底准备了多么丰厚的聘礼，看看他能否拿住把柄，搅了这桩婚事。宋英杰是跟着媒婆一起上门的，68台聘礼摆满了整个院子。穆丞相的眼中有着笑意。英杰拜见丞相大人。郡王免礼，都快是一家人了，郡王就不要如此客气了。莫婉熙安静地坐在一旁，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宋英杰一眼。只是宋英杰怎么会放过莫婉熙呢？大小姐。郡王。哎呦，大小姐真是长得如花似玉，倾国倾城啊！看得我呀，心里都酥痒痒的。跟宋郡王郎才女貌，般配得很，般配得很呐！您说是吧，相爷？婉熙，你看郡王多有心，光是下聘就是68台聘礼，可见多看重你。丞相大人，英杰对大小姐是一片痴心，若是能得大小姐为妻，英杰定然不辜负大小姐。宋英杰含情脉脉地看向莫婉熙，可惜莫婉熙连看都不看他一眼，目光落在那些聘礼之上。郡王，婉熙能否看一下聘礼？莫婉熙低着头，偷偷地看了一眼宋英杰，一脸娇羞地问道，似乎很是不好意思开口。宋英杰哪里见过这等模样的莫婉熙，只觉得莫婉熙那一眼便让他整个人都酥了，就算美人此刻要他学狗叫，他也会毫不犹豫。当然可以，这些聘礼可是我娘精挑细选的，婉熙你一定会喜欢的。说着，宋英杰就命人将聘礼打开，让穆婉熙开开眼界。穆丞相也是一脸的期待，只是当所有的聘礼都打开的时候，穆丞相一脸的期待变成了一脸的铁青。68台聘礼竟然都是一些不值钱的玩意儿，外表看着好看，内里却是一文不值。就算里面夹杂了一些古董古玩，可加起来最多也值1万两。怎么会这样？郡王，这些就是郡王给婉熙的聘礼吗？婉熙，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我准备的聘礼。太子殿下到，瑞王殿下到。宋英杰的话还没说完，就听到门房通报，不得不转身行礼。微臣叩见太子殿下，瑞王殿下。云深，请太子殿下给仁王殿下恕罪，微臣未能援应。本宫只是陪着三弟上门而已，丞相不必多礼。太子立马将事情推到瑞王的头上，林奕晨也不甚在意，直接走到穆婉熙的面前。本王拾得一枚玉佩，有人说是你的，所以本王来问问。多谢瑞王殿下，这是我的玉佩。那就物归原主，本王告辞。说完，竟然转身就要走。只是到了院子中的时候，目光落在某个箱子里，随即大踏步走了过去，拿起一座观音玉。这个东西似乎在哪里见过。太子看向林奕晨手中的观音玉，不以为然，
不过再次看的时候，却是瞪大了双眼。这是西子国进贡的贡品，3年前国库失盗，被人盗走了。来人，将宋玉洁拿下，将所有的聘礼封起来，带进皇宫。宋英杰甚至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便被关进了大牢。隐约发现这件事情跟他送去相府的聘礼有关，只是他跟娘亲准备的聘礼明明不是这些东西，是谁换了他的聘礼？难道是宋王妃？宋英杰在想是谁换了他的聘礼，莫婉熙也在想是谁将贡品放在了宋英杰的聘礼当中。冷玉妃，我知道你回来了，出来。冷玉妃瘪了瘪嘴，事情不是我做的，是瑞王。莫婉熙了然，已经猜到了是瑞王，但是亲耳听到冷玉妃说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瑞王带着太子上门，只为归还他的玉佩，这个理由别说别人不信，就是他自己也是不信的。瑞王到底想做什么？莫婉熙握着失而复得的玉佩，自言自语地问道。冷玉妃不敢吭声，她最近做事频繁让莫婉熙失望。太子跟瑞王带着一大堆的聘礼进宫，想要不引起人的注意都不行，尤其是宋亲王府。只是宋亲王尚未来得及进宫告御状，瑞王林奕晨倒是先把宋亲王给告了。臣叩见皇上。自称臣而不是儿臣，尊称皇上而不是父皇，可见皇上不待见瑞王，瑞王一样不待见皇上，连父皇都不愿意换一句。儿臣给父皇请安。太子似乎早就习惯了这两人的相处，久久没有等到皇上说话，太子抬起头来提醒皇上：父皇。太子，瑞王，你们进宫所为何事？臣状告宋亲王通敌叛国，勾结西子国，意图谋反。瑞王缓缓地吐出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一把利剑，足以让宋亲王死无葬身之地。太子，怎么回事？回父皇，今日儿臣在街上偶遇三弟，三弟前几日拾到穆小姐的玉佩，前去相府归还，儿臣好奇就跟着去了，恰好遇到了宋亲王府前去相府下聘的队伍。本来宋亲王府要跟丞相结亲是好事，儿臣也没什么好说的。穆小姐见宋家送来这么多聘礼，一时好奇就说打开来看看。这一打开，儿臣跟三弟就发现聘礼中竟然夹杂着西子国的贡品。皇帝看着面前的东西，确实是西子国的标记，眉头紧蹙，目光看向林奕晨，似乎想知道他要做什么。瑞王，就凭这，你就断定宋亲王府通敌卖国，是不是有些太轻率了？启禀皇上，如果有人到我东巡国库，是什么样的罪名呢？死罪。国库乃国之根本，偷盗国库之人必定心怀叵测，意图扰乱东巡朝纲，扰乱朝纲就会给外贼可乘之机，所以等同叛国之罪。而今宋府前去相府下聘的聘礼中，竟然有3年前国库失窃案中的贡品。太子，可有此事？回父皇，儿臣只认得其中几样，具体情况还要请户部尚书取来册子对比，才能知道。传户部尚书。传户部尚书觐见。大殿中一时之间陷入了诡异的沉默当中。瑞王，你觉得穆婉熙如何？肥肉一块。瑞王，哪能用肥肉形容女子？太失礼了。皇帝故意曲解林奕晨的话。穆婉熙是肥肉，真正的肥肉，他的几个儿子只怕都想吃到这块肥肉。户部尚书很快就到了，同时还带来了失窃物品的册子。这挨着一对比，聘礼之中竟然有18件物品出自3年前国库失盗案中的东西。偏偏这个时候，宋亲王哭天抢地的跑来告状，说太子仗势欺人，有失德性。
皇上，你要为老臣做主啊！宣子与穆家大小姐两情相悦，而老臣又跟穆丞相事先沟通过，两家都有意，才让我儿去相府下聘。没想到太子竟然上门闹事，技压犬子不说，还将我儿下聘的聘礼抢走了。皇上，你一定要为老臣做主啊！哼，你看看，这些可是你下聘的聘礼。宋亲王定睛一看，粗略地扫了一眼，其实他也不知道宋侧妃准备了一些什么东西。是的，皇上，这些是我们下聘的聘礼。好，好，好，既然你承认这是你宋亲王府的东西就行。宋柯，你好大的胆子！皇上，宋亲王傻眼了，这是怎么回事？他才是被欺负的那个。陛下，微臣不知犯了何罪，让陛下如此生气。犯了何罪？你自己看看。陛下，微臣冤枉啊！微臣冤枉！这些聘礼都是府中侧妃准备的，具体是些什么东西，微臣也不知道啊。哼，宋亲王，刚才你还满口承认这是你宋亲王府的聘礼，怎么，你是在糊弄父皇吗？微臣不敢，可微臣真的冤枉啊！冤不冤枉，搜一遍宋亲王府就知道了。皇上，老臣冤枉啊！不知道是什么人如此心思狠毒，要老臣的性命。老臣对东行的忠心，天地可见呐！皇上，你可千万不要听信谗言，让人随意污蔑老臣呐！宋亲王是在说本王进谗言，污蔑你吗？老臣不敢。哼，你要是没做亏心事，何必怕？本王提出搜宋亲王府，也是为了宋亲王好。若是宋亲王没有做这等事，自然是不怕鬼敲门的。皇上，您说是吧？皇帝沉默了片刻，便传旨搜查宋亲王府，抗旨不遵者以谋反罪论处。禁军包围宋亲王府的时候，宋王妃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禁军闯入宋亲王府搜查，才惹恼了宋王妃。宋王妃命令府兵不准禁军入府内。皇上有旨，命下官搜索宋亲王府。宋王妃，你挡住禁军，莫不是要抗旨不遵？皇上的旨意，何大人，为什么皇上会搜查宋亲王府？是啊，大人，我们家王爷向来遵纪守法，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遭了陷害。哼，宋侧妃，皇上之所以会下令搜查宋亲王府，还是拜宋侧妃所赐。什么？不可能！什么不可能？若不是宋侧妃为宋亲王准备的聘礼出了问题，皇上也不会命人搜查宋亲王府了。你这个贱人！你这个贱人！你究竟做了什么？竟然害得王府满门遭罪！王妃，我什么都没做，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只是按照……闭嘴！来人啊，将这贱妇绑了，等王爷回来发落。不，王妃，你不可以这么对我，我儿子是郡王，你不可以这么对我，王妃！拖下去！娘，不会有什么事吧？宋英豪担忧地问道。别怕，你爹不会让我们有事的。禁军很快就出来了，抬着2个箱子。大人，找到了。何襄命人打开，确认是他国贡品之后，让人带回了皇宫。娘，你怎么了？别吓我！娘，叫大夫，快叫大夫！英豪，完了，都完了。娘，到底出什么事了？你倒是告诉我呀！禁军带走的那2箱东西，是别国的精品。宋柯，你还有何话可说？微臣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皇上，微臣也不知道王府中为何会有国库失盗的贡品。皇上，
微臣冤枉啊！宋亲王，你是说本统领栽赃嫁祸你吗？这些东西可是当着所有人的面搜出来的。何大人，本王不是说你栽赃嫁祸本王，而是说……宋亲王，这2项东西是在宋亲王的书房暗室里搜出来的。那机关若不是因为搜查的士兵摔了一跤，撞上了花瓶，根本不会有人发现这个暗室。我的书房有个暗室，本王都不知道。宋亲王不知道自己的书房有暗室，想必那书房不是你用的。不知道在宋亲王府谁有那么大的权力，竟然可以越过宋亲王去。皇上，微臣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宋亲王，你真不知？可别现在说的这么坦荡，若是有人招了，到时候宋亲王你又多了一条欺君之罪。太子殿下，微臣对陛下的忠心日月可见，天地可表，怎么可能犯欺君之罪？微臣被人栽赃陷害，殿下你不为微臣平反，还一个劲儿地往微臣的身上泼脏水。太子殿下，你是何居心？你就在2人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瑞王诡异地笑了。瑞王，你笑什么？皇上，臣若记得不错的话，3年前国库失盗，户部尚书乃是宋亲王的远亲侄子，而这个人因为看管不力，被皇上诛了9族。是有这么一回事。瑞王，那人虽与北王有沾亲带故的关系，但是并不亲近，平时也不走动。宋亲王别着急，本王的话还没有说完。照理说，这家人不可能有生还者，但是在事发前，此人发现了端倪，所以命家中幺子带着一份罪证逃走了。皇上的面色也很是难看，冷冷地盯着宋亲王。瑞王，那人如今何在？此人在臣的手中，而他手中的罪证也在臣的手中，臣一并带来了，请皇上过目。宋柯，你胆敢密谋毁朕江山！陛下，微臣没有，微臣没有啊！微臣罪该万死，但是陛下，微臣的家人都不知情，求陛下看在微臣。闭嘴！皇帝暴跳如雷，几乎将桌子掀翻。宋柯呀，宋柯，你怎么对得起朕的信任？是什么让你意图颠覆朕的江山？啊！你倒是说呀！罪臣只是贪财，罪臣自知罪孽深重，不敢奢求陛下原谅，但求陛下善待罪臣的家人，以及罪臣手下的兵士，罪臣叩谢隆恩。宋柯，宋柯，你以为……砰的一声，皇帝要说的话全部都卡在了喉咙。宋亲王竟然在够嘴之后撞柱自杀了。宋亲王，陛下，罪臣对不起陛下。说完就闭上了双眼。罢了，放了宋英杰吧。宋柯用死偿还他的罪孽，也差不多了。秦王爵位许为此爵，令宋亲王嫡子宋英豪继承爵位吧。一夕之间，帝都风云变化，恩宠隆重的宋亲王府变成了子爵府。能征善战的宋亲王自杀身亡，而向来被忽视的宋家嫡子宋英豪竟然继承了爵位。宋英杰被放出来的时候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只是一回到宋亲王府，看到四处挂着白绸，亲王府的牌匾也不见了，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拉住了一名下人问道：出什么事了？大爷，你回来了，老爷去了。爹去世了？这怎么可能？爹早上还好好的，怎么可能去世了？宋英杰吃惊地问道，心里却是有着窃喜。太好了，爹死了，王府就是他的了，
以后再也不用看宋王妃跟宋英豪的脸色了。大爷，您还是先进去吧。好，母亲。扫把星，都是你们母子害了老爷，你还老爷命来！娘，你冷静点。滚！你给我滚出去！别让我看到你！扫把星！母亲，儿子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不明白就好好的看看。宋王妃转身抓起灵前的圣旨，砸在宋英杰的脸上。要不是你们这对丧门星母子，老爷何至于落得这样的下场？宋亲王府又何至于被削爵？削爵？不可能！爹到底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为罪自杀？宋英杰不肯相信事实。身为郡王的他，不应该接管王府吗？为何他变成了一无所有？他不信，他绝对不信。哼，大哥，爹走了，以后这个家是我当家做主，还请大哥莫要做一些伤我子爵府颜面的事情，否则的话，别怪我这个做弟弟的心狠。你，宋英杰隐忍的开口。我知道了，母亲，孩儿下去换一身衣服，然后过来替父亲守灵。哼，王爷不需要你守灵，搬出丁云阁，从今以后你就不能再住在丁云阁了。是，母亲，不知道孩儿要搬到哪个院子？就搬去北院住吧。北院已经荒废很多年了，根本就不能住人。宋英豪母女俩根本就是想折辱他，想要让他生气，惹恼他，然后找个借口将他赶出府。休想！孩儿遵命。宋王妃跟宋英豪看着宋英杰憋屈的离去，脸上都是带着快意的笑容。自己的丈夫死了，尸骨未寒，这对母子就开始联手迫害宋英杰母子。若是穆婉熙知道了，定要说一声报应不爽。前一世，宋英杰仗着自己是长子郡王，在继承了王府之后，迫害了宋王妃母子。宋侧妃逼得宋王妃自杀身亡，宋英杰逼得宋英豪在宋家做小厮，每天给他刷马桶。如今风水轮流转，轮到宋王妃母子折辱他们了。一直在等消息的穆婉熙并未睡觉，冷玉妃的消息还没有传过来，但是宋亲王的死讯他却是知道了。林奕晨潜入了相府，看到的就是穆婉熙拿着一本史书在发着呆，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怎么还没睡？臣女参见瑞王殿下。你在生气？没有。你在生本王的气。林奕晨肯定地说道。王爷说笑了，臣女哪敢生王爷的气啊？是不敢，而不是没有。你在怪本王利用你。能被王爷利用，是臣女的荣幸，臣女哪敢有怨言。女人，你真是一点都不可爱。你有殊途同归，又何必在乎方法？臣女的事情跟王爷的事情没得比。时辰不早了，还请王爷以后不要随意闯入臣女的闺阁，损了臣女的名誉。瑞王可别怪臣女赖上了瑞王。林奕晨危险地掐住穆婉熙的脖子。你在赶本王走，穆婉熙，若不是仗着本王对你的纵容，就觉得本王不会杀你了。小姐啊，出去。冬儿一进来就看到林奕晨掐着穆婉熙的脖子，当即就要动手，只是尚未出手便被穆婉熙喝住了。王爷，你想要杀谁，臣女阻止不了，想杀就杀，别那么多废话。穆婉熙，你找死！林奕晨怒不可遏，甩手就将穆婉熙甩在不远处的床上。好在床上有厚厚的被子，但依然撞得穆婉熙的背疼。瑞王殿下还真是好手段。穆婉熙，你信不信
没有本王帮你，不出1月，你就要嫁给宋英杰，别想着自杀。若是本王要将你嫁给一个人，你就算自杀也得嫁过去。瑞王殿下的手段，臣女自然是知道的，只是臣女不明白，瑞王殿下这般为难臣女，究竟为了什么？为了秦国公府吗？不，本王需要一个合伙人，而你很合适。本王不知道你跟宋家有什么仇，但是本王可以帮你报仇，前提是你跟本王合作。我要宋英杰生不如死。可以，本王甚至可以将宋英杰交给你处置。你要跟本王合作吗？为何不呢？我们各取所需，而且我还占了便宜，为何不跟王爷合作？很好，从今日起，你跟本王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不过你放心，本王不会让你做你无法完成的事情的。本王只需要你在适当的时候做本王的推手就行了。好，爽快。达成目的，林奕晨就离开了。莫婉熙却是沉默地坐在椅子上，良久才叹息一声。他终究是太弱了，虽然靠着重活一世知道了一些事情，但是面对绝对的实力，他连生死都不由自己。英杰，娘，儿子在。英杰，王爷什么时候接我们回去？你别怕，宋王妃那对恶毒的母子，王爷不会放过他们的。娘，爹已经死了，已经死了。现在这府里做主的是宋英豪，不会有人来接我们回去的。不，你骗我，你骗我，我也不会丢下我的，不会的。我没有骗你，娘，都怪你。要不是你在给我准备的信里中放错了贡品，爹就不会死，我还是人人尊重的郡王。都是你害了父亲，害了我。英杰，你还有没有良心了？若不是你要娶穆家小姐，会让其他几个皇子盯着你不放，从而抓住宋亲王府的错处，逼得你爹爹自杀吗？你若是细心一些，没把贡品放进去，我还是高高在上的郡王。那我呢？你怎么不说是你拖累了我？若不是你想要啃这块肥肉，宋亲王府何至于落得如此的下场？有办法了，我有办法了。我差点忘了，穆婉熙跟我有婚约的，只要娶了穆婉熙，还愁没有好日子过吗？可是儿子，我们现在在院子里都出不去，又如何去穆家？谁说我们不能出去了？娘，你说我现在的一身打扮，有谁认得出我来？宋侧妃看着宋英姐，一身吓人的粗布麻衣，头发脏乱，脸上也带着脏污，根本看不出一点贵公子的样子。难得的没有苏姨娘作怪，没有穆雪柔装小白花。穆婉熙带着冬儿外出逛街。小姐，我们去哪儿？四处走走，整天待在相府，你不觉得人都不爽利了吗？穆婉熙转过身来，准备找个地方吃点什么，眼角的余光却扫到了一个人，宋英杰。穆婉熙冷冷地吐出3个字：小姐，你说什么？穆婉熙的嘴角扬起一抹诡异的笑容，伏在冬儿的耳边轻声说了一些什么。冬儿的脸色有些尴尬，甚至有些不知所措。出来，我知道你跟在我身边，瑞王府的暗卫。暗武迟疑了片刻，出现在穆婉熙的面前。暗武参见穆小姐，我也只是让属下保护穆小姐的安全。帮我将那个粗布麻衣的人打晕了，扔到城南的破庙，再找10个彪形大汉带去破庙，抓一个男人扔去破庙，再找10个彪形大汉去破庙，
怎么听怎么都觉得有好戏看了。没问题。莫婉熙看着被打晕过去的宋英杰，笑得阴冷无比。哼，宋英杰，没有想到你也有今天。接下来，你可要好好享受我送给你的一切。一包药带着淡淡的香甜，东儿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绝对不会是什么好东西。张了张嘴想要规劝，却见穆婉熙突然转过头来，对着他诡异的笑。东儿，你的主子是我，而关于我的事情，除非我同意，你不能告诉任何人。这个任何人，包括秦国公府的人。是，小姐，我们还是快点离开这里吧。若是让人……我做事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要看清楚你自己的身份。奴婢该死！东儿咚的一声跪下。穆婉熙对他们的宽容，让他以为穆婉熙什么都不在意，却没想到他们所做的一切，穆婉熙都知道。起来吧，下不为例。本小姐最恨的就是被逐的人。莫婉熙擦了擦手，转身出了破庙。而这个时候，暗武带着的人已经到了。给他们一人10两银子，让他们进去好好伺候里面的公子哥。于是10个人争先恐后的跑进破庙，谁也没有注意到破庙的4个角落里各燃着一支香，香味缠绕，甜蜜缠绵。暗武疑惑地看着穆婉熙离去的背影，有些不明白，准备离开，却听到破庙里传出来不和谐的声音，整个人一愣，快速地窜上屋顶，透过缝隙看里面的情况。这一看，差点将暗武吓得跌下去。说来也是这宋英杰命不该绝，偏偏遇到了外出归来从破庙路过的四皇子，命人将宋英杰从破庙中带出去，还找来大夫给宋英杰医治。行了，本皇子不过离开京城几天，宋亲王府就翻天覆地了。说吧，谁弄的？是太子跟瑞王。太子跟瑞王联手了。瑞王？四皇子似乎很惊讶，瑞王向来不参与他们之间的斗争，为何会突然对宋亲王府出手？宋亲王府最近可有做什么得罪瑞王的事情？没有，属下可以发誓，宋亲王府绝对没有跟瑞王起冲突。不应该呀，林奕晨这个人绝对不会主动惹事，但是别人犯到他手中，他也绝对不会放过。既然他对宋亲王府出手，就说明宋亲王府得罪了他。殿下，你说有没有可能瑞王选择了太子？不可能。萧贵妃在宫中死得不明不白，但是极有可能是皇后下的手。以林奕晨的性格，绝对不会帮太子。可我没有得罪过瑞王啊！四皇子也想不通瑞王为什么对宋亲王府下手，但是他坚信宋亲王府在无意之中得罪了瑞王。四皇子跟宋英杰从来没有往穆婉熙的身上想。瑞王是谁？冷血残暴，战功赫赫的冷血杀神，靠近他的女人不是下场凄惨，就是被扒了皮。他们怎么也不会将事情往女人的身上想。殿下，宋家现在也是宋英豪当家，我无处可去了。那你就住在这里吧。不过本王希望能看到你的用处。温爷且放心，属下跟穆婉熙有婚约，等到属下养好伤，就去相府提亲。只要娶了穆婉熙，穆丞相不会把自己的嫡女嫁给一个失势的男人。属下自有办法。穆丞相是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穆婉熙要嫁给我，穆丞相也阻止不了。到时候殿下您再推波助澜一下，害怕穆丞相他不答应。四皇子眉头紧蹙，
他倒是想娶穆婉熙，只是父皇不答应，皇后也不会答应。而宋英杰现在只有靠他娶了穆婉熙，那对他的好处依然不变。本皇子知道了，你尽管去做吧。多谢殿下。苏贵妃在得知宋亲王府出事，宋亲王自杀，又被降了爵位不说，继承爵位的竟然是宋英豪，就恼恨不已。该死的，娘娘息怒，这么漂亮的手可不能弄伤了。嬷嬷，我生气。娘娘别气，相府只是外表好看罢了，出去秦国公府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看头。如今相府有了嫡子，秦国公虽然会看在孩子的面上多照拂相府，更多的却是不能了。可这宋亲王府也断了呀，宋亲王府断了就断了，娘娘要做的是摘清关系，免得宋家那小子狗急跳墙。那小子可不是个好相与的。嬷嬷，本宫明白了。这就对了，您是高贵的贵妃娘娘，皇上的宠妃，有皇上的宠爱，您才能跟皇后斗下去。而因为您无子，皇上会放心的宠您的。还有几日就端午了，到时候皇上会宴请朝臣，嬷嬷，替本宫准备一份礼物，本宫得好好奖励一下穆家小姐。奴婢遵命。主子，四皇子回来了。回来了又如何？难不成他还有那个胆子去娶穆婉熙不成？宋英杰被四皇子带走了，如今住在四皇子的府中。宋家是支持四皇子的人，除了皇上，其他人都知道。对了，给穆婉熙提个醒，怎么说他现在也是本王的合作伙伴。若是他被人暗算了，本王会觉得很丢脸的。王爷这么傲娇，真的好吗？告诉冷玉妃，别忘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若是他不记得，本王不介意帮帮他。主子，为何不杀了他？林奕晨抬头看向宁青。本王怎么做，需要你教？属下该死。宁青的额头滴下一滴冷汗。虽然他不明白林奕晨要做什么，但是穆婉熙的身份配得上瑞王妃的身份，但是配不上王爷。王爷不需要一个拖累的女人，他需要的是一个能与他并肩而行的女人。可穆婉熙不行。做好自己的本分。主子，公主有消息传出来。一道暗影出现在林奕晨的书房内。说，皇上要在今年的端午节上为主子挑选王妃。他倒是闲得慌，给他找点事做。禀报的人嘴角抽了抽，给皇上找点事做。他们家主子呀，实在是太嚣张了。他不是在怀疑国库盗窃案不是宋亲王一个人能做的吗？给他送上一些似是而非的线索，让那几兄弟去狗咬狗，老狗咬小狗，就是不知道谁更厉害些。禀报的人嘴角再次抽了抽。主子称呼自己的老爹为老狗，称呼兄弟为小狗，这不是在贬低自己吗？皇后似乎有意跟苏贵妃合作。皇后跟苏贵妃也是，苏贵妃没有孩子，终究是要找个人依靠的。依靠四皇子不如依靠太子来得更稳当一些。不过四皇子肯定不会允许苏贵妃另投他人吧？怪就怪在这里，四皇子居然没有一点反应。林奕晨微微蹙眉。你先下去吧。是。林奕晨自认为很了解四皇子林若轩。林若轩表面上看似好说话，其实骨子里比谁都要狠辣。苏贵妃一直都是在帮助他的，却突然转去帮助太子跟他作对，他却没有一点动作，这本身就不对劲儿。
想来想去，林奕晨干脆放下笔，出去走走。这一走，就一不小心走到了相府，走到了穆婉熙的院子里。他真是魔怔了，随便走走都能走到相府来。转身准备离开，关闭的窗子却突然打了开来，一碗茶水泼了出来，泼了林奕晨一身。王爷。穆婉熙拿着茶碗的手都在发抖。完了，这下死定了。林奕晨唰地夺过穆婉熙手中的茶碗，捏得粉碎。穆婉熙，你跟本王有仇吗？嘿嘿，没有，我哪知道王爷你站在窗外，若是我知道，就算您借我10个胆子，我也不敢破。瑞王什么的实在是太可怕了，谁会大晚上没事站在别人的窗外？让人知道了，还以为他跟人私相授受呢。帕子。哦，林奕晨擦干净脸上的茶水，理所当然地进屋坐下，看着燃烧着的红泥小火炉子，放着的紫砂壶，顿时明白穆婉熙为何会泼出那杯茶了。煮茶。天色已经不早了，不适合喝浓茶。殿下，龙蕊心、香波绿，清淡回甘，王爷看哪种好？你决定吧。龙蕊心吧。香波绿虽然也清淡，但是都是普通人喝的茶，想必王爷喝不习惯。你这泡茶的手法是穆夫人教你的吗？不是，我自己学的。前生他为了讨好宋英杰，学泡茶学医术，在宋英杰上战场的时候，用秦家的力量为他凑粮草与药材，最后却是什么都没得到，还害了秦国公府。不过他还要感谢宋英杰，要不是他也不会学得这般优秀。穆婉熙，小心苏贵妃。苏贵妃投靠了皇后。什么？穆婉熙正在冲茶，却因为林奕晨的这句话烫伤了手，当即就红了。林奕晨眉头紧蹙，赶紧拉住他的手，小心翼翼地喝着气。穆婉熙的脸一瞬间就红了，连耳根子都红了。殿下，没事，只是烫红了而已。那个，本王。王爷，喝茶，喝茶。苏贵妃投靠了皇后，想要借皇后的手对付你。苏贵妃不可能投靠皇后。为什么这么说？苏贵妃无子，肯定是要找个人投靠的。她选择投靠皇后，依靠太子是很正常的事情。作为一个宠妃，她不可能没脑子。因为苏贵妃有儿子。你说什么？苏贵妃有儿子？怎么可能？苏贵妃的孩子不是一生下来就死了吗？苏贵妃有儿子，而且还活着，就是几位皇子中的一个。可是苏贵妃的孩子不是在出生的时候就死了吗？不是死了，而是换了别人的孩子。苏家的背景太弱，跟其他几位妃子相比，根本就没得比。想要自己的孩子平安长大，自然是要另想办法的。你是说四皇子是苏贵妃的孩子？当年赵德妃跟苏贵妃几乎同是产子，赵德妃生下一子，而苏贵妃也平安生下一子。但苏贵妃在得知之后，就用自己的孩子换了赵德妃的孩子。这件事赵德妃知道吗？你觉得这件事情赵德妃知道吗？哼，若是赵德妃知道自己一心培养的孩子不是自己的孩子，只怕吃了苏贵妃的心都有了。难怪苏贵妃对四皇子很好，皇上还以为两人是同一天生的。苏贵妃看到四皇子，就想到自己早逝的孩子，所以让苏贵妃跟赵德妃一起抚养四皇子。没有想到，原来四皇子竟然是苏贵妃的孩子。那赵德妃的孩子呢？自然是死了。王爷不会以为苏贵妃会将赵德妃的孩子养大，来跟自己的儿子争宠吧？自然不会。林奕晨不得不说，苏贵妃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知道自己没能力保护孩子长大，
就将自己的孩子换给了赵德妃。是的，所以苏贵妃是绝对不可能投靠皇后的。若是她投靠皇后，那么必然是要利用皇后，或者说在关键时候捅皇后跟太子一刀。林奕晨点了点头，却突然疑惑地看向莫婉熙。你怎么知道这件事？莫婉熙把玩着手中的茶杯，脸上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他是怎么知道的？他不需要告诉林奕晨，林奕晨只需要知道他说的是事实就行了。至于他愿不愿意去相信，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端午宫宴，所有意图争夺皇位的皇子都会出手了。我知道了，多谢殿下提醒。宫宴结束后，千万不能单独去任何一个妃子的宫殿。若是你不想再发生甘宁宫事件，在宫宴结束就速速离宫。殿下，我只是一个没有品级的相府小姐罢了。公主娘娘要召见我，我是无法拒绝的。宋英姐没有死，如今成了四皇子的客卿。虽然不知道你跟她有什么仇恨，但是宋英姐这个人很记仇，也很小心眼，你当心。自然是不能让她轻易就死了。若是她就这么死了，岂不太便宜了的？殿下，时间不早了。怎么，你很不乐意见到本王？殿下说笑了，能见到殿下可谓是荣幸之至。这天下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了殿下碎了芳心，惋惜何其有幸能得到殿下的青睐，简直是三生有幸啊。穆惋惜，不如你想想现在求本王吧，本王保你在端午宫宴平安无事。殿下慢走，臣女不送。哼！林奕晨愤恨地冷哼一声，高冷地转身，头也不回地飞檐走壁离去了。相府添了嫡子，穆家有了后，老夫人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大孙子的身上，穆雪柔也没人管了。但是她隐隐约约也觉得相府的下人态度变得更恶劣了，给她送饭的小厮竟然敢对她动手动脚。可恶！可恶！穆雪柔折磨苏姨娘，发泄着自己的怒气。郡王怎么还不回我的信？弟弟到底什么时候才肯放我出去啊？小姐，春花欲言又止，穆雪柔直接一耳光扇在春花的脸上。小贱蹄子，莫不是你也以为本小姐失了势，可以任由你们这些下贱的仆人欺负？别忘了，本小姐的夫君是堂堂的郡王，本小姐很快就可以做郡王妃了。什么郡王妃？郡王都不再是郡王了，这个郡王妃有个屁用！我打死你这个小贱蹄子！春花吃痛，想要闪躲却又不敢，只能抱着头护好自己的脸。春花疼得厉害，眸子中是浓浓的恨意。穆雪柔仿佛是打上了瘾，看着春花蜷缩在地上的样子，她就觉得心里无比的畅快。别以为我爹现在不管我了，你们就不把我当小姐了。就算我爹不管我，我也是相府的小姐，你们永远都是下人。就算我打死你，也不会有人说什么。你去死！春花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抓住穆雪柔的脚腕，将穆雪柔摔倒在地上，声音响亮，听着都觉得疼。你这贱蹄子，居然敢对我动手！我杀了你！穆雪柔抄起板凳就朝着春花砸过去，春花躲开，一脸的恨意。你以为你还是高高在上的二小姐吗？你以为你的未婚夫还是郡王吗？我告诉你，宋亲王死了，还被降了爵位，继承爵位的是宋家的二公子。你的郡王、未婚夫现在什么都不是了，别一天再做郡王妃的梦了，你没有可能当郡王妃了。你说什么？你这个贱蹄子，我杀了你！穆雪柔听了，恼羞成怒。她当然有所察觉，如今被春花戳破，一时间恼羞成怒，
竟然抓了一把剪子，直接刺向了春花。穆雪柔，我诅咒你，我诅咒你，不得好死！穆雪柔被春花狰狞的模样给吓住了，连连后退。秋月吓得不住的尖叫，可是没有人进来，也没有人会理会他们。春花就这么倒在了地上，双目圆睁，死不瞑目。而秋月的尖叫声不断，苏姨娘也被吵醒了，艰难地爬起来，看到满身是血的穆雪柔，柔儿，我杀人了，我杀人了！啊！秋月依然在受不了的尖叫。闭嘴！秋月的声音瞬间卡在了喉咙，生怕下一个死的就是他。柔儿，你先别怕，秋月，你立刻把尸体处理了。我什么我叫你去处理就处理，可是她一个小丫鬟根本就拖不动尸体。柔儿，你先帮着秋月把尸体埋了，不能让人知道你杀了这个丫头。穆雪柔杀死婢女的事情很快就传到了穆婉熙的耳中。穆婉熙并没有说什么，而是让人将苏姨娘在相府这10多年做的事情让人宣传了出去。他既然出手了，自然是不会放过苏姨娘的。还有苏贵妃，苏贵妃想对他出手，而他自然也是给苏贵妃一点警告。虽然这个警告的后果很严重，穆婉熙却是一点都不怕。苏家本来因为苏姨娘的事情很不满，而自家成年的女儿又有好几个，订婚也有2个，可这订婚的2个都上门退了婚。苏萍这祸害！老爷，这可怎么办呢？苏萍她都嫁出去那么多年了，怎么还拖累我们家孩子呀？孩子被人退了婚，这以后还怎么相看人家呀？退婚算什么？只怕帝都的权贵没有一个人愿意娶我们苏家的女儿。早知道那个祸害做的事情，他定要一早就除了他，免得自己被牵连。老爷，不如进宫求求贵妃娘娘吧。苏大人怪异地看了一眼苏夫人。你不会觉得贵妃不会被牵连吧？这怎么可能呢？没有不可能。苏贵妃也是苏家的女儿，还是苏萍的姐姐。苏贵妃当然是受到了牵连，皇上直接下了一道指令，命她在甘宁宫内禁足思过。不过苏贵妃也是个有本事的，当天皇上下令软禁了她，晚上皇上就去了甘宁宫，第2日苏贵妃的禁足就解除了，而苏贵妃本人竟然出现在相府。徐嬷嬷给老夫人穿上诰命的衣服，带着穆婉熙出门迎接了。臣妇恭迎贵妃娘娘。平身，老夫人不必多礼，本宫今日造访是为了苏家女儿的事情来的。给娘娘上茶。苏贵妃见老夫人并不想开口说苏萍的事情，微微蹙眉。老夫人，苏萍的所作所为我们也是最近才知。苏萍她原本不是嫡女，只是一个庶女罢了，只是她姨娘去得早，所以就寄养在母亲的名下，而后嫁入穆家也是10几年了，人变成了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苏贵妃的话说得很是直白，苏萍只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庶女，她做的事情跟苏家没有关系。她嫁入穆家这么多年，做出什么样的事情，那也是你们穆家管教不严。是啊，谁也想不到苏萍10几年前就给臣妇下毒啊，臣妇能活到现在
也是非常不容易呀。10几年前给你下毒，你这意思是说，是苏家指使的了？穆老夫人，苏萍就交由你处置，但是本宫希望穆家能够出面澄清，苏萍的所作所为跟苏家、跟本宫没有任何的关系。穆雪瑶大胆地开口：“贵妃娘娘，可是苏姨娘一直说，毒害祖母又如何？她有贵妃娘娘给她撑腰。”只是见苏贵妃跟老夫人都瞪向她，声音便越来越小。放肆！果然，苏贵妃怒了：“你是什么东西？本宫跟老夫人说话，你有什么资格插嘴？”祖母，滚出去！老夫人怒，真是不知所谓。没看到穆婉熙都没开口吗？她来多什么嘴？是祖母。穆婉熙依旧是木头一样站在原地，不开口也不说情。这嫡女跟庶女果然是天差地别。相府的嫡女知书达理，相府的庶女……贵妃娘娘见谅，相府的庶女是没规矩了一点，但是贵妃娘娘放心，相府的庶女胆子小，做不出毒杀这种事情。穆老夫人，苏贵妃怒了，她如今伏低作小，可不是来看着老不死的拿架子的。贵妃娘娘恕罪，臣妇不会说话，还请贵妃娘娘原谅。苏贵妃看着穆老夫人，一双眸子怒火中烧，恨不得踹死穆老夫人。这个时候，她总算是明白苏萍为什么要毒杀婆母了。就算是她遇到这么一个婆母，也会想尽办法弄死的。穆老夫人，端午宴，希望穆老夫人会喜欢。苏贵妃临走前，诡异地看了一眼穆婉熙，那一眼中的寒意，估计除了苏贵妃，不会有人知道。但是穆婉熙也不是个怕事之人，站在穆老夫人的背后，把苏贵妃送走了。端午宴嘛，倒是令人有些期待呢。端午在东巡也是一个盛大的节日，这一日护城河会有赛龙舟的活动，几位皇子会借机相互较量。今年的龙舟赛跟往年有些不同，原因是今年瑞王也参加了。奕晨，第一的奖励是火焰果。火焰果乃是克制寒毒的法宝，这也是为什么瑞王会参加龙舟赛的原因了。本王知道了。奕晨，可是皇上给你找麻烦了，他没那个本事，得了火焰果就可以压制你体内的寒毒，你不高兴？高兴？高兴？谁高兴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呢？突然，林奕晨的眼光一亮，随着瑞王的目光看了过去，沈离什么都没看到，人山人海，除了人还是人，真没什么可看的。沈离哪里知道，瑞王是在人群中看到了穆婉熙。本以为穆婉熙说的那么的坚决，不会来看赛龙舟，没想到还是来了。小姐，这么多人根本就看不到。穆婉熙看着前面的人墙，心里默念：瑞王殿下，这可不是我不给你脸，实在是人太多了，我挤不进去。但是我人已经来了，所以你千万不要找我的麻烦。人多就算了，我也只是出来看看而已。既然看不到，咱们就回。穆小姐。穆婉熙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人打断了。你是？我家主子请小姐去楼上观看赛龙舟，齐家小姐跟陈家小姐也在。侍卫仿佛知道穆婉熙会拒绝一样，
直接说出上面的人，让穆婉熙无法拒绝。如此，请带路吧。穆小姐请。穆婉熙走进帝都最豪华的醉仙楼，曾经的她站在外面，看着自己的夫君带着自己的妹妹进去，而她被拒之门外。如今的她也可以光明正大的进入醉仙楼了。小姐，小姐，穆小姐来了。穆姐姐。嘉欣，好久不见。确实好久不见，穆姐姐，你都不出来找我们玩了，别站在门口了，快进来。玉燕姐姐，快来看谁来了。齐玉燕出生于书香门第，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就是温文尔雅，倒是跟秦轩很配。齐姐姐，婉熙妹妹进来可好？多谢齐姐姐挂念，上好。打完招呼，三人分别坐下，说着今日赛龙舟的事情，猜测今年谁会拿得头彩。陈家小姐觉得四皇子能夺得头筹，齐玉燕觉得太子殿下能拔得头筹的可能性更高。问到穆婉熙时，穆婉熙想了想，瑞王殿下吧。穆姐姐，为何你认为会是瑞王殿下夺得第一呢？瑞王号称战神，有着战场杀神的凶名，他的手下定然也不是弱的。帝都的军队应该要稍逊一点，所以我猜测瑞王殿下会赢。瑞王殿下名声虽然说不上好，但是领兵打仗却是一把好手。不如我们买瑞王赢吧，有人开了庄，买谁头彩，若是侥幸赢了，多点零花钱。那我就出1000两，买瑞王殿下赢吧。穆婉熙拿出1000两银票，陈小姐跟齐玉燕都用很惊讶的目光看着穆婉熙，似乎有些愣神。怎么了？穆姐姐，你出门带这么多钱，你娘都不管你吗？我家里管得严得很，上了100两都必须跟我娘报备。我家也是，我娘如今正在坐月，家中中馈由三姨娘掌管，但是我所用的钱都不是出自府中的，乃是我娘给我的补贴。别看穆婉熙现在不显山不露水的，其实还是个小富婆呢。我忘了，当初穆夫人出嫁的时候，嫁妆可是价值100万的。要是我成亲也能有这么多嫁妆，我呀睡着了都会笑醒的。瑞王听说穆婉熙买了他的头名，脸上一直带着愉悦的笑容，笑得沈离毛骨悚然，从来没见过殿下笑得这么的可怕。依晨，那人是谁？那位姑娘，本王要下去了。擂台上，五皇子则是左看看右看看，抓耳挠腮，一副很着急的样子。看到林奕晨出现，五皇子立马就蹦了起来。三哥，你总算来了，马上就开始了，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还好你来了。怎么，本王不来，难不成本王的队伍还会输？那可不一定啊，说不定今日的头名就是我的呢。我这支队伍可是花了大价钱请来的。三皇兄床上的人似乎都是军人。是，三皇兄是战场赫赫有名的杀神，手下的兵定然也十分的厉害，真是期待他们的表现。四弟，你似乎很想跟三弟一较高下啊，可别忘了还有我们呢。大皇子儒雅的开口，语气温柔，引起了不少闺中女子的尖叫。大皇兄说笑了，若是三皇兄愿意指导下我手下的人，那我就感激不尽了。大皇子看了一眼脸色不是很好的太子，再看看不动声色的林奕晨，调侃的开口：只怕三弟没有那个时间，他可是大忙人。我也就说说罢了，自然是知道三皇兄很忙的。林奕晨根本不在意别人说什么，只是在太子说准备开始的时候，起身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其他几个人也都跟着站好。
5位皇子同台，儒雅的、尊贵的、冷傲的、爽朗的、活泼的，5种不同类型的美男往台上一站，简直是亮瞎人的眼睛，引得台下的女子捧心做花痴状，尖叫不已。龙舟赛开始了，5皇子激动地跑到观望台前。加油，加油！拿了第一，本皇子请你们去醉梦楼大吃3天。五弟，在醉梦楼大吃3天，可是一大笔花销，你也太舍得下血本了。大皇兄，若是拿了第3名，就是5000两银子，足够他们在醉梦楼大吃3天了。加油，加油！拿了第3名，就可以在醉梦楼大吃大喝3天。拿了第一，让你们吃10天。拿了第2没得吃。五弟啊，第2也不错，排名第7的吴影剑。我对那个不爱好，还不如5000两银子来的有用。三哥，你喜欢吴影剑吗？若是你喜欢，我迎来送你。破剑一把而已。三皇兄，吴影剑也是名剑，在本王看来，不过是把破铜烂铁。本王要，就要最好的。龙吟剑一直没有出来，前段时间风雨剑倒是现身了，可惜没来得及一剑就被人抢走了。风雨剑长什么样？听说薄如蝉翼，那是防身暗杀的绝好武器，正人君子一般不屑用风雨剑。既然正人君子不屑用，为何风雨剑还排名第2？那肯定有他的过人之处，你说是吧，三哥？那个抢走风雨剑的神秘人也就是他，而他冒着被所有江湖人追杀的风险去抢风雨剑，只是因为穆婉熙的一句他喜欢风雨剑。五弟，你要输了。太子突然开口，因为5皇子的队伍竟然是几个人中最后一个了。喂，你们没吃饭啊，快点划啊！拿不到第1，好歹拿个第3啊，输了本皇子不依的。3队的队伍不愧是从战场上下来的。瑞王的龙舟一直都很稳，突然一人栽下了龙舟，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惊讶了。不过很快就又有人掉下了龙舟，随即众人才发现这3艘龙舟竟然打了起来。还好我们没去这，不然的话还不知道会被欺负成什么样子了。老王爷，这太子润王跟4皇子打起来了，您不过去劝劝？劝什么劝？纯粹是吃多了撑的。老三是那么好欺负的吗？他要是真那么好欺负，他能活这么大吗？看着吧，太子跟老四今日绝对要吃大亏。天啊，太子的龙舟落后了。4皇子跟瑞王殿下的叫在了一起。怎么可以这样？4皇子殿下加油啊！瑞王，你可别输了，输了的话可就真难看。仿佛心有灵犀一般，瑞王突然转过头来，看了一眼穆婉熙所在的房间。宁青，宁青，殿下往我们这边看了，他定然是想告诉我们，不用担心，他不会输。殿下不是在看我们，不是看我们，那是在看谁？宁青，她是谁？穆相府的大小姐，穆婉熙，秦国公府的表小姐，这身份倒是配得上一臣。只是我似乎听说，这位大小姐蠢笨如猪。别小看她，别看她一副弱不禁风、很好欺负的样子，她可不简单。怎么说？他敢只手，搅得相府不得安宁；敢出手对付苏贵妃，敢跟王爷作对。你说他是蠢笨如猪的人吗？宁青，你的意思是，我这段时间去帮奕晨办事，做过了很多好戏，有关王爷的好戏，跟我说说，有什么好戏？放心，我保证我不会告诉奕晨。第3名是我们的了，拿了第3，去醉梦楼喝酒去。恭喜3皇兄了，拔得头筹。应该的。4皇子一字一句的开口，
林奕晨嚣张的回答，噎得四皇子差点跳起来。最后结果没有悬念，瑞王林奕晨拔得头筹，太子第2名，而第3名不是五皇子，是大皇子。莫婉熙看着林奕晨，嘴角也微微上扬，嘴型微动。恭喜！林奕晨得意的挑眉，第1除了他还有谁能拿？莫婉熙啊，这天下除了求本王，他又还能求谁呢？不若赶紧认输，求求他得了。哼，做梦！穆姐姐，怎么了？已经结束了，我们也该准备准备收工了。瑞王殿下拿了头名，咱们也该去把赢的钱算算。不是说你们的零花钱太少了吗？正好赢了不少，有一段时间可以不缺钱花了。是啊，还好我们听了你的，买的瑞王殿下赢，不然可就输惨了。你们是赢了，可是我也买了4皇子殿下，这下好了，没赢反而还亏了。嘉欣妹妹，你怎么会觉得4皇子会赢呢？陈小姐的脸微微泛红，眸子中春情荡漾。原来陈嘉欣也是4皇子的仰慕者。好了好了，不过是输了钱而已，改日我请你大吃一顿。真的，可不许骗我，骗人的是小狗。好，不骗你。七姐姐，走吧，咱们一起进宫吧。3人同行出了房间。婉熙，宋君，不对，宋公子，请换我穆小姐。闺名是家人长辈以及闺中姐妹才可以换的。虽然宋公子跟我家妹妹有婚约，但是终究还未成为一家人，还请宋公子自重。婉熙，宋公子，穆家虽然不是什么百年世家，可也是谨守规矩的人家。宋家虽然遭了难，可我穆家也不是什么出尔反尔的人，没有退了你家的婚事，但是也请宋公子莫要得寸进尺。你与我有婚约的明明是宋公子，穆婉熙虽然不才，可好歹也是相府的嫡女，秦国公府的表小姐，不是你可以随意侮辱的。我没有，婉熙，我只是。希儿，怎么了？轩表哥，秦世子好。不必多礼。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对于那些不要脸的东西，不用那么客气，该让人打出去的就打出去。出了什么事啊？我担着，我担不住，还有爹跟祖父呢。知道了，轩表哥。走吧，我送你们进宫。宋英杰看着一行人离去的背影，穆婉熙呀，穆婉熙，现在他不是郡王了，他就看不起他。果然，女人都是爱慕虚荣的。穆婉熙以为这样他就能逃得了吗？就算他不想承认，也改变不了他会嫁给他的事实。看来贼心不死啊！哼。瑞王扫了一眼宋英杰，冷笑一声，转身离去。今晚的宫宴该是很精彩的了。爷在说什么？今晚有好戏。宫中的宴会已经在准备之中，穆夫人还没有出月子，所以这次的宫宴照样是穆老夫人出席。这次她身边带着穆雪瑶和穆雪衣，由于她只能带1人入宫，所以一直在宫门口等着穆婉熙。穆婉熙一到宫门口，就有人告诉她。穆婉熙告了一声罪，就去请安。祖母不在家里好好待着，又乱跑出去，不知道今日要进宫吗？你带雪衣，你去我的马车吧。祖母请先行，孙女带着4妹妹随后就来。好，走吧，我们也进去吧，免得他人久等了。好。希儿，自己当心，宫中不比家里。还有，秦轩看了一眼齐玉燕，想要说有事就让齐玉燕帮你，只是莫婉熙却截了他的话头。知道，
我会照顾好七姐姐的。调皮。好了，轩表哥，你去忙吧。你的七小姐呢，我会照顾好的。婉熙，好了好了，我不逗你们了。穆婉熙一行人尚未进入宴会大厅，便被人给拦住了。拦路的小太监行了个礼：“穆小姐，贵妃娘娘召见。”穆婉熙只是无奈的笑了笑，看来苏贵妃很是不死心啊。只是这个时候，她岂能如她的愿？眼角的余光瞟到缓缓而来的人，转身小跑几步：“臣女给瑞王殿下请安。”林奕晨停下脚步，看了一眼不远处有些急的小太监，嘴角扬起一抹弧度：“知道本王才能帮你了，还算是你有眼光。”平身。谢瑞王殿下。穆婉熙直起身子，就站在瑞王身后的一步之遥，跟着瑞王走。小太监见了，上前想要将穆婉熙拦下，只见瑞王剑眉一蹙，冷冷地看向拦路的太监，杀气外放，吓得那小太监咚的一声跪倒在地上：“奴才给瑞王请安。”没规矩的奴才，就在这里跪着吧。瑞王殿下威武。雪衣，走，进去了。哎呀，瑞王好可怕，吓死我了！穆姐姐怎么胆子那么大，竟敢……嘘！齐玉燕示意陈小姐晋升。穆婉熙跟瑞王一前一后的进来，一进入大厅，就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瑞王名声在外，厌恶女人，任何时候都是一个人出现在宴会，今日身边却跟着一个女人。而宋英杰在看到穆婉熙跟瑞王一起走进来的那一刻，差点咬碎了一口银牙。难怪穆婉熙对他不假辞色，原来是攀上了瑞王这棵大树。婉熙呀，你怎么会跟瑞王一起进来？祖母，苏贵妃召孙女去见他，恰好遇见了瑞王。孙女为了躲避贵妃的召见，就跟瑞王一起进来了。真的？不敢欺瞒祖母。你小心些，这次相府不愿意为苏家成亲，得罪了苏贵妃，他定然会想办法为难我们，莫要让他抓住了把柄。皇上驾到，皇后娘娘驾到，贵妃娘娘驾到。今日乃是端午佳节，众卿不必拘泥。今日端午宴，朕决心给几位尚未大婚的皇子挑选正妃。皇帝的话音刚落，底下就开始窃窃私语了。穆婉熙却是不甚在意，反正他的身份也没有哪个皇子敢开口娶她，所以他是很安全的。穆婉熙转过头来看了一眼穆雪衣，正妃的身份要求很高，您做寒门妻，不做高门妾，身份再高，不是正妻也入不了族谱，以后连你生的孩子也都是个庶人，低人一等。雪衣，你难道想让你的孩子也过被嫡子嫡女打压的生活吗？穆雪衣的手一抖，她不想，她也想做堂堂正正的夫人。大姐姐的话，雪衣记住了。老大正妻已经有了，太子虽然有侧妃，但是正妃还没有，还有瑞王。皇上看向瑞王，眼底是说不出的复杂。依晨，你也老大不小了，老大的孩子都3岁了，可你身边连个贴心的人都没有。今日你好生的相看一下，看中哪家的姑娘了，告诉朕，朕给你赐婚。老四，还有你休想躲掉。父皇命令，儿臣岂敢不从？知道就好。老五，父皇，儿臣还小，才16岁，可以不急。
五皇子赶紧跳出来：“父皇，儿臣的婚事不急，毕竟儿臣还很小。”你还小，父皇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都已经当爹了。儿臣哪能跟父皇比啊？父皇，儿臣觉得今日若是能解决了3位皇兄的终身大事，那么今日就算圆满了。你几位皇兄的事要解决，你的事情也不能拖长。先开宴吧。开宴！皇上，不若让各位千金献上才艺，也好让几位皇儿挑选合意的人啊。好，既然如此，就挨着来吧。君阳献丑了，闲来无事，琢磨舞刀弄剑，就表演一段剑舞吧。轻盈的舞姿，动作灵巧，撩人的姿态，引得在场的男子不住的叫好。林阳却一直关注着林奕晨的表情，当他一舞毕，林奕晨也没抬起头来看他一眼，不由得有些挫败，连皇上赏赐也提不起兴趣。几番下来，很快就轮到了穆婉熙。臣女不才，琴棋书画唯独琴能拿得出手，臣女就献丑弹奏一曲吧。老皇帝看着进退得宜的穆婉熙，眼底有着赞叹，就是他的身份，做皇家的媳妇儿也是应该的。可惜偏偏就因为他的身份，他不能做皇家的儿媳妇儿，不然他苦心经营的平衡就会被打破。莫婉熙选了一曲《破阵子》，明明是一个很温婉的女子，竟生生弹出了一曲杀气腾腾、黄沙漫漫的破阵子，激起了在场武将体内的热血。林奕晨的目光落在穆婉熙的身上，这个女子不似她外表看起来的那么温婉，她也有一腔热血。秦轩跟秦明也用赞赏的目光看着穆婉熙，这就是他们秦家的女儿，看似弱不禁风，却独有风骨。一曲毕，瑞王当先鼓掌，紧接着就是武将跟着鼓掌。好，秦国公，你这侄女有她外祖父的风范。皇上过誉了，臣女只是一介闺阁女子，比不得外祖父的万分之一。皇上可千万别取笑臣女了。朕说你有，你就有。来人，赏。谢皇上。等到才艺表演结束，没出意外，太子选了自家外祖的嫡女，自己的表妹做正妃，亲上加亲，这是历来的做法。四皇子则是选了赵德妃娘家的侄女赵仪做正妃，而林奕晨却没有选。奕晨，在场的众位小姐，你觉得如何？林奕晨只回了一个就没再说话了。老皇帝脸色一变，微臣宋英杰与穆相府的大小姐穆婉熙两情相悦，恳请皇上为我俩赐婚。你说你与谁两情相悦？回皇上的话，微臣与穆丞相的大女儿穆婉熙两情相悦。说完还不忘朝穆婉熙投去痴情的眼神。胡说！本相怎么不知道这件事？臣女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宋公子，你确信你是和我两情相悦吗？婉熙，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所以不愿意承认我们的关系，但是我是真心爱你的。婉熙，求求你别生我的气了，好吗？穆婉熙被宋英杰这样的眼神给恶心到了，站起身走到大殿的中央。启禀皇上，虽说家丑不可外扬，可是为了臣女的清白，臣女也不得不自揭家丑了。婉熙，穆丞相跟穆老夫人同时开口阻止穆婉熙。父亲、祖母，若是婉熙认下这件事情，这辈子都毁了，请恕婉熙不孝。启禀皇上，与宋英杰有私情的，乃是臣女的庶妹穆雪柔。这件事情，皇后娘娘跟苏贵妃都可以作证。不，
不是的，那是误会。的确是这样。皇后打断宋英杰的话，在本宫的寿宴上，曾经的宋郡王与相府的那位庶女小姐苟合，被本宫当场撞破。当时在场的贵妇人还有不少亲眼所见呢。皇后娘娘，微臣是真心爱慕大小姐。皇上，前些日子宋公子还去过相府探望我那位二妹妹，两人。莫婉熙咬着嘴唇，一副难以启齿的模样。不过众人从她的表情看来，也知道不是什么好事。不是的，婉熙，你听我解释。宋公子，身为男儿，当敢作敢为。你与我妹妹私相授受，又肌肤有亲，却要皇上将我赐婚于你，你究竟是何居心啊？皇上，臣女宁愿绞了发，青灯古佛了此残生，也不愿嫁给这样一个朝秦暮楚、薄情寡义的小人。婉熙，我……宋英杰赶紧磕头。皇上，婉熙她是对我有误会，我是真的。好了，强扭的瓜不甜。穆小姐既然不愿意，此事就不要再提了。退下吧。皇上，微臣退下。蛇，有蛇！宋英杰一边脱衣服，一边在身上摸来摸去，最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从衣服里摸出一条小蛇来。咦，这是什么？宋英杰身边的一个少年捡起掉在地上的东西，那是一个精美的香囊。不会是哪个小姐送的吧？穆小姐，你看看，你可见过？这个香味很特别，我好像在哪里闻到过。穆小姐说笑了，这不过是我娘给我绣的香囊罢了，没有什么特别的。玉晨姐姐，你擅长调香，你闻闻，这个味道是不是很特别？这香味很特别，而且很少见，应该是宫中的东西。苏贵妃心里咯噔了一下。其实在看到这个香囊的时候，她就觉得不妙，只是抱着一种侥幸，希望没人认识，却没想到穆婉熙又坏了她的事儿。呈上来。皇帝一听宋英杰贴身带着的香囊是宫中的东西，脸色就很不好看了。宫中只有后宫的女子才用香，除了公主就只有她的妃子了。是。老皇帝凑到鼻翼间闻了闻，脸色瞬间变得铁青，劈手就砸在苏贵妃的脸上。苏贵妃吓得连忙跪下：“陛下，臣妾做错了什么吗？”你做错了什么？你闻闻这味道，这是西域进贡的百花香，整个宫中就只有你的宫中有。苏贵妃捡起香囊闻了闻，小脸煞白煞白的。陛下，臣妾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臣妾宫中的香取用都是有记录的，管理这些东西也都是甘泉宫的宫女，臣妾也不知道宋大人是从哪里来的这百花香啊！皇上，请明察。陛下，微臣冤枉，这香囊真的是微臣的娘亲亲手做了送给微臣的。哼。莫婉熙掩嘴偷笑。穆小姐，你笑什么？启禀皇上，臣女是在笑宋大人。为何？因为宋侧妃不会女红，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这么精美的刺绣，怎么可能是宋侧妃亲手做的？而宋王妃……穆婉熙将目光看向宋王妃。臣女不曾绣过。这确实是微臣的娘亲给微臣的，微臣只以为是娘亲亲手绣的，如今想来，定然是她让人绣来给微臣的。来人，去传宋侧妃。皇上，想要知道这香是怎么回事，很简单，只要查查这香的去向就明白了。臣妾冤枉。查，这件事一定要彻查，必须查得清清楚楚。老皇帝怒不可遏地吼道：“他的妃子
竟然敢给他戴绿帽子，真把他当死人了吗？瑞王，朕给你时间，立刻去查，朕要知道真相。臣领命。相对于贵妃的冷静，宋英杰就没有那么镇定了，整个人跪在大殿中央，瑟瑟发抖，分明就是心虚。苏贵妃暗恨，没用的废物，这等表现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有问题吗？因为涉及到皇家丑闻，不宜宣扬，端午宴早早的就散了。莫婉熙也跟着出了宫，不过在出宫之前，莫婉熙想办法给瑞王传了一个口信，那就是宋英杰跟苏贵妃的联络方式。既然出手了，自然是不能让苏贵妃好过的。苏贵妃不是总喜欢算计她莫婉熙也不是软柿子，别人都算计到头上来了，她要是不回击回去，那真是个蠢的。娘，宋英杰死定了，无论他跟后妃有没有私情，皇上都不会放过他。哼，那个贱人死了没？听下人说还活着，不过他生命力可真是顽强啊，砍了他2条手臂，他居然还活着，还有力气骂人。还有力气骂人呢？今日就拔了他的舌头吧，可不能让他死了。本妃还不想让他这么容易的死掉。是，王妃。依晨，你的计下的真丑。说了我不擅长，你还非要我下。亏得你还是领军的将领，都说棋盘如战场，你棋下的这么丑，居然还能打这么多胜仗，真是令朕佩服。打仗是打仗，下棋是下棋，本王不喜欢这费脑子的没用玩意儿。皇上，王爷，查清楚了。老皇帝立马坐直了身子，说，百花香只有甘宁宫有，而且只有苏贵妃一人可以用。苏贵妃很宝贝这东西，也不舍得给别人用，而且这香囊也是出自甘宁宫。这香囊用的是水云缎，水云缎虽然很贵重，但是除了苏贵妃宫中，未央宫、昭德宫、永泉宫都有，所以属下分别去查了。未央宫的水云缎，皇后娘娘赐给了芷睿公主，公主做了衣服，余料则是绣了帕子。而昭德宫跟永泉宫的水云缎都还没有用，最后经查证，这香囊是出自甘宁宫。皇上，甘宁宫的东西出入都有记录的，臣妾真的是冤枉的。皇上，属下查了，这香囊乃是苏贵妃甘宁宫中的一名小宫女送去给宋英杰的。另外，还有人看到宋英杰经常出入甘宁宫。那小宫女一进来就不停地磕头：“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青若，是你？说，你为何如此陷害我？我待你不好吗？我待你的家人不好吗？那小宫女本来就是找来指证苏贵妃的，可是在她即将说出口时，却被苏贵妃截住了。她死了不要紧，但是她的家人还在苏贵妃的手中。请皇上饶命，偷走水银缎跟香囊的人是奴婢，奴婢跟宋大人两情相悦，那个香囊是奴婢亲手绣的，并且亲手送给宋大人的。你确信这香囊是你做的，并且是你送给宋英杰的？确实是奴婢，贵妃娘娘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来人，拖下去，杖毙！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只是帝王之怒岂是轻易可以熄灭的？处死这个小宫女，也代表着皇帝不再追究这件事情。但是涉及这件事情的宋英杰，却让皇帝如鲠在喉，怎么也不愿意放过。苏贵妃宫中出了这等丑事，也有管教不严之过，罚禁闭3月，好好思过。臣妾遵命。
至于宋英杰，革去身上功名，永不录用。定着人将他送去净身房，赐腐刑。弃车保帅，这是所有人的选择。苏贵妃也不会为了一个没用的棋子损害自己的利益。皇上，穆家二小姐穆雪儿跟宋英杰有婚约，而穆家二小姐跟宋英杰早就有肌肤之亲，且一往情深，不若皇上就开个恩，给这两人赐婚吧。准了。宋英杰被绑着到了净身房的时候，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有功名在身，你们不可以这样对我，我要见皇上。皇上有旨，革除你的功名，永不录用，并赐腐刑。小太监根本不理会宋英杰的叫嚣，直接将人绑了，将嘴巴堵了。哟，新人嘛。公公，这是皇上指定要出行的腐刑，公公可要办好了。这好说啊，架上去，把裤子脱了。施行的公公从一旁的案桌上拿起一把锋利的刀子，宋英杰只看了一眼，就吓得魂飞魄散，收起刀落。宋英杰只觉得刺骨的疼痛传遍了全身，不争气的昏死过去。宋英杰被施行之后，直接被扔在了宫门口。扔他出去的小太监甚至都没有帮他把裤子穿上，就那么任由宋英杰躺在了宫门口。宋英杰醒过来时已经是半夜了，下身传来的疼痛让宋英杰明白那不是做梦，他真的不再是个男人了。更为可恨的是，那些人竟然就这样将他扔在了宫门外，连一条遮羞的裤子都没有。宋英杰跌跌撞撞地爬起来，往四皇子府的方向而去。现在是深夜，好在没有人看到他狼狈的样子。不过很快宋英杰就发现，被处以腐刑不算是最凄惨的，最凄惨的是四皇子也放弃了他。如今他成了一个废人，穆丞相又怎么会愿意将女儿嫁给一个废人？他的人生算是真的走到底了。穆婉熙，穆婉熙，穆婉熙，我不会放过你的。深夜，穆婉熙饿了，青竹给她煮了一碗鸡蛋面，刚吃了一口，就听到有人敲窗子。穆婉熙站起身来，准备开窗，就看到某位王爷挣开了他的窗子。瑞王殿下，你都敲了窗子了，就不能等一会儿？不能。瑞王很是直接的开口，跳进窗子来，就在桌边坐下，看到桌上的面，正好本王饿了，多谢。说完，不待穆婉熙拒绝，便端起碗，大口大口的吃面。穆婉熙看得目瞪口呆，多次想要开口。王爷，那是我吃过的，你难道没有看到那个鸡蛋被我咬了一口吗？你还吃得那么津津有味，真的好吗？呼哧呼哧，瑞王殿下转眼间就把那一大碗面给吃光了，连汤都没有留下。莫婉熙依旧还处在呆滞的状态中。是谁说瑞王殿下有洁癖的？又是谁说瑞王殿下讨厌女人的？又是谁说瑞王殿下是正人君子的？站出来，他保证不打死他。暗武躲在外面，也被瑞王殿下抢穆婉熙的一碗面的事情惊得下巴都脱臼了。宁青则是一副不忍直视的模样，主子怎么能遇上穆姑娘就仿佛变得让人不认识了？瑞王殿下，好吃吗？穆婉熙怪异地问道。味道太淡了，下次多放点盐。林奕晨吃光了穆婉熙的夜宵，不咸不淡的回来这么一句话。穆婉熙真是有种下次给他放一罐子盐的冲动，咸死他。瑞王殿下深夜来此，
想必是宫中的事情有结果了。你猜猜，皇上怎么处理宋英杰的？他发现，自从认识穆婉熙之后，他笑的时间更多了。果然，瑞王府还是需要女人的。能怎么处理啊？跟后宫的妃子有染，是个男人都受不了，更何况是皇上，想必是赐死了吧？没有，穆婉熙，不若你求求本王，本王就告诉你，皇上怎么处置的宋英杰。不用求王爷，明日自然就会知晓。想要我求你，门都没有。你这女人，一点都不可爱。林奕晨一副我不跟你计较的样子。皇上赐宋英杰腐刑。瞧你，多大的人了，喝点水还呛着。边说边起身，拍了拍穆婉熙的背，那样子显然是在逗孩子的模样，弄得穆婉熙面色越发的红艳，被气得使劲儿地拍开瑞王作乱的手。宋英杰被赐腐刑，那么也就是说苏贵妃没事了。苏贵妃将自己身边的贴身宫女给推了出来做替罪羊。穆婉熙，你欠本王一个人情，本王帮了你一个大忙。王爷帮了我一个大忙，怎么说？本王请皇上为宋英杰跟你那个好二妹赐婚，皇上答应了，圣旨明天就会下来。林奕晨眉飞色舞的开口，他知道穆婉熙很讨厌穆雪柔跟宋英杰，这对渣男渣女凑成一对儿，穆婉熙定然会很高兴。穆婉熙听了，忍不住地竖起了大拇指。王爷，你这一招太合我的心意了，若不是圣旨赐婚，我爹肯定不乐意将穆雪柔嫁给宋英杰。谢谢王爷了。本王不接受言语上的谢谢。说吧，你怎么在行动上感谢本王？那我给王爷再煮一碗面。一碗面就把本王打发了？本王是那么好打发的人吗？瑞王殿下，是2碗面，刚刚你吃了1碗，我再帮你煮1碗。不行，不如这样吧，先记着，等以后本王想起要你做什么了，你再……不行，现在算清，我不喜欢欠着别人，欠多了还不清。你确定要现在还？我确信以及肯定现在还。若是瑞王殿下现在不要，那么就过期了，过期了那就不算了。想用这件事情来要挟我，门儿都没有。既然如此，你还是现在就还了吧。王爷要是……穆婉熙接下来的话全部都被吞了回去，因为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只是瞪大着双眼看着面前放大的脸，忘记了反应。他被吻了，而且还是被传说中厌恶女人且冷血残暴的瑞王殿下给吻了。这世道是怎么了？啪，有人掉了下来，啪，有人挨了耳光。登徒子，臭流氓！穆婉熙盛怒，直接给了林奕晨一耳光。林奕晨首先摸着不是被打的脸，而是唇，一副回味的样子，差点没让穆婉熙将茶杯砸到瑞王殿下的头上。味道还不错。瑞王殿下品咂了良久，说出一句惊世骇俗的话，这让刚从树下爬上去的暗武再次摔了下来。说好的高冷呢？王爷这是在调戏良家少女，知道吗？瑞王！莫婉熙一张脸涨得通红，被气得扬起手中的茶杯就砸了过去。得亏是冷玉妃及时赶到，抓住飞出去的杯子，拦住了莫婉熙。息怒，息怒！他是王爷，打了的后果很严重。瑞王殿下，
莫西他只是……闭嘴！林奕晨冷冷地扫了一眼冷玉飞，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杀意。冷玉飞挡在莫婉熙的面前，此刻也是脸色惨白。瑞王的修为高他太多，这样的压力他根本就承受不住。一缕鲜血从嘴角溢出，冷玉飞想退，可是却动弹不得。够了！莫婉熙突然站出来，挡在冷玉飞的面前。瑞王殿下，我们是盟友。莫婉熙，你很好。林奕晨几乎是将这句话从牙齿缝中挤出来的，随即纵身从窗子出去了，消失在黑夜之中。你没事吧？林奕晨一走，冷玉飞就坐在了地上，擦了擦嘴角的血迹，很是无奈。他实在是不明白，瑞王为什么要针对他。没事，他手下留情了。下次林奕晨来了，你就别出来了，反正他也不会杀我。虽然我外祖家不能把他怎么样，可是动了我，他也会有麻烦的。莫婉熙将冷玉飞扶起来。打不过林奕晨不丢脸，你也不想想，他12岁就上了战场，一身的杀气，就连我外公都要记得，你怎么就那么傻跑出来了？冷玉飞也在想，他怎么那么傻？看到莫婉熙对林奕晨动手，瞬间想到的就是某个被送去军营的女人，以及被扒了皮的女人。想到莫婉熙可能被送去军营，或者是被扒皮，他就不淡定了。这一不淡定，就脑袋一抽筋儿出来了。冷玉飞想不明白，干脆不想了，开始胡搅蛮缠。算了算了，都这样了，技不如人，也怪不着谁。这几天你得给我放假，我受伤了。行，给你放假，反正最近也不会有什么大事，苏萍跟穆雪柔也翻不起什么风浪了。不过你得照顾着点我娘跟我弟弟。知道了知道了。冷玉飞想学着林奕晨潇洒的样子，从窗子纵身出去，消失不见。可是万恶的衣摆却被窗框给勾住了，耍酷不成，直接摔成了一个狗啃泥。莫婉熙肩膀耸动了一下，努力憋着没有笑出来。冷玉飞却是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学什么不好，学那万恶的林奕晨，活该被摔。爬起来，将自己的衣摆拽回来，恶狠狠地瞪了一眼莫婉熙，这才飞快地消失在黑夜中。不一会儿，冷玉飞就听到莫婉熙愉悦的笑声在身后响起。臭丫头，真是没良心！若不是因为她，自己也不至于摔得那么的难看。她倒好，完全把自己当乐子了。不过这一摔能让她笑得这般开心，也算是值得了。圣旨送到穆相府的时候，众人都有些惊讶，不明白这个时候怎么会有圣旨送来相府。穆老夫人，贵府二小姐呢？穆老夫人一愣，给徐嬷嬷使了个眼色。徐嬷嬷赶紧塞给传旨公公一包银子。公公，皇上这旨意是……传旨公公掂量了一下钱袋的重量。恭喜穆老夫人，这是皇上给穆二小姐的赐婚圣旨，让穆二小姐出来接旨吧。穆老夫人有些疑惑，皇上怎么会想起给穆雪柔赐婚？穆雪柔的名声已经臭得不能再臭了，哪家的公子愿意娶穆雪柔？来人，去请二小姐出来。是，老夫人。穆雪柔是被人精心打扮了一番才带出来的，不过被带出来的时候脸色潮红，带着说不出的春情。传旨公公嫌弃地看了一眼穆雪柔，展开圣旨。圣恩浩荡，今穆家二女穆雪柔与宋家长子宋英杰两情相悦，特赐婚与宋家宋英杰为妻，择日完婚，
接旨吧。民女接旨。莫婉熙听说圣旨到了相府，只是诡异的笑了笑，不知道穆雪柔知道宋英杰已经变成了一个废人，会怎么做。小姐，三小姐来了。穆雪瑶，她来做什么？让她进来吧。穆雪瑶一进来就一副委委屈屈的样子。大姐姐啊，三妹妹怎么有空来看我了？大姐姐，你是不是不喜欢瑶儿了？三妹妹，叫你一声妹妹，那是看在我们有血缘关系的份上。说实在的，你我并不亲近，又何必做出这般亲近的样子？秋姨娘做了什么事情，你我心里都有数。只要你们安分守己，我也不会为难你们。但是不要触碰我的底线，触碰了我的底线，我就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了。回去吧，做好你自己的本分。我知道了。穆婉熙，既然如此，你可不要怪我。穆雪瑶一走，穆婉熙立刻让人去查穆雪瑶最近接触了什么人，或者做了什么事。他可不认为穆雪瑶会无缘无故的来看他。好的，小姐。对了，宋英杰被皇上施以腐刑的事情传出去了吗？一定要第一时间传到我的好妹妹的耳朵里呀。小姐，你放心，早就传出去了。奴婢保证，二小姐现在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您啊，还是说话正常点吧。行了。穆雪柔不敢相信自己得到的消息，宋英杰竟然被皇上施以了腐刑。如今已经不算一个完整的男人了，皇上竟然给他们赐婚，这不是要毁了他一辈子吗？不，他不甘心，他绝不甘心。只可惜，纵然他不甘心，也没有办法。穆丞相下朝归来，知道皇上的旨意之后，直接让人把穆雪柔塞进轿子，抬去扔在了子爵府的门口。穆雪柔纵然再不甘，也无路可走。这桩赐婚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自己的女儿名声极差，而宋英杰成了一个阉人，皇上要拿这两人出口气，他就算身为丞相也不能反抗。宋英豪也有心折辱宋英杰。宋英杰昨晚去了四皇子府，被拒绝之后就回了子爵府。宋英豪让他住在马厩里。宋英杰虽然恼恨，可也无可奈何。穆雪柔被送到了子爵府，宋英豪直接让人抬去了马厩。大哥，皇恩浩荡，皇上赐了个美人给你，穆二小姐别躲在轿子里呀。宋英豪伸手给拖了出来，灌在了地上，一脚踩在穆雪柔的胸口。大哥，你的美娇娘来了，今晚你们得在这马厩中洞房花烛了。你放开我，我是相府的小姐。啪的一声，宋英豪一耳光扇在穆雪柔的脸上。你是相府的小姐，相府的小姐只有一个，那就是穆婉熙。你穆雪柔不过是个贱人，也就只配得上那个阉人。穆雪柔捂着脸，惊恐地看着宋英豪。大哥，皇上对你可真好，赐给你这么个小美人，看得兄弟我都忍不住的嫉妒。只是大哥，你还能跟小美人洞房吗？宋英杰看着宋英豪，却是敢怒不敢言。谁让他没有本事跟宋英豪叫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哎呀，你看我这记性，我忘了皇上已经阉了你，你已经不能人道了，这可怎么办？爵爷，大公子不能人道，可爵爷您能啊。随行的侍从大笑着开口，就算是小的们很乐意帮大公子圆房的。不要不要啊！贱人，只不过是只破鞋，装什么贞洁烈女？你敢跟我大哥白日宣淫，怎么换本爵爷就不行了？呸！本爵爷
还看不上你这么脏的女人。二弟，你不要太过分。过分？哼，将他押过来。是，爵爷。大哥，今日就在这里看着吧，看着他们帮你洞房。如此美人，洞房之夜独守空房多残忍。宋英豪。宋英杰不住的挣扎，侍卫只给了他一脚，就让他说不出话来了。这女人赏给你们了，如今大公子不能人道，可洞房花烛也不能不洞房啊！你们就当着大公子的面帮他洞房。是，爵爷。不，爵爷，你饶了我吧，不要啊！你没有拒绝的权利。穆雪柔在子爵府的日子如同地狱一般，还要防备那些侍卫随时对他动手动脚。两个性格扭曲到极致的人一拍即合，合计一起算计穆婉熙。穆雪柔竟然想到了穆婉熙的青梅竹马江景城，而他一直认为江景城很爱他。一封情意绵绵的信送到了江景城的手中，看得江景城几乎呕吐。这穆雪柔真是恬不知耻，令人恶心。少爷，这穆雪柔又想干什么？干什么？他居然拿自己的身体做交易，要我帮他陷害婉熙。那少爷，我们要通知穆小姐吗？你是不是也觉得你家少爷我混得是非不分了？哪里啊，我哪里会这么想？我只是说给穆小姐提个醒，免得穆小姐遭了道。你的意思是我会陷害婉熙吗？江景城恨不得一巴掌拍死世叔，这对他也太没有信心了吧。不是，少爷，你跟婉熙小姐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怎么会陷害穆小姐呢？师叔，给穆雪柔回一封信，该怎么回你知道吧？少爷，你不会真的要帮穆雪柔那个恶毒女人吧？你动动脑子好不好？既然穆雪柔喜欢用自己的身体做交易来陷害别人，本少爷怎么也得满足她，你说是吧？少爷，你可千万要想好啊！上磨蹭，把信送出去。穆雪柔收到江景城的回信，顿时笑得满脸桃花开。终于可以摆脱这种地狱般的日子。江景城还爱着他，只要借此机会傍上江景城，他就再也不用过上这种日子了，也不用整日对着一个阉人了。是夜，穆雪柔趁着宋英杰睡着了之后，悄悄地摸到了后门，用春宵一度换得出门的机会，却不知道他在跟侍卫厮混的时候，宋英杰已经顺利地逃出了子爵府。一见面，穆雪柔就柔情似水，万般求怜爱的模样，让江景城打心底的恶心。景城哥哥，宋夫人，景城哥哥，你不喜欢柔儿了吗？怎么会？纵然你成了宋夫人，景城也不会改变。景城哥哥，柔儿好想你啊！说着，穆雪柔就扑到了江景城的怀里。别哭，你一哭，我心里就难受。穆雪柔在江景城的怀里得意地笑了，她就说江景城一定是还爱着她的。穆婉熙，这一次我看你怎么破这个局。景城哥哥，柔儿，我知道你受委屈了，我让人给你准备了热水，你先去洗洗，我随后就来。师叔，我让你做的事情做得怎么样了？少爷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今晚咱们带了20名下人过来，将整个客栈都包下来了，少爷可以放心的回家沐浴睡觉了。这里就交给你了，本少先回家了。少爷慢走。世叔送江景城离去之后，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了一根竹管，邪笑着走到穆雪柔的房间外，捅破窗户纸，将竹管里面的东西吹了进去。没过多久，就听到屋中加重的喘息声。景城哥哥，我们再来。听得世叔不住的恶心，干脆也转身走了。反正任务已经完成，少爷也不会怪罪他。随后跟来的宋英杰怎么也没有想到，穆雪柔所谓的出来找人帮忙对付穆婉熙的，就是来这客栈中与人淫乱一把。
顿时让他恨得牙痒痒的。贱人，我不会让你好过的。宋英杰就如同吞了苍蝇一般的恶心。到凌晨，穆雪柔如同散架了一般，瘫软在床上，睡得香甜。宋英杰翻窗进去，直接用被子裹住穆雪柔，扛着穆雪柔就跳窗离去了。颠簸的感觉让穆雪柔觉得有些不舒服，不由得呢喃：“不要了。”贱人，既然他那么喜欢男人，那他就满足他，让他千人斩万人骑。宋英杰将穆雪柔送到帝都最低贱的窑子里。老板娘，要货吗？公子啊，这么娇嫩的姑娘，只怕在我们这里吃不消啊。放心，他体力好着呢，一天30个人都不会有问题。哦，把人放下，我看看。宋英杰直接将人砸在地上，吃痛的穆雪柔悠悠转醒，只是脑子还不怎么清醒，就感觉有人掰开她的腿，以为是江景城，便直接张开腿，柔声开口道：“景城哥哥，我们再来。”老鸨对穆雪柔的反应很是满意。10两银子。10两银子太少了，这样的尤物，你去哪里找？公子，这一看就是你掳来的，10两银子。这是我的人，我可以给你一个卖身契，将它卖给你，100两银子。若是你不要，我可以送去别的地方。成，你可得保证这姑娘能让我赚回本。保证你不亏。宋英杰拿了银子，签了一张卖身契，直接将穆雪柔给卖了。而正在春梦无限的穆雪柔丝毫不知道，等待她的将是比地狱更可怕的折磨。宋英杰握着手中的100两银子，眼中阴冷一片。只是宋英杰刚一出去，就被人一掌给劈晕了。在晕过去的时候，宋英杰的心里咯噔了一下。明明那个人躲在暗处又出手了，而这一次等待他的只怕是比地狱还要可怕的折磨。宋英杰醒过来的时候是在一间很奢侈的房间中，想要动弹，却发现自己全身酸软无力。是谁？宋英杰隐隐约约看到纱帘外有人，只是看不清楚是谁，只能尖着声音问道：“你是在问我是谁吗？”纱帘被撩开，露出一张熟悉的脸庞，脸上带着说不出的醉人的笑意。婉熙，是你。宋公子，婉熙送你的礼物，你可喜欢？这里可是帝都有名的龙阳馆啊。宋英杰身子一怔，不敢置信地看着穆婉熙。是你，一直以来算计我的是你。宋公子说错了，一直以来想算计我的都是你呀。苏姨娘是，穆雪柔是，连你也是。莫不是你们都以为我是软柿子，任由你们搓圆捏扁吗？不，你本该是我的妻子，你本该是我的妻子，倾国功夫本该助我一臂之力，为什么你要害我？哼，宋英杰，你难道不应该感谢我吗？你害我如斯，还要我感谢你？你应该感谢我的，你无处可去，我给你找了这么好的去处。你喜欢穆雪柔，我将穆雪柔送到你的床上，怎么，这些你都不满意吗？在宫中。哼，其实我早就知道你跟苏贵妃有私情，就是在你跟苏贵妃联合暗算我的时候，我就躲在甘宁宫呢。哼，你怎么也没有想到吧，我竟然还会去而复返，躲在甘宁宫吧。你跟瑞王？我跟瑞王没有关系。再说了，你觉得我一个小女子能指挥得了瑞王吗？可是瑞王他……瑞王一直都想对宋亲王府出手，而你给了他一个机会而已。我一直都知道你是个冷血无情的男人，
面对自己心爱的女人，你都能毫不犹豫的卖了，还有什么事情是你做不出来的？你说我要怎么做才对得起你呢？莫西，你帮我，只要你帮我，我什么都听你的。帮你？对，只要你肯帮我，等我坐上高位。高位？内侍监的总管吗？宋英杰脸色一白。是了，他怎么忘了？他如今已是一个废人，哪里还有崛起的希望？就算是穆婉熙，也是可望而不可得的。莫西，只要你帮我。我不会帮你的。我的二妹妹都被你卖进了窑子，你也待在这龙阳馆中吧。你们夫妻正好连喜欢的职业都差不多，不愧是天生一对的贱人。你恨我们？为什么？穆婉熙扬眉一笑。恨你们？你们太看得起你们了。我只是厌恶你们罢了，不想看到你们在我面前蹦跶，所以只好想方设法除了你们。就只是因为看不惯我们？宋英杰不敢置信地看着穆婉熙，这个笑得温婉的女子，怎么可能如此的心狠手辣？或许你要死的时候，老天爷会告诉你原因，我是肯定不会告诉你原因的了。哼，宋英杰，你好自为之吧，可不要死得太快了。莫西，不不！宋英杰看着门在自己面前缓缓地关上，而进屋的人让他想起了他一直想要遗忘的噩梦，那个破庙里他永远都不愿意去回忆的噩梦。莫西，你不能好死！我诅咒你，我诅咒你不能好死！宋英杰绝望的怒吼，只可惜穆婉熙已经走远了，根本就听不到他的诅咒。而穆雪柔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被人卖进了窑子里，整个人如坠冰窖。这怎么可能？江景城那般喜欢自己，怎么可能将他卖入窑子中？他无法相信。你这贱奴，你竟敢如此对待本小姐！本小姐要了你的命！你可知道本小姐是相府的小姐？贱人！老鸨狠狠地给了穆雪柔一耳光，都被卖到这种地方了，没有小姐，只有姚姐。你敢打我，我要杀了你！你这个老妖婆，我要让我爹杀了你！我呸！你爹，你夫君都把你卖给我了，还你爹呢？老鸨得意地将卖身契拿了出来，在穆雪柔的面前晃了晃。穆雪柔清晰地看到上面写着宋英杰的名字，顿时整个人都垮了下来。不，我不相信，我不相信！穆雪柔挣扎着想要逃出去，她要离开这里。她是相府尊贵的小姐，她不要做姚姐。哼，进了老娘这里还想逃，门儿都没有！小四，妈妈有什么吩咐？一个彪形大汉出现在老鸨的背后。去，给我找几个人来，好好的教教他，进了咱们这里该怎么做。若是他迟迟学不会，那就用点特殊的手段。记住，不能打坏了这张脸。是，妈妈。呸！昨晚你还跟那么多男人厮混，现在就叫得跟贞洁烈女一样，连我这姚姐的脚趾头都比不上。嘿嘿，先别叫了，不然一会儿该你叫的时候，你又叫不出来了。你放开我，我可是相府的小姐！小四伸手将人砸在床上，砸得穆雪柔头昏眼花，可还未来得及反应过来，小四已经扑了过来，还不忘吩咐道：叫他们排队等着，今日妈妈心情好，给他们开荤。这小妞火辣的很，很需要调教。好嘞，四哥，你可温柔点，这么水嫩的娘们儿可经不起你的折磨。穆雪柔却觉得如坠冰窖，完了，她这一辈子都完了。宋英杰，你不得好死！一盏灯在昏暗的房间中亮起，苏姨娘下意识的闭眼，
等到眼睛适应了，才睁开。是你？你是来落井下石的吗？王姨娘看着缩在角落里脏污不堪的苏姨娘，眼中带着痛快的恨意。哼，苏萍，没有想到你也会有今天吧？王锦，你别以为我倒了，你就安然无恙了。我死了，接下来就轮到你们了。我倒要看看，对上莫婉熙那恶毒的小贱人，你还是不是对手？不劳你费心了，大小姐是什么样的人，我不关心。反正我也活不久了。虽然大小姐深不可测，但是只要不触犯到她的底线，在我死后，依然会过得安然无恙。但是你的女儿可就不同了。你可知道你的女儿现在在哪儿？哼，她被宋英杰卖到帝都最下贱的窑子里，天天伺候的都是那些没钱的脚夫粗人。不可能，你骗我！我为什么要骗你？今日来，我是来给你送行的。大小姐说了，你的小命就交给我了。虽然我活不成了，可是也要你死在我的前面。你敢？我是相爷最爱的人。得了吧，现在相爷正在陪着夫人。王姨娘伸手将桌上的油灯打翻，火势瞬间蔓延开来。苏姨娘惊恐的后退，可是火很快就蔓延至整个屋子。王姨娘站在门口，看着苏姨娘在火中挣扎、哭嚎、惨叫，然后不动了，被大火湮灭。她的眼底有着解脱，终于报仇了。曾经在相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苏姨娘，竟然落得个烧死尸骨无存的下场，甚至连送终的人都没有。穆丞相在得知香兰园失火，苏姨娘被烧死之后，连个表情都没有，只是让人封了香兰园。那个女人是他的耻辱，他永远都不要再想起。苏姨娘死了，相府的日子恢复了平静。邱姨娘整日躲在自己的院子中，不敢出来。虽然外面都说苏姨娘院子失火，苏姨娘被烧死了，但是她明白，是穆婉熙下的手。就算苏姨娘已经成了一个残废，穆婉熙依然没有放过她。穆雪瑶怒不可遏地问道：“姨娘，你真的甘心将长家的权利让出去吗？”邱姨娘当然不甘心。瑶儿，千万不要去招惹大小姐。邱姨娘有些后怕地开口，亏得她没有下手。说是那一次她狠下心来下手，说不定就落得跟苏姨娘一样的下场。姨娘，我不甘心，不甘心也不能去招惹她。你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她根本就不是人。老夫人跟相爷如今护着她，秦国公府又是她的后盾，我们拿什么跟她争啊？姨娘，爹爹还是喜欢我的。哼，喜欢？相爷他喜欢的人是能给他带去利益的人，除了你的婚事，还有什么是对他有用的？如今最有用的人就是穆婉熙了。姨娘，难道我们就要这样继续下去吗？你没有看到最近府中的下人都用不屑的眼神看着我，姨娘长家的时候他们从来不敢这般看着我。姨娘，我不甘心，凭什么大姐姐可以被所有人尊敬，我也是相府的小姐啊。她是尊贵的嫡女，外加是秦国公府，有权有势，而你什么都没有。瑶儿，千万不要去招惹大小姐，若是你不想落得跟穆雪柔一样的下场。穆雪瑶脸色一摆，穆雪柔如今是什么下场他们都知道。
如今在帝都最下贱的窑子里伺候最低贱的人。瑶儿知道了。自从苏姨娘死后，王姨娘的身体也是一日不如一日。秦大夫来看了几次之后，直接摇头，让准备后事。姨姨啊，姨娘，你觉得怎么样了？姨姨，你已经长大了，以后姨娘不在你身边，你一定要好好听你大姐姐的话。姨娘，你不会有事的。没娘的孩子很可怜，她不想做一个没娘的孩子。王姨娘拍了拍穆雪衣的手。姨姨啊，你听姨娘说，你大姐姐虽然心狠手辣，可也是被逼的，若是不狠心，死的就会是她，而你不要跟她作对，你也不是她的对手。姨娘，大姐姐她……听姨娘说，大小姐这个人很有原则，只要你不触碰到她的底线，那么在她的庇佑下，你可以过得很舒心。她虽狠辣，却不恶毒，算个好人。姨娘，我知道大姐姐是好人。穆雪衣泣不成声。姨姨呀，姨娘走后，万不可以像以前一样莽撞，任何事情都要三思而后行。若是实在是拿不定主意，就去问你的大姐姐，她会在能力范围内帮助你的。王姨娘看着自己的女儿，眼泪婆娑。若是可以，她也想守着自己的女儿长大，出嫁。可惜，她的日子走到了尽头。姨娘，我知道了。你的婚事，你爹竟然不会放过，绝对会用你为他的前程铺路。姨娘，爹爹他……你的终生大事，一定要请大小姐为你把关。姨娘，大姐姐在端午公宴的时候告诉我，您做寒门妻，不做高门妻，女儿有些不甘心。穆雪衣抹了抹眼泪，虽然她也明白，可是终究是心里不甘。王姨娘听了，松了一口气，她果然没有看错穆婉熙。大小姐说的对，你难道想跟娘一样，做个不受宠的妾，还是说跟苏姨娘一样，做个受宠的妾，最后连自己的孩子都不得善终了？我不要。不要，你就乖乖听你大小姐的话。还有，任何时候都不要相信老夫人跟你爹。你能做的就是一条路走到黑，一直跟在你大姐姐的身边。姨娘走了之后啊，这个家，她就是你唯一可以放心依靠的人。王姨娘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盒子，这是姨娘给你的嫁妆，里面都是姨娘的陪嫁，有一些铺子跟庄子，手艺算不上好，可也不算差。你交给你大小姐保管，不然老夫人跟相爷定然会想办法夺了去的。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在这个家里，唯一不会主动去害你的人，就是大小姐。凡事多听听她的话。姨娘，女儿知道了，女儿知道了，女儿一定听大姐姐的话。穆雪依已经哭成了泪人。我可怜的孩子呀，别哭了，姨娘没有遗憾，就是牵挂你。我不哭，姨娘，你一定不会有事的，你一定不会有事的。穆雪依狠狠地擦了擦脸上的泪水，艰难地扯出一抹笑容。王姨娘看着，满足地闭上了眼睛。就这样吧，她已经很累了。姨娘，姨娘，姨娘！穆雪依的哭声在整个院子里回荡，丫鬟赶紧去主院报丧。王姨娘已经去了，身后的事情必须得有人做主。小姐，四小姐那边来人了，说是王姨娘去了。青竹，替我换一身素净的衣裳，一起过去看看吧。是，小姐。穆丞相知道之后什么也没说，依然跟个没事人一样，只不过是死了个姨娘而已，没什么大不了。莫婉熙带着人到的时候，灵堂才刚刚弄好。穆雪依看到穆婉熙，眼泪又落了下来。没有想到，第一个来送姨娘的竟是大姐姐。大姐姐，姨娘的。我知道了，节哀顺变吧。大姐姐，姨娘去世之前，让我将这东西交给大姐姐，请大姐姐代为保管。穆雪依将拿在手中的盒子递给穆婉熙，她保不住这东西，与其被父亲祖母夺了去，还不如交给大姐姐来的痛快。这是姨娘为我准备的嫁妆，姨娘怕我乱花，便让我交给大姐姐，请大姐姐代为保管。姨不会做生意，里面是姨娘陪嫁的庄子跟店铺，请大姐姐代为处理。莫婉熙想了想，最终还是接了过来。若是她不接，那么很快这些东西就会落入她的祖母或者是父亲的手中，然后这两人联手会压榨干穆雪依最后的一点利用价值。那行吧，这些东西我就暂且帮你保管，等你出嫁的时候再一起还给你吧。谢谢大姐姐，大姐姐能来送姨娘，姨已经很感激了。姨要给姨娘守灵，就不送大姐姐了。你且照顾好你自己，不然王姨娘也走得不安心。知道了，大姐姐。莫婉熙一离开，就有人将莫婉熙从穆雪依手中拿走一个盒子的事情禀告了穆丞相以及老夫人。徐嬷嬷，你说婉熙这丫头想做什么？大小姐兴许是同情四小姐吧，没娘的孩子总是要弱一些的。怎么，四姐儿是觉得婉熙比我这个祖母更可靠了？自然是老夫人更可靠，但是四小姐不知道啊，王姨娘死了，第一个上门的就是大小姐，四小姐自然是多一份好感，让大小姐过来见我吧。是，老夫人。穆婉熙拿了穆雪依的东西，就让冬儿给收起来了，随即带着青竹前往主院。若是不采取一些措施，这些东西在他手中可待不久。左叔叔，爹爹在吗？大小姐来了，等等，我去禀报相爷，让他进来吧。爹爹，穆丞相接过穆婉熙递过来的参茶。你有心了，你母亲要照顾弟弟，无法分身，家里的事情你多担待一些。
毕竟你已经及笄，该学着管家了。女儿知道了，爹爹且安心，女儿不会拿自己的事情去烦扰娘亲的。爹爹就知道你最懂事。爹爹，王姨娘没了，女儿去看了看四妹妹，她很伤心。四妹妹毕竟还小，很多事情都不懂，所以希儿来跟爹爹请示。希儿可否请个嬷嬷过去帮助四妹妹？希儿怎么想起关起你四妹妹的事情了？爹爹，希儿是相府唯一的嫡女，又是长姐，祖母年迈，身子不似以往，母亲身子虚弱，又要照顾弟弟，弟弟又公务繁忙，无暇顾及。女儿身为长女，自然是要多照顾一下府中的姐妹的。你去看你四妹妹了，她可还好？不好，好在王姨娘临死前给四妹妹留了一点嫁妆。先前我去看四妹妹的时候，四妹妹哭着跟我说，王姨娘给她留的那些嫁妆里面有些铺子，可她又不会做生意，就让我帮忙管理一下。穆丞相听到这里，将审查放下，准备劝说穆婉熙将王姨娘留给四小姐的嫁妆拿出来，就听到穆婉熙继续说道：说起来，我还真不想帮这个忙，毕竟这是四姨娘留给四妹妹的嫁妆，四妹妹还有不到2年的时间就及笄了，到时候管了她的嫁妆，及笄礼肯定得我操办，又要花一大笔钱了。听到要花一大笔钱，穆丞相将到嘴的话又吞了回去。偏偏四妹妹的那几个铺子都没有多少收入，我收了就代表着自己要自贴腰包，毕竟那些铺子的租金1年也才80两，女儿1个月的月银也就10两，可是她那3间铺子1年的租金都得80两，想想女儿就觉得好亏啊。爹爹，你说女儿要不要接受四妹妹的嫁妆呢？接了，四妹妹的及笄礼就要女儿操持，到时候难免要给四妹妹准备全套的头面跟4季的衣裳，这可是不小的开支呢。女儿很穷的。她那几个铺子1年的租子虽说只有80两，可也够普通人家生活2年了。你四妹妹不会管家，你就暂且帮她管着吧。既然爹爹开口了，女儿就勉为其难的收下吧，都是自家姐妹，我亏点儿就亏点儿吧。唉，四妹妹的及笄礼肯定是要办的，到时候请亲朋好友过来拒绝，请全府的嬷嬷梳头，花销都是几百两。爹，到时候四妹妹做衣服的钱得从公众出，不然女儿可就亏死了。你这丫头真是掉钱眼子里去了。穆丞相好笑的开口。穆婉熙一副斤斤计较的模样取悦了他。爱钱好，爱钱就有弱点，有弱点就好利用。四皇子对他有些不满，大太子殿下又在拉拢他，两方都意愿想要娶穆婉熙，他应该把穆婉熙嫁给谁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呢？爹啊，谁不爱钱呢？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虽然钱不是万能的，可是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娘亲给我的嫁妆铺子虽然不错，可也抵不住这些花销啊，女儿只好算了又算。唉，要不爹爹你给女儿每个月的月银多给2两银子呗。还跟你爹叫起穷来了，你也真的好意思。咱们家里就你最有钱了，你还问爹爹要钱？现在不是你掌家吗？我掌家，可是那是咱们相府的钱，不能乱动的。女儿可以用的，除了每个月的月银，就只有娘亲的补贴了。爹爹，你也给补贴一点呗。行行行，每个月给你加5两银子，免得你老是跟我哭穷。谢谢爹爹。你高兴就好。明惠公主回来了，圣上很高兴，加上她马上要及笄，所以皇上要为她大办宴会。恰好皇后娘娘病了，所以皇上也让苏贵妃主持。这是请帖，
给你的。莫婉熙看着桌上的鎏金请帖，脑袋微微抽疼。苏贵妃还真是不死心，逮住机会就想找她的麻烦。没失宠的时候自己上阵，如今找到了枪手，只怕更加不愿意放过他了。爹，女儿可不可以？不可以。明惠公主是皇上最宠爱的公主。明惠公主喜欢游玩，皇上便让人陪明惠公主游山玩水。你千万不要得罪了明惠公主。女儿明白了，女儿不会去招惹明惠公主的。行了，你回去吧，爹要忙公务了。爹爹，女儿告退。莫婉熙一出前院，就看到徐嬷嬷在等候了。徐嬷嬷，大小姐，老夫人找您关于四小姐的事情。徐嬷嬷晦暗地提醒莫婉熙。莫婉熙点头表示自己明白了，悄悄地塞给徐嬷嬷一对金钗。徐嬷嬷握着手中的金钗，忍不住赞叹：大小姐是真的变了。老夫人若是还想拿捏着大小姐，只怕是不容易了。大小姐，老夫人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了。婉熙明白，老夫人老了，性子有些偏激，还请大小姐让着老夫人一些。徐嬷嬷看得很是通透，这个家里看似当家做主的是老夫人跟相爷，其实真正做主的是莫婉熙。苏姨娘一倒，莫婉熙就将相府所有人的卖身契握到了手中。如今府里的人大多数都是莫婉熙自己的人。徐嬷嬷说笑了，祖母是婉熙的长辈，婉熙不会跟祖母起什么冲突的。小少爷长得很好，早上的时候夫人还抱着小少爷去上院看了老夫人，老夫人很是高兴呢。瑞哥很是调皮，这都快3个月了，长得很好，可有力气了。瑞哥是个有福气的，大小姐不必担心。莫婉熙见老夫人之后，将自己跟穆丞相说的话再次跟老夫人说了一遍，做事要将王姨娘留给穆雪衣的嫁妆交给她保管，并一副解脱的样子，终于可以不用操心四妹妹吉吉礼以及嫁妆了，真好。吓得老夫人手一哆嗦，又收了回来。她是想要四姑娘的嫁妆，但是要了之后是不愿意拿出来的。可莫婉熙这意思是分明就是要她给四姑娘办吉吉礼，还要准备嫁妆，那她岂不是亏大发了？熙儿啊，既然你四妹妹交给你保管，你且代为保管吧。都说长姐如母，你且多担待一些。祖母，熙儿记住了。对了，祖母。莫婉熙拿出穆丞相给她的请帖。明惠公主及笄，龙兴大悦，举办宴会，苏贵妃给孙女发了请柬。四丫头身带热孝，不宜外出。不若这样吧，你带瑶儿去吧。孙女知道了。亲主，你去告知一声三妹妹，让三妹妹准备一下。另外，将宴会的情况给三妹妹说一下，免得她到时候什么都不知道。是，小姐。婉熙丫头有心了。祖母，孙女今日还未去给母亲请安，孙女就先回去了。去吧。明惠公主的吉吉礼是在3天后，而莫婉熙拿到请帖已经是第2天了，也就是说再过1日她就要去参加宴会了，而她什么准备都没有。冬儿翻了翻箱子里的衣服，小姐，您看穿哪一件啊？虽说府中只是死了一个姨娘，她没有必要穿素淡的衣服，但是穆婉熙还是希望能穿得素净一点，穿那件白色的吧。小姐，这件衣服太旧了，会不会不太合适啊？正当穆婉熙在迟疑装扮的时候，暗无鬼魅一般出现在穆婉熙的房间里，说是奉他家主子的命令给穆小姐送衣服来的。穆婉熙愣了一下，没有回答。暗武则是放下东西就消失了，让穆婉熙连拒绝的机会都没有。
冬儿迟疑了片刻，打开盒子，里面是一件白色的宫裙，绣着简单的青竹，给人眼前一亮，却又不会显得太出彩。小姐，这件衣服刚好合适。莫婉熙伸手摸了摸那衣服，柔顺的手感竟然是用的蜀锦。瑞王殿下这是几个意思？莫婉熙烦恼地叹了一口气，让人收起来。反正他也没什么合适的衣服穿，瑞王既然已经着人送来了，那就是让他必须穿了。宫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的官家小姐。穆姐姐，陈夫人，嘉欣妹妹，穆小姐。穆姐姐，只有你来吗？祖母身体不适，在家中静养，母亲身体虚弱，也不宜走动，所以就只有婉熙带着我庶妹进宫了。婉熙、嘉欣、陈夫人，齐小姐，齐姐姐，你也到了。母亲，这位是穆小姐，秦世子的表妹，这两位是陈尚书的夫人以及女儿。大家都是进宫，不若一道走吧。也好。一行人朝着内宫缓缓走去，就听到熟悉的唤声：希儿。轩表哥，明表哥，秦世子，少将军。秦轩点点头，算是应了，目光落在穆婉熙的身上，眼底闪过一抹惊艳。都多大的人了，还这般不仔细，衣服皱了都没发现。秦世子。齐思雨咬了咬嘴，开口：齐小姐。世子啊，前些日子公公跟老国公商量了，婚事就定在明年4月，春猎过后，不知世子觉得如何？挺好，这件事我听祖父的安排。希儿，我跟你说，你送我的那把剑，可是让不少人羡慕的红了眼睛。只说他们怎么有那么好的妹妹，真是美死我了。明表哥，你该跟轩表哥学学，好歹你也是一个少将军，怎么能如此跳脱？少年将军我可称不上，要说少年将军，除了如今的瑞王殿下，就只有尉迟凌风了。可惜啊，尉迟凌风在边关的，听说下个月就回来了，我都好久没见到尉迟凌风了。他回来，定然要去找他切磋一番，用希儿你送我的剑，将他打得落花流水。就怕是你被打得落花流水。秦轩忍不住拆台：哥，不打击我，你浑身不舒服是不是？秦明恶狠狠地瞪了一眼秦轩，伸手就要拉着穆婉熙走，可是却碰到穆婉熙冰凉的手，不由得皱眉：希儿，如今都11月了，天气都冷了，你没有带件披风吗？哦，忘在马车里了。穆婉熙不甚在意的开口：先用我的吧，天气有些冷。说完，秦轩就动手解了自己的披风。穆小姐。秦轩的披风还没有披到穆婉熙的身上，明清就出现在众人的面前，手上捧着一条火红的披风。您的披风。穆婉熙目光穿过宁青，就看到站在不远处的林奕晨。穆婉熙缓缓地屈膝，朝林奕晨行了一个礼，算是为他们上次吵架的事情低头。林奕晨傲娇地转过头去，根本就不理会穆婉熙，不过眼角的余光却是一直在穆婉熙的身上。天啊，是瑞王殿下！瑞王殿下待希儿倒是不一样。齐思雨的目光落在秦轩拿着披风的手，他也不曾带披风出来，可是他的未婚夫却只看到了自己的表妹。齐姐姐说笑了。走吧，虽说只是明惠公主的吉吉礼，可迟到了终究不好。秦轩将披风重新穿上，踏着不疾不徐的步子朝前走去。秦明则还是呆滞在空中。天哪，他刚才居然近距离的看到了瑞王殿下帐下第一猛将宁青大人。不对，第一猛将宁青大人居然给自己的表妹送披风，难道宁青喜欢希儿？这个可怎么办呢？虽然他很崇拜宁青，可是希儿跟他不合适，该怎么办？脑回路异于常人的秦明竟然在烦恼着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若是穆婉熙知道了，
定然是要吐血的。明惠公主的及笄礼非常的盛大，因为皇上对明惠公主的宠爱，连大公主都亲自来了。穆婉熙他们到的时候，及笄还没有开始。苏贵妃在穆婉熙进来的时候就发现了，只是她什么都没说，而是由着众人去恭维明惠公主。众人把明惠公主捧得越高，到时候穆婉熙就越惨。明惠公主很是享受众人对她的追捧，她今天就及笄了，而她的心上人下个月就回来了，及笄就代表着可以嫁给他。想到这里，明惠公主便满心的欢喜，对于众人的称赞更是觉得理所当然。公主的琴艺真是太精湛了，这么精妙的曲子也就只有公主能弹得出来了。公主的琴技，若是公主殿下认第二，估计没有人敢认第一了。臣女真是佩服。她是高贵的公主，深得父皇的宠爱，就算是太子都要让她3分，所以明惠公主难免骄横了一些。林奕晨的嘴角扯出一抹嘲讽的笑容，不过是个替代品而已，也值得高兴成这样。不过无论怎么样，他都不会原谅他。目光不经意间落到莫婉熙的身上，林奕晨觉得自己真的是疯魔了。自从莫婉熙承认他喜欢那个小贼之后，林奕晨就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好似自己的东西被人抢了一般，可又不愿意跟莫婉熙低头，两人竟然就这般僵持着了。宁青看着自家主子别扭，默默地盯着地面，当作什么都没有看到。那个小贼失踪了，去了哪儿，他们也不知道。当主子从相府回去，让他去把冷玉妃剁碎了喂狗，冷玉妃就已经失踪了。苏贵妃见时候差不多了，马上就要开始及笄礼了，缓缓地开口：公主的琴技很是精湛，但是本宫却听过更美妙的琴声，想必在场的众位夫人小姐也听到过。明惠公主得意的表情微微凝固。啊，竟有这样的人，不知道贵妃娘娘说的是谁？明惠倒是很想跟她请教一下。是穆丞相的嫡女穆婉熙，当初穆小姐一曲破阵子，就连瑞王殿下都赞不绝口呢。苏贵妃的目光看向穆婉熙，而穆婉熙正在偏头跟着陈家小姐说着什么，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明惠公主他们这边的事情。穆婉熙的琴技很精湛。明惠公主的这句话已经带上了丝丝的寒意。很精湛，就是不知道跟公主相比谁更胜一筹。苏贵妃不着痕迹的将火烧到穆婉熙的身上，而穆婉熙浑然不觉，直到明惠公主走到她的面前。你就是穆婉熙？臣女给公主殿下请安，恭喜公主及笄。明惠公主丝毫不接受穆婉熙的示好。听说你的琴艺不错，本公主要跟你比试，你若是输了，以后都不准碰琴了，别污蔑了情。公主，臣女的琴艺只是一般，只怕不是公主的对手，臣女认输。不行，本公主一定要跟你比试。来人，拿琴。公主殿下，时间到了。哼，及笄礼完毕，本公主要跟你比试。明惠公主留下一句话，转身傲然的离去。莫婉熙则是温婉淡雅的笑着，仿佛不甚在意的模样。只有她自己知道，她今日若是赢了明惠公主，皇上第一个不会放过她。目光扫向苏贵妃，却见苏贵妃对她得意的笑。莫婉熙敛眉，自然是明白这是苏贵妃的诡计，她自然是不会让苏贵妃得逞的。及笄礼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穆婉熙觉得她跟及笄礼一定犯冲，不然的话每次及笄礼都没什么好事。忽然，穆婉熙看到了一名添茶水的宫女，手中提着滚烫的茶水，眸子一亮。弹琴？若是手受伤了，还如何弹琴呢？
莫婉熙缓缓地靠近添茶水的宫女，悄悄地伸出脚：“对不住了，我也不想害你摔跟头，可是为了小命，我只能这么做了。”宫女一转身，没有看到莫婉熙的脚，整个人朝地上扑去，手中的茶壶也脱了手，直接朝着莫婉熙砸去。莫婉熙用手一挡，滚烫的茶水顿时便倒在了她的手上。莫婉熙惊呼一声，吓得那宫女赶紧跪下道歉：“没事没事，你也不是故意的，我回家擦点药就行了，你快起来吧。”莫婉熙受伤本来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也没有人注意到，唯独目光一直追随着莫婉熙的林奕晨发现。当他发现那个笨女人为了逃避鄙视，故意烫伤了自己的手，林奕晨就有种想杀人的冲动。笨女人，恨恨地骂了一句，又担心不已，让宁青去送烫伤的药。宁青无语望天，王爷这是冷血残酷残暴无情吗？他这又是送披风又是送伤药的，是要闹哪样呀？莫婉熙拿着药在一旁发着呆，他本以为不会有人知道的，没有想到瑞王竟然发现了，还让人送来了伤药。一时之间让莫婉熙有些百感交集，理不清楚心里是什么滋味。恰在这时，明惠公主的吉吉礼也走到了尾声。莫婉熙，本公主向你挑战，本公主不相信你的琴技能胜过本公主。莫婉熙为难地站起来：“多谢公主抬爱，只是婉熙福薄，只怕没法跟公主比试了。”“你敢拒绝本公主？”“公主见谅，不是臣女拒绝，而是无法比试。臣女不小心打翻了茶壶，烫伤了手。”明惠公主看着莫婉熙被烫得蜕皮的手，想要就此放过莫婉熙，又觉得咽不下那口气。明惠啊，穆小姐伤了手，不宜比试。不若这样，本宫做个主，待到穆小姐伤势好了之后，你们再比一场，你看如何？母后，这真是好巧，本公主说要跟穆小姐比赛，穆小姐就烫伤了手。算了，看在母后为你求情的份上，也看在你受伤的手份上，今天的比赛就延迟吧。等到你的手伤好了，本公主再跟你一较高下。多谢公主。莫婉熙朝皇后默默地行了个礼。莫婉熙突然对着苏贵妃诡异的一笑，原本正在看好戏的苏贵妃被莫婉熙诡异的笑容给惊了一下，总觉得有些不安。莫婉熙对着苏贵妃无声地说了3个字：“四皇子。”本来正在优雅喝茶的苏贵妃竟然直接将茶水倒在了衣襟上。“娘娘，本宫没事。”苏贵妃的脸色很是不好看，想要找机会留下莫婉熙一问究竟。若是莫婉熙真的知道了那件事情，那么她不介意杀人灭口。只可惜苏贵妃的方法还没来得及实施，秦国公夫人就将莫婉熙带出宫了。明惠公主及笄礼的当天晚上，一封匿名信就送到了赵德妃的手中。至于信中的内容是什么，没有人知道。莫婉熙坐在窗边唉声叹气，她想要把四皇子的事情传给赵德妃，可是冷玉妃有事离开了，她身边连个得用的人都没有。“笨女人，手伸出来。”林奕晨没好脾气的开口。“右手。”“哦。”林奕晨看着莫婉熙被烫伤的手，眉头都拧成了川字，拿出药膏，轻柔的给莫婉熙涂上，凉凉的感觉很是舒服。莫婉熙甚是享受。暗武则是一脸被雷击的模样，天上挂的是太阳吗？要不然的话，他怎么会看到自家主子如此温柔的一面？这一幕一定是产生幻觉了。“瑞王殿下。”“别说话。”瑞王很是不爽的开口。那么漂亮的一双手，就因为明慧而伤成了这样。
林奕晨的眼光还泛着冷，看来是皇上对他的宠爱，让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我是想说，天冷了，屋里烧了炭，进来喝杯热茶吧。以后不准弄伤自己。谁要找你麻烦，你给本王打回去。天塌下来，由本王顶着。见穆婉熙要给他倒茶，眉头一皱。穆婉熙见了，尴尬地站在原处。我只是帮你倒杯茶。本王有手脚，自己会倒。瑞王丝毫不领情，自己倒了一杯茶，喝下去也不知道是什么味道，只觉得有点苦，又有点甜，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心里却隐隐的觉得有些欢喜。王爷，不若下盘棋吧。你会下棋？不会，不过看了不少的棋谱，倒是可以下上一两盘。那下一盘吧。殿下，不若你让我三子如何？不让。瑞王很是坦诚的开口，因为他下棋真的很臭。好在穆婉熙也不会，只不过是看过棋谱。王爷，咱们来个彩头吧。什么彩头？若是婉熙赢了，王爷就帮婉熙做一件事情；若是王爷赢了，王爷也可以让婉熙在能力范围之内做一件事情。成交。多谢王爷。穆婉熙一瞬间笑得如同一只狡猾的狐狸，一时之间让林奕晨都看花了眼。他突然有种想揉揉穆婉熙脑袋的冲动，这样的穆婉熙实在是太可爱了。现在说谢还有些。枣子还没说出口，瑞王殿下就发现自己的棋已经陷入了死路。穆婉熙竟然在不声不响中给他下了套，而他已经入套，声露全无。你怎么做到的？王爷，很简单，只要让王爷的棋走我想要的位置就行了。林奕晨放下手中的棋子，颇为宠溺地看着穆婉熙。虽然他下棋不怎么样，可也不算差。今日输给穆婉熙也是他大意了，不算冤枉。说吧，请用本王帮你做什么事？我要赵德妃知道四皇子的身世。没问题。瑞王殿下很是爽快地应下了，因为赵德妃现在只怕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了，而他那位心机深沉的好四弟只怕要寝食难安了。皇上很喜欢明惠公主吗？喜欢？哼，是不是喜欢他自己最清楚。明惠长得有2分酷似我母妃。萧贵妃？穆婉熙吃惊地问道。当年萧贵妃宠冠后宫，皇上甚至为了她想要废后另立，甚至动了遣散后宫的念头。哪知红颜薄命，萧贵妃仅仅活了22岁就没了。莫婉熙，你是不是也觉得本王很可怜？王爷，我也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能有今日的成就，婉熙对王爷很敬佩，有尊敬，有心疼，唯独没有怜悯。这么多年了，从母妃去世之后，他这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心疼他。心跳乱了节奏。林奕晨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伸手搂住了穆婉熙的腰。别动，我只是想抱抱。穆婉熙僵硬着身子，站在林奕晨的面前。冷酷高傲的瑞王殿下竟然抱着他的腰，如同一个孩子一般。这样的感觉实在是太复杂，难以形容。穆婉熙鬼使神差地伸出手，摸着林奕晨的头。王爷，都过去了，以前的一切都过去了，那些人再也没有能力伤害你了。林奕晨将头埋进穆婉熙的怀中，闻着穆婉熙身上淡淡的栀子花香，清幽雅致，令他觉得无比的舒心。奕晨，王爷，本王允许你叫本王的名字。婉熙不敢。本王让你叫，你就叫，这是本王给你的特权，允许你以后都叫本王的名字。
王爷啊！穆婉熙的话还没说完，林奕晨就加重了手上的力道，勒得穆婉熙痛呼出声。奕晨。林奕晨不悦地重复道：“王爷，奕晨。”穆婉熙觉得自己的腰都要断了，这个男人怎么那么的无耻？瑞王满足地松开手，搂着穆婉熙的腰，却没有放开。穆婉熙软糯空灵的声音唤着他的名字，竟然让他冲动了。屋中烧着银炭，温度似乎有些高，隔着厚厚的衣服，穆婉熙都能感觉到瑞王的体温。而她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她是在世为人，瑞王的反常让她很是不安。王爷，你该……穆婉熙，你一点都不乖，说了叫本王的名字。以前母妃活着的时候，就喜欢唤我的名字，而今日是我母妃的忌日。穆婉熙有些惊讶，难怪今日她这般反常，原来今日是萧贵妃的忌日，宫中却奢华享乐，这个铁血的男人心里想必很不好受吧。我煮碗面给你吃吧。莫婉熙对于两人这种姿势实在是受不了了，便找了个借口。本王很困。林奕晨悠悠地开口。莫婉熙最后的记忆停留在这里，因为瑞王已经点了他的穴道，将莫婉熙抱上床，林奕晨和衣躺在他的身边，两个人同盖了一床被子，睡得很是安稳。尤其是瑞王，自从8岁开始，他就没有安心的睡过觉，每天晚上都不敢睡沉了，生怕自己一旦睡过去，第2日就再也醒不来了。可是躺在穆婉熙的身边，他第一次竟安心的睡着了。穆婉熙跟林奕晨是睡得安稳了，宫中的赵德妃跟苏贵妃却是睡不着了，而四皇子也有些不安。穆婉熙，你最好是什么都不知道，不然本皇子定然要你不得好死。帝都的风向似乎变了，变得有些风云诡谲，风平浪静之下似乎隐藏着汹涌的暗流，随时都能搅和了这一池的春水。赵德妃第2日便招了自己的母亲进宫说话。赵德妃跟赵夫人两人在一起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是赵夫人离开皇宫时脸上却没有多余的表情，一时间也让人猜不透到底有没有事。四皇子赵常去宣德宫请安，赵德妃一如既往的欢喜，命人准备了他爱吃的糕点。四皇子总算是松了一口气，看来赵德妃并不知道这件事情。莫非孩儿跟表妹的婚事？不急，怡儿才15岁，还很小，我想多留她1年，嫁人后就不能跟做姑娘时一样了。四皇子眉头微蹙，前段时间母妃还催促自己跟怡儿表妹早日完婚，今日怎么又说不急了？还是出了什么事吗？母妃，最近这段时间，太子跟大皇子斗得不可开交，瑞王依然是作壁上观，但是孩儿发现，他似乎待穆婉熙不一样，莫不是他想要插手我们的事情了吗？赵德妃的脸色微微一变，萧化，那个曾经宠冠后宫的绝色女人，使得皇上专宠，甚至不早朝，可最后不也是死在他们联手之下？不会的，素婷，你居然让本宫空为他人做嫁衣，本宫不会放过你的。而你的儿子想要皇位是吧？哼，本宫一定会让皇上看到四皇子的优秀与能力的。可是母妃，林奕晨本身就手握重权，若是再加上秦国公府的话，那么他就会成为所有皇子中最有实力的一个人。没关系，瑞王是唯一一个封王的皇子，
已经失去了竞争能力，更何况皇上根本就不会把皇位传给瑞王。瑞王恨杀死萧贵妃的凶手，可最恨的却是皇上，否则的话12年了，瑞王何曾开口唤过皇上一句父皇呢？母妃说的是，是儿臣多虑了。四皇子见赵德妃另有打算，顿时松了一口气。看来穆婉熙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为了防止万一，穆婉熙是不能留了。虽然杀了他很可惜，但是穆婉熙不能为他所用，毁了也好。轩儿，尉迟大将军大胜归来，到时候你一定要想办法跟太子一起去迎接他。若是能拉拢尉迟将军的话，那么就不用担心秦国公府了。这个时候，四皇子若是去拉拢尉迟将军，那么必定会惹得皇上怀疑，而被皇上讨厌。等到他被皇上厌弃，他再来慢慢找这对很多母子的麻烦。是，儿臣知道了。母妃若是身体不舒服，就好好的休息。儿臣先告退。去吧。娘娘，摆驾，本宫要去见皇上。四皇子想要皇位，他怎么着也得告诉皇上。皇上此时正在批阅奏折，突然内侍监禀报，德妃娘娘求见，臣妾参见皇上。爱妃平身。爱妃今日怎么来了？臣妾也不想来烦扰皇上，毕竟皇上势力万机，臣妾哪能拿这种小事来叨扰皇上。可是轩儿都求到我这个母妃面前来，臣妾也只好来求皇上了。哦，轩儿求你什么？这不是尉迟将军要凯旋了吗？轩儿跟臣妾说，他很是宠爱尉迟将军，所以来求臣妾，说是想要跟太子殿下一起去迎接大军回朝。臣妾劝服不了他，又不忍心让他失望，就只好来求皇上了。你先回去吧，朕知道了。皇上，你也不要太纵容四皇子了，臣妾就是太纵着他了，对他向来是有求必应。上次还求臣妾为穆小姐说亲，臣妾不过是一个后妃，怎么能干涉朝臣女子的婚嫁，便拒绝了。可这孩子竟然还跟我恼上了，这几日才消气。老四他让你帮穆小姐说亲，说给谁？就是那个宋英杰，亏得臣妾没答应。那宋英杰品性败坏，宋亲王又盗窃国库，不然若是臣妾去说了，可就成了恶人了。也不知道轩儿最近是怎么了，跟我这母妃也不怎么亲近了。好了，爱妃，你也别伤心了，老四估计是想出人头地而已。你先回去吧，晚上朕再过来看你。是，皇上，臣妾告退。老皇帝想不通赵德妃的举动是何意。照理说，老四是他的儿子，儿子做错了事，他这个当娘的怎么说也得藏着掖着吧，怎么还状告到了他的面前了？小李子，奴才在。传旨，命四皇子随太子一起迎接大军。奴才遵命。穆婉熙走在宫中，遇到了出宫的四皇子，缓缓地上前去行礼。四皇子在穆婉熙的身边停了下来。穆小姐，怎么有心进宫了？皇后娘娘召见，臣女不敢推辞。听说苏贵妃召见你，你向来是不应的，今日怎么应了皇后的邀请了？殿下说笑了，苏贵妃的亲侄女是臣女的二妹妹。穆婉熙这句话的意思是，她的亲侄女不见了，见我能怀好意吗？同是皇上的妻子，穆小姐也不要厚此薄彼的好。四皇子说笑了，在民间只有正妻才是妻子，其他的都是妾，连族谱都不能上的，死了也不能入祖坟。穆婉熙，
四皇子怒喝：“莫婉熙这是在嘲讽他的地位低吗？”四皇子，别生气，毕竟四皇子也不能娶一个庶女做正妃，你说是吧？妾身身份低下，身后势力薄弱，无法给夫君提供助力，哪怕再美再贴心，也比不上一个实力雄厚的正妻啊。莫婉熙，本皇子似乎没有得罪过你。臣女哪敢得罪四皇子啊？穆小姐，皇后娘娘还等着呢。小太监见四皇子不肯让穆婉熙走，着急了。若是皇后娘娘迟迟没有见到人，倒霉的可就是她了。四皇子，臣女告退。莫婉熙施施然行礼，明明是很随意的态度，偏偏让人无可挑剔。这个莫婉熙是不能留了，一个对她有敌意的女人，没有必要活着。中宫，皇后有一下没一下地拨着茶碗中的茶叶。嬷嬷，你说穆婉熙会跟本宫合作吗？娘娘得罪了苏贵妃跟明惠公主的穆小姐，除了依靠娘娘，没有别的选择了。因为无论是德妃还是苏贵妃都不会帮助她，至于其他几位妃子，那就更加不可能了。穆小姐若是聪明，定然不会拒绝的。但愿她是个聪明人。启禀皇后娘娘，莫婉熙在外求见，让她进来吧。臣女莫婉熙叩见皇后娘娘，娘娘千岁千岁，千岁。莫婉熙一进来就行了一个大礼，充分地表明了自己对皇后的尊敬，同时也表达出自己无意跟皇后作对的意思。平身，穆小姐不必多礼。谢皇后娘娘，来人赐座。谢皇后娘娘。啊，穆小姐不必如此生疏，本宫见你甚是喜欢，跟我那调皮的孩儿一般，所以就多上心一点。我那孩儿如今在他外祖那儿，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看着你，我也觉得能解一解相思之苦。植蕊公主金枝玉贵，定然平安健康，皇后娘娘不必担忧。你这孩子就是贴心。今日本宫召你入宫，是因为皇上跟本宫说，尉迟将军班师回朝。此次尉迟将军抵挡北戎有功，皇上不知道赏些什么给尉迟将军好，本宫就建议说，尉迟将军年轻有为，可尚未成亲，便让皇上给尉迟将军说亲。婉熙呀，你觉得尉迟将军如何？莫婉熙愣了愣，他又想到自己前世认识的那个尉迟凌风，俊朗肃穆，铁骨铮铮，最后却落得那般下场。东巡的一代天骄竟然死得那么的憋屈。皇后见莫婉熙迟迟不敢回答，心里顿悟，看来莫婉熙也对这位少年将军很是满意。婉熙觉得尉迟将军可好？尉迟将军乃是人中龙凤，且铁骨铮铮，是世间少有的好男儿。本宫请皇上为你们赐婚如何？赐婚尉迟凌风。皇后娘娘，万万不可！莫婉熙吓得赶紧跪下，请皇后娘娘收回成命。大将军少年有为，乃是不少闺中女子的如意郎君，可婉熙无心婚嫁，还请皇后娘娘收回成命。你已经及笄了，照理说应该谈婚论嫁了。尉迟将军无论是为人还是品行都是极好的，你为何拒绝？父亲公务缠身，祖母年老多病，母亲身体体弱，弟弟年幼不知。婉熙身为长女，须得挑起家中的担子，待到母亲身体好些了，再谈婚论嫁。你与尉迟将军可以先行订婚，而后再谈婚论嫁。皇后不放弃地说道，若是她促成了这桩婚事，莫婉熙定然会感激她，到时候就算不帮太子，
也不会与太子为敌。皇后娘娘，惋惜已有意中人，非他不嫁。哦，是何人？说来本宫听听。若是可以，本宫去给你说清。此人与党争无关，且不知惋惜心意于他。你这孩子，快起来，别跪着了。是。皇后看着穆婉熙，眸子中满满的都是算计。皇上在尉迟将军的接风洗尘宴上，定然会为将军指婚，而如今待嫁女子中，你的条件是最符合的，只怕皇上到时候会挑你。请皇后娘娘为臣女周旋一二，臣女定然不负皇后娘娘的期望。说起来，朝中有不少小姐符合条件，到时候本宫一定给皇上推荐一些。多谢皇后娘娘。娘娘，惋惜有些贴己的话想跟娘娘说。你们都下去吧。是。惋惜得到一个消息，兴许对皇后娘娘跟太子殿下有用。什么消息能对我们有用？事关四皇子。与四皇子有关。是。说吧，若是真的有用，本宫定然不会让你失望的。四皇子不是赵德妃所生。啪的一声，皇后手中的茶杯跌落在地，摔得粉碎。那嬷嬷赶紧掏出手帕，替皇后娘娘擦拭溅到身上的茶水。嬷嬷，没事。穆婉熙，要知道有些话是不能乱说的，混淆皇室血脉，这可是大罪。皇后娘娘，若是没有证据，惋惜怎敢说出来？不过四皇子虽然不是赵德妃所生，可却是皇上的孩子，并不算得上是混淆皇室血脉。他是谁的儿子？苏贵妃。皇后的脸色变得很是难看。前些日子，苏贵妃还来投诚，说要跟他合作，一起对付荣贤妃跟赵德妃，感情是在拿自己寻开心呢。四皇子既然是苏贵妃的儿子，怎么会养在赵德妃的名下？四皇子是被人偷偷换给赵德妃的，只怕赵德妃本人都不知道。四皇子藏的可真是深呐！你为何要告诉本宫这件事情？因为惋惜跟皇后娘娘有着共同的敌人。莫婉熙笑着开口。苏贵妃一次次暗算臣女，想将臣女嫁给四皇子麾下的人，而先前臣女遭遇到四皇子，四皇子多次算计不成，似乎动了杀心。为了自己的小命着想，惋惜自然是要寻求庇佑的。在宫外有秦国公府，在宫内惋惜却没有靠山。顾嬷嬷看了一眼穆婉熙，不由得吃惊。这穆婉熙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的心计，真是不容小觑。这等心计若是做太子妃，太子殿下何愁大业不成？只是可惜，太子殿下已经定下正妃，身为储君不能出尔反尔。不过还好，穆婉熙选择了皇后娘娘，不然的话，这样一个有心机的女子，必定是要毁了的。好，非常好，本宫成了你这个情。多谢皇后娘娘。穆婉熙再次屈身行礼，在宫中能得到皇后的帮助，那么她的人身安全也多了一份保障。瑞王虽然偶尔会帮助自己，可是谁能保证瑞王殿下一直能帮助他？他必须寻求外援。时间不早了，本宫就不留你了，本宫让人送你出宫吧。多谢皇后娘娘。对了，你自己小心些明慧，这丫头被皇上宠坏了，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你遇上她，能让就让让吧。臣女遵命。来人，送穆小姐出宫。是，穆小姐，请。
莫婉熙点了点头，随着宫女离去了。姑嬷嬷，看来我们平时都小看了这莫婉熙了。幸好她不是敌人，对，幸好不是敌人，否则连本宫都想杀了她。四皇子跟苏贵妃得罪她，有好戏看了。哼！皇后冷笑一声，如此精彩的故事，德妃妹妹不知道，似乎也太不应该了。大军回朝的日子临近了，来了！不知道是谁喊叫了一声，众人的目光都看向城门口，3匹马领先奔驰而来，背后是整齐一致的骑兵。尉迟凌风进城了，带了100骑兵，整齐响亮的声音犹如雷鸣轰轰。大将军！尉迟凌风在城门口勒住马，夹道的百姓忍不住欢呼。3年了，3年了，他终于回来了，他的希儿丫头，尉迟哥哥回来了。公主，大将军进城了。本公主看到了。秋儿在身上不停地翻找，香包呢？香包呢？我得送个香包给将军。找到了。秋儿拿着香包，激动地想要抛出去，却因为自己的动作过大，直接将莫婉熙给撞了出去。莫婉熙吃惊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往前扑倒，整个人朝着队伍扑去，惊了尉迟凌风的马。尉迟凌风看着跌坐在地上惊慌的那张脸，一瞬间心脏捏紧，推出2掌，推开了4皇子与太子的马，而后飞身下马，想要抓住那个惊慌失措的人儿，却见一道风过，尉迟凌风只抓住了莫婉熙手中的香囊。太子跟4皇子控制住自己的马，而尉迟凌风则是一手抵住自己的马，一手握住那个被他拽住的香囊。看着被人救下的莫婉熙，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三弟，三皇兄，瑞王殿下，多谢瑞王殿下注意援手。林奕晨眉头微蹙，他不喜欢这句话，他救自己的女人，不需要别的男人来说感谢。希儿，你没事吧？林奕晨斥责的话还没说出口，尉迟凌风倒是先行开口了，亲昵的称呼将瑞王殿下所有的话都给憋了回去。我没事，惊扰了将军的马，实属不该，还请将军恕罪。希儿，我给你带的礼物。将军，你是不是搞错了？这当众送我礼物是什么意思啊？瑞王一双眸子盯着莫婉熙手中的盒子，恨不得用目光将它稍微挥尽，就连带着看向尉迟凌风的眼神也很是不友善。莫婉熙倒是感觉到瑞王殿下的杀气。殿下，这是几个意思啊？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话说，你别再用那种杀人的眼光看着我，行吗？凌风认识穆小姐，认识，多谢王爷。该走了，皇上领着文武百官在宫门口等候。末将尉迟凌风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爱卿平身，爱卿防御北戎辛苦了。如今天寒地冻，北戎人没有粮食，定然很难度过这个冬天。爱卿拦下他们的猛烈进攻，英勇无比。朕特意率百官亲迎，为将军接风洗尘。谢吾皇万岁！爱卿，走吧，一同入宫吧。遵命。大姐姐，瑶儿想三妹妹跟在祖母身边吧，祖母年纪大了，需要人照顾。祖母，走吧。走吧。好了，今日论功行赏就到这里了。尉迟爱卿，这为你准备了接风宴，你可得好生打扮一下。作为今日的主角，可不能一身盔甲，杀气腾腾的去参加宴会，没得吓坏了那些娇媚的闺阁小姐们。末将遵命。莫婉熙刚走入宴会大厅，明惠公主就挡住了她的去路。给公主请安。今日你的手没有受伤吧？若是今日你的手再受伤，本公主就治你一个蔑视皇族的罪。回公主的话，臣女的手已经好了，公主不必担心。好了就行，
今日本公主教育你一较高下。希儿，回头一看，瑞王殿下刚刚还明朗的脸色，瞬间阴云密布，杀气腾腾。穆婉熙不由得心虚了一下，可一心虚又觉得不对，她心虚什么呀？她又没做什么对不起瑞王殿下的事情。尉迟凌风怎么喊他，那是尉迟凌风的事，与他无关呀。将军，希儿，我送你的礼物可喜欢？穆婉熙看着尉迟凌风真诚的样子，不由自主的点了点头。你喜欢就好，不枉费我花了那么多心思。尉迟将军真有心，打仗都不忘花心思哄美人开心。王爷过奖了，凌风是个粗人，不懂得如何讨美人欢心。林奕晨被尉迟凌风的模样气得差点吐血，他这是在夸奖他吗？明明是在讽刺他，好不好？希儿，这几年你在帝都过得好吗？多谢将军关心，我过得挺好的。希儿跟我生疏了呢，你以前都叫我尉迟哥哥的。尉迟哥哥。穆婉熙微微蹙眉，下意识的呢喃。尉迟凌风却因为穆婉熙的这一句呢喃欣喜若狂。将军，请吧。而两人站在殿外的一幕，恰好落在皇帝的眼中。皇后，那是谁家的小姐？皇上，这是穆丞相家的大小姐穆婉熙。穆爱卿的女儿，不错，不错。皇后，你有没有觉得这穆小姐跟凌风很是般配？的确很般配，只是这两人的身份……身份怎么了？凌风乃是少年将军，英俊潇洒，难不成还配不上他不成？陛下，您误会了，臣妾说的是两人身后的势力。尉迟将军本是握有兵权，又战功显赫，而穆小姐背后是秦国公府，秦国公府也是煊赫的军功世家，且秦家手中也握有重兵，若是这两家结亲……此事容后再议，入殿吧。是。皇上驾到，皇后娘娘驾到，苏贵妃驾到。臣等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参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参见贵妃娘娘。众卿平身，今日尉迟将军得胜归朝，朕特意设宴招待，众卿不必拘泥，尽情享乐。众卿同饮此杯，恭贺尉迟将军得胜归来。坐。大殿中其乐融融，穆婉熙却觉得如芒在背。大姐姐，明惠公主不会整你吧？这东西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在皇宫之中，人命如草芥，一个不小心就会万劫不复。皇上，大将军年轻有为，如今也是20有余了，可是却尚未说清。皇上不若给大将军挑一个知心的人儿吧，这样大将军也不至于一个人在府中清冷寂寞。苏贵妃突兀的开口：爱妃此话甚合朕意。如今满朝文武，戴家的女儿都入宫了，尉迟爱卿，末将在。可有你中意的小姐？若是有你中意的，告诉朕，朕为你赐婚。皇上，末将……尉迟凌风的目光缓缓地看向穆婉熙，言语中的意思不言而喻。他看上穆婉熙了，而穆婉熙依然在低着头吃东西。婉熙，婉熙呀，别光顾着吃。四妹妹，我脸上有脏东西吗？没有。啊，那就好。
说完，穆婉熙又低头去吃东西，看得一干千金小姐恨不得将面前的盘子砸在穆婉熙的头上。没看到将军在看你吗？你竟然还吃得下？你这是几辈子没吃过东西了？丞相府没饭给你吃？尉迟凌风眸子一暗，他明白穆婉熙这是在无声的拒绝，虽然心有不甘，可也不愿意勉强穆婉熙，便收回了目光。明惠公主看着这一幕，面色扭曲，恨不得将穆婉熙撕碎了。可是身为公主，不允许她跟泼妇一样大吵大闹，她只得忍了。皇上，你光是看着各家小姐，却没有发现有人跟将军很配吗？哦，是谁？皇上，明惠公主已经及笄了。苏贵妃娇俏地开口，想要撮合尉迟凌风跟明惠公主。明惠，父皇，儿臣在。明惠年龄还小，朕还想多留她2年。皇上，那您看右相的孙女孙尚香小姐如何？老皇帝的目光落到右相孙女的身上。孙尚香长得小巧玲珑，乖巧可爱，只是跟尉迟凌风站在一起就有些不搭了。那您看看朝阳郡主如何？老皇帝只是淡笑不语。尉迟凌风乃是明教，不能上主，自然也不能娶郡主。无论是他的女儿还是他姐妹的女儿，都不能嫁给尉迟凌风。尉迟爱卿，你意下如何？启禀皇上，末将已经心有所属，待他日求得佳人方亲，定然请皇上为末将赐婚他。父皇，大将军得胜归来，我东巡边境百姓得以安然生活，儿臣想献舞一支，祈求东巡国泰民安，也为大将军得胜祝福。准了。谢父皇。明惠公主得意地看了一眼穆婉熙，转身下去更换舞衣。穆婉熙却是头疼地揉着太阳穴，她根本不愿意得罪任何人。大姐姐，我没事。皇上，趁着公主去换衣服，不若让众人见识一下穆小姐的情谊吧。公主对穆小姐的情谊很是推崇，上次就想见识一下，可惜穆小姐一不小心伤了手呢。苏贵妃阴冷地扫了一眼穆婉熙，又笑得妩媚万千。皇上，您看，不如让穆小姐为大军得胜弹奏一曲，您看如何？老皇帝看向穆婉熙，见穆婉熙只是镇定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满意地点了点头。准了。那臣妾让人去准备琴。不若用本宫的鸾凤琴吧。姐姐，鸾凤琴可是当年皇上送给您的定情信物，拿出来。鸾凤琴若是能让天下百姓国泰民安，就算是毁了，本宫也是欣喜的。你说是吧，皇上？皇后说的是，命人去取鸾凤琴吧。朕也好久没听过鸾凤琴的声音了。来人，去为央宫将鸾凤琴取来。遵命。苏贵妃不甚在意地对皇后笑了笑，随即看向穆婉熙。穆婉熙，若是弄坏了皇后的鸾凤琴，你说皇后娘娘会怎么待你？皇上又会怎么处罚你呢？苏贵妃，这些日子赵德妃可有给你添麻烦？皇后可也旁敲侧击你，惶惶不可度日的感觉如何？是不是分外的销魂？明惠公主长袖一甩，翩跹起舞，灵动的身子做着各式各样的羞怯，或娇媚，或风情动作，惹得在场的男子都跟着她的身形转动。莫婉熙冷笑一声，明惠公主还真是蠢，如此场合竟跳如此轻浮的舞蹈，这哪里是皇家公主的做派，这分明是青楼妓子才有的手段。莫婉熙摇摇头，
目光不经意地扫到皇帝的脸色，那是什么样的表情？一副吞了苍蝇一样的表情和盛满愤怒的冷酷。明惠公主的舞蹈很吸引人，但是也显得有些轻浮。不过皇上跟皇后都没说什么。儿臣祝父皇江山永固，万里无疆。赏。明慧呀明慧，因为你这张脸，皇上喜欢你，可也因为这张脸，皇上会讨厌你。或许你永远都不知道，为何皇上会那般偏爱你吧。皇上，皇后娘娘，暖凤请取来了。父皇母后为何取暖凤请来？苏贵妃说想听穆小姐弹琴，本宫心情好，就将暖凤琴拿出来了。她琴技出色，想必不会辱没了暖凤琴的。穆婉熙，你的一曲破阵子令朕很满意。今日你又打算献上什么曲子？臣女惶恐，学艺不精，还望皇上、皇后娘娘以及在场的众位不要取笑臣妾的好。你尽管弹，弹好了，朕重重有赏；弹得不好嘛，朕也会处罚你。臣女领命。穆婉熙站在凤南琴的旁边，伸出右手，玉指纤纤划过琴弦，一个个音符悄然跃出，清脆悦耳。平觉侯眸光微变，琴弦有问题。有一根琴弦的声音有些不对，虽然很是微妙，但是他依然听出来了。不过他却没有开口，只是想看看这个女子会如何处理，或者说他能不能发现这个问题，逃过这一切。穆婉熙一声惊呼，缩回手，白玉一般的手指上立刻沁出了血珠。穆婉熙有些懊恼地看着被割破的手指，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目光却是扫过瑞王。王爷，这个时候是发挥咱们盟友关系的时候了。皇上，瑞王有何事？回皇上，鸾凤琴乃是灵琴，又有灵气，见血乃是不吉之兆，切不能沾染血腥，否则会给东巡带来灾祸。穆婉熙听了，赶紧跪下，请皇上恕罪，臣女莽撞，竟然割破了手指。鸾凤琴乃是国宝，若是沾染了鲜血，未免不吉利。臣女虽然善琴，可也会别的乐器，请皇上批准臣女吹箫一曲，为东巡战士祈福。唉，穆小姐琴艺精湛绝伦，本以为今日能有幸再听一次，却没想到事故频繁，真是可惜呀。贵妃娘娘说笑了，明惠公主的及笄礼上，臣女有幸聆听过公主弹琴，犹如天籁。臣女自愧不如，哪能担得起贵妃娘娘的称赞？怎么会呢？穆小姐的琴艺啊，无人能及。公主的琴艺虽好，但是比穆小姐稍逊一筹，穆小姐就不要谦虚了。父皇，不若让儿臣与穆小姐合奏一曲吧。准了。明慧，可别让父皇失望。儿臣定然不会让父皇失望的。穆小姐，由于你临时决定吹箫，不若你自己挑选乐器吧。穆小姐若是不嫌弃的话，用本侯的玉箫吧。平觉侯龚月痕笑着开口。穆婉熙微微行礼道谢。听闻侯爷的玉箫，那是采山东之玉，精雕细琢而成，声音温润通透，能得侯爷借用，乃是婉熙之福。婉熙在此多谢侯爷了。你要谢本侯爷，就奏一曲让本侯满意的曲子，不然本侯可是要收取黄金1000两，作为你使用本侯玉箫的费用。婉熙定当全力以赴。穆婉熙，为了避免他人说本宫欺负你，曲子就由你选吧。多谢公主，再下曲，公主看如何？
没问题，就塞下曲了。莫婉熙选了塞下曲，平觉侯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明知道凤鸾琴有问题，用这么跌宕起伏的曲子会毁了那琴吧？这丫头偏偏选了，吹箫耗费心力，塞下曲非但荡气回肠，还篇幅辽阔，她能坚持到底吗？琴声起，箫声起，琴音悦耳，箫声动人。莫婉熙依然是不紧不慢，却是紧跟着明惠公主的音调，不至于被明惠公主压了下去。明惠公主越急，手下的动作就越浮躁。锵的一声，琴弦断裂，鸾凤琴弹起，直接被掀翻在地上，全场惊讶。而莫婉熙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惊住的明惠公主与断裂的鸾凤琴却没有停下吹奏。白马黄金塞，云纱绕梦思，哪堪愁苦节，远忆边城儿。平觉侯当先鼓掌。穆小姐这首塞下曲当得起千金一曲，穆小姐果然是才貌双全。穆爱卿，你有个好女儿。老皇帝也赞赏的开口。凤鸾琴乃是帝后情深的见证，如今在他的手中被毁，皇后绝对不会放过他的。皇后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倒翻在地上的凤鸾琴身上，一滴眼泪从眼角滑落。曾经深爱的见证，如今竟然毁在明惠公主的手中。如果说琴毁在别人手中，他不会生气，但偏偏是明惠，这个有些像那个贱女人的丫头。明惠，我会恕罪，明惠也不知道琴怎么就会断了。什么断了？分明就是你摔坏了本宫的琴。皇上，臣妾自认为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明惠的。明惠宫中每年的支出都是其他公主的2倍，有什么好东西，臣妾也是紧着她的。臣妾自认为没有对不起她，可她却……父王，儿臣并不是有意弄坏母后的琴的，只是琴弦突然断裂，儿臣才会失手打翻了琴，并不是故意毁坏父皇送给母后的鸾凤琴的，请父皇明察。皇上，鸾凤琴乃是祥瑞的象征，如今被毁，乃是有人想毁我东巡祥瑞。三皇兄，明惠乃是无心之失，三皇兄又何必如此抹黑明惠？你毁鸾凤琴，乃是不争的事实。鸾凤琴乃是祥瑞的征兆，穆小姐脸沾染血迹都不愿意，你却毁了鸾凤琴。更何况，鸾凤琴乃是帝后情深的见证，你是见不得帝后情深吗？若不是你母妃已经去世，本王都要以为你故意打皇后的脸。三皇兄，你不要太过分了。住口！明惠，你毁皇后的爱情，乃是不争的事实。皇后，你想怎么处罚她？这鸾凤琴虽然对臣妾重要，可是再重要也不过是死物。这样吧，皇上，不若罚明惠闭门思过1个月，好好学习宫中礼仪。一国公主常年往外跑，连最基本的礼仪都不会了。老皇帝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穆爱卿，你交了个好女儿。穆小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穆爱卿好福气。老皇帝越看穆婉熙，越觉得穆婉熙顺眼，连带着看着他跟尉迟凌风也越来越般配。若不是尉迟凌风说了自己有喜欢的人，他都想为2人赐婚。至于2家联姻带来的后果，他可以收回尉迟凌风手中的兵权。多谢皇上夸奖。穆丞相的脸色并不好看，一个不被他重视的女儿，忽然间变得那般的出色，可不是什么好事情。明惠，儿臣在。以后
切不可如此莽撞，毁了你母后的秦氏小，劳你母后伤心，可就是你的罪过了。儿臣知错。皇上，您啊，就别生公主的气了。公主心仪大将军已经很久了，皇上却看中了穆小姐，她也只是气不过而已。尉迟凌风不能上主，这一点他不会退让。一个会打仗的将军，比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公主值钱多了。林奕晨见老皇帝看着穆婉熙跟看着尉迟凌风的眼神越来越满意，心里隐隐有些烦躁。穆婉熙是他的，谁都不让，就算是自己的好兄弟那也不行。于是宴会一结束，就将尉迟凌风给带走了。两人打了一架，最后以瑞王碾压过尉迟将军告终，而尉迟凌风大骂林奕晨阴险，明明知道他功夫不如他，还仗着功夫比他高欺负他。宫宴上，穆婉熙得了平觉侯的青睐。平觉侯在宫宴第2日就送来了一副请帖，说是请他参加一个文人举办的雅会，不谈国事，只谈风月，不谈刀枪棍棒，只谈琴棋书画。小姐要去吗？平觉侯喜爱风雅，不爱追名逐利，他结交的人都是风雅之士，里面的人三教九流都有，倒是可以一去。回去启禀侯爷，婉熙必当准时参加。是，小姐。平觉侯得到穆婉熙会去的准信之后，脸上扬起了一抹笑意。凌风，你可得感谢我，自然是要感谢月痕公子的。不过，月痕，你有没有觉得王爷有些奇怪？王爷奇怪？从何说起？不知为何，我总觉得王爷对我有些不满，每次看我的眼神都是一副恨不得揍死我的样子。我的接风宴当晚，他还狠揍了我一顿，我似乎没有得罪王爷。凌风啊，不如咱们今日去花楼吧。天香楼新来了一个姑娘，唱曲唱得可动听了，那声音，天下女子在我眼中也不如希儿一人，她唱歌才是最好听的。曾经我有幸听过她唱歌，迄今回味不穷。穆小姐唱歌有这么好听？自然是有的，不知道怎么了，这次我从边关回来，希儿竟然对我很是生疏，完全没有以往的亲昵。平觉侯对着尉迟凌风眨了眨眼，他要是跟你亲昵，估计你已经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尚未开口，就看到门口站着一个人，又赶紧眨了眨眼。尉迟凌风继续哀伤叹气：唉，以前都叫我尉迟哥哥，现在开口闭口就是将军，将军。我去边关之前，虽然也不常见面，可偶尔还是能见一面的。这丫头越带越让人看不透了。平觉侯对着尉迟凌风拼命的眨眼。尉迟凌风扫了一眼平觉侯，很是疑惑的开口：月痕，你的眼睛进沙子了吗？不停的眨。你个蠢货呀，我是在提醒李奕晨来了，就站在你的身后。唉，不知道这次有没有荣幸听到希儿唱歌呢？尉迟凌风啊，尉迟凌风，你想死可别拖累我呀。喂，月痕，我一直不知道希儿的笛子竟然吹得那般好。以前只是看到穆夫人教她弹琴，老公公教她下棋，没有想到希儿竟然还会吹笛子。希儿就是好，你说我直接上门提亲，穆丞相会不会答应？平觉侯看到林奕晨黑得跟锅底一样的脸，都快哭了。穆丞相答应不答应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要倒霉了。我倒霉？为何？尉迟，你自求多福吧。什么意思啊？尉迟凌风跟着转过头来，就看到一脸铁青的林奕晨。奕晨，你怎么来了？我先出去，你们慢慢聊。
平觉侯很没义气的溜了。这个时候不是讲义气的时候，遇上林奕晨，能溜则溜，不然可是会出人命的。你喜欢穆婉熙？是，有多喜欢？很喜欢，比喜欢我自己还喜欢。林奕晨微微有些讶然。你到底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你到底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8岁。哼，瑞王殿下差点就喷了。8岁就认识穆婉熙了，还喜欢了这么多年。穆婉熙喜欢你吗？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也没有关系。本王就告诉你一件事好了，穆婉熙是本王的，就算你是兄弟，本王也不会相让。尉迟林峰嘴巴微张，他以为林奕晨会说什么鼓励的话，或者说什么让他放弃的话，也有可能说公事，可怎么也没有想到林奕晨来了这么一句话。王爷，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你看本王的样子像是开玩笑吗？像，非常像。尉迟林峰真的很想抱起，将茶壶砸到林奕晨的头上。纵然你是王爷，是兄弟，你喜欢希儿，我也无法阻止，但是你也不能阻止我喜欢希儿。本王只是告诉你，穆婉熙，本王势在必得。当然，本王也不会阻止你追求穆婉熙，咱们公平竞争，各凭本事。但是一旦穆婉熙做了选择，失败的一方必须祝福另外一方。好，尉迟，皇上不会允许尉迟家跟秦国公府联姻的，我可以交出兵权。你觉得本王会允许你放弃兵权？王爷，你这样对我不公平。公平？这天下本来就是不公平的。若是你能求得穆婉熙同意，当然，就算你不放弃兵权，本王也可以帮助你。关键是，穆婉熙会愿意跟你在一起吗？她会的，那就走着瞧吧。平觉侯的雅会是在青竹轩举办。小姐，来青竹轩可知道青竹轩的规矩？梅花盛放。今日青竹轩的话题为梅，请小姐做一首有关于梅花的诗词。梅花吗？青竹轩前一树梅，今朝忽见树花开。几家门户重重闭，春色如何入得来？好诗，好诗！你这家伙怎能拦住我的贵客？下次可不能拦我的客人。侯爷，这是青竹轩的规矩，不然小的哪里敢难为这天仙市的小姐啊？嘿，你这家伙！哎，侯爷，青竹轩的规矩在这里，若是因为惋惜破坏了规矩，可就不好了。今日的雅会来的人不多，但是个个都是有名的才子，再不济也是身怀绝技之人。侯爷，惋惜一无所长。要是他一无所长，又怎么会让视女人如粪土的瑞王殿下看中的？穆小姐谦虚了。平觉侯领着穆婉熙径直去了梅园。侯爷，你可来得晚了。哟，侯爷，今日有新客人啊，快进来，快进来。如此冷的天气，可别冻着了美人。上官雀，就你知道闹。哟，侯爷，这位美丽的小姐，难道是你的新相好？希儿，怎么出门都不带个暖手炉？这么冷的天。轩表哥。冬儿，怎么都不知道给小姐备个暖手炉？这么冷的天，你就是这么照顾你家小姐的吗？世子，奴婢。表哥，你错怪冬儿了，他给我准备了，是我嫌麻烦放在马车里没有带出来而已。秦兄，不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位美人吗？舍妹穆婉熙，可是侯爷口中一曲千金的穆小姐。正是，在青竹轩，丝丝的琴是弹的最好的。不过以后啊，这最好得让人了。侯爷一天不打去丝丝，就觉得浑身不舒坦吗？穆小姐，这位
是天香楼的清官头牌。虽说一曲当不得千金，可有人愿以100金求一曲。莫婉熙对着思思姑娘点了点头，算是打了声招呼。这位是大长公主的养子，韩渠。穆小姐，久仰大名，果然是闻名不如见面。韩公子，韩渠继承了长公主的性格，温润平和，但是莫婉熙却很是惊讶，这样一个温润平和的男子，最后怎么会做出那样的事情呢？这位刚才出言不逊的家伙是苏昌，乃是苏侍郎的庶子。而这位叫苏昌的公子，恰好就是苏贵妃娘家的庶子。总听我那哥哥说，穆小姐是怎么的，今日一见，才知传言欺我。如此一个通透美丽的小姐，竟被人传得愚笨不堪，果然谣言不可信。侯爷，瑞王殿下跟尉迟将军来了。瑞王随意找了个位置坐下，尉迟林峰这才有机会走进来，目光落在莫婉熙的身上，眼底闪过兴奋的光芒。希儿，你也在？将军。出门在外，别将军的叫了，叫我林峰好了。莫婉熙微微一笑，却没有答应。恰在此时，韩渠奉上泡好的香茶，替莫婉熙解围。王爷喝茶，将军喝茶。穆小姐，喝杯这茶暖暖身子吧。多谢。不过来坐吗？希儿。秦轩想要替莫婉熙解围，莫婉熙已经缓缓地坐在林奕晨的身边。大家来猜猜，韩兄的茶是什么茶？可是用血水煮过的梅花茶。穆小姐，你为何会认为是用血水煮的茶？平觉侯当先开口，有血无梅，少颜色；有梅无血，差味道。煮梅花茶定然是血水最为合适，清香甘甜，梅虽逊血3分白，血却输梅1段香，有血有梅才是紧致。莫婉熙缓缓地开口，目光看向韩曲，若是可以，她希望这个温润平和的男子不要走到那般决绝的地步。莫小姐说对了，在下确实是用血水煮的茶，可惜喝了几年了，都没人猜出在下用的是血水。莫小姐真是个妙人。韩公子见笑了。光有茶没有琴怎么行？思思姑娘，能否请你弹奏一曲呢？听琴煮茶，映着今日的景色，倒是别有一番风味。啪的一声，莫婉熙一巴掌拍在桌上，惊得弹琴的忘了弹琴，煮茶的忘了添茶，就连瑞王殿下跟尉迟林峰都一脸惊讶地看着他。穆婉熙，你在做什么？打苍蝇，太吵了。希儿，这个天哪来的苍蝇？平觉侯跟韩渠则是肩膀一抖一抖的。莫婉熙这胆子也太大了，竟然暗骂瑞王跟大将军是苍蝇，真是勇气可嘉呀。可不就是你这苍蝇闹腾个没停。瑞王扫了一眼莫婉熙，直接将罪名扣在尉迟林峰的头上。秦轩看了一眼尉迟林峰，出来当和事佬。尉迟啊，听说你这次回来之后会在京中待3个月，是真的吗？是的，如意外开春之后就回边境。尉迟林峰顺着台阶就下，他从来都不擅长给自己找不快。气氛酝酿出来之后，不知道是谁提出煮酒，于擅长煮茶，煮的茶清甜甘醇，但是煮酒就不擅长了。最后还是莫婉熙接了他的位置，来做这个煮酒的人。穆小姐，煮酒也跟煮茶一样复杂吗？寒冬腊月，喝酒难免冷了一点，所以就有了煮酒。国有煮酒论英雄，今日咱们煮酒说媒，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穆小姐经常煮酒。前世她经常在冬日给宋英杰煮酒，而宋英杰也夸她煮的酒好喝。每次她都像一个婢女一样，卑微的在一旁煮酒。她跟穆雪柔却在她的面前大吃大喝。现在想想，前世的自己还真是傻得无可救药。不常，甚至说很少。韩公子，
可否为惋惜摘一束梅花？稍等。韩渠的话还没说完，人都还没站起来，2束梅花就已经递到了穆婉熙的面前。穆婉熙看着面前的2束梅花，嘴角抽了抽，接谁的都不好，所以他才开口让韩渠帮忙。可哪知这2人太妖孽，普通人不是对手。众人都饶有趣味地看着这一幕，想看看穆婉熙会接谁的花。穆婉熙微微一笑，左手拿起一个酒壶，接过尉迟凌风的梅花，顺手就插在里面，摆在桌上，然后拿过瑞王手中的梅花，一朵一朵地掐了下来。瑞王殿下看得青筋直冒，杀气不停地外泄，尉迟凌风则满面的笑意，得意地看向林奕晨。哼，王爷了不起啊，再了不起，希儿也不喜欢他的花。只是得意的表情尚未持续多久，就见穆婉熙将掐下来的梅花放进了酒里跟水里，竟然是用梅花煮酒。瑞王殿下那原本堪比锅灰的脸色瞬间变得明朗，再高兴，他的梅花也被掐了。瑞王却是不甚在意尉迟凌风挑衅的目光，只是悠然地坐在那里，赏花赏人，有酒有菜。众人开始起哄，说是行酒令，而穆婉熙不擅长饮酒。我不擅长饮酒。穆小姐，不擅长饮酒没有关系，只要擅长诗词，不输就行了，不输就不会喝了。苏公子真是说笑了，在场的众人都是才高8斗之辈，婉熙肚子中的这点墨水可不够看的。穆小姐不必担心，这酒干烈，并不醉人，不用担心，就算醉了，还有秦世子在。平觉侯唯恐天下不乱的开口。是啊是啊，再不济，不是还有瑞王殿下跟尉迟将军吗？既然如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那就从我开始吧。今日大雪，有梅花盛开，以梅花和雪花为主题吧。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穆小姐，该你了。落尽琼花天不惜，风塌梅蕊玉无香。门前6株花飞，尊前万事休啼。对琼瑶满地，与君愁坐。和风和雨点台文，脉脉残香镜里闻。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月痕，到你了。侯爷，你的句子须得有梅有雪才行，毕竟你是东道主。平觉侯嘴角微微抽搐，这丫头是记先前自己调侃他的仇吗？这个还不容易吗？侯爷向来是手到擒来。不若给侯爷来点刺激的吧。7杯酒成诗，若是惋惜倒满7杯酒，侯爷还没做出来，就得认罚。这个……平觉侯刚想开口拒绝，穆婉熙已经手持酒壶倾斜一道，清酒缓缓地流入杯子。第1杯，第2杯，平觉侯的额头起了冷汗。这丫头可真记仇，不就是开个玩笑吗？犯得着如此整他吗？侯爷输了，7杯酒奉上。穆小姐，这不公平。怎么不公平了？大家作诗都是1杯酒，给侯爷7杯酒的时间你都没能做出来，那说明侯爷你应当领罚，请吧，侯爷。平觉侯则欲哭无泪，求助的目光看向林奕晨。林奕晨瞟了一眼宫月痕，怎么，要本王喂你了？平觉侯瞬间打了个冷战。瑞王殿下喂他喝酒，他敢保证，他的下巴都别想要了。喝完了。喝完了，就从侯爷开始了。侯爷先出题吧。既然是行酒令，就以酒为题。穆姑娘，请。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好句，我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韩渠端起自己面前的酒杯，温润的开口：晚来天欲雪，能饮1杯无？准了，准你饮下4杯。苏昌笑着开口。韩渠举起酒杯敬了敬众人，饮下，面不改色。思思看了一眼韩渠，拨动了2下琴弦。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转了一圈，又来到了平觉侯。平觉侯微微一笑：三春竹叶酒，一曲昆鸡弦。穆婉熙沉默片刻，自己端起了一杯酒，一饮而下。秦轩却是急了。穆婉熙不能沾酒，沾酒必醉，可自己又无力阻碍，只能担忧地看着穆婉熙。而穆婉熙摇摇晃晃地站起身，眸光似水，似乎想要做什么，可是刚站起来，整个人就往地上倒去。啊，小姐！一杯酒就醉了。来人，快去煮一碗香酱汤过来。韩渠赶紧吩咐道：不了，我送他回相府。本王告辞。尉迟林峰也跟着起身。我也不便久待，告辞。没想到穆小姐真的不擅长饮酒。这哪叫不擅长，这根本就是不能喝酒，一杯就醉了。唉，这酒量，以后哪儿敢叫他喝酒啊？穆婉熙醉酒，被秦世子送回了相府。穆丞相知道之后，什么话都没说，而老夫人则是不悦的蹙眉：徐嬷嬷，你说婉熙这丫头性子是不是越发的左了？老夫人悠悠地问道。孙女优秀是好事，但是这个孙女必须是个听话的孙女才行，否则再优秀，相府也不需要。徐嬷嬷愣了愣，顿时明白，这段时间老夫人的性子越发的暴躁，稍有不如意就觉得对不起她。想必是大小姐最近做的事情让老夫人觉得不如意吧。老夫人，大小姐的性子一直都是这样，奴婢瞧着也没什么改变。若是说真的有什么改变的话，应该是变得爱交际，爱结交外人了。最近真是没有一点如意的事情，唯一得大孙子，本该抱来给我养，可秦月雅那个女人说什么都不肯，非得要自己带。莫不是她以为博远的儿子只有她能生吗？老夫人息怒，大夫说了，您不宜动怒。夫人大抵也是担心老夫人的身子，本来带孩子就是一件很费神的事情，老夫人身体不好，说是因为孩子累着老夫人了，那可就是罪过了。可我想抱抱我那大孙子，还要一天来来回回的跑去他那儿。不行，今日我非要把孩子抱过来不可。徐嬷嬷一惊，老夫人拄着拐棍就往门外走去，还叫上了不少的人，这明显是要跟夫人抢孩子呀，这可怎么得了？老夫人带着一大堆人跑到主院去了，不由分说的就要将孩子抱走。穆夫人自然是不同意的，于是主院的人就跟上院的人闹了起来。最后老夫人强势的拿出孝道压着穆夫人，甚至还叫人打了穆夫人一巴掌。穆夫人从小到大何曾受过这样的屈辱？虽然穆博远负了她，但是也不曾折辱过她。如今这老太太竟然带着人来她的院子里，抢她的孩子不说，还动手打她。水哥，穆夫人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老夫人将孩子抱走。从穆夫人的手中抢走孩子，老夫人如同打了胜仗的公鸡一样，昂首挺胸，带着人浩浩荡荡的回了上院。下人将情况禀报给穆丞相知道后，穆丞相愣了愣，问道：大小姐如何反应？大小姐应邀平决后的邀请，去清楚县聚会，喝醉了，现在还没有醒，不予理会。母亲将孩子抱过去，那是心疼孩子，你去告诉夫人一声，
让他莫要胡闹。是，相爷。一直等着穆丞相回来给自己做主的穆夫人，等来了一句莫胡闹，顿时就狂笑起来。夫人，你不要吓奴婢呀！奶娘，我恨呐，我恨自己竟如此的天真。穆夫人趴在林嬷嬷的怀里，又哭又笑。我一直以为他对我是有感情的，虽然他宠爱小妾，可是那也是我对不起他在先。可是这些年来，我何尝不是在补偿他？瑞格是他的孩子，老夫人将孩子抢去，他不替我做主，竟然还让我别胡闹。奶娘，我恨呐！夫人，您先别哭，我们去找大小姐，大小姐一定会有办法的。希儿，对，去找希儿。夫人，闹得这么凶，照理说大小姐早应该过来了，可是大小姐到现在都没露面，可见大小姐是被什么给绊住了脚。夫人，您先别着急。夫人，芷薇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夫人，奴婢刚刚听人说，大小姐外出聚会喝醉了，现在都还没有醒呢。什么？怎么会这样？希儿不能沾酒的，她这一沾酒，非得要第2日才能醒。夫人，别着急，一晚上应该不会有事的。老夫人就是想把孩子拿回去，在自己身边带一段时间。这可是相爷唯一的儿子，老夫人定然不会做出什么伤害小少爷的事情来的。但愿如此吧。明早我就去把孩子要回来。林依晨半夜的时候跑过来看穆婉熙，见她睡得很不安稳，不由得叹息。明明只是一个小丫头，却好似经历了很多事情似的，让人怀疑这精明的丫头不过是一个小丫头片子。也就睡着了，可爱的。林奕晨刮了刮穆婉熙的鼻子，穆婉熙不舒适地皱了皱，伸手就抱住了林奕晨的手臂，然后枕着他的手臂继续的睡，紧蹙的眉头也缓缓地舒展开来。见到这一幕，林奕晨无端端的心情变得很好，嘴角微微上扬。总算这个丫头有点良心了，也算得上是对得起她对她这般好了。宁青对于自家主子傻笑的样子侧脸，简直是不忍直视。他们威武的王爷怎么就变成了个傻瓜了？汉武看着林奕晨那一脸傻笑的模样，伸手倒了倒自家老大。老大，王爷是不是病了？王爷不是病了，而是中毒了。什么？中毒了？中什么毒了？谁下的？中了一种叫穆婉熙的毒。宁青狠狠地给了暗武一个暴力。你可得把人保护好了，你死了，穆小姐都不能有事，不然的话，你就等着王爷剁了你吧。暗武撇了撇嘴。穆婉熙睡得安稳，穆夫人一夜无眠，而老夫人则是很得意，将孩子抢过去之后就扔在偏房中不管了。孩子饿了、拉了、哭了、尿了，老夫人都不管，也不让人管。徐嬷嬷不忍心的提醒：老夫人，小少爷在哭呢。哼，让他哭。秦月雅那个女人还真是以为我对她不敢怎么样了。这孩子要我喜欢才是穆家的宝贝，我若是不喜欢了，那就什么都不是。他想跟我斗，还太嫩了。徐嬷嬷想要劝一劝老夫人，可是老夫人根本就听不进去。这寒冬腊月的，就那么将孩子扔在偏房，
没人管，也没人照看，生生的冻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婢女去看的时候，发现孩子被冻得嘴唇乌青，已经哭都哭不出来了。老夫人这才着急了：“你们是怎么照顾的？怎么一夜就成了这样？”“老夫人，您不让我们管。”“混账！来人，将这丫头拖出去打死！自己没照顾好小少爷也就罢了，竟然还敢诬赖到我头上来了！”老夫人怒不可遏地吼道：“就算是她做的，也不能承认这件事情，只能是别人来背黑锅。”穆婉熙的酒还没有完全醒，脑袋有些生疼，只微就冲到景兰院：“大小姐，您终于醒了，出事了！老夫人昨天晚上带着人将小少爷从夫人的身边抢走了，如今已经过了一夜了。”穆婉熙手中的醒酒汤瞬间打翻在地。“什么？已经一夜了？”“是，已经一夜了。”这时方官神色慌张地走了进来，凑在穆婉熙的耳边悄悄地说了什么。穆婉熙整个人脸色惨白，推开方官：“秋儿，冬儿，随我去上院。”“是，小姐。”“青竹，去前院请父亲去上院。”“好的，小姐。”“方官，守好院子。”穆婉熙回头看了一眼方官，随即带着人快速地朝着上院而去。看来他终究是心太软了，所以老夫人才会如此的胆大妄为。若是瑞哥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他定要让他生不如死。婢女慌慌张张的进来禀报：“老夫人，老夫人，不好了，不好了，大小姐来了！”“慌什么？不过是大小姐来了而已，你慌什么？”任谁都明白这个时候穆婉熙是为何而来。不过老夫人可不相信穆婉熙会跟他撕破脸，毕竟穆婉熙还需要他撑腰。相府里能有一个苏姨娘，就还能再有一个陈姨娘、张姨娘。“不是，老夫人，大小姐她……”“我怎么了？孙女给祖母请安。”婢女的话还没说完，穆婉熙就已经走了进来。“你这是来给我请安的？”“自然是的，顺便来接瑞哥。祖母，瑞哥已经在您这儿待了一晚上，您的身体本来就不好，需要好生养着。瑞哥如今这个年龄正是闹腾的时候，可别再闹着您了。”“瑞哥就放在我这里，先在我这里待一段时间再说。”“祖母，这小孩子娇气，可比不得孙女，打的、骂的、冷的、饿的。这小孩子太小了，冷了、饿了，或者是打了，都有可能伤到他。”“孩子哪有这般娇气？想当年你也是这么过来的。”老夫人不肯松口。穆婉熙淡淡一笑：“祖母，希儿是女儿家，自然更加娇气。娘亲生瑞哥的时候年龄已经很大了，更何况瑞哥还不足半岁，离不得母亲。祖母就让孙女将瑞哥带回去吧。”“穆婉熙，这就是你跟长辈说话的口气。”“祖母，若是相府的继承人跟婉熙不是一母同胞，或者说婉熙没有个兄弟依靠的话，出了相府也是被人欺负，还不如一家子都陪着被欺负的好。”“穆婉熙，你什么意思？”“祖母，孙女尊敬您，所以叫您一声祖母。可若是祖母做的事情不称自己的身份的话，就不要怪孙女无礼了。”穆婉熙的耐心很有限。方官说徐嬷嬷给他传消息，老夫人将孩子抢走之后就一直扔在偏房，不准任何人照顾。这过了一晚上都不知道瑞哥怎么样了，他哪里还有心情和老夫人周旋。“大小姐，找到了！”
东儿不知为何居然从内室跑了出来，手中抱着一个孩子。快拦住他！老夫人一看，顿时又气又急，不能让人把这孩子抱走。小姐，小少爷似乎很不好。莫婉熙赶紧接过孩子，可是瑞哥竟然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莫婉熙揭开小被子一看，瑞哥的脸色都青了，浑身冰凉，一双眼睛红肿。莫婉熙惊恐地伸出手去探瑞哥的鼻息，发现瑞哥的鼻息很微弱，再摸摸瑞哥的身子，冰凉冰凉的，只是心脏还在微微的跳动。祖母，你好狠心啊！哪是下人没有照顾好？小姐，奴婢找到小少爷的时候，小少爷被随意扔在偏房，根本就没有人照顾。莫婉熙深深地看了一眼老夫人，抱着瑞哥转身就走。秋儿，立刻回去让人准备热水生姜。是，小姐。莫婉熙抱着瑞哥，脚步匆匆地往景南院走去，途中遇到了过来的穆丞相。莫婉熙只是看了一眼穆丞相，连礼数都没有，转身直接走了。相爷，不好了，老夫人虐待小少爷，小少爷的情况很糟糕。小少爷好可怜啊，被老夫人扔在偏房整整1夜，现在脸色发青，身子冰凉，只怕是……你再说一遍，是怎么回事？老夫人，季夫人不把小少爷抱在她身边养，昨日强行抢了去，抢去之后却没有好好照顾小少爷，把小少爷一个人扔在偏房，连床被子都没有。小少爷他只怕是……穆丞相则是两眼发黑，他原本以为老夫人把孩子强行抱过去是喜欢孩子，正好他也想敲打敲打穆婉熙，可没想到老夫人抢走孩子是为了报复，那可是他唯一的孩子，他怎么狠得下心啊？莫婉熙抱着瑞哥回到了景南院，快去请大夫。小姐，秦大夫很快就来了。秦大夫很快就来了，看到莫婉熙那一脸惊慌失措的表情，都很是惊讶。秦大夫，你快看看瑞哥的……秦大夫知道事情严重，赶紧上前给瑞哥把脉，眉头顿时皱到了一起，良久摇了摇头。穆小姐，小公子只怕……不会的，都怪我，我为什么要喝酒？若是我没有喝酒，瑞哥就不会被祖母夺走。秦大夫，我求求你，你救救瑞哥，不然我娘会支撑不下去的。大小姐，你别这样，小公子的情况我确实无能为力，但是有一个人有办法，不过此人很难请。什么办法？秦大夫，你告诉我。圣手诡异，不过此人很难寻，只怕你还未寻到人，小公子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暗武暗道不好，这个时候再不现身，只怕穆小姐就要跟王爷结怨了。穆小姐，我知道圣手诡异在何处。你知道他在哪儿？暗武暗道一声得罪，便揽住穆婉熙的腰，消失在了相府。瑞王府中，林奕晨正在批阅公文。王爷，文书拿到了，什么事？穆小姐在外求见。谁？相府大小姐穆婉熙求见。在哪儿？正厅。宁青的话刚说完，林奕晨就已经到了门口。原来王爷陷入爱情之中，也是这般的傻气。正厅外，林奕晨看了看自己的衣服，掸了掸不存在的灰尘，这才神色自若地走了进去。一进去就看到穆婉熙的背影。穆婉熙，你怎么有空来？王爷，我求求你。林奕晨的话还没说完，穆婉熙便转过身来，直直地跪了下去。
林奕晨很是惊讶的看着跪在他面前求他的穆婉熙，心里一咯噔。出什么事了？求求王爷，让圣手鬼医为我弟弟瑞哥医治。瑞哥如今命在旦夕。念青，去请老头子。是，王爷。多谢王爷。来人，打一盆热水过来。林奕晨看着穆婉熙抬起头，一张脏兮兮的小脸，顿觉得心疼，让人给穆婉熙拧了拧帕子。擦擦脸，看你那一副脏兮兮的样子，还以为本王欺负你了。谢谢。穆婉熙胡乱地擦了一把脸，目光不停地望向门口。圣手鬼医出现在门口的时候，是被人给架着来的，嘴里不停地怪叫着：死小子，没大没小，居然让你的人这般对我。晚辈穆婉熙见过前辈，家弟危在旦夕，请前辈出手相救。丫头，你拜我为师吧。宁青暗自一惊，拎着圣手鬼医的手一松，鬼医就直接摔倒在地上，摔了个四脚朝天。哎呦哎呦，你们两个死小子，就知道欺负我老人家，还不快去救人！圣手鬼医从地上爬起来，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林奕晨。走走走，乖徒儿，师傅马上跟你去救人。前辈，请您先救救我弟弟。都怪你，都怪你！你明明知道自己不能喝酒，为什么还要出去喝酒？穆婉熙伸出手擦去嘴角的血迹。前辈，请。老头子看了一眼穆婉熙，随即走向床上躺着的孩子，伸手一探脉。老头子的眉头蹙在了一起，随即掀开被子，随后拿出一包针，就开始下针了。他是什么人？闭嘴！不想让他死，就闭嘴。穆夫人捂住自己的嘴巴。小姐，我没事。老头子下完针，站起身来。丫头，给老头子准备笔墨纸砚。是，前辈，我弟弟有我在，死不了，身体只是虚弱了一点，调理一段时间就好了。叫人去抓药。冬儿，哎，你这丫头可真蠢，你觉得这些药外面会有吗？冬儿，去库房将所有的药材取过来。不用了，臭小子，出来。前辈，什么事儿？去王府抓药，快点送过来啊，不然仔细你的皮。暗武接过药方，迅速地揣进怀里，转眼间就消失在窗外。老头子这才给瑞哥取针，弄完了也不理会穆夫人。哎呦，瞧瞧这如花似玉的小脸儿，都大成什么样了？大小姐，您别生气，夫人只是……我没事。那个小丫头，你过来给丫头上药。小姐，可能会有点疼，你忍忍，我给你上药。沈医啊，为何我儿子还没醒啊？醒，捡回一条命，就算是不错了。这个时候能醒得过来吗？一个当娘的，连自己的孩子都护不好，还要将罪责推到别人。前辈，无论穆夫人怎么待他，他始终是他的娘亲，曾经那般疼爱他的娘亲。希儿，对不起，娘亲只是……我没事。娘亲说的对，若是我没有喝醉，就算是跟祖母拼命，我也不会让祖母把瑞哥带走的。穆夫人的脸色煞白，目光恍惚地看着穆婉熙，她总觉得在这一瞬间，这个向来跟她贴心的女儿与她越走越远了。希儿，娘，母亲不用解释，希儿知道娘亲只是难过，瑞哥不会有事的。既然前辈说了瑞哥不会有生命危险，母亲就放心吧。瑞哥是我从祖母手中抢过来的，不会牵连到母亲。你体谅娘亲的难处就好。自从怀孕开始，夫人就变了，如今眼里心里只有小少爷，今日竟然还做出这么混账的事情，夫人难道就没发现大小姐以前都是唤她娘亲而不是母亲吗？诡异老头饶有趣味地看着穆婉熙，
再看了看穆夫人，这丫头居然面对这样的对待也能心平气和，这心性怎么跟经历沧桑似的？乖徒儿，这就是你的院子。诡异老头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乖徒儿，老头子我住哪里呀？您。莫婉歇茫然地看着诡异老头，有些不明所以。既然你已经拜我为师，我自然是要留在这里教你了。对了，你，对，就是你。诡异老头指着穆夫人，孩子，你可以抱走了，注意别冻着了。药送过来后，我会让人送过去，你别打扰我教徒弟。希儿，若是老夫人再来……弟弟如今在上院。穆夫人点了点头，总算是放心了，小心翼翼地抱着瑞哥离开了。莫婉熙看着穆夫人离去的背影，一颗眼泪滑落，悄无声息的。他一直以为母亲是性子老，并不是不关心他，如今才看明白，母亲不是性子老，只是对他冷淡而已。小姐，我没事。行了行了，小丫头，快跟我说说，你跟那死小子是什么关系？那死小子身边从来没有女人的，你是不是他的女人啊？莫婉熙的嘴角狂抽，什么叫做她是林奕晨的女人？她跟林奕晨只是合作关系而已啊。不是，那臭小子是什么性格，我还是知道的。不过你不承认也没有关系，反正你已经拜我为师，那么以后那臭小子想要娶你，也得我点头同意。到时候我再给他下点绊子，想想那小子臭臭的脸色，我老头子就觉得心情无比舒坦。前辈，你这般想捉弄瑞王殿下，就不怕那个小气的男人报复你吗？哎呀，差点忘了，若是给那臭小子难堪，那臭小子定然会找我麻烦。他那么阴险，老头子我肯定不是对手。乖徒儿，到时候你可一定要帮着师傅啊。我也不是他的对手，我只怕帮不了你。别怕，给师傅3年，3年时间，师傅保证你对上那死小子，都是那死小子投降的份儿。真的假的？莫婉熙显然不信，若是瑞王殿下那么容易就投降了，那他就不是战神英雄了，而是狗熊林奕晨了。嘿，你这死丫头，没大没小，师傅的话都不信了？赶紧的，给师傅找个住处。啊，您老真要住在我这里啊？哼，老头子，我还就非住你这里不可了。你若是不让老头子住，老头子我……说着，诡异老头就滚了一地。没天理呀！徒弟赶师傅走啊！莫婉熙简直下巴脱臼，看着在地上撒泼打滚的顺手诡异，遮住眼睛。他可不认识这个人。青竹，给前辈安排住处吧。是，小姐。我就知道，徒儿，你不会赶师傅走的。行了，等那小子把药送过来，你让人3碗水熬成1碗水，1天1次，给那小娃娃灌下去，很快就会醒的。多谢前辈。还叫前辈？徒儿谢过师傅。孺子可教。自从鬼医收了穆婉熙为徒之后，还真就赖在相府不走了，每日教穆婉熙一些药理知识，还扔给他不少的医书，
并让穆婉熙全部都背下来。老夫人也越发的不喜欢穆夫人跟穆婉熙了。为了挽回母子之间的感情，很快将身边2个长得甚是漂亮的丫头送去给穆丞相做通房。穆丞相虽然气老夫人伤了瑞哥，可是看到美人，还是2个一模一样的美人，早就把瑞哥放到脑后了。要过年了，小姐。小姐，今年您守岁吗？到时候再看吧。小姐，相爷说今年要跟夫人一起守夜，您到时候要一起去吗？小姐，小姐，啊，什么事？奴婢把炭火烧得旺一点，免得屋子中冷，再给小姐泡一壶热茶吧。好。小姐，林嬷嬷过来了，让她进来吧。大小姐，夫人让我过来问问，马上就要过年了，各院子的衣裳。林嬷嬷，母亲才是相府的主母，如今母亲身子大好，相府的事情自然是交给她管理的。母亲身边能人辈出，管理小小的相府定然也是没有问题的。作为当家主母，这些事情怎生问得起我这个嫡女了？林嬷嬷心里一咯噔，她今日来问过年的新衣裳是假，试探穆婉熙是真。她想知道穆婉熙是不是因为上次的事情跟夫人生了嫌隙。大小姐，夫人未寒。林嬷嬷，我是个女儿，如今已经及笄了。母亲身体不好的时候，我帮着处理府中的事务，那是学习术务。如今母亲身子大好，瑞哥也平安无事，祖母身体有恙，母亲身为主母，应当撑起整个相府了。大小姐这意思是要放弃夫人跟小少爷了吗？小姐，夫人跟小少爷才是你的亲人呐。林嬷嬷，这话以后在我面前说说就可以了，可千万别在父亲面前或者祖母面前说，不然的话，就是娘亲也救不了你。父亲跟祖母也是我的亲人，母亲跟瑞哥也是我的亲人，秦国公府也是我的亲人，我的亲人可不少。小姐，夫人在任何时候都是你的娘亲，瑞哥以后也会成为你在娘家的依靠的。秦国公府如今只认穆婉熙，夫人反而没有多少地位了。林嬷嬷，相府是相府，秦国公府是秦国公府，如今父亲已经贵为一国首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就是大逆不道了。父亲是文人，没什么功高于社稷，还望你多提点提点母亲，莫要昏了头了。最后这一句话，穆婉熙的语气尤为的重，听得林嬷嬷心头一跳，蓦然的抬起头来，看着穆婉熙的背影，心砰砰的跳个不停。大小姐怎么会知道夫人跟老太君说了什么？难道大小姐的手已经伸到夫人的身边？又是谁背叛了夫人的？大小姐，您是相府的小姐，相府好了，您才能好。林嬷嬷这句话倒是提醒我了，相府以前有苏姨娘的时候，相府也挺好的，如日中天。可我这嫡女过得也不怎么样。至于母亲过的什么日子嘛，想必林嬷嬷也清楚。如今有了瑞哥，母亲就看不清楚形势了吗？林嬷嬷很是震惊。大小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林嬷嬷，婉熙一直觉得林嬷嬷是个明事理的人，如今看来，母亲最近的昏聩行为都是你在一旁怂恿了。大小姐，莫要冤枉奴婢啊！林嬷嬷气得面色铁青，她什么时候怂恿过夫人了？她也有劝过，只是夫人根本就听不进去，认为相府以后都是瑞哥的，她不允许相府衰败下去。林嬷嬷，请回吧，这相府看起来安宁了不少，其实是暴风雨的前夕。以前有个苏姨娘，以后也会有个美姨娘、蓝姨娘的，让母亲自己把眼睛擦亮了。
大小姐，夫人可是你的母亲啊！哼，林嬷嬷这话说的是什么话？母亲自然是我的母亲。大小姐，若是你都不帮夫人，那么夫人……林嬷嬷，母亲待我如何，你应当心里很明白。我总不明白，为何母亲以前总是忽略我？为何我的礼仪要去国公府学？为何我的启蒙是国公府的先生？你难道就不明白我以前跟母亲不亲吗？那是因为你受了苏姨娘的蛊惑。那你的意思是，我现在也受了她的蛊惑吗？母亲教我弹琴，我很感激。每年生日母亲来看我，我也很感激。但是我想知道，母亲为何要忽略我？为何要阻止我去秦国公府？为何……大小姐，夫人她之所以忽略你，是为了你好。青竹，你去守着，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是，小姐。待到青竹关上门的时候，莫婉熙站起身来，走到林嬷嬷的身边，缓缓地在林嬷嬷的耳边说了一句话。林嬷嬷顿时面色如鬼，不敢相信地看着莫婉熙，一副受了惊吓的样子。林嬷嬷，你还要说母亲是为了我好吗？林嬷嬷狼狈地后退了几步，目光惊恐地看着莫婉熙，良久，拉开门，跌跌撞撞地出了莫婉熙的锦兰院。林嬷嬷在锦兰院的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莫婉熙所在的方向，随即转过身来，快速地离去了。她必须要让夫人知道，大小姐已经知道那件事情了。老夫人在得到消息之后，怎么样了？老身让你办的事情都办好了吗？回老夫人，都办好了。对方是刑部尚书的妹妹，如今24岁了，因为性子泼辣，尚未出嫁，愿意来相府为妾。好，很好，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等过了新年儿，就让人去刑部尚书下聘礼。新年的衣服，府中给每人置办了一套，而穆婉熙单独给穆雪衣置办了一套衣服。穆雪衣拿着衣服的时候，差点落下泪来。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女儿的眼泪也是珍贵的，不要随随便便的哭。再说了，这是你用铺子赚来的钱给你买的，相当于是你自己给你自己买的，哭什么？大姐姐，今儿个就是年30了，大姐姐，今晚我来陪你守岁，如何？也好。对了，大姐姐，今晚你会去陪祖母或者是母亲吗？母亲身边有父亲陪着，祖母身边有3妹妹陪着，你我就一起守岁吧。好了，赶紧过来帮忙，将守岁的东西准备好，不然晚上的时间可难熬了。嘿，好嘞，大姐姐。冬儿，去拿几颗珍珠过来，包进饺子里，看看今晚谁会是那个幸运福星。是，小姐。新年都是忙碌的，莫婉熙这边包着饺子，主院也在包饺子，只是林嬷嬷他们在包，而穆夫人抱着瑞哥在发呆。自从那一日林嬷嬷慌慌张张的回来，跟他说了一些事情之后，他就经常会发呆。瑞哥抓着穆夫人的头发哇哇的哭了起来。瑞哥乖，别哭别哭，娘亲在。哎呀，嬷嬷你快看看，瑞哥他这是怎么了？怎么一直不停的哭啊？林嬷嬷洗干净手跑了过来，看着瑞哥张牙舞爪的指着门口，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死死的盯着门口。夫人，小少爷是不是想见大小姐啊？大小姐有好几日不曾来主院了。瑞哥乖，别哭了，乖啊，有娘亲在，瑞哥不哭不哭啊。嬷嬷，我看瑞哥准是想他爹了。穆夫人缓缓地开口，她不认为瑞哥是因为好几天没有看到穆婉熙而闹脾气，毕竟瑞哥还小。夫人，
这年30的，小少爷这么哭也不是个事儿，不若奴婢去请大小姐过来吧。唉，夫人，错不在大小姐，她是无辜的，这么多年，你也该看开了。瑞哥突然手舞足蹈，原本哼哼唧唧的他，突然咯咯的笑了，飞快地爬起来。穆夫人走神也没有发现。小少爷，林嬷嬷无意间抬起头来，看到瑞哥即将从床榻上掉下来，不由得尖叫一声。只是刚出声，一道雪白的身影就接住了掉下来的瑞哥，抓住他翻过身来，就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屁股。真是调皮。瑞哥挨打了也不哭，而是咯咯直笑，抓着穆婉熙的青丝却不用力，一笑就露出还没长出来的粉色的牙床，口水也跟着流出来。怎么啦？想姐姐啦？穆婉熙抱着瑞哥笑着问道。瑞哥抱着穆婉熙的脖子咯咯直笑，哪里还有先前那一副委委屈屈的模样。母亲，我让人包了饺子送过来，顺便来看看瑞哥。今晚你过来守夜吗？不了，听说父亲会过来陪母亲守夜，我就不过来了。祖母那边有三妹妹陪着，那今晚我就在自己院子里守夜了。四妹妹正好一个人，我就叫了她一起过来。穆夫人愣了愣，不再开口，因为她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或者要怎么开口。气氛一时间诡异的安静了下来。几日不见，瑞哥的身体好了很多。不错不错，没给姐姐丢脸。穆婉熙玩了一会儿也要走，瑞哥一回头，见穆婉熙要走，赶紧爬了过去，抱住穆婉熙的脚，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穆婉熙，看得穆婉熙心都要化了。瑞哥乖，姐姐明天再来看你。瑞哥抱着穆婉熙腿的手又紧了紧，似乎怕穆婉熙跑了一般。穆婉熙将瑞哥抱了起来，放在穆夫人的怀中。瑞哥，乖乖听母亲的话，姐姐先走了，明日再给瑞哥带红包过来。瑞哥见穆婉熙要走，嘴巴一瘪，立马又要哭。穆婉熙眉头一蹙，不准哭了。瑞哥吓得一抖，看着穆婉熙严厉的样子，果然没有哭出来。瑞哥还小，你别吓着他了。瑞哥是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不能哭闹，知道吗？瑞哥吸了吸鼻子，不明白穆婉熙在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穆婉熙笑着摸了摸他的脑袋，转身离去。瑞哥，别怕，姐姐她不敢欺负瑞哥的。瑞哥蔫哒哒的趴在穆夫人的怀中，没精打采的，没了跟穆婉熙相处的活力，任由穆夫人怎么逗弄他，他都只是沉默着。穆婉熙回到锦南院的时候，天昏沉沉的，似乎要下大雪了。一进屋，瞬间暖和了不少。只是看到坐在房间中的某人，你怎么来了？怎么，本王不能来？我不是那个意思啊。别忘了，咱们的赌约，你已经输了。王爷，请说吧，你要臣女做什么事情？本王暂时还没有想好。今日乃是大年夜，王爷若是不嫌弃，就留下来吃饺子吧。好。年30是除夕，也是团圆之夜。这一晚上，家家户户都挂上了红灯笼，贴上了新对联，整个帝都之中一片喜气洋洋。相府中，穆婉熙跟林奕晨相对而坐，两人在下着棋。不过林奕晨的脸色很是难看，铁黑色，青筋直冒。王爷，你输了。穆雪衣跟青竹他们一起嗑着瓜子，吃着点心，看着强大无比又英勇无敌的瑞王殿下一次又一次的败北，那感觉别说，还真是有些销魂。
王爷，你又输了。一盘棋不到半个时辰，林奕晨又输了，不过却有进步，这一次只输了7个子儿。你让本王3子。林奕晨一掌拍在棋盘上，气愤无比的吼道：好。莫婉熙也不甚在意，让3子就让3子，就他那水平，让他10个子儿，他都不见得能赢。本王先走。王爷，请。半个时辰下来，瑞王殿下的脸色就更黑了。王爷，还是你输了，还下吗？下。这次你让本王10子。穆雪衣实在是忍不住了，顿时笑出声来。任谁也想不到，冷酷残暴的瑞王殿下会有这么赖皮的一面，只怕别人见了都要说这人是假冒的了。王爷，你看看，小孩子都看不下去了。小屁孩知道什么？不准笑。穆雪衣瞬间把笑容憋了回去。瑞王很和蔼什么的都是表象，都是骗人的，他才是个傻瓜，居然觉得瑞王殿下不可怕，还很好相处。王爷，脾气差不是你的错，可你吓着我的人就是你的错了。什么？瑞王殿下真是想掀桌子了，这破棋真是太讨厌了。他跟穆婉熙下了无数次，居然一次都没有赢过，说出去谁信啊？王爷，还下不下？穆婉熙扬了扬手中的棋子，得意地问道：打不过你又如何？不是你的对手又如何？有本事你下棋赢我呀！林奕晨的嘴角抽了抽，有种想掐人的冲动。3更了。已经3更了呢。是啊，已经3更天了，马上就到新年了。再来一局，你让我10子。那小女子就让王爷10个子儿好了。若让王爷10个子儿，王爷还输了，本王不会输的。可是，王爷，我们这都下了多少盘棋了？没有100，也有50、60盘了吧？可是王爷一次都没赢过呢。跟别人下棋，他是不会这么输的，因为一个人的棋风不会变，下个几次就能摸到门路。偏偏这个穆婉熙是个异类，每次跟他下棋的棋风都不同，导致他根本就无法摸清楚门路，以至于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依然没见他重复过棋风的。为何你下棋的棋风每一次都不一样？若是每一次都一样，岂不是轻而易举的就被人看透了？看透了就容易被算计。王爷，请。棋有棋风，人有人品，棋风不定，人品不定。人有男人女人之分，好人坏人之分，老人孩子之分。你能说老人就是女人，女人就是孩子，孩子就是男人吗？你这是狡辩。难道我说错了？人要有风骨。风骨是什么东西？能在饿肚子的时候让我吃饱饭吗？能让我在被追杀的时候保住性命吗？能让我在被人算计的时候脱离陷害吗？穆婉熙缓缓地问道。林奕晨被噎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人没有风骨就是软骨头。软骨头就不是人了吗？开国君主天圣帝在年轻的时候还钻过狗洞，与狗争夺吃食，难道他是软骨头？林奕晨的手一抖，一颗棋子瞬间落错了位置。穆婉熙顿时放下一子，堵住了他的退路。你暗算本王。穆婉熙捡起一枚棋子。下棋最忌分心，王爷，你说是吧？天圣地不是软骨头。那王爷是软骨头了？还是说王爷觉得我是软骨头？林奕晨眨巴着眼睛看着穆婉熙，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穆婉熙是软骨头吗？不是，她要是软骨头，
早就被人吃得连骨头渣子都没有了。那他林奕晨是软骨头吗？也不是。他要是软骨头，还会是现在这种样子吗？王爷，虽说棋如人生，但是看一个人下棋的风格，是无法确认他本人的性格的。下棋所展示出来的，是他愿意让你知道的性格罢了。而很多人都会被这种展示出来的性格所欺骗。那本王所认识的你，也只是你愿意展示出来给本王看的你吗？林奕晨突兀的开口。穆婉熙落子的手停顿了一下，随即稳稳地落在自己想落在的位置。是。林奕晨微微一笑。本王倒是小看你了。本王相信，总有一日，本王会认识到真正的你。穆婉熙不语，只是棋风突然转变，从最开始的软软绵绵到步步紧逼，杀机毕现，逼得林奕晨狼狈不已。最后在新年的钟声敲响时，堪堪下了个平局。新年到了，穆婉熙放下手中的棋子，看向窗外，无数的烟花在黑暗中绽放出来，迎接着新年的到来。是啊，新年来了。走，本王带你去一个地方。林奕晨突然伸手揽住了穆婉熙的腰，飞出窗外。一出去，风雪就拍打在脸上，有些冷。林奕晨将穆婉熙的脑袋按在自己的怀中。很快就到了，忍一忍。确实很快就到了，因为林奕晨直接将穆婉熙带去了瑞王府。此刻，瑞王府中灯火通明，却异常的清冷。林奕晨直接将穆婉熙带去了主院的观景亭中，亭子中烧着炭火，桌子上烧着小火炉，小火炉的锅里咕噜噜的响着，似乎是水开了。穆婉熙望着桌上的盘子里面是一个个包好的饺子，只是饺子的形状有些好笑，奇形怪状的，像是一个新手包的一般丑陋，却丑得很可爱。王爷，你是想请我吃饺子吗？那我来下饺子吧。藏在暗处的宁青见到自家主子给自己信号，赶紧吆喝身边的人：快去快去，快去点烟花。好嘞。砰的一声，一簇簇烟花在空中炸开，照亮了漆黑的夜空。穆婉熙转过头来，一朵一朵的烟花在空中绽放着，短暂却美丽。真美。喜欢就好。林奕晨嘴角微微上扬，突然伸出手握住穆婉熙的手腕。穆婉熙回过头来，疑问还没有问出口，就感觉到手腕一凉，低头一看，一个精美的镯子戴在他的手腕上。王爷，新年礼物。穆婉熙愣了愣，正打算开口拒绝，哪知林奕晨伸出手来。本王的礼物呢？没准备。你没给本王准备新年礼物？瑞王殿下的脸色瞬间就黑了，似乎很是不爽。什么时候补上？不知道。元宵节之前吧。元宵节，本王要看到本王的礼物。林奕晨一副我大人有大量的样子说道。穆婉熙在瑞王殿下的淫威之下，弱弱的点了点头，早就忘记了要归还镯子，现在在想着该给瑞王殿下准备什么样的礼物了。炉子上传来咕噜噜的响声，穆婉熙赶紧伸手去揭开盖子，却不防盖子很烫，一不小心烫到了手，赶紧缩了回来，直摸耳朵。怎么这么不小心？林奕晨眉头一蹙，抓过穆婉熙的手，看着她手指都被烫红了，小心翼翼地帮她吹着。穆婉熙的脸色瞬间就红了。很疼吗？年轻，烫上药。是。王爷，我只是烫了一下，又没有受伤，
不用擦药的。说完，拿过一旁的瓷碗，盛了一碗饺子，双手端给了林奕晨。王爷，新年了，请吃饺子。林奕晨将药瓶放下，接过穆婉熙递过来的瓷碗，坐下，随即一双筷子递到他手中。穆婉熙也给自己舀了一碗饺子，在林奕晨的对面坐下，吃起了新年的饺子。林奕晨目光柔和的看着穆婉熙在水汽蒙蒙中的容颜，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这样的感觉可真好，就像在家里一样。终于在这一刻，林奕晨确定了自己的心意。他喜欢穆婉熙，这个看似温婉实则腹黑的女子。穆婉熙什么时候回来的，没人知道。但是青竹去叫她起床时，穆婉熙已经回来了，甚至连衣服都换好了。小姐，走吧，先去上院。穆婉熙让人带了准备好的礼物，一行人往上院而去。婉熙给祖母请安，给父亲母亲请安。新年到了，祝祖母健康长寿，心想事成，祝父亲母亲恩爱白头，万事如意。老夫人虽然很不满穆婉熙将瑞哥从自己这儿强行抱走，但是看到穆婉熙跟穆夫人之间起了嫌隙，她却也是乐意见到的。起来吧，这是给你的。谢谢祖母。好好好，来来来，瑶儿，这是祖母给你的。穆雪瑶拿着老夫人给她的压岁钱，脸上的笑容越发的灿烂，明显比穆婉熙给的多。不由得看了一眼穆婉熙，身为嫡女又如何，还不是一样不得祖母的喜欢。穆雪依走了出来，给众人一一拜了年之后，老夫人也给了一个红包，明显是敷衍的态度。穆雪依也不在意，而穆丞相跟穆夫人也给众人准备了红包，所以几人手中的红包也不算少。瑞哥挥舞着自己的小手臂，朝着穆婉熙扑去。穆婉熙欢喜地接了过来。瑞哥，新年好，姐姐给你准备了压岁钱哦。希儿，明日你随我一起回秦国公府，给爹爹跟娘亲他们拜年吧。女儿遵命。穆婉熙头也不抬地开口，仿佛对这件事情不甚在意一样。明日可要起早一些，别迟到了。是。初二一大早，穆婉熙就起来了，梳妆打扮完毕之后，还未用早膳，林嬷嬷就来了，说是夫人已经在门口等候了。走吧，不能让母亲等久了。秋儿，你随我一起回秦国公府吧。是，小姐。马车上，穆婉熙一直逗着瑞哥玩，并不怎么跟穆夫人说话。穆夫人时不时地问两句，穆婉熙也就恭恭敬敬地回答一下。希儿，我是你的母亲。穆婉熙逗着瑞哥，头也不抬地回答。相府才是你的家。四皇子有意求娶你，不知道你意下如何？母亲的意思呢？四皇子身为皇子，身份尊贵，虽然定了正妻，但是正妻尚未过门，这件事也不一定。我跟你爹商量了一下，意思是让你嫁过去，做四皇子的侧妃，但是担心老国公夫人跟老国公不会答应，所以希望你能劝劝他们。穆夫人将穆丞相告诉她的话说给了穆婉熙听。穆婉熙嫁给四皇子，能给相府带来很多的好处，而相府以后都是瑞哥的。这件事情，母亲自己去跟外公外婆说吧，女儿没有意见。穆夫人一听，脸色都变了。若是她能说通老国公和老国公夫人，何须她去说？早知道穆丞相就将这件事情给定下来了，就是因为说不通，才让他自己去说的。这也是为了你好，
嫁给四皇子为侧妃是你的荣幸。母亲，为什么瑞哥生下来之后，你就变了？难道有了瑞哥之后，我就不是你的女儿了吗？你以前忽略我，却也不会害我，如今竟要把女儿往火坑里面推吗？你这是什么话呀？夫人，大小姐，国公府到了。舅母，新年好。新年好，希儿，小姑。穆夫人一听秦国公夫人称呼的顺序，眸光中闪过了一抹不悦。她才是穆婉熙的娘亲，可这大嫂竟然先招呼希儿，然后才招呼她。舅母，外公外婆在哪儿？希儿要过去给他们拜年，一定要跟他们讨要一个大红包才行。就知道你会讨要大红包，大家呀都给你准备着呢。真的吗？母亲，快，外公跟外婆可是给我们准备了大红包。穆夫人并不回答穆婉熙的话，只是朝着秦国公夫人招呼道：大嫂，新年好。进去吧，别在外面站着了，挺冷的。希儿给外婆外公拜年，祝外公外婆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给舅舅舅母拜年，祝舅舅舅母永远年轻。表哥，新年快乐，愿表哥在新的一年里前程似锦，青云直上。外公外婆，恭喜发财，红包来来。你这丫头呀，那红包给你。谢谢外婆。外公，你的呢？你外婆不是给了吗？外公，你想耍赖皮？外婆给的是外婆给的，外公还没给呢。哎呦，我的胡子！老太婆，这小丫头把我的胡子拽掉了，你赶紧再给个红包。放肆！穆婉熙，你成何体统？老国公跟老国公夫人怪异地看着自己的女儿，不明白一个温柔的女儿怎会如此。雅儿，一家人哪有这么多的规矩？爹爹，你们可不能如此纵着她了，她已经及笄了，马上就15岁了，到了说嫁人的年龄了。这般年纪还没大没小，将来嫁出去可还得了？雅儿可是给希儿相了个好人家呀。女儿跟相爷商量了一下，四皇子有意聘娶希儿为侧妃，我跟相爷都觉得不错。不行，我家希儿绝对不能给人做妾。娘，四皇子年轻有为。小妹，秦国公不悦地呵斥：小姑啊，四皇子定下了正妃，以希儿的条件不需要给人做妾。这小姑子可真是糊涂。爹爹，娘亲，嫁给四皇子是侧妃，不是妾。除了正妻都是妾。秦月呀，我本以为你现在是看通了，哪知你竟然如此的没良心。希儿是你的女儿，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你怎么狠心把她往火坑里推？她是我的耻辱！穆夫人怒不可遏的吼道，吼完就后悔了，目光担忧的看着穆婉熙。穆婉熙却是一脸的平静，仿佛早就知道了一般。爹娘，我陪希儿出去走走。希儿，走，陪舅母出去走走。轩哥，你也一起出去吧。外公，外婆，希儿先行告退。希儿，你随你舅母出去走走，秦国公府的大门永远为你开着。希儿记住了。希儿告退。希儿，你可怨你的母亲？我不怨她。希儿，小姑她心里也苦。舅母，你可知我生父是谁？穆婉熙突兀地问出一句话来。她一直怀疑自己不是穆丞相的孩子，所以试探了一下林嬷嬷。从林嬷嬷的表现来看，
他确实不是穆丞相的孩子，那么他的生父是谁？希儿，你的生父不是……莫婉熙摇了摇头。舅母，你觉得我是穆丞相的女儿吗？我曾试探过林嬷嬷，几乎可以确信，我不是穆丞相的女儿。秦国公夫人甚是诧异，良久才缓过神来。难怪穆伯远如此对待他们母女，没有想到希儿竟然不是穆伯远的女儿。我不知道，或许整个国公府只有公公婆婆跟你舅舅知道吧。外面冷，娘，你跟希儿去暖阁吧，那里面暖和一些。不了，我想在这里坐一会儿。舅母，表哥，能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吗？不要待得太久了，外面冷，有事叫婢女，冷了就回暖阁待着，知道吗？雪儿，走吧，让希儿一个人待会儿。莫婉熙只觉得眼前没有了焦距，白茫茫的一片中，突然出现了一个黑点，凑到他的面前。嘿，希儿，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竟是秦明从军营中回来，莫婉熙的眼泪突兀的就掉了下来。秦明一看，顿时慌了手脚，手忙脚乱的去擦拭莫婉熙脸上的眼泪。希儿，怎么了？怎么了？是不是明表哥吓着你了？对不起，对不起，明表哥不是故意的。希儿，你别哭了。秦明是武将，性格从来都是大大咧咧的，哪里见过女孩子哭啊？慌乱之下，干脆将莫婉熙按在了胸膛。希儿，你别哭了，我不是故意吓你的，我只是想给你个惊喜而已。你别哭了，哭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莫婉熙被秦明按在怀里，干脆哭得更加放肆了，将自己这段日子受的委屈全部都哭出来。重生以来，除了瑞哥出事的那一次，莫婉熙是第一次因为自己哭得那么的伤心。秦轩不放心过来看时，就看到自家弟弟一脸求救的看向他。哥，你快帮我给希儿道歉，我真不是有意吓她的，弄得我都想哭了。哭吧，哭出来舒服些。你们走开了，这么狼狈的样子，丢死人了。我们转过身好了，可不敢将你一个人丢在这里。待会儿要是在别人面前哭，可就更不好看了。还是在我们面前哭比较好。轩表哥，赶紧收拾一下，待会儿祖母过来了，看到了可不好。走，去暖阁，让人给你敷敷眼睛，不然一会儿回去啊，祖母定然看出来。好吧。外公外婆，为何不见母亲跟弟弟？你母亲身子不适，先回相府了。你呀，可不能跑了，得陪我老婆子吃饭才行。是，希儿不走，希儿陪外公外婆吃饭。希儿，你娘她糊涂，你放心，祖母绝对不会让你与人做妾的。祖母，希儿的生父到底是谁？我们也不知道你的生父是谁。怎么会这样？你母亲是被人毁了清白之后才有的你，连她都没有看清楚那人的容貌，我们又如何得知啊？当年你母亲没有告诉我这件事，匆匆下嫁穆伯远，我们想不通，逼问才得知这件事。而她嫁给穆伯远之后，才发现已经有了你。莫婉熙吃惊不已，难怪母亲说她是耻辱，她的生父毁了她的清白，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如何能不恨呢？他没有将她扼杀，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希儿，莫要恨月牙。外婆，希儿不会的。
西亚会守护着瑞哥的。丫头，对不起，外婆也不想骗你，只是你的身世现在还不能告诉你。西丫头啊，你想做什么就放心去做吧，国公府永远是你的靠山。希儿明白。莫婉熙点了点头，四皇子什么的他不怕，四皇子有瑞王殿下在，倒是不足为惧。如今要做的就是将相府拉下马，然后想办法求得自己的婚姻自主，这样就算是穆丞相也无法拿捏他的婚事了。莫婉熙在秦国公府吃了晚饭，才回到相府。老夫人派人传话过来，说是让小姐去上院。晚了，明日再去吧。小姐，我去让小厨房煮碗姜汤吧。好。老夫人有什么事情吗？好像是想跟小姐说婚事。小姐，老夫人莫不是想要拿捏您的婚事？穆家的人没有感情，只有利益。能给穆家带来利益的女儿，才是穆家的好女儿。不能给穆家带来利益的女儿，那就是一个废弃。小姐，那我们怎么办？不会坐以待毙吧？你家小姐我，会是坐以待毙的人吗？大家都不戳破那层纸，不若让我来戳破好了。四皇子想要自欺欺人，也要看看别人同不同意。什么同意不同意？王爷怎么来了？本王饿了。青竹，去小厨房弄些吃的，我也有些饿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莫婉熙都会让自己的人在厨房准备好吃食，就是为了方便林奕晨来的时候有东西可吃。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今日去秦国公府，可还玩得开心？还好。林奕晨叹息一声，看着莫婉熙，突然强势的将莫婉熙按在自己的怀中。以后有本王在。莫婉熙额头降下3条黑线。王爷，你弄洒我的姜汤了。林奕晨嘴角抽了抽，这个女人还真是不懂情趣，她都表现得这么明显了，这个女人竟然只顾着她的姜汤。林奕晨一手夺过莫婉熙的碗，霸道的开口：以后只准抱着本王哭。王爷。莫婉熙，你还欠本王一件事，以后我不会让你哭。林奕晨看着莫婉熙迷蒙的双眼，如玫瑰花瓣一样的红唇微微张开，娇艳欲滴，仿佛在邀请他品尝。瑞王殿下笨拙的亲吻，终于让莫婉熙回过神来，回神后却是惊讶的侧过头，躲过林奕晨的唇，脸上爬满了绯红，嗫嚅的开口：王爷，臣女不卖身。林奕晨却被莫婉熙的这句话给逗笑了，不过莫婉熙这句话却是提醒了他：若是本王想要你呢？王爷，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林奕晨的眼底闪过一抹失望，随即退开身子。林浩轩的身份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苏贵妃跟林浩轩自欺欺人的不愿去相信，赵德芬跟苏贵妃似乎有谈拢的姿态。本王能不能问一句，为何你要对付四皇子？不是我要对付四皇子，而是四皇子不愿意放过我。四皇子看似洒脱，实则为人心胸狭隘，睚眦必报。若是让他成功了，秦家跟我都没有活路。为了活下去，我自然得起来抗争了。林奕晨沉默了，金竹适时的出现，跟东儿两人送上做好的饭菜，还送了酒跟小炉子进来。这分明是要让莫婉熙给瑞王殿下烫酒。你这丫鬟不错，本王的新年礼物准备好了没有？本王可是听暗武说，你给秦国公府的人都准备了礼物，就连相府的人都有，
本王的呢？还在准备。准备送本王什么？我还没想好。腰带吧。给本王准备一条腰带吧。莫婉熙愣了愣，点了点头。既然王爷都要求了，那就准备一条腰带吧。正在心虚的莫婉熙丝毫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腹黑的王爷带下坑里去了。在东巡，女子送男子腰带，那是心悦男子。瑞王殿下这是变着法儿的让他自己表现出来，而莫婉熙却是毫不知情。直到腰带送到瑞王殿下的手中，被瑞王殿下每次拿出来炫耀，才知道自己上当了。瑞王殿下什么时候离开的，莫婉熙不知道，连他昨晚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也不知道。一早就去给老夫人请安了，看了瑞哥就回来了，在屋中做腰带，免得瑞王殿下天天追问他的腰带在哪。四皇子来了相府好几次，都没见到穆婉熙，难免有些恼火。只是让他更加恼火的是，赵德妃娘家的侄女儿赵仪，居然失身于太子。身为他的准皇子妃，竟然失身于太子殿下，而太子殿下竟求得德妃的同意，娶赵仪为侧妃。一时间，宫中的气氛就更加的诡异了。莫婉熙听着暗武带来的消息，忍不住的好笑。太子睡了四皇子的未婚妻赵德妃跟苏贵妃，眼看着就要谈拢，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下赵家的人只怕不会支持四皇子了。更何况太子哪是名正言顺的储君，有脑子的人都不会去支持四皇子的。四皇子是苏贵妃的孩子，这件事情爆出来，赵德妃悲悲切切的去皇帝的面前哭诉了一场。皇帝大怒，罚苏贵妃禁足思过，而四皇子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失了圣心，情况越加的艰难，让他这个一直躲在背后算计的皇子被推到了前面，又失去了赵家的支持，可谓是举步艰难。只是四皇子也不是好相与的，纵然爆发出这件事情，依然风雨不动的去给赵德妃请安。尉迟凌风也来过几次相府，想要见莫婉熙，不过都被拒绝了。而穆雪瑶居然对尉迟凌风起了心思，多次与尉迟凌风偶遇，而穆丞相也想拉拢尉迟凌风，有心撮合，所以就暂时放下了莫婉熙，也让莫婉熙过了一段安生的日子。暗武出现在了窗外。王爷邀请您今晚去护城河赏花灯。暗武笑眯眯的开口，这可是未来的女主人，讨好了未来的女主人，以后还怕老大欺负她吗？我知道了。大小姐，王爷还让属下转告大小姐，别忘了大小姐答应王爷的事情。莫婉熙的嘴角抽了抽，好在自己做好了，不然瑞王殿下那颇具杀伤力的眼神，他也顶不住啊。只是今日好像是元宵，元宵灯会出去，只怕不会太平。算了，既然都应下了，那么就去吧。不管那些在暗处的人想要做什么，他都接了。傍晚，莫婉熙得了穆丞相的允许，带着穆雪衣跟穆雪瑶就出门了。今日是元宵佳节，帝都城中灯火阑珊，人来人往，好不热闹。穆姐姐，这边。穆姐姐，你也来看花灯会啊？是啊，今日是元宵佳节，所以带着我两位妹妹出来走走。七姐姐，你的婚事可要近了，到时候我可得改口叫你嫂子了。婉熙，你又打趣我。哪有，我说的可是事实。对了，宣表哥今日可能不会来花灯会，明表哥明日要启程去西北了，他在家里陪着明表哥呢。这个我知道的。七姐姐，嘉欣，
不如我们去茶楼上喝茶吧，现在时间还早，还可以找个好的位置，咱们也买个花灯去。好啊。一行人刚踏出门，就被人拦住了去路。哟，这是哪家的小姐啊？长得可真水灵。王少爷，这位是穆丞相家的大小姐，那两位则是齐家小姐跟陈家小姐。陈家小姐，我的未婚妻。男子疑惑地问道，目光落在陈嘉欣的身上。陈嘉欣的面色一白。王少爷，还请你慎言，你我二人并未有婚约。王聪伸出手捏住陈嘉欣的下巴。本少爷看上。啪的一声，穆婉熙一巴掌打在王聪的手背上，将陈嘉欣拉到自己的背后。这人他认识，乃是皇后娘家的侄子，帝都纨绔子弟。陈嘉欣家里的人怎么会给嘉欣说给这样的人？王聪看了看自己被拍红的手背，蹙了蹙眉。不愉快总是过去的很快，几人在美轮美奂的花灯会上，早已经忘记了要找麻烦的王聪。穆姐姐、齐姐姐，我们也去参加吧，我喜欢那盏琉璃灯。那好，齐姐姐、雪衣、雪瑶，你们也参加吧，不要走远了。好的，大姐姐。臣女见过四皇子殿下。出门在外，不必多礼。穆姐姐，你猜了多少条灯谜？陈嘉欣跑了过来，欣喜地问道。我只猜出来了17个，齐姐姐有24个。穆姐姐，你呢？我没有数，也不知道有多少个。那我们赶紧拿过去登记一下，看看谁得了第一。好，登记结果一出来，陈嘉欣拿了17个，只猜对了13个；齐玉燕拿了24个，猜对了22个；而穆婉熙拿了31个，猜对了31个。只是让人惊讶的是，有个人居然跟穆婉熙一样，31个。2个第一，琉璃灯只有1盏，这可怎么办啊？老板，这2个第一，你说该怎么办啊？要不你们跟那位公子商量一下，看看他愿不愿意将琉璃灯相让。一行人将目光看向老板说的人，竟然是四皇子，一时间都不开口说话了。林浩轩显然也有些意外，穆婉熙拿走了31个，对了31个，而他则是拿了34个，对了31个。穆小姐拿31个，对31个，在下不过胜在拿得多而已。这第一应该是穆小姐的。多谢公子相让。这琉璃灯本来就是穆小姐，何来相让一说？老板，把琉璃灯给六小姐吧。好的，好的。老板取下琉璃灯，递给了四皇子。四皇子转身就递到穆婉熙的面前。嘉欣，给你喜欢的琉璃灯。谢谢穆姐姐。你应该谢谢林公子。嘉欣，谢谢四公子。四皇子对于穆婉熙转手将琉璃灯送给陈嘉欣的动作有些惊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穆婉熙会如此的不给面子，直接将他送出去的东西转手给别人，眼底闪过一抹愤怒，正待开口，却感觉到背后杀气袭来，长剑出鞘，一瞬间就将射过来的羽箭击飞出去。大姐姐！穆雪衣虽然慌张，却是知道要跟在穆婉熙的身后，不顾危险的奔向穆婉熙。穆雪瑶则是躲入人群中，根本不理会穆婉熙的死活。穆婉熙伸手将齐玉燕推到舞台下面的死角躲了起来，又看到穆雪衣跑了过来，不由得蹙眉，抓过她塞进去，里面已经躲不下人了。救命啊！救命啊！无数的黑衣人跳上了台子，围住了四皇子，那架势分明是想要林浩轩的命。莫婉熙挑眉，干脆躲在一边。虽然没有角落里安全，只要不出去，应该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若是林浩轩能够被杀，
他一定会高兴的。只可惜，莫婉熙的高兴仅仅延续了一盏茶的时间，刺客就发现了他，从而将他也逼入了包围当中。莫婉熙不会功夫，进入包围圈也不过是任人鱼肉。只是莫婉熙这段时间跟鬼医学了不少东西，医术没学到多少，制毒倒是学了不少。见刺客围了上来，就撒出一把毒粉，立马就倒下了好几名刺客。宁青颇为无语的观战着自家主子。王爷，你不出去吗？林奕晨一声不吭，一双眸子冒火的看着莫婉熙。这个死女人，不是说要对付林浩轩吗？别人要杀林浩轩，他跑去凑什么热闹？还有，他本来要约他出来逛街的，他竟然跑去跟别人逛街了。王爷，穆小姐坚持不住了。宁青又看了一眼自家别扭的王爷。王爷呀，你的媳妇儿都要被人砍死了，你还不上马？哼！王爷，尉迟将军只怕要到了。宁青很明白，自家王爷跟尉迟将军是对手，若是让尉迟将军逮住献殷勤的机会，哼，只怕王爷的媳妇儿就要跟别人跑了。林奕晨眸光一闪，一拍桌子，人已经飞射了出去，直奔那台上被人逼得狼狈不堪的莫婉熙。莫婉熙看向刺向自己的剑，知道自己躲不开了，心一横，干脆送出自己的肩膀，用自己在混乱中捡的羽箭，直接刺向刺客的喉咙。吭的一声，利剑被挑开，莫婉熙的手被抓住，随即撞入一个又冷又有些熟悉的胸膛，带着淡淡的冷香，顿时心里一喜。王爷！莫婉熙欢喜的样子，瞬间让林奕晨忘记了所有的不愉快，只是揽着他的腰身。笨女人，找个地方躲起来就好了，你还跑出来找死。莫婉熙可不管瑞王殿下不善的语气，他能跑出来救他，他就很感激了。我没有跑出来，是被人逼出来的。那些人似乎有些针对我。抱紧本王，不然丢了可别怪本王。哦。莫婉熙伸手抱紧林奕晨的腰，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这么做有多么的不妥，只是想着不抱紧瑞王殿下，他的小命堪忧。尉迟凌风赶过来，就看到依偎在林奕晨怀中的莫婉熙。莫婉熙的双手紧紧地抱着林奕晨的腰，而林奕晨一只手游刃有余地对付着刺客，一只手揽着莫婉熙的腰，那一幕竟是非常的刺眼。林浩轩也吃惊地看着两人。林奕晨是什么人？有洁癖的男人，而且异常讨厌女人，那些女人接近他3尺之内都不得好死。可是他看到了什么？他竟然看到林奕晨抱着莫婉熙。一个想法在脑海中浮现，不过林浩轩很快就将这个想法甩出了脑袋。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林奕晨怎么可能会喜欢莫婉熙？难道林奕晨不甘心当一个王爷，想要娶了莫婉熙，借助秦国公府的势力夺得皇位？想到这里，林浩轩的眼中闪过一抹冰冷，悄悄地做了一个手势。原来围攻林浩轩的刺客大多数都朝着林奕晨围攻了过去。王爷，我来助你。尉迟凌风抛开心中的杂念，加入了战局。林奕晨显然也发现刺客都奔着他而来，目光扫向林浩轩，嘴角扬起一抹嘲讽的笑容。难怪这个笨女人会被逼出来，原来她的目的本来就是这个笨女人。林奕晨揽住莫婉熙的手，微微用力。他林奕晨的女人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觊觎的，想要利用一场刺杀受伤救莫婉熙，然后骗得莫婉熙以身相许，哼，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三皇兄，我来助你。林浩轩解决掉身边的杀手，直奔林奕晨而去，只是手中的剑
刺的不是刺客，而是林奕晨。莫婉熙透过缝隙看到林浩轩刺过来的剑，手一抖，用力地推开了林奕晨。而林浩轩刺过来的剑刺破了莫婉熙的手臂，刺向对面的一个刺客的胸膛。找死！林奕晨一掌拍向身边的一名刺客，直接将那刺客拍在了林浩轩的身上，砸得林浩轩摔倒在地上，吐了一口鲜血。年轻，一个都不能走脱。是。林奕晨的暗卫也加入了战局，很快战局就一边倒，刺客们根本就不是对手。多谢三皇兄相助，不然四弟我今日小命堪忧。林奕晨冷冷地看了一眼林浩轩，并不答话。而莫婉熙则是将藏在台子底下的齐玉燕和陈嘉欣等人叫出来，请尉迟林峰让士兵送他们回府。穆姐姐，你受伤了，赶紧包扎一下。白是的，皮外伤而已，你们先回家吧。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的家里应该担心了。婉熙，你跟我们一起走吧，我一会儿也回家了，先送你们走吧。四弟，麻烦你清理现场了，本王送穆小姐回去。林浩轩看着林奕晨的马车远去，双手紧握成拳。林奕晨很好，他竟敢使唤他，那就等着吧，他不会放过他的。尉迟林峰看了一眼林浩轩，将林浩轩的恨意尽收眼底。四皇子，我跟你一起清理现场吧。这么大的刺杀，还伤及了无辜百姓，定然是要给百姓一个交代的。有劳尉迟将军了，四皇子不如先休息一下吧。四皇子也受了伤，要不先回府？不了，这些人的目标是本皇子，本皇子怎么也要知道是什么人要杀本皇子。尉迟将军不用担心本皇子，尽管去做。好。尉迟林峰让人将尸体全部都摆在一起，挨个的检查。这些人可都是死士，身上没有任何的标记，也没有任何能代表身份的东西，根本就无从查起。尉迟林峰将自己查出来的消息告诉四皇子，四皇子听了松了一口气，公事化的让尉迟林峰处理好尸体之后禀报给皇上，就离开了。尉迟林峰看着林浩轩离去的背影，眼底闪过一抹寒芒。当他说出没有查到任何有用信息的时候，四皇子明显松了一口气。只是他不明白，四皇子到底想做什么？让人刺杀他自己，又让人刺杀穆婉熙，难道是想借刀杀人，想要利用混乱杀了穆婉熙？将军，你没事吧？我没事。清理好了没有？清理好了就报刑部吧。天子脚下还有人行凶，这等大事岂能瞒下来？不管是谁，想要杀莫婉熙，就是与他为敌。四皇子又如何？他尉迟林峰还不看在眼中呢。穆雪瑶只是受了惊吓，可穆婉熙却受了伤。老夫人跟穆丞相一个劲儿的关心穆雪瑶，他不觉得有什么。毕竟她不是穆丞相的亲生女儿，所以穆丞相跟老夫人怎么对待她都不重要了。大姐姐，你的伤……白是的，回去上点药就行了。时间不早了，你回去休息吧。那大姐姐，你要记得上药，我就先回去了。去吧。莫婉熙目送着穆雪衣离开，这才进了屋。一进屋就被人给拎住了。莫婉熙抬头看了一眼还没走的瑞王殿下。瑞王殿下，你还没走呢？哼，本王要是走了，你这笨女人会照顾自己吗？这穆家有把你当穆家的小姐吗？我本来就不是穆家的小姐，他们当不当我是穆家的小姐也没有关系。林奕晨以为这只是穆婉熙气恼的话语，却不知道穆婉熙说的是真的。有点疼，你忍忍。我不怕疼。你们出去吧。林奕晨头也不抬的将两人赶了出去。是。
王爷，那是我的人。你都不能违抗本王，难不成你觉得你的人能违抗本王？王爷，这是我的住处。那又如何？只有本王喜欢，皇宫本王也随意乱走。真是没有想到，老四这般沉不住气，居然连这么下三滥的手段都用出来了。可是不得不说，这个方法很好用。方法好用，那也要看本王配合不。伤了你，他的方法就算再好，本王也会让他偷鸡不成蚀把米。莫婉熙的心跳乱了一拍。弄疼你了，别动，很快要去上好了。好了，这几日不要沾水。王爷，你包扎的手法似乎很熟练嘛。以前在军营的时候经常受伤，所以就自己包扎，包扎的多了就会了。对了，本王的东西呢？莫婉熙迟疑了一下，随即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锦盒。王爷点名要的东西，婉熙可不感冒。算你识相。林奕晨打开盒子，看着里面的腰带，嘴角扬起了淡淡的笑容，拿出来，竟然当着穆婉熙的面解开了自己原来的腰带，将穆婉熙做的腰带系在了腰间，末了还在穆婉熙的面前转了个圈儿。好看吗？穆婉熙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紫色很适合林奕晨。你的心意本王收了。穆婉熙挑眉，这不是瑞王殿下自己问他要的吗？现在还说他的心意他收了，怎么想穆婉熙都觉得不太对劲儿。直到瑞王殿下下一句话，将穆婉熙雷得外焦里嫩，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既然你喜欢本王，本王就应了你了，王妃的位置许你了。咚的一声，暗舞直接从树上掉了下去，摔得四仰八叉。宁青嘴角抽了抽，好在他抱住了树干，不然也会掉下去。王爷什么时候脸皮这么厚了？喜欢一个女人，居然还得连蒙带坑的将人带进沟里。看穆小姐那样子，显然是没有反应过来。怎么，被从天而降的王妃名头给砸傻了？王爷，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你了？你送本王腰带，难道不是喜欢本王？在咱们东巡，女子送男子腰带，乃是爱慕男子，欲与男子共度此生。本王应了你了，愿意与你共度此生。王爷，你……本王知道你高兴的不能自已，本王回应你，你也不必激动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正好，你也收了本王的定情信物跟聘礼，以后就是本王的女人了。我什么时候收了你的定情信物跟聘礼啊？莫婉熙怒了，瑞王殿下分明是想把他带到坑里去啊！你及其礼上，本王送你价值1000金的红莲玉簪，你收了。另外我娘留给我的遗物，现在也戴在你的手腕上。你也送了本王腰带，与本王共度余生，难不成还想反悔？啊，锦娘是你的人？不算太傻。王爷，莫婉熙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林奕晨堵住了红唇。林奕晨温柔地描摹着莫婉熙的唇线，撬开她的背齿，迅猛地攻城略地。那温柔甜蜜的味道让他欲罢不能，良久才松开不能呼吸的莫婉熙。话太多了。莫婉熙的一张脸红得跟熟透的苹果一样，娇喘盈盈，一双眸子水汪汪的看着林奕晨，任林奕晨定力惊人，也差点儿把持不住，深吸一口气，压下腹中的邪火。再这么看着本王，本王可不能保证不会就地办了你。莫婉熙一惊，想要退开，哪知道竟然整个人都往后倒去。林奕晨无奈地摇了摇头，伸手搂住了莫婉熙。你这么笨，本王不在你身边，还真不放心。
莫婉熙此刻是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太丢人了。他竟然被瑞王殿下一个吻给乱了心智。莫婉熙，看着本王，本王许你一生一世一双人，你可愿意与本王同生共死，不离不弃？莫婉熙被林奕晨的话震得惊在了原地。一生一世一双人，他曾经给轩表哥说过，他想要的是一生一世一双人。如今面前的人竟然说许他一生一世一双人。王爷，您位高权重，身不由己。本王的事情轮不到别人做主，你只需要告诉本王，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林奕晨死死地盯着莫婉熙的眼睛，脸上看似没有表情，心里却是异常的紧张，害怕莫婉熙拒绝。莫婉熙沉默了片刻，抬头与林奕晨对视，缓缓地开口：“君若不离，妾当不弃。”林奕晨笑了，第一次笑得这般的开心。莫婉熙也是第一次见林奕晨笑得如此的明媚，晃了他的眼，也晃了他的心。也许面前的人是不同的，既然他都敢给出誓言了，那他莫婉熙赌一把又如何？输了也不过是伤心一场，赢了却是一生的幸福。如果这个人是林奕晨，那么他愿意赌这一把。谢谢你，希儿。林奕晨轻柔地将莫婉熙搂入了怀中，他知道莫婉熙说出这句话代表着什么，只要他不悔诺，那么他定然生死不离。王爷，奕晨，以后都唤我的名字，我想听你唤我的名字。林奕晨柔声地开口，若是让人看到此刻的瑞王殿下，只怕都要怀疑天空中挂着的是月亮而不是太阳了。奕晨。莫婉熙爽快地改口，既然决定了，那么就勇往直前。瑞王殿下是个值得他用生命去赌博的男人，我绝不会让你失望。我林奕晨一生只爱一人，而这个人就是你，莫婉熙。3月乃是春猎的季节，春猎的时间定在了3月初3，但是皇帝下令，命莫婉熙跟随。莫婉熙虽然不清楚皇上的意思，但是也知道围猎场的危险。莫婉熙，没有想到你竟然也会跟着去围场，参见明惠公主。哼，莫婉熙，本公主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能耐跟本公主斗。公主说笑了。莫婉熙，你别得意，不要以为有皇后娘娘撑腰，你就能高枕无忧了。本公主要一个人死的方法有很多，要一个人悄无声息的死法就更多了。臣女受教了。哼，你好自为之吧。莫姐姐，没有想到会跟你一起去围场，我好兴奋啊。嘉欣，你喜欢四皇子？莫姐姐，你胡说什么呢？希儿，轩表哥，伤怎么样了？早好全了，这都几个月了，也不知道明表哥在西北怎么样了。唉，西北苦寒，又多征战，但愿他平安归来。安心吧，二弟他不会有事的。倒是你，围场刀剑无眼，千万小心。以后出发后不要乱跑，也不要离了人的视线。春猎失踪几个人，没有人会去追究。我记住了。秦轩点了点头，转身离去。莫婉熙转身就看到瑞王殿下正在看着他，嘴角上扬，笑得明媚如花，灿烂如阳，晃得瑞王殿下满眼都是莫婉熙的笑颜，良久才回过神来，真是越来越魔怔了，得赶紧想办法把这个小笨蛋娶回家，免得被别人给骗走了。尉迟凌风的目光也一直跟着莫婉熙走，自然是将莫婉熙的笑容收入眼底。好多年没有见他笑得这般开心了，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让他笑得这般的开怀。皇上驾到，皇后娘娘驾到。参见皇上，
吾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参见皇后参见皇后娘娘娘千岁千岁娘娘千岁千岁千岁！众卿平身，准备出发吧。是。只是今天天公不作美，半道的时候竟然下起了瓢泼大雨，队伍只好找个地方避雨。士兵很快就搭起了帐子。苏贵妃在进去的时候，诡异地看了一眼穆婉熙。虽然轩儿想要娶穆婉熙，但是他却想让穆婉熙死。苏贵妃想杀他，明惠公主想杀他。难道他长了一张软柿子的脸？不然的话，怎么人人都想捏他一捏呢？来人，皇上，去将朕的那件披风取来，赐给穆小姐御寒吧。是，穆小姐。皇上赐穆小姐披风御寒。臣女谢皇上恩赐。平身吧，穆小姐，可不要着凉了才好。明日才是狩猎的开始，你可得好好表现。老皇帝意味深长地开口，目光扫下尉迟凌风。尉迟凌风的脸微微一红，似乎被人窥破了心事一般，赶紧地转过头去。尉迟凌风的举动惹得老皇帝哈哈大笑，不过穆婉熙却是笑不出来。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老皇帝竟然还没有放弃撮合他跟尉迟凌风。父皇好偏心，赐穆小姐披风都不管儿臣。父皇，儿臣不依。你这丫头，穆小姐那是身体不适，你好着呢，也吃着没由来的醋。皇后的眸子中闪过一抹冷光，只不过她最近几日身子有些不利索，便觉得有些头晕不适，却是差点栽倒在地。皇后娘娘。皇后，你怎么了？回皇上，臣妾只是觉得有些头晕不适，休息片刻就好。来人，传御医。原来皇后竟然是感染了风寒，情况已经算是比较严重了，根本就不能跟着去围猎场。来人，命一队人马送皇后回宫休养。皇上，臣妾无碍。好了，皇后，你都病了，要好好休息，围场去不去都没关系，你的身体更重要。皇后回宫，穆婉熙的心顿时就紧张起来。皇后走了，她的处境就更危险了。一行人紧赶慢赶，终于在天黑的时候到达了围场。因为是在围场狩猎，所以住的都是帐篷。而因为皇上的特意关照，穆婉熙独自住在一个营帐里。晚宴过后，各自回营休息。因为担心有危险，穆婉熙将秋儿和冬儿都带在了身边。三个人走到营帐外，就闻到了一股血腥味。冬儿上前挡在了穆婉熙的面前，伸手撩开帐门，肉眼似乎没什么异常，可是营帐里面却飘着淡淡的血腥味儿，提醒着三人营帐有问题。秋儿、冬儿，找一找营帐内，里面应该被人放了东西，任何一个角落都不要放过。是，小姐。秋儿和冬儿一起动手，将博大的营帐翻了个遍，竟然找出了不少的东西。4坛子积雪分别藏在他的营帐中，连床上的垫子都被人撒了积雪。他们认真地检查了一遍，积雪没有毒，只是难闻了一点。难道只是恶作剧？小姐，这好像是积雪。冬儿蹙眉，难道有人想用积雪害小姐？东巡严禁巫蛊之术，也不知道是谁那般蠢，竟然在围猎场用巫蛊，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小姐，您知道是什么吗？蜈蚣最爱积雪，在我的营帐中放这么多积雪，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再想想跟我有仇的人，不难猜到是谁。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四皇子应该不会用，那么剩下的就只剩下苏贵妃和明惠公主了。不过无论是这2人中的谁，我都不会放过他。那小姐，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将计就计。
穆婉熙缓缓地开口，既然别人都送上门来了，他就不能轻易地放过。希儿，你在吗？尉迟林峰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尉迟林峰对穆婉熙的心意从来就不加掩饰，他不会避嫌，也不会躲闪，喜欢就是喜欢，所以他坦荡荡。穆婉熙眸光一闪，随即让东儿和秋儿把东西藏起来，一会儿出去处理了，自己则是躺在床上。将军，这般晚了，可是有事？白日里，你淋了雨，我过来看看你。将军，请进。希儿，你没事吧？将军不必担心，只是感染了风寒，没事的。待会儿我让秋儿去采点草药回来，熬了喝了就没事了。需要采什么药？也不是什么贵重的药材，只是让冬儿去采些紫苏回来，熬成水就行了。将军不必担心，用不了多长时间的。我去吧，紫苏我也认识。说完，尉迟林峰便风风火火地跑了出去。莫婉熙连拒绝的话都还没说出口，人就已经不见了踪影。哎，话还没说完呢。莫婉熙觉得头疼，秋儿跟冬儿却在一边闷笑。尉迟将军实在是太可爱了，虽然比瑞王殿下差了一点，但是对小姐的心意却是很好的。若不是有了瑞王殿下，他们还真想劝小姐和尉迟将军在一起得了。冬儿，你去找王爷，告诉王爷有人用巫蛊之术害我，阳谷之人定然就在附近，让王爷去将人抓获。明日咱们来看一场好戏。苏贵妃，若是你的话，那么这一次你必死无疑。是，小姐。林奕晨听说有人用巫蛊之术陷害穆婉熙，脸上的表情很是难看。在得知穆婉熙没事之后，又松了一口气，可是脸色依旧难看。宁静，你带人去搜遍整个围场，也要找出那阳谷之人。我倒要看看，是谁敢碰本王的女人。是，王爷。林奕晨悄悄地派人去查探了，穆婉熙自然也不能闲着，别人等着看好戏，他自然是不能让别人失望的。让秋儿和冬儿将积雪倒在了围场周围，大家都在围场，自然是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了。皇上，瑞王殿下求见。让他进来。林奕晨进来之后，双手抱拳。臣参见皇上。皇上，臣在巡查围场安全的时候发现有异，于是派人搜山，以防意外，却发现有人在山林中鬼鬼祟祟，不知道想做什么。臣便将人拿下了，才发现那人竟然是在用巫蛊之术害人。什么？查，立刻去查！朕要知道是谁用巫蛊之术害人，还有要害何人。皇上，此人在林中尸骨，想必此刻已经有人中蛊了。想要知道此人害的是何人，只要查查随行的人谁病了就知道了。查，彻查，一定要查得清清楚楚。是。林奕晨转身离去，令侍卫去查随行的人。莫婉熙看时间差不多了，服下一颗药，眼底闪过一抹幽光。侍卫刚走到莫婉熙的门口，便听到里面传出尖叫声，掀开帘子，就看到迎面而来一片黑色，当即佩刀出鞘，将迎面而来的东西砍成了碎片，而随着碎片落地，还伴随着不少的小虫子，看得侍卫毛骨悚然。穆小姐，这是怎么回事？莫婉熙苍白着脸，倚靠在冬儿的身上，虚弱地摇了摇头。有虫子，好多的虫子。小姐，小姐！冬儿看着晕过去的莫婉熙，急切地呼喊。
侍卫走上前来，将那些乱爬的虫子踩死，然后护着穆婉熙等人往主帐而去。老皇帝见穆婉熙竟然被人扶着进来，心里一愣。穆小姐是怎么了？回皇上，我家小姐中了蛊毒。东儿急切地开口，求皇上救救我家小姐。中蛊？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回皇上，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皇上赐给小姐的披风，不知道怎么的，突然爬来了很多虫子。我家小姐中了蛊毒，如今生死不明。皇上，的确是这样。我们去接穆小姐的时候，她的婢女扯着披风扔了出去，被属下划破，里面爬了很多蛊虫。侍卫赶紧禀报，老皇帝的脸色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了。传御医，先给穆小姐看看。是。御医很快就来了。皇上，穆小姐中了蛊毒，微臣医术浅薄，分辨不出是什么蛊。老皇帝的脸色铁青。东巡巫蛊之术是被禁用的，没有想到竟然有人敢挑衅他的威严，在他的眼皮子底下用巫蛊之术害人。不对，老皇帝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目光凌厉地看向东儿。你刚才说蛊虫是从什么地方爬出来的？是从皇上御赐给我家小姐的披风里爬出来的。因为是御赐之物，我家小姐很是珍惜，叠起来放在床头，竟哪知差点要了她的命，求皇上给我家小姐做主啊！老皇帝的脸色几经变化，那披风原本是他要用的，可是下雨的途中，他突发奇想赐给了穆婉熙。若是没有赐给穆婉熙，那么此刻中蛊的人就是他了。这分明是有人想害他的命啊！依臣，查，给朕查清楚。朕倒要看看是什么人胆敢用巫蛊之术害人。是。林奕晨的办事速度很快，而随行的官员小姐也全部被叫到了主帐。大家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苏贵妃却是清楚的。想必是穆婉熙中了蛊毒，所以皇上想要查吧。明惠公主一脸的笑意，哼，穆婉熙，这下看你死不死。林奕晨押着一名巫师出现在主帐的时候，明惠公主跟苏贵妃的脸色都变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巫师会落到林奕晨的手中，不知道此人会不会供出他们。苏贵妃还冷静一点，毕竟她没有跟那位巫师接触过，她只是提醒了一下明惠公主而已。哪知明惠公主就自己找了巫师，这事儿可跟她无关。明惠公主在看到巫师的时候，脸色苍白如纸，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整个人都在不停地颤抖。这人怎么会被抓住呢？他明明说过，即使不在身边也可以下蛊毒的，怎么会被抓住呢？林奕晨走过明惠公主身边的时候，意味不明地看了一眼明惠公主。明惠公主吓得手一抖，差点叫了出来，不过她适时地忍住了。她的这位三皇兄依然是很可怕的，只是她现在担心的是那个巫师会不会供出自己。早知道会这么严重，她定然不会听从苏贵妃的话，去请巫师过来杀害穆婉熙了。那被押上来的巫师浑身都是伤，整个人仿佛随时都会死掉一样，可见是受了大刑的。皇上，人已经带到。说，谁指使你用巫蛊之术害人？那巫师正在开口时，昏迷不醒的穆婉熙突然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黑血，众人一惊，无比庆幸中蛊的不是自己，否则的话小命不保。解了他身上的蛊。林奕晨危险地看向那巫师，冷冷地开口。那巫师颤抖地看向林奕晨，王爷，这蛊无法解。什么？
林奕晨的脸色很是难看，老皇帝的脸色就更难看了。蛊毒无法解，若是中毒的是他，那他岂不是死无葬身之地了？朕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必须救他，否则朕诛你九族！老皇帝抓起桌上的茶杯就砸在地上，吓得明慧公主跟那个巫师都止不住的颤抖。公主，你没事吧？我没事。明慧公主死死地盯住那名巫师，生怕他将她供出来。若是被供出来，父皇就算是再疼爱他，也不会轻易的饶恕他，还有可能因此而失去父皇的宠爱。是，草民立刻给这位小姐解蛊。那名巫师颤颤巍巍地走到穆婉熙的身边，从身上摸出来一个小盒子，打开来，里面躺着一只金色的虫子。若是圣手鬼医在这里，一定会认出来，那就是传说中的金蝉蛊。要知道，金蝉蛊很难培养，那是蛊中之王，而这人身上竟然有金蝉蛊。那金蝉蛊一爬出来，就钻进了穆婉熙的身体。众人心里一紧，忍不住的后退一步。这实在是太可怕了，一个虫子爬进人的身体，想想都觉得恶心。毫无知觉的穆婉熙自然不知道，林奕晨竟然让那名巫师用金蝉蛊救他。他虽然中了蜈蚣蛊，但是那是他故意为之，目的是为了栽赃陷害明慧公主。而林奕晨也知道他会将计就计，所以就让那巫医当着所有人的面解了蜈蚣蛊。皇上，这位小姐的蛊毒已经解了。她何时能醒？半个时辰后就能醒。皇上，请求您饶恕草民的家人，草民的家人是无辜的。无辜？你意图谋害朕，还说你的家人无辜？说，是谁指使你谋害朕？巫师抖了抖，目光看向明慧公主。不过明慧公主一瞪眼，他就赶紧收回了目光。老皇帝自然察觉到了巫师的目光，也看到他和明慧公主之间的互动，眼底闪过一抹冰冷。他没有想到，他疼爱了多年的女儿竟然意图谋害他。说。巫师咬了咬牙，伸手指向明慧公主。是，那个女人。我没有，她胡说。父皇，你不要相信这个小人，儿臣没有让他伤害父皇，儿臣没有。明明是你叫我用蜈蚣蛊杀人的，你竟然不承认。你喜欢尉迟将军，可是皇上不愿意让尉迟将军上主，所以你便让我用蜈蚣蛊毒杀皇上，这样你就可以跟尉迟将军在一起了。你这般狠毒的女人，尉迟将军是绝对不会娶你的。我本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是这恶毒女人抓了我的家人，逼我做的。父皇，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是他乱说的，你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明慧公主急了，跪在地上不停地解释。是，他是叫他杀人，但是杀的是穆婉熙，不是父皇。这个罪名说什么都不能认，认了可就完了。明慧，你真的没有？明慧公主的表现太明显，明眼人都看出来有问题。明慧没有。大胆刁民，竟敢污蔑本公主！来人，将她拖下去，杖毙！侍卫没有动，只有明慧公主一个人在叫嚣着：“父皇，儿臣没有，儿臣真的没有要毒杀父皇。父皇，您最疼爱儿臣了，也是最了解儿臣的。儿臣是什么样的人，父皇难道不清楚吗？儿臣真的没有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明慧公主，你又何必狡辩？那位小姐身上的蜈蚣蛊被强行去除，不到1个时辰，下蛊之人就会遭受反噬。明慧公主身子一抖，更加的让皇上确定了自己疼爱的女儿为了男人要她的性命。父皇，
我真的没有。贵妃娘娘，你快帮我跟父皇解释，我真的没有要毒杀父皇。贵妃娘娘，皇上，臣妾也觉得公主应该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毕竟若是皇上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明惠公主的日子也不好过啊。是啊是啊，父皇是儿臣的依靠，儿臣怎么会伤害父皇呢？定然是贼子诬陷儿臣，你要为儿臣做主啊！父皇，儿臣真的是冤枉的。老皇帝迟疑了。苏贵妃说的对，明惠公主的母亲曹氏，在宫中除了自己之外，没有任何的依靠。若是她出了事，那么明惠公主也不会有好日子过。你说你没有，为何此人别人不指证，偏偏指证你呢？哼！还有，贵妃娘娘，明惠公主怎么想，贵妃娘娘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莫不是给了明惠公主什么保证？比如新皇继位后，给她什么优待？睡王，你什么意思？四皇子当即开口怒喝，因为林奕晨，他元宵节上的苦肉计不成，还损失了不少的好手，被父皇猜忌。如今这人竟又往他身上点火，他自认为没有得罪他，林奕晨怎么就抓着他不放呢？瑞王殿下，这东西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呀。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瑞王殿下又何必含沙射影呢？是不是含沙射影，贵妃娘娘心里最清楚。至于下蛊之人是不是明惠公主，很快也会清楚。这巫师不是说了吗？穆小姐体内的蜈蚣蛊被强行去除，凶手很快就会被反噬，我们只需静待片刻就好。贵妃娘娘，明惠公主，没做过就要无愧于心。你只要是清白的，别人也诬陷不了你。虽然林奕晨说的那般信誓旦旦，但是他不相信这蛊毒还能反噬。明惠公主脸色苍白，突然感觉到身上痒痒的，似乎有什么东西爬过，拿起手一看，皮肤下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钻动着。明惠公主惨叫一声，明惠公主惨叫一声，看着自己手臂上的皮肤不断地凸起一个个的小包，然后那些小包破开，爬出一条一条的蜈蚣来，然后明惠公主的脸上也跟着爬出一条一条的蜈蚣。救命啊！父皇，救救我！明惠公主捂着脸，不断的惨叫。她后悔了，她不敢了，她也没有想到会反噬。若是会反噬，她定然不会选择用这样的办法。老皇帝看着明惠公主在地上打滚惨叫，眼中是止不住的恐惧。他无法想象，若是自己中了蜈蚣蛊，是不是也会死得这般凄惨。穆婉熙咳嗽两声，缓缓地睁开眼睛。小姐，你怎么样了？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这么吵？小姐，是下蛊的人被抓住了，皇上正在处置。穆婉熙点了点头，可这蜈蚣蛊实在是太折磨人了。穆婉熙醒过来没一会儿，又睡了过去。而外间，明惠公主被身体里钻出来的蜈蚣给啃噬而死，死相凄惨，吓得一些个千金小姐当场都哭了出来。皇上，听说营中出事了。尉迟凌风焦急地走了进来，一身衣裳颇为狼狈，脸上还有被划伤的痕迹。老皇帝愣了一下。尉迟爱卿，这是怎么了？尉迟凌风擦了擦脸上的血迹，镇定的道：无碍，只是去采药被划伤了。皇上，听护卫说皇上遇险，末将该死，竟然没能在皇上身边保护，请皇上降罪。不怪你，这次若不是穆小姐，只怕朕就危险了。穆小姐怎么了？她中了蛊毒，不过已经解了，没事了，你不用担心。老皇帝见尉迟凌风如此心系穆婉熙，
想了想，或许早日替尉迟凌风赐婚，就不会有今天这种事了。等回去之后，便给这两人赐婚罢了。老皇帝挥了挥手，让人将现场处理了。得知穆婉熙无碍，醒过来一次之后，让人将穆婉熙送回了他的营帐。老皇帝便下令回了皇宫。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春烈也无疾而终。苏贵妃暗算穆婉熙不成，又折损了明惠公主这颗棋子，一时间更加的恨穆婉熙了。只是为了不把自己牵扯进去，只好暂时作罢。春烈归来的第2日，圣旨就下来了。当传旨的公公来到相府的时候，穆丞相联想到围猎的场景，心里咯噔一下，赶紧塞了一个红包给传旨公公。黄公公，莫不是小女闯了什么祸事，竟然要黄公公亲自来传旨？相爷莫要担心，这是好事。好事？什么好事？穆丞相不解地问道。今日早朝，皇上精神不振，可见十分不开心。而皇上最喜欢的明惠公主死了，还是因为穆婉熙而死。这个时候还能有什么事情呢？贵府大小姐可在？郭平，去请大小姐过来。是。郭平来到锦兰院，穆婉熙正坐在院子的榕树下看书。参见大小姐。郭管家不必多礼，这个时候来锦兰院，可是父亲找我。相爷让大小姐去正厅，宫里来旨意了。走吧，别让父亲跟宫中来的人久等了。郭平看着走在前面的穆婉熙，温婉大方，高贵优雅，每一次见她都觉得大小姐又变了，变得更加的深不可测。女儿给父亲请安，见过皇公公。多谢公公关心，我已经好多了。父亲，不知唤女儿过来所为何事？穆小姐，接旨吧。臣女接旨。自有女穆婉熙，才貌双全，温婉淑贤，颇得朕心，且救驾有功，特封正2品郡主，封号昭宁，钦此。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公公忍不住赞叹，穆丞相真是养了一个好女儿啊！穆丞相怎么也没想到，穆婉熙竟然被封为正2品的郡主，而自己的母亲也不过是从3品的诰命，自己的女儿却是正2品的郡主。虽然她是当朝首辅，也不过是正1品的官员而已。恭喜昭宁郡主，贺喜昭宁郡主，郡主的诰命符以及赏赐，明日就会送达相府。多谢公公。穆婉熙悄悄地给黄公公递过了一个荷包，黄公公笑容满面地收下，随即告辞离去。公公请。相爷留步，老奴该回宫复命了，告辞。公公慢走。我送公公吧。黄公公见了点了点头，两人并肩朝门外走去。咱家要恭喜郡主了。多谢公公。皇上有意为你跟尉迟将军赐婚，郡主好福气，身子骨可要早些好起来。黄公公笑容满面地告知穆婉熙。皇帝的打算，穆婉熙却是一愣，随即回过神来，目送着黄公公离去了。若是皇上给他和尉迟凌风赐婚，那林奕晨怎么办？父亲，女儿先行回去了。回去吧。穆丞相头疼自己答应四皇子的事，可如今穆婉熙的身份今非昔比，就算是他也不能做主。看来他得跟母亲商量一下穆婉熙的婚事了。恭喜小姐，贺喜小姐，得了郡主，以后小姐就不用担心自己的婚事被相爷随便决定了。成为郡主，虽然穆丞相不再有决定权，但是他的婚事将成为皇家可以利用的筹码，一旦涉及到利益，皇家就会出卖他，获得相关的利益。小姐，你可是担心成为郡主以后身不由己？是啊，我也不知道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若是穆丞相，我还有反抗的余地。皇家决定的事情，就不是我能改变得了的了。可是宫中有了什么风声？皇公公告诉我，圣上有意为我和尉迟凌风赐婚。那王爷怎么办啊？我也不知道，必须趁着圣旨还没下来，让皇上改变主意。若是圣旨下来了，那一切都晚了。暗午，穆小姐，去通知王爷，皇上有意为我和尉迟将军赐婚，我会请皇后去做说客，也让她有个心理准备。是，穆小姐。暗午离开之后，穆婉熙坐在床边，想着要怎样才能让老皇帝放弃赐婚的想法，连林奕晨什么时候来的都不知道。林奕晨看着发呆的穆婉熙，伸手拥住她。希儿，在想什么呢？穆婉熙抖了一下，发现是林奕晨，这才松了一口气。奕晨，皇公公说皇上有意为我赐婚，赐婚的对象是尉迟凌风。你就为这事担心？我能不担心吗？我既然心悦于你，自然是不愿意嫁给别人的。放心，你不会嫁给尉迟凌风的，你只会是我林奕晨的女人。这边由我安排，更何况皇后也不会允许你嫁给尉迟凌风的，你放心吧。为何？尉迟凌风娶了你，对于太子来说可是一个很大的威胁，皇后又怎么会允许有人威胁到太子的地位？更何况如今大皇子、太子跟四皇子之间的斗争愈发的激烈，皇后一直在争取尉迟家的帮助，你不愿意跟尉迟凌风成亲，皇后若是帮倒忙，到时候你要是联合尉迟凌风跟太子作对，他们就得不偿失了。可是皇上会同意吗？林奕晨好笑地亲了亲穆婉熙的额头。傻丫头，你没有任何对不住他的地方，感情这种事是不能勉强的，就算是凌风也不能勉强你。那王爷，你会勉强我吗？穆婉熙扑闪着大眼睛，定定地望着林奕晨。林奕晨眸光一暗，吻上穆婉熙的红唇，直到穆婉熙喘不过气来，才松开他。会，你都叫我王爷了，我岂能不勉强你？你……穆婉熙脸色一红，想要离林奕晨远一点，可也知道林奕晨这么用力，他既挣脱不开，也不会弄疼他，只能满脸绯红的依偎进他怀中。希儿，我既然选择了你，那么就绝对不会放开你，就算你要走也不行。林奕晨微微用力，让穆婉熙整个人贴着他的胸膛。我生你生，我死你死，我这人很自私，就算死也会带着你一起。好，你生我生，你死我死。放心，为了你，无论多么艰难，我也会努力的活下去。好，我记住了，你答应我的，无论多么艰难，都要活下去。穆婉熙的心有些不安，因为距离前世林奕晨死亡的日期越发的临近了，只有1年的时间了。穆婉熙受封的圣旨虽然下了，但是老皇帝依然让人准备了正式的受封宴，以嘉奖穆婉熙。而顾虑到穆婉熙的身体，定在了3月底，离春猎过去已经10天了。小姐可真好看，穿上郡主的诰命服，奴婢都有些不敢相认啊。冬儿看着一身朱红宫装的穆婉熙，忍不住赞叹：对，小姐最美了。你们两个一副我家小姐初长成的模样，是几个意思啊？嘿嘿，奴婢就是在诧异，什么样的男子才配得上我家小姐？我家小姐这般出色，定然是要嫁给天神一般的男人才是。
青竹笑眯眯的开口，不由自主的想到了林奕晨。瑞王殿下英俊神武，尊贵非凡，配小姐是刚刚好。更何况瑞王殿下待小姐也是极好的。不过尉迟将军也不错，天天给小姐送礼，虽然都被王爷给扔了。哼，别说，小姐穿上高命服还真是高贵优雅，看得奴婢眼睛都直了，相信王爷见了也会震惊的。讨打！莫婉熙嘟囔了一句，这两个死丫头连她都打趣起来了。皇宫之中，瑞王殿下跟太子殿下正在赏花喝酒。今日是昭宁君主的受封宴，听说父皇要将他赐婚尉迟将军，三弟可听说了？听说过。听闻三弟待昭宁郡主不同，为兄还以为三弟是喜欢他的，没想到是本宫想多了。太子不着痕迹的下套。我若是你，就不会让这两人在一起。为何？尉迟凌风为何受到皇上的重用？自然是因为他能征善战，是新一代的将领新秀。东巡能征善战的将领太少，所以父皇才不愿意让尉迟将军上主。不然的话，以父皇对明慧的宠爱，早就给他赐婚了。明慧公主如今已经成了禁忌，跟萧贵妃一样，不能被提及。还有呢？尉迟家只忠心于父皇，乃是保皇党一派。可尉迟凌风娶了穆婉熙就不一样了。秦国公府支持着穆婉熙，若是穆婉熙成为尉迟家的当家少夫人，你说东巡还有谁能撼动这两家？太子眉心一跳，有些不安地看向林奕晨。此话怎讲？秦家乃是军勋世家，战功显赫，乃是东巡唯一一个因为军功而封王的世家。秦国公乃是名将，秦勋虽然走的是文官的路子，可是秦明却是去了西北。秦家注定是要成为功高震主的世家，无论是太子上位还是四皇子上位，都不会放过秦家。而秦家为了出路，必然会选择站队。太子眼皮挑得更厉害了，若是秦家跟尉迟家联姻，那么秦家必定会选择一位皇子扶他一把，而被秦家支持的皇子必定会是下一任君主，所以他不能让秦家和尉迟家联姻。秦国公跟尉迟家若是联姻，支持他还好，若是不支持他，那他的太子之位都要坐不稳了。三弟，你想说什么？穆丞相。穆丞相见风倒，在穆婉熙被封为郡主之后，他就在算计着将穆婉熙嫁给四皇子，然后将穆雪瑶送给大皇子，到时候无论谁上位，那他这个国丈都是躲不掉的。太子眸光一闪，穆丞相是父皇养的一条狗，这条狗竟然妄想着挣脱主人的链子，还想得面面俱到，左右逢源，真是天真。三弟，穆雪衣跟穆雪瑶都会及笄。穆雪瑶7月份就及笄了，穆须明年的4月份及笄，难道还会很晚吗？哼，这件事言尽于此，至于要怎么做，太子殿下自己考虑吧。告辞。太子思量了良久，咬了咬牙，向着未央宫而去。他必须去跟母后商量一下，这件事情对于他来说确实是弊大于利。皇上，今日是少宁郡主受封宴，您下了朝之后就赖在臣妾这里，也不怕臣妾贪恋与皇上相处的时光而误了正事。好久没有跟皇后下棋了，那些繁琐的事情你就安排下去给其他人做，你又不需要亲自去，陪朕好好下盘棋。是，臣妾遵命。皇后，你跟穆婉熙接触的比较多，你觉得这丫头如何？是个玲珑剔透的人。
确实是个玲珑剔透的丫头，你觉得她跟尉迟凌风可配？皇上，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自然是真话。浣溪这丫头温婉大方，才华出众，尉迟将军年少有为，战功赫赫，这两个人该是绝配。朕也这般认为。但是臣妾却觉得这两个人不能在一起。为何？浣溪这丫头颇得秦国公府的喜爱，身后支持她的不是穆丞相，而是秦国公府。尉迟将军年轻有为，手握重兵，若是这两个人在一起，到时候朝中又有何人能压制得了这两家人？到时朝中会显现出一家独大的局面，与江山社稷安稳不利呀。还有吗？皇上，秦家世子虽然从文，可是二子却是走的武将的路子，如今人在西北。昭宁郡主在穆家或许不受重视，但是在秦家的分量却是不低的。秦轩对他倒是挺好。皇上只问了尉迟将军喜欢谁，可有问过昭宁郡主是否心有所属？若是促成了一对怨偶，岂不是坏了？皇后温吞吞地开口：据臣妾所知，昭宁郡主似乎心有所属。老皇帝看了一眼皇后，准备再问，却听到宫人禀报太子殿下来了。皇后脸上扬起慈爱的笑容：子儿来了，让他进来吧。儿臣给父皇母后请安。平身。太子怎么会过来？太子本来是想给皇后请安，却听闻父皇也在，便觉得手痒，想和皇上下几盘棋。老皇帝扑哧一笑：你这小子。正好，母后可是被你父皇杀得丢盔弃甲，你快来替替母后。父皇，黑子请先行。太子将黑子递给了皇帝。谢父皇夸赞。今日啊，父皇封穆家小姐为昭宁郡主，穆家小姐救驾有功，儿臣想送一份礼物给她，以谢她救了父皇。父皇，您看儿臣送什么给她好？女子喜欢的莫过于金银珠宝，送些珠宝吧。父皇，秦家多的是珠宝，昭宁郡主又岂会缺金银珠宝？太子状若无意的开口：那绫罗绸缎。父皇，穆小姐是女子，儿臣若是送她绫罗绸缎，岂不是惹人非议？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想送什么？穆小姐身子虚弱，儿臣偶然得了一朵雪莲花，可以美容养颜，补身健体。儿臣想将这朵雪莲花送给穆小姐，可听闻尉迟将军在回朝的时候，千里给穆小姐带了一朵雪莲花之后，儿臣又觉得拿不出手了。哎，父皇，儿臣真是不知道该送什么好了。尉迟凌风班师回朝的时候，送给穆婉熙一朵雪莲花。这件事很多人都知道呢。尉迟将军一进城门口，就当着所有人送了一份礼物给穆小姐，而穆小姐也收了。没想到这两人倒是感情不错。秦国公府乃是武将世家，尉迟家也是武将世家，到时候父皇给两人赐婚，倒也是强强结合，乃是我东巡之福啊。强强联合，秦国公府手中握有30万兵马，尉迟将军手中握有20万兵马，这两家加起来就是50万兵马。若是造反，谁能压制？想到这里，老皇帝惊出了一身的冷汗。谁说要给两人赐婚了？不知道你从哪里听来的闲言碎语。咦，
是儿臣弄错了吗？也是啊，穆小姐那么温婉的女子，跟尉迟将军倒真是不怎么相配。好了，这盘棋就下到这里吧。皇后可要把晚宴的事情准备好。太子，政务也不能荒废，你身为储君，可不能贪玩。是，儿臣遵命。朕先回去了。恭送皇上。母子俩看着老皇帝远去的背影，相视一眼，嘴角扬起了一抹诡异的笑容，随即缓缓地让开。事情成了，马车缓缓地在宫门口停下。穆婉熙深吸了一口气，今晚或许她的命运将会改变，但是她不是认命的人，就算是无力抗争，她也要争上一争。尉迟凌风不是她的良人，她也不适合尉迟凌风。尉迟凌风是温暖的阳光，而她只是一个阴暗狠毒的女人罢了。给昭宁郡主请安。齐姐姐，你这是在逗我吗？你这都快当新娘子的人了，可就是不一样了，都学会调侃我了。惋惜。齐玉燕脸色一红，微微转头，看到走过来的人，脸色就更红了。希儿，玉燕。秦轩笑着给这两人打招呼。穆婉熙眼前一亮，哎呦，轩表哥都开始改称呼了，赶紧用手肘捣了捣齐玉燕。嫂子，我哥在叫你呢。是啊，嘉欣，恭喜你即将成为四皇子的侧妃。嘿嘿，谢谢两位姐姐。希儿，听说皇上要跟你跟尉迟凌风赐婚。不过是谣言罢了，轩表哥听了就算了。说实在的，希儿，凌风这个人不错。轩表哥，你是个聪明人，怎么会看不透两家联姻的后果？这件事情且不说皇上跟几位皇子不会答应，就算是尉迟老将军跟外公也不会答应的。是我入账了，只可惜造化弄人。轩表哥，成为郡主就被打上了皇家的身份，婚事将由不得我自己了。参见昭宁郡主。平身吧。莫婉熙缓缓地开口，对于行礼的女子丝毫没有为难，哪怕那些人曾经对她百般刁难。那几名女子见莫婉熙不为难他们，顿时松了一口气。谁能想到曾经跟他们一样的人会成为高高在上的郡主呢？希儿，你又顽皮了。轩表哥教训的是，希儿知错了，还请表哥表嫂莫怪。莫婉熙立刻拱手道歉，俏皮的模样惹得秦轩一笑，摸了摸他的脑袋。顽皮。婉熙，你莫婉熙捂嘴偷笑。都还没有恭喜你，希儿，恭喜你成为郡主。谢谢轩表哥，无论希儿变成什么样的身份，都是轩表哥的妹妹。明表哥可有幸回来？有的，说是在西北得了一把精致的小弯刀，让人捎回来给你防身。稍后我人送去相府给你。好的，替我谢谢明表哥。齐姐姐，莫姐姐。陈嘉欣的声音远远地传了过来，两人回过头，就看到陈嘉欣朝二人挥了挥手。陈嘉欣欢喜地跑到二人的身边。莫姐姐，恭喜你了。应当是我们恭喜你才对，即将成为四皇子的侧妃了。昭宁郡主，陈夫人，王夫人。穆夫人没有来参加宴会吗？陈夫人跟王夫人笑着问道。毕竟是自己的女儿受封宴，身为母亲的穆夫人应该会出席才对。母亲随后就道：不知昭宁郡主的身体如何了？可是大好了？已经大好了，多谢夫人关心。哼，不过是个假郡主，
有什么了不起的？朝阳，不得无礼！长公主轻柔地喝了一声：“朝阳郡主。”昭宁郡主，朝阳年幼，口出无状，还请昭宁郡主见谅。长公主恶煞惋惜了，给长公主请安。不必多礼。长公主看了一眼穆婉熙，笑意不达眼底。朝阳，走吧。娘亲，穆婉熙的。是你的，怎么都是你的；不是你的，怎么强求也求不来。再说了，皇兄是不会给这二人赐婚的，你安心吧。真的吗？娘，你没骗我。自然是真的了，一会儿晚宴上你就知道了。参见瑞王殿下。平身。谢瑞王殿下。林奕晨看了一眼穆婉熙，跟穆婉熙并肩走进大殿。大殿中原本很热闹，可是在瑞王林奕晨跟穆婉熙同时走进大殿时，顿时变得鸦雀无声，连呼吸都能听得见。尉迟凌风则是神色黯然，两人走在一起真的很配，仿佛没有人可以插入二人的中间。想到这里，尉迟凌风就觉得心里憋得慌，闷闷地喝了一杯苦酒，苦笑。若是皇上给他们赐婚，希儿会拒绝吗？今日朕封穆家女穆婉熙为昭宁郡主，亦嘉奖她救驾有功，且温婉聪慧，颇得朕心。而尉迟将军英俊神武，乃是我东巡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才。今日不只是为了昭宁郡主受封而举行的宴会，同时今日朕要为尉迟爱卿挑选妻子，众位千金小姐可毛遂自荐。莫文熙的眼皮子跳了跳，怎么又和尉迟凌风扯上了关系？不是说已经说动皇上了吗？尉迟凌风听了老皇帝的话，不知道怎么的，总觉得有些不安，想要开口。尉迟老将军则是拉住了他。吃菜，爹，孩儿吃菜。尉迟老将军不容拒绝的开口。莫婉熙是个好孩子，可惜他们尉迟家福薄，消受不起。若是秦国公府不支持他，尉迟家很乐意他来做尉迟家的主妇。可惜秦国公府表现出来的支持，让尉迟家不敢冒这个险。昭宁，臣女在。莫婉熙缓缓出席。你救驾有功，想要朕给你什么赏赐？皇上，什么赏赐都可以吗？只要不过分，朕都应了你。昭宁求皇上给昭宁一个恩准。什么恩准？说来听听。求皇上允许昭宁婚姻自主。穆婉熙缓缓开口，一语毕，满朝皆惊。婚姻自主，自古女子婚事都是由父母做主，穆婉熙竟然要求婚姻自主。他的话让众人都愣住了，穆丞相却是异常的愤怒。本来还想着如何拿捏穆婉熙的婚事，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穆婉熙失身，到时候就算是他有诰命的郡主，不嫁也得嫁。可是皇上说是答应了他婚姻自主，只怕发生了这种事情，也无法让穆婉熙轻易从命。为何要婚姻自主？昭宁想寻得一位真心爱昭宁的男子，共度余生，不求位高权重，不求荣华富贵，但求一生一世，一双人，恩爱白头，永不相弃。穆婉熙掷地有声的话语说出口，众人都忍不住议论。在场的男子大多数都持反对的意见。历来男子三妻四妾很是平常，就算是寻常百姓家，家境稍稍殷实一点的都有小妾，更何况是高官权贵。老皇帝看着穆婉熙，目光迷离，
曾经年少轻狂的时候，也有人告诉他，不求荣华富贵，只求一生一世一双人，恩爱到白头。可最后那个人却撒手人寰，再不相见，甚至10几年来都不曾入得他的梦乡。想来定然是怪他不守约吧。赵宁，你可知世间男儿皆薄幸，男儿3妻4妾乃是正常。你抱着这想法，就不怕世间男儿被你这个要求吓得望而却步吗？回皇上，若是寻不到这样的人，周宁宁愿缴了这一头烦恼丝，青灯古佛，相伴余生，也绝不委曲求全。穆婉熙决绝地开口。老皇帝看着穆婉熙，就好似看到了那个决绝的女子，他那般哀求她不要丢下他，哪怕用他最爱的孩子来要挟他，他依然撒手人寰。如今看到穆婉熙，他竟想要宠着这个女子，让她找到自己的真爱。穆丞相站起来，怒斥道：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现在由你说了算。皇上，此事万万不可应了他。小女不懂事，望皇上恕罪。丞相此话差矣。秦国公缓缓地开口：希儿想要找一个一心一意爱他的夫君共度余生，并没有错，还请皇上成全这丫头。皇上，昭宁郡主还真是可爱，这世间哪有那般爱情？皇上还是别应了，免得误了穆小姐的终生。苏贵妃娇笑着开口，话语中无不带着嘲讽。皇上，没有哪一个女人是心甘情愿与人分享自己的夫君的。昭宁不愿意成为深闺怨妇，请皇上成全昭宁。皇后瞟了一眼苏贵妃，笑着开口：皇上，臣妾欣赏昭宁的勇气，能大胆地说出来，要求男子只爱自己一人，也算是勇气可嘉。不若允了这个丫头吧。臣妾也觉得可以，不若皇上就应了昭宁吧，也让我们看看昭宁能否能寻得一个一心一意爱她的男子。赵德妃难得的开口，这段时间赵德妃都借病不出，如今难得出现，竟然是为穆婉熙说话。四皇子的眸光闪烁了一下，自从他的身份被暴露出来之后，赵德妃跟赵家都不再帮他，而苏家立威根本就帮不上忙。也因为这件事情，皇上不再如以前那般看重他。想到这里，四皇子就恨毒了将他身份曝光出来的林奕晨。四皇子恶毒地看了一眼林奕晨，迟早有一天他会要了他的命的。父皇，为妻者为夫君纳妾乃是本分，昭宁这般说，莫不是擅妒？女子擅妒可是犯了7出之条，夫家有权休妻的。四皇子阴阳怪气的开口，若是穆婉熙背上一条擅妒的名声，他都要看看还有谁敢娶她。四弟这话说的不对，若是昭宁这般温婉的女子都是擅妒了的话，那世间女儿皆擅妒了。大皇子饶有趣味的开口：大皇兄此言差矣，女子须得3从4德，为夫纳妾，开枝散叶，那是身为女子的本分。昭宁要求一生一世一双人，阻止夫君纳妾，就是阻断他人香火，不是擅妒又是什么？四皇子看了穆婉熙一眼，缓缓的开口。穆婉熙也不甚在意，只是叩首，请皇上成全。昭宁，你可想清楚了，朕若是应允了，你就要背上一个擅妒的名声。老皇帝慎重地问道。对于穆婉熙，他有种说不清的感觉。请皇上成全。穆婉熙固执地开口。熙儿。穆夫人忍不住开口。
虽然穆婉熙的身世让他觉得心里膈应，可那毕竟是自己的女儿，他也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背上一个善妒的名声。请皇上成全。如此，朕便允了你。赵宁，回去坐下吧。以后你的婚事，朕准你自己做主。谢皇上。大姐姐，我不明白，这般不是在毁了自己的名声吗？雪衣，真心爱你的男人，就算是你的缺点，在他的眼中也如优点一般耀眼。如果因为一个善妒的名声就望而却步的男人，并不是一个真心爱你的人。会有这样的人吗？会的，只要你相信，就会有的。皇上，老臣恳请皇上为小儿赐婚。尉迟老将军突然出列，话一落下，满场皆惊。哦，尉迟爱卿，你看中了哪家的姑娘？爹。尉迟凌风吃惊地看着自己的父亲，他总觉得父亲请求赐婚的事情绝对不像他想象中的那样简单。对方乃是御史大夫王大人的女儿王小雨。王小雨是一个很文静的女儿，听到尉迟老将军提及她，还一脸的错愕，似乎没有遇到这样的好事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尉迟凌风也震惊在场。爹，这件事我说了算。尉迟老将军毫不犹豫地开口：还请皇上为小儿赐婚。老臣跟王大人都有意结亲，小雨这孩子聪慧温顺，颇为适合我家凌风，所以老头子就厚着脸皮请皇上赐婚了。老皇帝看了一眼尉迟凌风，又看了看尉迟老将军，他自然是明白为何尉迟老将军要给尉迟凌风挑选这样一个不出挑的儿媳妇儿，定然是听到他要为尉迟凌风跟穆婉熙赐婚的事情了。皇上，末将跟王家小姐。准了。老皇帝不待尉迟凌风将话说完，沉声开口：尉迟将军年少有为，王家小姐秀美端庄，也不愧为庄美事。尉迟爱卿，你可要好好珍惜。尉迟凌风抬起头来，看向上手神色不明的帝王，心里咯噔了一下，最终低下头来。希儿喜欢的是瑞王，就算他抗争也没有任何的用处，希儿不会选择他，甚至为了不嫁给他，宁愿背上一个善妒的罪名。谢万岁。尉迟凌风沉默了片刻之后，终究是开口谢恩。只要那个人不是希儿，娶谁都没有关系。谢万岁。王小雨也跟着出席谢恩，含羞带怯地看向尉迟凌风，而尉迟凌风却是连一个眼神都没舍得施舍给他。祝你幸福，尉迟哥哥。平身吧，倒是一对璧人。宴会总是无趣的，穆婉熙不喜欢这样的氛围，就找了个借口悄悄地溜了出去。郡主也出来透气。侯爷，郡主对我可真是生疏，我虚长郡主2岁就托大一次，郡主就唤我一声公大哥，我也唤你婉熙，免得郡主过来侯爷过去，无趣的紧。遵命，公大哥。婉熙也不喜欢宫夜吗？宫月痕跟穆婉熙并肩而站，看着湖水中央的烛光，悠悠地问道：大抵是不擅长，所以觉得有些累，便出来走走。穆婉熙缓缓地开口，目光柔和成一片，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平觉侯恰好抬起头来，看到穆婉熙如水温柔的模样，心突然就乱跳了起来，慌乱地转过头去。对了，
我还没有恭喜婉熙成为郡主，怎么办？没有带礼物。不如改日补上，小妹先给宫大哥记着。可我不喜欢牵着别人。不如这样吧。宫月痕取下腰间的玉笛。婉熙妹子的笛子吹得很好，今日我就将这玉笛送给你作为礼物，希望他日可以再次听一听你的曲子。希儿时常见宫大哥将这玉笛带在身边，想来应该是很珍贵的，对于宫大哥来说也应该是意义非凡，惋惜不能收。我带在身边是因为人人都知道我擅长吹笛，有时候拿出来显摆一二罢了，并不是什么珍贵的东西。你若是不收下，岂不是看不上我的玉笛？宫大哥言重了。莫婉熙无奈地接过，这玉笛的珍贵她是明白的，千金难求，又怎么会不是什么珍贵的东西？但是平觉侯都这般说了，若是他不收，倒是显得见外了。你若是觉得心下不安，不如吹一曲给我听吧。婉熙妹子的笛声让我十分喜欢，就好似遇到知音一般。如此，婉熙献丑了。莫婉熙拿起玉笛放在了嘴边，悠扬婉转的曲调响起。宫月痕听着玉笛声，原本有些乱的心境竟然意外地平静了下来，沉浸在莫婉熙的笛声中。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这般肆意洒脱的人生，不就是他一直追求的吗？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他此生无憾，又何必强求太多？更何况有些事情不是强求就能强求得来的。一曲毕，宫月痕静静地看着穆婉熙，眸子中是相遇知己的酣畅淋漓。第一次听他的琴声，就知道他不同一般，如今才明白，他寻寻觅觅，蓦然回首，却见他在灯火阑珊处。莫婉熙的笛声吸引了不少人，这其中就包括了苏贵妃，前脚搅和了他的婚事，后脚跟就跟这个平觉侯走到一起，真是个不知廉耻的下贱胚子。苏贵妃走后，黑暗的角落里，一双眼睛静静地将一切都尽收眼底，微微摇头叹息。月痕实在是太大意了，皇宫之中处处危机，这不是落人话柄吗？他是男儿自是不必在意，却没想到这穆小姐身为女子，身份尴尬，两人这般相处，却是极容易惹人非议的。穆婉熙跟平觉侯分开之后，就朝着大殿而去，出来透透气可以，但是缺席太久却是不行的。只是刚走出御花园，就遇到了韩渠。郡主，韩公子，如说郡主不嫌弃，这玉笛我先替郡主收着，待出宫后再还给郡主。穆婉熙愣了一下，随即明白，韩渠是担心他手中拿着平觉侯的玉笛给人把柄，落个私相授受的罪名，顿时感激的开口：“多谢韩公子。”不必，宫中耳目众多，郡主的笛声实在是吸引人，连苏贵妃都吸引过去了。穆婉熙的眸光一闪，韩渠这是在提醒他，苏贵妃将他跟平觉侯相处的一幕看了个遍，不由得微微一笑：“多谢韩公子。”时间不早了，我该进去了，告辞。韩公子，郡主还有事。韩公子，不经一番彻骨寒，哪得梅花扑鼻香？所有的苦难都不是没有缘由的。希望韩公子日后在遇到踏不过的门槛时，能想一想这句话，冷静地想一想这句话，该忍的一定要忍。韩公子心思剔透，定然是明白婉熙的意思的。穆婉熙看着面前如玉的男子，柔声开口，她不希望这样一个谦谦君子
最后落得那般的下场。韩渠似乎有些惊讶，随即恢复自然。韩渠记下了。穆婉熙，你为何不求皇上下旨，将你赐给尉迟林峰？郡主，皇上下旨，将王小姐赐婚于尉迟将军。你明知道林峰他喜欢的是你，你为什么不为他的幸福想一想？他那么喜欢你，你为什么就不能求求皇上？穆婉熙讶然地看着一向跟他不对盘的朝阳郡主，他竟然为了尉迟林峰，在他面前落泪哭诉，顿时明白，这个女子定然是爱惨了尉迟林峰。他仿佛记得，朝阳郡主在尉迟林峰遇害不久之后就出家了，想来应该也是为了尉迟林峰吧。朝阳郡主，皇命不可违，无论是你还是我，或者是说长公主。可是你呢？只要你开口，皇上就会答应你的，尉迟将军就会很开心的。朝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尉迟林峰会娶王小雨，这是已经既定的事实，无法更改了。除非王家小姐死了，不然她就会成为尉迟将军的夫人，而我或者你都不会成为尉迟家的女主人的。郡主，长公主跟韩公子都很担心你。朝阳仰起头，将眼中的眼泪逼了回去，随即高傲地转身离去。宫宴归来，穆丞相就将穆婉熙训斥了一顿，无非就是他翅膀硬了，竟然不遵从父母之命，要自己做主自己的婚姻，然后升级到他不孝父母，将穆婉熙骂了个狗血淋头。穆婉熙也不甚在意，穆丞相骂他，他就听着，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反正被骂一顿也不会少一块肉，只要自己的终身大事不会被穆丞相拿捏，别说是被骂一顿，骂10顿他也乐意。穆丞相见穆婉熙这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愤怒地砸了手中的茶杯。滚回你的院子里去，这些日子给我闭门思过，不准出门。女儿遵命。穆婉熙施施然的行礼，悠悠然地走了，气得穆丞相又砸了不少的东西。刚回到锦兰院，就见青竹跟冬儿守在了门口，想必是瑞王殿下来了。青竹，去准备一些夜宵来。方官，将院门关了吧，今晚早些休息。是，小姐。秋儿、冬儿，守着大门，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我的王爷大人，你今晚一直不对劲儿，莫不是我哪里惹你生气了？林奕晨看了一眼穆婉熙，又转过头去，那傲娇的模样分明在说，就是你惹我生气了。王爷大人，给人宣判先得宣布罪名，你得告诉我你为什么生气吧。哼，你跟平觉侯相处的还真不错呀，还收他的定情信物。穆婉熙，爷，奴家错了，奴家错了嘛。穆婉熙，你敢说你没有收宫玉衡的碧血玉笛？我是收了，宫大哥说作为庆贺我成为郡主的礼物，不收看不起他，就干脆收了，反正我也不会带在身上。不准收别的男人给的东西，除了我。王爷，您是在吃醋吗？吃醋？本王是会吃醋的人吗？本王像是吃醋吗？穆婉熙肯定的点了点头。你岂止是像，根本就是掉进了醋坛子里，还一副不承认的样子。当然，穆婉熙可不敢说出来，不然谁知道这傲娇的王爷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来。没有，瑞王殿下英明神武，怎么会掉进醋坛子里呢？您说是吧？哼，你少在这里糊弄我，你跟韩剧说那番话是为何？穆婉熙沉默了。
我只是不希望如此一个谦谦君子走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什么叫做走到不可挽回的地步？穆婉熙知道什么，或者说知道什么他不知道的？连四皇子是苏贵妃的儿子这么隐秘的事情他都知道，他又是从何而得知的呢？希儿，你有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没有。林奕晨的眸光暗淡了一下，良久，伸手揽住穆婉熙的腰，将她带入怀中。现在不说没有关系，他终究会等到他愿意说的那一刻。希儿，本王刚弄走一个尉迟凌风，你可别给本王招一个宫月痕回来。瑞王殿下颇为别扭的开口，吃醋就吃醋吧，若是承认吃醋，穆婉熙能离别的男人远一点，那么他不介意承认。王爷，你什么时候这般没自信了？王爷您只要一站出去，什么将军啊侯爷啊，通通让道，您才是最好的。林奕晨眉毛上挑，一副孺子可教算你有眼光的模样，逗得穆婉熙止不住的笑。林奕晨抱着穆婉熙软软的身子，心猿意马，可又不敢逾越雷池半步，将穆婉熙禁锢在怀中。坏丫头，别乱动。本王还真想早日将你娶回去，免得一天提心吊胆的。穆婉熙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尴尬的神色，她本身就跨坐在林奕晨的腿上，林奕晨的身体变化她又怎么会不知道？毕竟她是在世为人，又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奕晨，你不要动，就这么坐着就好。林奕晨深呼吸了一口气，平复体内的燥热。他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自制力在穆婉熙的面前荡然无存，每一次抱她都有种想将她揉进体内的冲动。好，我不动，只是一会儿青竹得进来送宵夜了，晚上见你没有吃多少东西，我就让青竹去做了几个可口的小菜。小姐，宵夜好了，奴婢端进来吗？两人相视一笑。林奕晨虽然不舍温香软玉，可也不得不松手。穆婉熙在林奕晨松手的一瞬间赶紧逃开，跑去把门打开。给我就行了。嘿嘿，是小姐。青竹对着穆婉熙挤眉弄眼，穆婉熙嘴角都抽了抽，干脆关上门，不去理会这个丫头。这丫头真是越发的调皮了，竟然嬉笑起她来了。吃完饭你得给我吹曲子。不，我喜欢听你弹琴，以后专门弹琴给我听，以后也只能为我弹琴，不能为别的男人。瑞王殿下还记得穆婉熙给平觉侯吹曲子的事情。穆婉熙好笑地看着林奕晨，没有想到林奕晨也会吃这样的醋。这样的醋你也吃？你想听我弹琴，随时都可以。先吃饭。尉迟凌风从小跟他认识又如何？如今跟他坐在一起吃饭的是他。宫月痕温润如霜，才艺双绝又如何？希儿喜欢的人是他，纵然他费尽心思，也得不到家人一顾。韩渠就更不用说了，朝阳郡主跟希儿不对盘，希儿能不仇视他，他就得感激涕零了。可别指望希儿会喜欢他。一一细数过来，瑞王殿下的脸色又黑了。不知不觉，这丫头身边怎么有那么多虎视眈眈的男人？不过，好像自己没有喜欢上穆婉熙的时候，穆婉熙身边就有一大堆苍蝇了。宋英杰、四皇子，还有那个青梅竹马的江景城。而远在江南的江景城，得到穆婉熙被赐封为昭宁郡主的时候，眼底闪过一抹欣慰的笑意。看来，希儿在帝都过得很好。少爷，什么事情这么开心？世叔疑惑地问道。准备一下，3天后，
我们回帝都。终于要回帝都了吗？该回去了。这边的事情也办理的差不多了，相信他会满意的。啪的一声，桌上的花瓶被用力的扫在地上，摔个粉碎。尊上，出什么事了？女子抬起头来，看向男子受伤的手，眼底闪过一抹心疼。一身红色的锦袍，妖艳鬼魅，但是那张脸却是一张熟悉的脸，赫然就是曾经在莫婉熙身边的冷玉飞。尊上，该死的林奕晨，本尊不在，他是怎么找过人的？本尊让你查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回尊上，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努力在查了。3天，我只给你们3天时间。若是3天时间还没有结果，你们这几个堂主也就不用当了。是，属下定当竭尽所能。下去吧。属下告退。小希儿，等着吧，他很快就会回到他的身边，到时候就算是林奕晨也不能奈何得了他了。4大堂主出门之后，朱雀往外走，玄武叫住他：朱雀，有事吗？尊上的事情不是我们可以过问的，希望你能明白。玄武不忍心从小跟自己一起长大的朱雀触犯尊上的底线而受到处罚，出言提醒：我的事情不需要你管，尊上是我的，谁也不能抢走。玄武看着朱雀愤恨离去的背影，微微叹息：走吧，别管他了。尊上交代的事情，若是我们没有查出来，要倒霉的就是我们了。与其担心他，还不如担心我们自己吧。走吧，若是不把这个内奸抓出来，我们魔宫会永宁日的。想到某个人的命令，穆老夫人咬了咬牙：老身觉得身子很不舒服。婉熙，你去万佛寺为老身求一道平安符吧。是，祖母。只是今日显然不宜出门。他刚从万佛寺出来不久，就在山道上遇到了麻烦。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哼，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是吧？嘿，这小娘们儿不但长得漂亮，还挺聪明的。对，留下买路财，还要留下你做压寨夫人。莫婉熙笑着扶额，买路财不是问题，留下他问题就大了。关键是他出门除了东儿，就只带了相府的4个护卫，跟这么多人打起来没有胜算。好汉，不如我们商量一下如何？我们留下钱财，你放我们走，怎么样？这个呀，不行，爷我还没有媳妇儿，爷我看上你了。嘿，小娘子，我们大哥看上你了，是你的福气，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穆婉熙微微一笑，目光看向相府的4名护卫，放低声音：一会儿各自逃命，不要想着跟这些土匪拼命，保住自己的性命重要。4名护卫讶异地看着穆婉熙，别的主子在遇到危险的时候都是要他们誓死保护主子的安全，而大小姐居然让他们想办法活下来。大小姐，我们不会丢下你的。不，你们要活下来，回去求救。他们的目标是我，只要离开我，你们就有机会活下来。跑！穆婉熙一声令下，当即带着东儿往一边的树林里跑去。只要进入树林，就有活着的希望。只有他们逃回去了，才能找人来救大小姐。拦路抢劫的土匪见莫婉熙他们弃车而逃，顿时傻眼。这小娘子娇娇弱弱的样子，居然还有胆子逃跑。马车先牵走，你们几个走，跟我一起去追压寨夫人。是，老大。小姐，我们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对方人多势众，应来不是对手。
好，小姐，把你的外套给我，你穿上我的衣服，我们分开走，我去引开他们。冬儿，你一定要小心。小姐，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倒是小姐你一定要小心啊。小姐，我们分开走。穆婉熙转身朝着另外一边跑去。冬儿见穆婉熙消失不见，这才朝着相反的方向跑去，将那些人引到一边，小姐就安全了。来人似乎也在逃奔，穆婉熙直接被撞得摔倒在地，两人都很狼狈。只不过穆婉熙的狼狈是因为树枝划破了她的衣服和脸，对面的人狼狈是因为他浑身都是血。这位侠士，你要带我去哪儿？心里却在嘀咕，难道这是老夫人安排的英雄救美？也不太像呀。逃命，落到他们手中，哪怕你跟我没有关系，也要死。侠士，不能再往前面跑了，前方已经没路了。男子挑眉看向怀中的女子，若是普通女子遇到这种情况早已经尖叫不已了，偏偏她不但很冷静，还一副不怕死的模样，尤其是那双倔强的眸子让她泛起了恻隐之心，选择了带她一起走。活了20几年还是第一次抱女人，不过手感还不错。侠士，前面是悬崖。你怎么不早点说？我说了，可你根本就不听，搂着我不要命的逃。哼，这下看你们怎么逃。顷刻间杀手就追到了，男子往前走了一步，将穆婉熙护在身后。女人，今天遇到我算是你倒霉，若是命大能活下去，我不介意让你做我的女人。承蒙侠士看得起，不好意思啊，我不感兴趣。活不活得下去，咱们以后相逢都是路人。不错，这媳妇我喜欢。牡丹花下死，做鬼也疯了，有美人陪着你一起死，也算是对得起你了。上，躲开！男子本意是让穆婉熙躲起来，哪知用力过猛，直接将穆婉熙给推下了悬崖。而穆婉熙慌乱之中抓住了男子的腰带，将他一起带下了悬崖。你这该死的女人！悬崖下，男子的咒骂声不绝于耳。本以为会有一场恶战，结果却这般喜剧的被自己人拖下了悬崖。这么高的悬崖，掉下去能活下来吗？你要不要跳下去试试？老大，你别吓我呀，我就是问问。让4个人下去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另外2人回去禀报。是。悬崖下是一处湖泊，不得不说2人的运气很好，直接掉进了湖里。是强大的冲击力让穆婉熙有片刻的眩晕，不过在快被淹死的时候缓过气来，冒出了水面。还活着，还活着。爬到岸上，一屁股坐下去，怎么都不想动了。落水的时候，巨大的冲击力冲伤了他的内脏，此刻5脏6腑都觉得钻心的疼。那个男人不是跟他一起掉下来了吗？怎么这么久了还没有起来？难不成是不会水？穆婉熙深吸了一口气，再次跳入湖中。很快，穆婉熙就冒出了水面，拉着一个昏迷不醒的男子，费了9牛2虎之力，才将人拖上了岸。喂！穆婉熙推了男子一下，没动，伸手去探他的鼻息，却发现没了呼吸。喂，你别死啊！喂！穆婉熙不停地拍打男子的脸，可是男子依旧没有任何的反应。他想了想，咬牙捏开男子的嘴，嘴对着嘴给男子肚气，
然后不停地挤压男子的胸腹。男子悠悠转醒的时候，莫婉熙正在给他渡气。一双眼睛讶异地盯着莫婉熙，莫婉熙惊喜地抬起头来：“你醒了。”男子缓缓地坐起来，目光落在莫婉熙樱花瓣一样柔软的红唇上，柔软的触感似乎还没有消失，耳根子可疑地红了红。“你放心，我会负责。”“快点，我们要在天黑之前找个地方把衣服烤干了，天色不早了，想找出路不容易。”男子转过头来，就已经看到莫婉熙离他很远了，嘴角抽了抽，认命地跟上前去。莫婉熙在山崖下过得怡然自得，山崖上瑞王殿下几乎要发狂了，同时还有得到消息赶回来的冷玉妃以及秦国公府的人，正在漫山遍野地寻找莫婉熙。山崖下的气温较之山上的要低很多，虽然生了火，莫婉熙依旧是冷得瑟瑟发抖，湿透了的衣服裹在身上，非常的不舒服，哪怕靠近火堆也抵御不了寒气的侵袭。“女人，你不要把衣服脱下来烤干吗？”“不用了。”“我出去找些吃的，你把衣服烤干吧。”莫婉熙看着男子转身出去，这才松了一口气，先脱下外衣烘烤，直到外衣烤干了，这才换下里面的衣服，裹上外衣开始烘烤。莫婉熙打了个喷嚏，最近真是太倒霉了，出门上香居然遇到土匪，好不容易躲过土匪，又遇上被人追杀的家伙。他最近果真不宜出门。想到遇到的土匪，莫婉熙的眼底闪过一抹冷光，以后相府的人他都不会手软了。莫婉熙把衣服烤干，刚穿好，门外就传来脚步声，时间掐得刚好。男子一进来就晃了晃手中的野兔：“捉了2只野兔，今晚不用饿肚子了。”莫婉熙点了点头，伸手接过其中一只野兔，打算帮忙扒皮。“你会吗？”“哎，你笑起来还挺好看的。”“匕首给你，从背脊下刀，挑开，然后这样。”很快，一张完整的皮就被扒了下来。“你好厉害呀！”“我叫帝锦兰，你叫什么名字？”“莫婉熙。”“好名字。”“公子的名字也不差。”莫婉熙学着帝锦兰的手法，很快就将兔子皮给剥好了，看得帝锦兰又是一惊，没有想到莫婉熙这样一个温温柔柔的女子，下起手来倒是很果断。“女人，你很不错。”“你好像很会处理这些东西啊。”“习惯了而已。好了，看你的仪态，应该是出自大家族的小姐吧？”“不是，只是我外祖母对我的礼仪要求很严格，在家里可以随意一些，但是在外面就不能了。”“你的父母亲呢？”“父亲很忙，母亲身子虚弱，还要照顾幼弟，无暇顾及我。”莫婉熙在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都没有一丝变化。帝锦兰眸光闪烁了一下，就如她一般，虽然有父母，可是却不如没有。母亲当她是争权的棋子，父亲当他是心怀不轨的敌人，兄弟姐妹更是随时可以捅黑刀子。这就是身在皇家的悲剧。找到了没有？悬崖上，林奕晨依然没有放弃。爷，我们在前面的悬崖边发现了这个。暗卫递上一根布条，那是从穆婉熙的裙子上扯下来的。他们在树林中也找到了一些。安武怎么样了？安武伤得不轻，只是说当时穆小姐被一名黑衣男子给带走了，
而我们在悬崖边的树上找到了这个，带本王先去看看。是。林奕晨赶到莫婉熙出事的悬崖，现场还有打斗的痕迹。秦轩接到消息也赶了过来。王爷，希儿他下崖去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林奕晨眸光发红，突然做出令所有人都吃惊的举动，竟然纵身跳下了悬崖。王爷！秦轩震惊地看着已经消失在悬崖底下的林奕晨，他一直以为瑞王只是想借助秦家的力量而已，却没想到瑞王竟会为了穆婉熙直接从这么高的悬崖跳下去。先去找。是。秦轩镇定地命令道：王爷武功高强，一定不会有事的。果然，林奕晨一跳下去，借助卓越的轻功，也用了1炷香的时间才到了底。到了底下，发现是一个湖泊，顿时就松了一口气。是湖泊就说明他应该没事，应该就在附近了。于是林奕晨飞身而下，绕着湖泊转了一圈，终于看到有人走过的痕迹，辨认了一下大致的方向，就追了过去。这个笨女人可一定要好好活着，她马上就来了。有人。厉景兰突然站起身来，熄灭了火堆，拉着穆婉熙藏了起来。穆婉熙眸光清冷，这个时候出现在这下面的，不是来找他们的，就是来杀他们的。若是来找他们的人，不会这般无声无息，也就是说，这些人应该是杀手。6个人，武功都不弱，隐藏着不要出来。厉景兰在黑暗中看了穆婉熙一眼，虽然第一天认识这个女子，但是她跟她认识的其他女人一点都不一样。她冷静、聪明、温婉却又不软弱，这样的女人很适合做她的女人。你要去引开他们吗？我引开他们之后，你就朝着相反的方向跑。若是我能活下来，会回来找你的。厉景兰想了想，很是认真的开口，末了似乎又有些不放心，伸手拿掉穆婉熙头上的玉簪。好好活着。放心，我会好好活着的，倒是你可别死了。穆婉熙仅停留了1刻钟的样子，这才悄悄地从山洞里摸出来，只是刚一出来，一道银闪闪的光芒就劈了下来。那些追杀厉景兰的人竟然留了个心眼儿，在穆婉熙出来的时候就想将穆婉熙击杀当场。穆婉熙在紧急情况下用怀中的匕首去抵挡杀手的剑，一刀挥出，竟然直接将杀手的刀给切断了。穆婉熙不停留，手腕翻转，电火石光之间就割断了杀手的脖子，鲜血喷洒了他一身。穆婉熙连连后退，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血迹，看了看手中的匕首，这是在元宵灯会后林奕晨给他的，让他用来防身，没有想到竟是如此的锋利。另外一人显然也有些吃惊，穆婉熙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竟然将他的同伴击杀在场。愣神的抬头时，穆婉熙已经逃远了，提气追上去。哪里跑？穆婉熙拼命地奔逃，不敢停下来，也不敢回头。但是他知道那个人还在后面跟着他，他不能停下。停下来之后，等待着他的将是死亡。这一刻，面对死亡，他想到的不是报仇，也不是穆家的人，而是林奕晨。若是真的在劫难逃，穆婉熙想在临死之前再见他一面。穆婉熙被绊倒在地，看着锋利的刀刃直奔自己而来时，大声喊出：“林奕晨！”叫谁都救不了你。林奕晨，对不起，看来我要让你失望了。砰的一声，意绕之中的疼痛没有传来，而是听到一声闷哼，随即被拉入了一个稍显冷硬的怀抱，带着他熟悉的冷笑。穆婉熙不敢置信地睁开眼睛，
逸晨，是我，我来了，别怕。逸晨，谢谢你及时来了。我很庆幸我及时来了，不然我会后悔一辈子。穆婉熙静静地依偎在林逸晨的怀中，这一刻，她想放纵一下，想让自己尽情地依靠着面前的男人，在他面前，她不需要再那般坚强，她只需要做一个柔情的小女人就好。